女人穿进逃生游戏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副本 BOSS 狂撸猛亲，即使对方脸上缠满绷带，甚至长得乌漆八黑，她也要对方主动追求自己。只因系统说能让她第一眼记住的人就是她的攻略对象，所以当她看见1.8米双开门大帅哥时，女孩不为所动。但在看到满脸缠满绷带的杀人魔后，女孩兴奋了，这不就是自己要攻略的对象吗？随后她指着对方趾高气扬地说：“本小姐看你长得不错，给你追求我的机会。”少年一惊，我长得不错。此时偌大的一个校园夜晚里没有亮一盏灯，夏夏被冷风一吹，脑子瞬间清醒过来，自己不是毕业了吗？怎么还在学校里？教学楼里有个中年男人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但他身上却穿着男生的校服，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追。他见到夏夏站在这里傻乎乎的不动，叫了一声：“你怎么不跑？杀人鬼就要来了！”夏夏脑子里灵光一现，他穿进了一个角色扮演的场景游戏里。你说的杀人鬼是什么？中年男人目露惊讶，却并没有机会问太多，带着夏夏在灌木丛后藏了起来。杀人鬼就是今天的屠夫啊！夏夏歪头，屠夫卖肉的。就这时，一个满脸缠着绷带纤瘦男生走到了附近，黑漆漆的眼睛充满杀意。中年男人捂着嘴叫了一声，深陷恐惧的他想也没想，一手把夏夏推了出去，他自己则是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往反方向跑了。夏夏往前一个踉跄，好不容易站稳了，瞬间一只染血的手握着染血的刀，直指他的喉咙。为我好看吗？夏夏抬仰起脸来看着面前的男生，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呆呆的没说话。少年目光忽然一变，手里的刀往旁边一扔，正好刺中了一个想要逃跑的男人的大腿。男人才跑出了一步，就被匕首刺穿了大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比起这个还会逃跑的男人，傻乎乎的站着不动的夏夏简直就像是个呆子。因此少年似乎是兴致来了，他走近倒地的男人，露出那张没有血色的嘴，唇角几乎贴在了耳根，锯齿状的牙齿尖锐锋利。为我好看吗？男人大叫。好看好看。回应他的是刀光闪过，男人的一双眼睛活生生的被剜了出来，满嘴谎言的臭男人。少年嬉笑着说完之后，笑眯眯的看向了夏夏。好了，现在轮到你了，我好看吗？少年一副变态的样子，说他不好看，肯定没有好下场。说他好看吧，刚刚那个男人的惨状就是最好的教训。夏夏想起了那个狗系统的话，那个能让你一眼记住的男人，就是你的攻略对象。少年造型奇怪，他这一辈子绝对都忘不了。他的眼里突然冒出来了睿智的光芒。少年一愣，他还从没有见过有人快要死了还能这么兴奋的。听好了，从今天起，你得努力讨我开心，让我不仅仅只是对你一眼惊艳而已，更重要的是让我能够喜欢你一辈子。少年两眼茫然，你凭什么让我喜欢你？就凭本小姐对你一见钟情了？绷带男死鱼眼呆呆的，你在说什么？夏夏生气的跺脚，不要让女士说难为情的话，你难道听不懂吗？我对你一见钟情了。绷带男两眼呆滞，一见钟情？夏夏眉头一皱，他双手抱臂，你什么意思？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可就记住你了，我能对你有好感可是你的福气。他手里的刀一抖，你胡说什么？你怎么可能对我有好感？不是吧？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很有魅力吗？魅力？对啊，你的手指很漂亮，握着刀的时候很有力量感，你的皮肤很白，是冷白皮吧？天生的。他的耳朵在发烫，应该是天生的吧？夏夏趾高气扬的一笑，这个世界上能一眼就让本小姐记住的男人，你是第一个。她是堂堂夏家大小姐，从小到大就是万人追捧，什么莫名其妙的系统让她去追着人攻略？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抢着来攻略她的粉，杀人鬼还是有点萌萌的。气焰嚣张的女孩还在仰着脸看他，精致的五官，白皙的肌肤，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绷带之下，她的脸色爆红，不自觉地用两只手捂住了脸，试图隔着绷带给冷白皮的皮肤降温，结果只是把手上的血染在了绷带之上，哪里还有杀人鬼的气势？夏夏双手叉腰，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得更加努力，而努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最后能够结婚生宝宝，生宝宝。夜色里猛然间传来了开水壶尖叫式的声响。次日太阳出来的那一刻，穿着学生制服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学生宿舍的大厅。意识到自己活下来的那一刻，他跪在地上喜极而泣。其他逃生者赶紧凑过来打探情况。怎么样？你们昨天晚上遇到的屠夫是哪个？是腐烂女、连体婴还是老园丁？只有你一个活下来了吗？中年男人缓了很久说道：我们遇到的屠夫是杀人鬼。所有人愣了一会儿。如果你们遇到的屠夫是杀人鬼，你怎么活下来了？中年男人当然不能说自己把人推出去吸引了屠夫的注意力，他从地上站起来，眼泪一擦，摆出了高深莫测的模样。那当然是因为我厉害，就算是杀人鬼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溜得像狗一样。这时大家发现大厅里又出现了一个人，他们齐刷刷的看过去，不由得小声议论：是新人吗？长得还挺漂亮。夏夏走过来，一脚踹在了中年男人的裤裆，中年男人捂着裤裆倒在地上，这一脚是还你之前把我推出去的谢礼。夏夏完事后转过身上了楼，他的口袋里多了一把有着门牌号的钥匙，是404。他猜自己的宿舍应该就在4楼。其他人看着地上的男人，有着藏不住的讥讽和嘲笑，什么把杀人鬼当成狗一样溜？我看他是被屠夫追得像狗一样，只能找替死鬼逃命吧，还杀人鬼呢？谁不知道杀人鬼是不会放过任何逃生者的？既然他们能够从昨天晚上幸存，可见他在撒谎。昨天的屠夫根本不是杀人鬼。另一边，屠夫宿舍大楼，戴着草帽的老园丁拿着园艺剪刀修饰着外面的花花草草。果然，那个女人说什么对我有好感的话，就是骗我的吧？不远处传来了愤怒的声音，老园丁抬起头看了过去，绷带少年毫无形象地蹲在水边，死鱼眼里溢满愤怒，嘴里还在骂骂咧咧。他肯定想用那什么什么计。旁边的皮肤干枯、没有任何毛发的连体人形怪物说道：美人计。绷带少年文化水平不高，被提醒后恍然大悟，那个女人居然想到了这么恶毒的计策来迷惑我的心神，简直是比我们还要阴险狡诈。可恶，我一定要杀了她，剪掉她那黑乎乎的像是绸缎一样的头发，捅瞎她那双仿佛是黑宝石一样的眼睛，撕烂她那张比玫瑰花还要红艳的嘴，再把她比雪花还要白的皮肤都给剥了。我看她以后还怎么去骗人。连体婴的哥哥和弟弟互相看了眼对方，觉得同事们背后叫绷带少年是笨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少年站起来在原地转圈圈，死白的眼里透露出睿智的光芒。还好我聪明，没有被他骗过去。大怪物说，没有被他骗过去的话，那你晚上怎么没把他杀了？少年那双眼睛瞪过来，我这是将计就计，让他以为我中计了。
击了。实际上我并没有中计。等到他放松的那一刹那，我再用刀子割破他的喉咙。连体婴长长的哦了一声。少年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将计就计，于是他兴奋起来，拿着刀，脚步迅速的往远处跑了。至于白天里屠夫与逃生者不能有往来的规则，在他这里被选择性遗忘了。连体婴兄弟一起开口：“他是笨蛋吗？”夏夏没有料到这儿的角色扮演完的真实感那么强。白天的时间还得按着课表坐在教室里上课，那个中年男人还和他同班，他也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叫林高山。吃午饭的点，一群人往食堂的方向跑，夏夏随波逐流跟着他们跑。出了教学楼，忽然觉得不对，低头一看，脚下的水沟盖板里冒出了一双死鱼眼，阴暗的人藏在潮湿的角落里，直勾勾地盯着他。慢慢的，绷带男的眼眸变得狭长而危险。我已经看穿你了，你想欺骗我。他话没说完，女人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偷窥我。夏夏捂住自己的裙摆，刷刷刷的往后退了几步。绷带男有点呆，不是，我没有偷窥的爱好。情绪激动的他却完全不听他的解释。我第一次喜欢的人居然是变态，我不想和你交往了。他转身逃跑，还带着那一颗破碎了的少女心。藏身在阴暗里的少年一脸茫然，好奇怪，我这是失恋了吗？等等，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那个女人之前说要和我交往，还要和我结婚生宝宝，可是今天她就说决定不和我交往。她凭什么就这么决定不和我交往了？你们说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绷带少年站在水边骂骂咧咧，差点激动的要在原地跳起来。他嘴里念叨个不停，死鱼眼里的怒气和怨气深重，看起来恨不得再去找几个倒霉蛋开膛破肚。连体婴面面相觑了一会儿，随后异口同声：所以你是因为他说不再喜欢你了而感到生气吗？怎么可能？绷带少年像是炸了毛的猫，谁稀罕他的喜欢了？他梗着脖子干巴巴的说道：我只是觉得他现在肯定对我有戒备心了，我不能在他最放松的那一刻取了他的性命，享受不到最美味的食物，有点可惜而已。连体婴的哥哥说：既然这么可惜，那就把他哄开心了就好了。连体婴弟弟说：对啊，哄开心就好了。绷带少年眼睛一亮，哄开心？怎么哄？要讨女孩子高兴的话，那有一种方法是很管用的吧？老园丁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凑热闹，他摘下了一朵红色玫瑰花，笑呵呵地说：送女孩子花，如果是独一无二的花，那他很容易就会感到高兴吧。少年恍然大悟，眼睛里亮起了睿智的光芒。在注意到同事们一言难尽的目光，他又哼了一声：我才不稀罕哄他高兴，让他继续喜欢我呢，我只是为了美味的食物而已。话落之后，他两手插兜仰着头，慢悠悠走了，拽得很。等他的背影不见了，连体婴弟弟说：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连体婴哥哥说：有什么关系吗？反正又不可能真有人类喜欢怪物。笨蛋这么努力的去哄别人，结果到头来发现自己真心错付了，他一定会。连体婴弟弟说：会躲起来哭脸吧？连体婴兄弟发出了结结结的恶劣笑声，完全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老园丁又捡下来了一朵花，同样是好心情的说：有好戏看了。夜幕降临的那一刻，又有人被拉进了恐怖的屠杀场。每天晚上被拉进屠杀场的人是随机的，据说只有成功的在5场游戏里活下去的人，才能有机会离开红月校园，从可怕的角色扮演里逃出去。今天被迫参加游戏的人不断在心里祈祷屠夫千万不要遇见杀人鬼。好消息是今天的屠夫是腐烂女，但坏消息是有逃生的人说好像看到了杀人鬼的身影。一场游戏里怎么可能有2个屠夫？不是，我真的看到了杀人鬼的身影。几个逃生者躲在树后悄悄地共享着信息，你一定是被吓得眼睛出问题了。一场游戏里以前从没有出现过2个屠夫，如果真的是有2个屠夫的话，那我们还有活路吗？难道我真的是看错了？逃生者也不由得有了自我怀疑。仔细想想，他当时只是在逃跑的时候匆匆一瞥，好像就见到了杀人鬼，而当时裂口男的手里好似还捧着一束白色的花，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他看错了。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无声无息里，一道人影蓦然间出现在了躲藏起来的人堆里，他正在找人，还把那人的特征讲得很详细。他的皮肤很白很白，眼睛大大的，和容易烂掉的黑葡萄差不多，嘴巴红红的，看起来好像吃过小孩，个子特别矮，还没老园丁种的大葱高。兜帽之下，少年缠满了绷带的脸上，一双眼睛像滩死水，毫无波动。他捧着白色的花，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懒懒地说：你们看到这个女人没有？逃生者们愣了很久，死鱼眼一眯不悦气息透露出来：你们听不懂我的话，是杀人鬼。几个倒霉蛋匆忙起身，跌跌撞撞地四散而逃。有人不幸地撞上了腐烂女，尖叫声更大，下一秒头顶上的脑袋就被拔了下来。另一边小亭子的石墩后，夏夏扔掉了挡住身体的树杈，冒出了个脑袋。通过观察，他也算是总结出了一点经验，只要他能苟到天亮，那么他就算是通关了这场游戏，也就是说他只要全程躲好就行。夏夏蹲在地上，一点点地挪动着位置，一转身被一大片白色占据了视线。不知何时，少年人消瘦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懒洋洋地蹲着，一手捧着那一大片的白送到了他的面前，却是仰起头偏过脸看向另一边的夜色，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不情愿。给你，不许生气了。夏夏没有出声，他不耐烦地转过脸来看他，阴森森的眼睛里满是烦躁。我说你够了，要不是看在你确实是美味的份上，我才懒得来哄你。你不要那什么宠，什么娇。他想说的是恃宠而骄，还是以前从老园丁那里学的成语，但他文化水平太低，记不太清了。岂知夏夏明明看到了他，却当作没看到似的，换了个方向。他矮着身子继续往前挪，少年两眼一瞪追上去，凑到了他的右边。不许无视我。夏夏往反方向看去，他又凑到了左边。可恶，你再敢无视我，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睛？夏夏又把头扭到了另一边。他之前还对他那么热情，连结婚生孩子的事情都想好了，现在却都不搭理他了，把他当成了透明人似的。这个女人绝对是他见过的最狡猾的人。他两只眼睛的瞳孔紧缩，绷带之下一张嘴抿得紧紧的，恨透了现在好像只有自己在唱独角戏的感觉。一手抓着他的手臂，把他按在了树干上。他高大的身躯挤过来，弯腰低头看他，极具压迫感。不许装哑巴，和我说话。他被气得厉害，都准备掏出刀子了。忽然见夏夏伸出手来，把他的脑袋重重往外一推，他的脑袋磕到了墙，砰的
的一声痛得厉害，你难道就不知道对喜欢的女孩子道个歉吗？他的脑子对于文字信息处理有限，反应过来后，两只眼睛一瞪，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什么喜欢的女孩？他想嘲讽她自作多情，但再看夏夏红彤彤的脸，她那双黑润润的眼睛里都是自己，莫名其妙的，他竟然也感到了周围的温度在上升。绷带少年觉得他的目光很恐怖，但很快他想到自己不能够被一个区区人类女性吓到，于是他抬头挺胸，梗着脖子，外强中干地说：“你再用这种恶心的目光看我，我就吃了你。”他自认为这是很有威慑力的威胁，毕竟以往那些逃生者听到他说要吃人，那些逃生者就会被吓得屁滚尿流的逃走。可是下一秒，他又想到了夏淼之前哭鼻子的样子，他要是又哭了，还不是得他来哄吗？啊，好麻烦！他正考虑要不要收敛点自己凶神恶煞的样子，冷不防的夏淼的一双手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衣领，拉着他弯腰低头。同一时刻，他踮起脚尖，隔着白色绷带吻在了他唇的位置。绷带是冷的，棉纱的质感在两人唇间显得格外的明显。早就应该适应绷带这种触感的少年，竟然头一次生出了不适应感。反应过来之后，他眼眸睁大，啪嗒一声，他手里的花掉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夏淼脚跟落地，他偏过脸嘟囔着说：“是这种事情，对于我们的关系而言还太早了。但是看在你今天来找我的份上，我可以先给你亲一下。”主动的人是他，然而少年却面红耳赤，好在有绷带挡着暴露不出来。接着他连连退后3步，如同炸了毛似的，浑身戒备的盯着夏淼：“你亲了我？”夏淼抿着唇不满的回头看他：“你别忘记，我们现在的关系是我对你有好感，而你在追求我，你还没有追求成功呢。我给你亲一下已经是很大方了，要是你还想做更过分的事情，那就必须在我们建立稳定的情侣关系后才行。更过分的事情。”少年陷入了呆滞，但下一刻也不知道他脑补到了什么，浑身温度攀升，白色的绷带隐隐冒出了黑烟，缝隙之中隐约可见岩浆一般的红，他的身体要着火了。夏夏捧起了地上的花，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指着花束问：“这是什么？”过了好半晌，少年找回声音，干巴巴地说：“花。”夏夏抽出了一朵花，他略微沉默，这花怎么看起来有5根手指头，就像是手骨似的。他眼睛胡乱飘忽，却又总忍不住落在他的唇上。老园丁说：“女孩子喜欢独一无二的礼物，这是我做的花，别人可没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目光终究还是忍不住，最后粘在了他的唇上。他那张嘴红润润的，就像是吃过小孩一样，没来由的格外令人在意。夏夏听到这是他做的花，脸色好看了一些。虽说他做的花奇奇怪怪的，就像是手爪子一样，但毕竟是他亲手做的，好歹还算有诚意。他瞥了他一眼，又哼了一声，抱着一大捧白色的花，慢悠悠的往前走。他赶紧跟在了他的身后，死鱼眼巴巴的盯着他的背影。但等夏夏回头时，他又赶紧收回那不值钱的跟屁虫样，抬头挺胸，双手插兜，从目光里透露出几分不屑与桀骜。等夏夏不看他之后，他又赶紧把目光挪回来，快步跟上去。走了好一会儿，夏夏又回头看他：“你怎么一直跟着我？谁跟着你了？”他扬起脸，狂妄的很：“这条路又不是你家的，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儿的路这么多，你却偏偏和我走一条路，那又怎么了？这条路写你名字了，我不能走吗？”他就像是个小学生，神态倨傲，嘴里嘀嘀咕咕：“你自我感觉哪里这么好？还我跟着你？可笑！难不成我是想让你再亲我一下，所以才跟在你后面吗？就一个亲吻而已，我都是靠谱的成年人了，我才不在乎呢。”夏夏愣愣的看着他，很快他又见到夏夏那双脆弱的眼睛里冒出了雾气，浑身紧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果然，夏夏问：“什么叫一个亲吻而已？还不在乎？那可是我的初吻！”他气得跺脚，把手里的那捧花砸进了他的怀里：“我不想理你了。”夏夏转过身跑了，他呆呆的在原地站了2秒钟，下意识的追过去：“为你哭什么？关你什么事？别来烦我！滚！”他睁大眼睛，然后也燃烧起了怒火：“还没有人敢对我说滚呢！滚！”他加快脚步跟在他身边：“给我道歉！你道歉我就考虑不吃你！滚滚滚！”他憋着气不甘心的凑到他的面前：“我真的生气了，我给你3秒时间向我道歉。3、2.5。”少年矮着身子盯着他的脸，气呼呼地说：“2.4、2.3，我要数到1了，滚开！”他干脆伸出一只手把人抓住，任凭他推搡就是不松手。在一片骂骂咧咧声里，他也气得跳脚：“你不要以为我真不敢对你动手，我告诉你，我杀人的手法是很恐。”他的眼睛被一拳头砸中，再睁开眼一看，女孩的眼睛被气得通红，不把女孩子的初吻当一回事。你真是渣男，我不要喜欢你了。在夏夏要对他拳打脚踢时，他像是蚊子一样发出了细微的声音：“那也是我的初吻啊！”夏夏撒泼的动作一顿，抬起脸来与他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打扮奇奇怪怪的少年低下脑袋，似乎是不好意思。2秒钟过后，他别扭扭的出声：“你要是不高兴，那你再把你送给我的初吻亲回去好了。”夏夏额角一跳，都已经送出去的初吻还能怎么要回来？要不回来了吗？少年茫然的眨了一下眼，接着当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一件其他人不可能有的东西后，他死鱼眼里迸发出了灿烂的光芒，视线又聚集在他红润润的唇上，最后把脸埋进了花里，娇羞又激动，他的身影颤动，像是条爬行的趋势的。夜色正深时，无头女忽然停下了追逐的脚步，呆呆的看着矮木从后的人影。夏夏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怪物盯上了，他正蹲在地上，无头女往前走了一步，少年忽然回过头，他身后的影子拔地而起，宛若恐怖的黑色恶魔，张开了布满锯齿状牙齿的血盆大口。无头女抖了一下身体，又呜呜的换了个方向追着那些逃生者去了。为什么死了还要上班？为什么死后上班还是有职场霸凌？上班好累，他不想上班。夏夏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散落在地上的花都捡了回来，但是很多花的花瓣都被摔坏了，就算是捡回来，想要再拼凑起来也是一件麻烦事。他皱着眉头，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明明很是不耐烦，但还是努力的尽量把这些花拼回原来的样子。这项工程可比拼图还要麻烦，毕竟手指花关节一断，就怎么也拼不回去了。少年想伸手去帮忙，又怕被夏夏嫌弃，一时间竟然忘了在屠宰场里，他才应该是人人惧怕的屠夫，为什么要拼回去？你喜欢的花，我可以再做一束花送给你啊。他的语气颇为不满。夏夏瞪了他一眼，这可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它的意义很重要，当然得好好修复了。他心头乱跳，我送给你的东西很重要，当然了，谁让你是我一见钟情的人呢？一见钟情？少年转过身，一只手捅进了自己的胸腔里，死死地攥紧了扑通乱跳的心脏。他当然不敢让心脏跳出来，万一被夏夏看到了，那岂不是很丢脸吗？好在夏夏
夏也根本没有观察他的小动作，洒落的花被他回收了一大半，但还是有很多东西太碎了，不论怎么也是拼不回去的。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绷带男扭过脸来，小声地问：“你喜欢我送的花？”“不喜欢，但是因为是你送的，所以即使不喜欢也得好好的保存。”他的眼里顿时又有了光彩，不由得洋洋得意：“你就这么喜欢我啊？我才不喜欢你！”夏夏对着他又没了好脸色：“我对你只有好感而已，还没有到喜欢的程度。”他不服气：“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喜欢我？我不是说过吗？你来追求我呀！”夏夏抱着奇奇怪怪的花束，歪着头想了想，说道：“本来第一次见到你，我心里对你有10分的喜欢的。可是那天你说我是随随便便的女人，所以降到了5分。但是今天你送了花给我，所以现在你在我的心里有8分。”他凑过来盯着他的脸，死鱼眼欢快地眨了眨：“满分是10分，不对，满分是100。”他瞬间泄了气，闷着声音嘟囔：“不行，你快点给我升到100分！不要，你还没有成功的追到我，你不升到100分，我就吃了你哦！”夏夏一巴掌呼过去：“你想吃了我，那得等到100分才行。”他捂着半张脸，咬牙切齿：“等到了100分，我一定要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他竟然已经被他带歪，居然把到了100分才能吃掉他这回事当成了游戏规则。夏夏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与少年面对面说道：“我叫夏夏，你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杀人鬼。”他又瞪眼：“你不会想被你追求的女孩子用大家取的绰号来叫你吧？”我问的是名字，是名字。他呆呆地看着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模模糊糊想起了自己的名字——陆衍。夏夏笑意盈盈，很好听的名字，他的眼里一定是落了星星，才能在看着他笑起来的时候闪闪发光，几乎要闪瞎他的那对死鱼眼。于是他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蓦然也有了生机，身体也一起僵硬起来。“陆衍，你不会是害羞了吧？”“怎么可能？害羞是什么东西？这2个字我压根都不会写。”他外强中干却理直气壮，因为这2个字他确实是不会写。夏夏目露怀疑，但很快他发觉了夏夏红彤彤的耳朵，于是他凑近他的脸，恶劣地说道：“你的耳朵那么红，你害羞了吧？”“怎么可能？我的字典里都没有害羞2个字。”他下意识的要抽回自己的手，却被少年下意识的握得紧紧的，2个人的温度在握在一起的手上达成了同步，亲都亲过了。然而莫名其妙的是，少年与女孩一对视，他漂亮的脸庞染上红霞，2个人十分有默契的各自偏过脸，都不去看对方，但那双手却慢慢的成了十指相扣的模样，扣得紧紧的。逃生者们晚上有可能被拉进屠宰场，白天还得玩角色扮演，像个学生似的坐在教室里上课，不少人都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的。下课之后，他的同桌拉着他说：“淼淼，我们应该去参加社团活动了。”夏夏愣了一会：“社团活动？对啊，我们不是一起加入了记者社吗？”他的同桌是个有着小圆脸的可爱女生，叫做方可爱。从她的言行举止来看，夏夏的设定大概和她是好朋友。哦，我想起来了，社团里是有活动，同学里既有逃生者，也有 NPC， 不少逃生者都会被 NPC 突然套上一些设定。据说之前有逃生者做了与设定相反的事情，结果身体当场像个气球一样爆炸了，于是逃生者们也就学会了自己必须得会维持自己的人设，这也是属于角色扮演游戏里的一个重要环节。林高山一直盯着夏夏的动向，听说夏夏前几天夜里又进入了无头女主导的游戏，那天夜里死了不少人，可她居然又毫发无损的活了下来，这不科学。林高山始终觉得夏夏身上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可以保命的道具，否则夏夏一个小身板的女人是不可能在游戏里活下来的，毕竟总不可能因为怪物中了她的美人计就放过她吧。林高山见夏夏走出教室，他也连忙起身打算跟上去，但有个男生走了过来拦住了他。林高山，今天是我们一起扫厕所呢，你去哪儿？林高山闻言脸色一黑，校庆日快到了，我们得做个视频资料，好好介绍我们学校的。文案这回事就交给我吧，拍照录视频这方面的事情就要交给你了。夏夏跟着方可爱到了综合楼的活动室，接过了方可爱的摄像机，他点点头又问：“那我应该拍哪些地方？”方可爱想了一会儿说道：“就拍一些我们学校具有特色的地方吧，能让人记忆深刻又能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夏夏对这个学校压根不熟悉，他哪知道应该去拍什么地方，但方可爱要忙自己的事情，也没有给他过多的提示，就是个发布任务的 NPC。 夏夏索性先在最近的地方找找，他在综合楼里转来转去，到了4楼的最深处时，听到了旁边的房门后传来了奇怪的动静，好奇的看过去，房门震动更加剧烈，突然之间房门被里面的东西撞开，一群黑色的老鼠从里面犹如海潮一般奔涌出来。夏夏本能的往后退，后背将要撞上墙壁时，一条手臂横在了他的背后，他被揽进了少年的怀抱。与此同时，少年抬起死气沉沉的眼眸，滚开！潮水似的黑色老鼠们密密麻麻的，却不敢靠近少年站的地方。夏夏在愣神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陆衍拍拍他的脸：“你被吓傻了。”他不会控制力气。夏夏脸上一痛，毫不客气的朝着他的脸挥出拳头，却被陆衍迅速的抓住了手。他得意洋洋：“被你打过2拳头了，我还会傻到给你打第3次吗？”夏夏一笑，往上抬起脚，顿时陆衍双脚并拢，捂着难以言说的地方疼得龇牙咧嘴。夏夏，你疯了？减2分，才8分而已，就这么减了2分？他抿紧了唇，不敢多说一句话。夏夏双手抱臂，抬起脸来哼了一声。不过看在你刚刚及时出现，英雄救美的份上，加10分。刚刚还沉闷的人突然就迸发了光彩，我现在有16分了。夏夏矜持的嗯了一声，他喜不自胜，忽然想到了一个加分的好办法。那双眼睛里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一看便知在打坏主意。夏夏指着他：“如果你敢故意让我陷入危险，再来救我，被我发现了的话，那就减100分。”他那刚刚要嚣张起来的气势忽然灭了，心虚的瞟了他一眼：“我才没那么无聊。”夏夏不搭理他，他拿着摄像机打算去往楼顶。陆衍跟在他的身边，又是双手插兜，搁谁也不爱的转样。可是他的那双眼睛始终忍不住往夏夏的唇那儿瞟。等他若有所感的看过来时，他走迅速收回目光。夏夏忍无可忍，回过身看他：“你到底想干嘛？”陆衍如同被抓了包，浑身紧绷，那副外强中干的不值钱模样又露了出来。“什么想干嘛？你不会以为我想让你再亲我一次吧？不会吧，不会吧？哈哈，简直可笑！你这个女人的自我感觉怎么会这么良好？”夏夏面无表情，静静地看着他表演。陆衍后知后觉似的，终于感觉到了难为情。他那昂首挺胸的姿态慢慢的泄了气似的变得弯腰驼背。夏夏清清嗓子说：“过来，笨蛋，别让我说第2次，我也很难为情的。”他意识到了什么，眼前
前一亮，快步往上走了2个台阶，到了他的面前。夏夏伸出手触碰到了他脸上的绷带时，棉纱的触感好似给他提供了点勇气。陆衍配合的弯着腰，像是哈巴狗的眼神期待着夏夏轻薄他时，冷不防的夏夏的手迅速的拽开了绷带的缝隙，在他的唇暴露在空气里的那一瞬间，他踮起脚尖撞了上去，是真的撞，毕竟2个人都没什么经验，所有的行为都是出自于受荷尔蒙驱使之后的冲动。他磕到了他那锯齿状的牙，眉头一皱，好疼，不轻了。少年一惊，赶紧伸出手放在他的后脑勺上，在他要退开前一用力又把他压了回来。他们唇瓣相贴，2个人都不知道闭眼睛，大眼瞪小眼，然后又各自脸红心跳，整个人都像是要烧了起来。片刻之后，楼道里传来女孩受到惊吓的声音：“你伸舌头了，扣10分。”天台上的风很大，把人的心吹得拔凉拔凉的。因为伸舌头而被扣了10分，陆衍闷闷不乐，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夏淼的背影，恨不得把他撕碎吞下去似的。但转念一想，他还没有到100分，不能吃他，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这个女人动不动就用扣分威胁自己，他只能生着闷气，蹲在地上，视线恶狠狠地随着他的身影转来转去。夏淼站在综合楼的楼顶，从这儿往周围看，几乎能把整个学校的风景尽收眼底。他拿起相机对准了远处的风景，拍了几张照片，又觉得这些风景没有什么特别的，应该不符合方可爱的要求。他有些烦躁，转过身时，相机恰好对准了蹲在地上的少年。陆衍正在闹情绪，见到他面向自己，他把绷带缝隙扯开了点，朝着他龇牙咧嘴，那锐利的牙齿把他的骨头咬碎都有可能。夏淼放下相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凑过去也蹲了下来，伸出手摸着他的脸。陆衍本以为他是要用拳头揍自己，已经做好了抗揍的准备，等了半天，也只等到他对自己摸摸碰碰，这轻柔的力道让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头皮发麻。喂，你干什么？夏淼放下了手，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所学校有什么代表性的地方？”“我要拍照完成社团任务。”陆衍两眼茫然，什么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大家一看到某些地方的照片，就能瞬间知道这是红月校园。他眼里忽然浮现出了几分睿智。我知道有哪些地方。夏淼高兴地说：“是哪里？带我去啊！”他扬起脸了一声，高傲的派头与他有几分相似。我带你过去又有什么好处？夏淼不高兴地撇嘴：“给你加分。”说的我好像很在意加分一样。陆衍站起身，消瘦的身影逆着光，颇有几分邪魅倦狂的意味。他自带一种小爷瞧不起任何人的气场，慢慢悠悠地说：“加分什么的，我可是一点都不在乎。”夏淼一眼就看穿了他，他跟着站起来，猛地朝着他跳了起来。他出于本能的反应，双手搂住了他的身体，帮助他挂在了自己的身上。第一次与异性贴得如此之近，他身体的曲线几乎全都被他的身体感觉到了。少年浑身紧绷，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你干什么？陆衍滋哇乱叫。夏淼，你要不要脸？夏淼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撒娇的嗓音黏糊糊的。陆衍，好陆衍，你就带我去嘛，你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哦。陆衍身体滚烫，抱着他身体的手，掌心都有了发汗的趋势。你别用这么不正经的样子和我说话。陆衍，带我去好不好吗？他被逼得步步后退，那双抱着他的手却像是被胶水粘得紧紧的，收不回来。后背靠上护栏，被冷风一吹，他浑身打了个激灵。好了，我带你去，行了吧？夏淼立马收回了作妖的不正经样，又见他不敢正眼看自己，出于直觉，也是出于好奇，他试探性的伸出手，进了兜帽，摸到了他的耳朵。好烫！陆衍死鸭子嘴硬，我只是发烧了。夏淼瞥了他一眼，手又摸到了他的胸腔，里面的东西在打鼓。那只是我的左心房和右心房在打架而已。他越是难为情，夏淼的探求欲就变得更加强烈。他闻到了空气里传来的奇怪味道，像是烧焦味，让他想起了烤饼干的焦香味道。他顺着这股味道，慢慢的把脸凑到了他的脖颈间，蹭掉了他头上的兜帽。少年那头黑色碎发暴露在了阳光之下，缺乏打理的头发毛毛躁躁的，尤其是那根在风里晃来晃去的呆毛，格外惹眼。陆衍的脖子拼命后撤，但也架不住夏淼凑过来的速度快。他在他的颈窝那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陆衍身上的味道好香。砰的一声，陆衍听到了脑子里传来的爆炸声，他丧失了思考能力，只留下来了一副空壳，任凭夏淼为所欲为。夏淼看见了他红透了的脖子，在意识到他害羞的这瞬间，他也被传染到了几分不好意思。反应过来，他要从他身上下来，少年的手却把他捆得紧紧的。那双修长纤细的手骨感细腻，指节分明，手背上黑色的经脉暴起，使出来的力气却偏偏没让他觉得疼。我手麻了，暂时动不了。夏淼把脸埋进了他的颈窝，红着脸的他看着红了脖子的他，干巴巴的哦了一声。少年嗓音涩然，那再抱抱。他搂紧了他的脖子，不敢抬起红透的脸，闷着声音说：“只许再抱一会儿。”最后，他们在天台上吹了半个小时的冷风。1个小时后，陆衍领着夏淼到了食堂的后厨，这里可是连体婴兄弟最爱的地方，他们喜欢烹饪，这些工具都是他们的，大家一看到这些工具，熟悉感肯定特别强。墙壁上整整齐齐的挂着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厨具，光是菜刀就好10多种。夏淼拍了几张照片，试图伸出手摸摸那锃光发亮的工具，被陆衍赶紧捉住了手。这些东西很锋利，不许碰。他拽着他又来到了教学楼后，这种了一片花，5颜6色的花开得格外的灿烂，
也不知是施了什么肥。这是老园丁最爱的地方，他经常在这儿埋肥料，大家一看到漂亮的花，就会立马想起老园丁。夏淼又想伸手去摸摸，无害的花朵隐约有张开血盆大口的趋势。陆衍又抓住了夏淼的手，你怎么就这么手欠？不许摸！他再拽着他来到了学校的垃圾池，这臭气冲天，腐烂的味道几乎能把人熏晕，防止他一不小心掉进去。他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这里是无头女处理垃圾的地方，大家一闻到臭味就会马上想起她，迫不及待地尖叫着逃跑。这一回，夏淼毫无触碰的欲望，他缩在陆衍的身边，捂住了自己的鼻子。陆衍如同邀功的毛头小子，有几分藏不住的得意。这些可都是他们最喜爱的东西，也是红月校园的特色，就是你说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怎么样，不错吧？那你呢，陆衍？什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迎上夏淼那满是求知欲的目光，少年不禁又回想起了他几次看着自己闪闪发亮的模样，黑白分明的眼眸里落入了他的模样，不由自主的他喉结滚动了一下。下一秒，他偏过脸，骄傲的嘀咕：这个世界上才没有值得我喜欢的呢。夏淼，扣10分。他绷不住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喜欢你，喜欢你行了吧？你不要再扣了，再扣就真的是负数了。夏淼最后把陆衍带着自己拍的照片交给了方可爱，方可爱看了眼，也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就这样认定了夏淼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夏淼回到了教学楼，在走廊上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拐角处那跟着的人影立马藏在了墙后，仿佛这样就能不被他发现他跟踪了他一路的事实。他抿抿唇，最终还是走了过去，抓住了跟踪狂的手。你一直跟着我做什么？陆衍嘴硬，我没有跟着你，我就随便走走。他向来都没有什么正事做，每天不是下河摸鱼，就是上树掏鸟蛋，再不然就是与连体婴兄弟一通胡言乱语打发时间，又或者是把老园丁种的花拔了，当然偷偷的把无头女好不容易找到的头藏起来。这种缺德事他也没少做，他上蹿下跳似的，比野猴子还野猴子。但最近他却有了别的爱好，那就是偷偷摸摸的跟在夏淼背后，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种行为多少有些变态，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觉得。夏淼抓着他的手，慢慢的变成了被他握着的模样。奇怪的是，看到扭扭捏捏的陆衍，他居然也有了点不舍得和他分开的感觉。他忽然问陆衍：你有没有手机啊？陆衍呆呆的摇头。的确，看他这么笨蛋的样子，一定是没有手机这种东西的，否则他也不会闲得无聊上蹿下跳了。夏淼说：你在这里等等我。他无法离开学校，当然无法去外面的手机店购买新的手机，于是他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气势凌人。我给100倍的价钱，谁愿意把手机卖给我？夏淼让陆衍在原地等他，他果真乖乖地蹲在墙角后，时不时地往他消失的方向张望一眼，没有见到人，他又缩回脑袋，无聊地面对着墙壁，指甲在上面划出一道道痕迹。慢慢的，不远处传来了喧嚣声，他又伸长脖子，一双死鱼眼看了过去。快看，是冷夜婷！天哪，他好帅啊！冷夜婷笑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对人笑呢。被人群瞩目的是一个容貌俊美的男生，他面容堪称完美，气质却是冷冰冰的，有种生人勿近的冷漠气场。他的视线也是毫无温度，但看向身边的女孩时却有了变化。阮滋滋顶着众多女生嫉妒的目光，有些畏畏缩缩的，不禁和冷夜婷挨得更近。他嘴里小声的抱怨：冷夜婷，我早就说过让你离我远点了。女孩气呼呼的模样更显娇软可爱，能把人的心都看得化了。冷夜婷心情不错，低声回复：我早就告诉过你，别想摆脱我，小奴隶。阮芝芝只想当个小透明一样的平安度过在校园里的日子，可自从在食堂里不小心撞到了校草，把饭菜倒在了他的身上起，冷夜婷就开始针对他了。他说他身上的衣服太贵，阮滋滋又赔不起，就只能成为了他的奴隶。阮滋滋想要当小透明的愿望被毁，于是心底里总是要把冷夜婷骂个千百遍。可是在之前的几场游戏里，冷夜婷又救过他好几次，他忍不住悄悄地盯着冷夜婷。他真的长得好好看啊！不行不行，阮滋滋拼命摇头，这个男人就是长得好看点罢了，他才不会动心呢，他一定要和他保持距离。可恶，那个女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夺得了冷夜婷的注意？好羡慕啊，我也想像她一样成为冷夜婷身边的人，要是我能变成她就好了。阮芝芝感觉到了大家落在自己身上的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在外面的世界里，她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关注过，不禁浑身不自在。下一个瞬间，阮芝芝被迎面走来的女生吸引了注意力。那是她不曾见过的女生，黑色长发，雪白的肌肤，精致的五官，身形纤细，那从头到脚弥漫而来的高傲，颇有几分生人勿近的气场。这个女生看起来脾气不怎么好，但绝对没有人会否认她很漂亮。果然，周围的人议论声又渐渐的有了变化，他们的目光落在了走来的女生身上。不过眨眼之间，她已经取代了阮滋滋，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那个女生。阮滋滋下意识地看向冷夜婷，见到冷夜婷也正看着迎面走来的女生，她抿紧了唇，不明白自己心中此时的沉闷感是怎么回事。走道就这么宽，两边都被围观冷夜婷的人给堵住了。夏淼要从中间经过，但见冷夜婷与阮滋滋横在中间，他瞥了一眼这两个人，打算绕过他们。旁边围观的群众里，也不知道是谁毛毛躁躁的碰了一把夏淼。夏淼脚步不稳，肩膀撞到了阮滋滋。阮滋滋了一声娇娇柔柔的声音，让在冷漠的男生都能动了心弦。冷夜婷赶紧扶住了跌进怀里的阮滋滋，她关心地问：没事吧？阮滋滋摇摇头，小声回答：我没事。但他还皱着眉头，小脸上的表情不是很好。冷夜婷看向夏淼，目光一冷，道歉。
夏苗好像在人群里看到了林高山，他不确定刚才推了自己一把的人是不是林高山，按着肩膀，他又看向冷夜婷与阮滋滋，心道自己撞了阮滋滋是事实，于是也说了一句：“有人推了我，我才不小心撞了你，不好意思。”冷夜婷看阮滋滋脸色还不是很好，她冷笑一声：“你道歉的时候没有一点的诚意吗？”冷夜婷居然为他出头，阮滋滋心头乱跳，脸色微红。夏苗属实是脾气也不怎么好，他双手抱臂，仰起脸，似笑非笑：“那不如你来示范一遍，怎么样才算是有诚意？”冷夜婷脸色更冷，一直以来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挑衅他。他的目光在夏淼的脸上落的时间长了，阮滋滋不禁有了危机感，他情不自禁地抓紧了冷夜婷的手臂。突然间，吱吱吱吱的动静不断从周围传来，阮芝芝好奇地看向四周，是谁在叫我的名字？下一秒，如同黑色潮水般的鼠群袭来，所有人被吓得胡乱尖叫，拼了命地往不同的方向逃跑。阮滋滋吓得撞进了冷夜婷的怀里，冷夜婷急忙拉着她，随着其他人一起逃跑。夏淼站在原地，黑色的鼠群仿佛有自己的意识，避开了他的位置，追着人们四散而去。他歪着头看向了走廊拐角，那后面藏着一道黑色人影，少年的两只手死死地搭在墙面上，指甲在上面抠出来了可怕的爪痕，尤其是他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又成了猫一般的树瞳，眼白散发着怨气，瞳孔里则满是怒气。他的轮廓边缘因为蒸腾的黑色雾气而模糊了许多，一眼看上去还真像是炸了毛的野兽，想要随时扑过来抓着猎物咬上一口。夏淼眨眨眼，快步走了过去，他越是靠近，少年的身子便越是往回缩。到了最后，夏淼到了他的面前，他已经缩着身子蹲在墙角，抓着脑袋上的兜帽，只留着个背影给他，像是在阴暗角落里准备发霉的烂蘑菇。夏淼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你怎么了？”他不吭声。夏淼说：“我要扣分喽。”他闷闷地说：“那个男人，他憋出一句话：“很好看。”夏淼愣了愣，忽然说：“你是因为我和别的男生说话，所以吃醋了吗？”陆衍：“没有。”夏淼又不说话了。陆衍的手指把帽子越抓越紧，终究还是熬不住这股死一般的寂静。他暴躁地说：“我是觉得不爽，你要扣分就扣吧。”下一秒，他的背上突然趴上来了一个人，陆衍身影往前一倾，好在很快用双手接住了背上的人，才不至于摔倒。在下个瞬间，他的脖子上被人亲了一口。“你吃醋的样子好可爱，我喜欢，加10分。”黄昏时刻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因为天色一黑，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拉进下一场残酷的游戏。不过今天是个例外，因为所有人正在躲避可怕的黑色老鼠。据说这个校园里的各个阴冷的角落里有着许多吃腐蚀的老鼠，一旦被这些老鼠咬上一口，就会被传染可怕的疫病。而徘徊在暗处里的老鼠忽然跑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于是到了饭点的食堂空荡荡的，也就只在角落里做了2道身影。喏，我已经给你加了我的好友了，以后要是你想找我，可以点开这里联系我。夏淼把一个香蕉牌手机塞进了他的手里，教他怎么操作。这里条件不好，只能给你买个2手货先用着，等出去后我再给你买更好的手机。陆衍2只手捧着冰冷的铁块，他有些呆呆地看着屏幕里的联系人，头像正是他送出去的那一束手爪子花的照片。他在看着联系人的名字，即使他认字不多，但还是感觉到了不对。这2个字不是你的名字。夏淼理直气壮：“既然我是你要追求的人，你给我的备注是我的名字的话，不是显得很生疏吗？所以我体贴的先帮你给我改了备注。”陆衍盯着自己认识的2个字里的其中一个字，祖，是祖宗。陆衍愣了一秒，随后炸了毛：“喂，你找死吗？”夏淼目不斜视，往嘴里塞了块肉，淡定地说：“说脏话扣1分。”陆衍2只眼睛气呼呼地瞪着。过了片刻后，他发现自己打也不能打，骂也不能骂，也只是气到了自己而已，重重的哼了一声，端起餐盘，抓起筷子，血盆大口从绷带的缝隙里冒出来，哗啦几下，所有的食物一股脑的在短短几秒时间里全塞进了嘴里。夏淼呆呆地看着他，他吃东西的模样优雅端庄，坐姿是挺直的，抓筷子的手也是秀气的。食物进了嘴里后，他一定是闭着嘴小口小口的嚼，之后才咽下去。与他相比，他进食的动作就像是没有开化的野兽。陆衍后知后觉，有了一种奇怪的羞耻感。他低着脑袋，又看了眼自己用5根手指抓着的筷子，如同抓住了烫手山芋似的，放下了筷子，2只手搭在膝盖上，脑袋垂得更低，只用眼角的余光偷瞄他的方向。他空荡荡的餐盘里忽然被人放入了肉和青菜。“我吃不了这么多，你帮我多吃一点。”陆衍抬起眼睛，一眨不眨。夏淼又离他近了一些，几乎是贴在了他的身侧。他扬起脸看他，眉眼弯弯，灿烂一笑：“你吃得多，我吃得少，这么看起来，在吃的方面，我们2个也算是互补，给你加10分。”陆衍歪着头：“为什么要给我加分？”“因为上天在暗示我们有可能是天生一对，为了庆祝，所以给你加10分。”他的死鱼眼有了点波光流动。“我们是天生一对。”夏淼纠正他的话：“只是有可能而已，你离100分还差得很远，还没有成功的追到我呢。”他用筷子戳着一块肉塞进嘴里，嘀嘀咕咕：“我一定会追到你的。”少年的胜负欲极强，好似燃烧起了腾腾火焰，要把他当成宿敌似的燃烧殆尽。然而桌子底下，他的手偷偷摸摸地碰到了他的手指，
发现他没有排斥的意向后，他顺着那根手指一点点的摸上去，最后彻底的握住了他的手。暖暖的触感又让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个不停，他好像是在自灭。可是下个瞬间，女孩的手指穿插在了他的指缝之中，与他成了十指相扣的模样。他的绷带又一次冒出了黑色的烟，筷子上戳着的一块肉掉在了桌子上，他也不嫌弃，干脆不再用不顺手的筷子，而是用手去抓起桌子上的肉，就要往嘴里塞时，夏淼一巴掌把他手里的肉给拍掉了。掉出碗里的东西是脏的，不许吃。陆衍对食物有种奇异的执着，他看着掉在地上的肉，生气地看向夏淼：“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他的手被女孩捉住，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巾，擦着他手上沾到的油腻，动作很轻，洋洋的让他头皮发麻，浑身都不自在。少年的眼睛里闪烁着光，低着脑袋，视线粘在他的脸上，不懂自己现在别扭的像是小媳妇一样的状况是为什么。夏淼忽然抬起脸问：“你刚刚说我以为你不敢什么？”陆衍莫名其妙的咽了口水，脖子往后缩了缩，嗫嚅说道：“你别以为我不敢亲你。”他突然间就找到了借口似的，猛地低下头去亲她，却被他用手挡住。再然后，他毫不客气地推开她的脸：“你给我走开！”陆衍瞪大眼睛：“你不给我亲，你才吃完东西，脏死了，不许亲！”绷带之下，他的脸不服气地鼓了起来。夜幕即将降临，新的一场游戏将要开始了。无头女还在地里到处翻，寻找自己的头颅。连体婴兄弟各自手里捧着一大袋的红色果汁，用来补充晚上要活动的能量。老园丁忙了一天了，好不容易有了时间，坐在树下的躺椅上，喝着凉茶，好不惬意。连体婴哥哥突然说了句：“陆衍又去哪里混了？”连体婴弟弟附和：“对啊，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人了。”连体婴哥哥，难不成那个笨蛋又去玩什么恋爱游戏了？连体婴弟弟，不会吧？难道他还没有杀了那个女的？老园丁说他回来了。绷带少年脚步轻快，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看到路边上的花，还好心情的踹了几脚。经过无头女的位置时，他忽然哎呀了一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摸出来了一颗巧克力。淼淼送我的糖果差点就掉了。翻找头颅的无头女直起身子，傻傻的面对着少年的方向。再往前走了几步，到了连体婴兄弟这儿时，陆衍像是走累了，他停下脚步，把手抬起来，有意无意的在连体婴兄弟俩面前晃了晃。淼淼特意把我的手擦得干干净净的，还真是挺有以我为尊的自觉。连体婴兄弟俩面面相觑，最后到了树下老园丁乘凉的地方，陆衍一手捅进身体里翻了翻，拿出了一个手机，他夸张的叫道：“可恶，明明才分开一小会儿，那个女人居然就用送给我的手机给我发了想我的消息，真烦呐！”老园丁呵呵呵的笑。陆衍把压根没有亮屏的手机又塞回自己的身体里，他斜睨一眼同事们，神情高傲，与夏淼那高高在上的模样有7、8分像了。他洋洋得意，嘴里却说得很是虚伪：“真羡慕你们，没有人喜欢，不像我一样被痴迷于我的女生执着的喜欢着，3天2头的就要来骚扰我，不和我牵手亲嘴就不舒服，我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真痛苦。”连体婴兄弟亮出了野兽般的爪子：“那我们帮你杀了他吧！”一柄刀甩过来，穿过连体婴兄弟的身体，把他们钉在了树上。少年的那双死鱼眼冒着灰白色，死气沉沉，绷带燃烧，身影模糊不定。他的嗓音沙哑低沉：“你们敢动他试试？”寂静的夜里，所有人围绕着圆桌而坐，观察着周围的人影，各自戒备。夏淼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林高山坐在他的旁边，冷夜婷与阮滋滋则是坐在斜对面。阮滋滋恰好也在观察夏淼，他不由自主的又离冷夜婷近了一些，脸色不太好看。而在圆桌上，一个纸扎小人抱着一个小盒子，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凑在一起来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吧，很刺激的哦。”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游戏一听名字就很不妙，所有人都对大冒险3个字抱有不确定的心态，很有默契的打定主意，到时候就选择真心话。夏淼好奇地看着纸扎小人，他很奇怪这个纸人是怎么动起来的，又是怎么发出声音来的。口袋里的手机还在不停地震动，有些烦，他拿出来看了一眼，看花，看草，看天上的云好像小狗，和你很像，看这坨泥巴，我踩上去的脚印是不是很好看？快看快看，这是我爬到树上给你拍的鸟窝哦，看有鸟蛋，这是松鼠窝，我掏出来了好多松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消息接二连三地跳出来，因为他打字很费力，所以都是语音消息伴随着一张张拍的毫无美感的照片攻击而来。夏淼懒得听，全都点了语音转文字。林高山看见夏淼对着手机愁眉苦脸，以为他被吓懵了，但这种诡异游戏就算查手机也是没有攻略的。他转了转眼珠子，小声说：“今天的屠夫一看就是连体婴兄弟。”夏淼，连体婴兄弟，他们最爱的事情就是玩游戏，一旦你在游戏里成了输家，就会被他们抹杀，而且他们的游戏里通常都会存在陷阱。果然，纸扎小人笑眯眯地说：“不过为了让我们的游戏更好玩一些，大家都只能选择大冒险哦。”众人脸色一变，纸扎小人捧着小盒子，里面装着折叠起来的纸条，大家抽到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就需要完成上面写的任务，限时1个小时，如果无法完成大冒险，那么会有更有趣的人来和大家玩游戏。大家背后冒出了一股寒意，纸扎小人嘴里说的更有趣的人，不就是指的那对喜欢在暗处窥视的连体婴兄弟吗？纸扎小人笑嘻嘻地说：“
大家开始抽签吧。众人不得不往前伸出手，小心地打开自己手上的纸条。见到上面的字，众人表情不一，却很有默契地好好的藏着自己的纸条，不让其他人看见自己要做的大冒险是什么。夏苗也抽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传闻里闹鬼的放映室播放鬼片的时候，真的会有鬼出现吗？他摸摸下巴，琢磨着这个上面写的东西是不是让他去寻找放映室的意思。林刀山偷瞄到了夏苗的纸条，他打了个寒战，似乎是好心的提醒。据说走进放映室的人再也没有走出来过，那里很危险。夏苗，要不我们2个组队吧，我可以帮你。夏苗怀疑地看了他一眼，随后说不需要。他把纸条塞进口袋里，和其他人一样走出了门。林刀山倒是还想跟过去，但是他看了眼自己的纸条，自己也有任务的完成，他只能不甘心地走出门，往和夏苗不同的方向去了。夏苗之前方可爱一起待在社团时，有听方可爱提起过，学校里的放映室就在一栋废弃的实验楼的4楼，那栋楼就在综合楼的后面。他走在黑漆漆的路上，一开始还能看到其他人影，往深处越走越远之后，便看不到其他的人影了。吱呀一声，推开厚重的铁门，夏淼被灰尘呛得咳嗽了几声。他拿出手机，刚按亮屏幕，看着备注为笨蛋的联系人那里的99加消息的提示，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设置了消息免打扰。给了他手机这回事，应该是他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夏淼打开手机的灯光，一步步走上楼梯。到了4楼，越往里走，温度便越低。只穿着校服的他感觉到了冷意，夜风吹动枝桠，砸得玻璃哐哐的响，像极了野兽的嘶吼声。不确定方向的角落里，隐隐约约有着咯吱咯吱的动静。夏淼不确定是不是老鼠，他搓了搓手臂，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往最深处走去，终于见到了放映室3个字的门牌。推开门，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他小心地避开地上的垃圾，走了进去，借着灯光，在老旧的台式电视机前见到了摆放着的一盒录像带。就在他的身后，一道惨白的身影缓缓靠近，无声无息的鬼魅，仿佛是等着触碰到他的一瞬间抽走他的灵魂。夏淼转过身的刹那，鬼影张开手臂，丑八怪，我要吃了你！砰的一声，回应他的是女孩砸过来的拳头。披着窗帘的少年，哎呀一声，捂着脸，被剪了2个孔的位置，能看见他那双又愤怒又不甘的死鱼眼。你怎么都不害怕？我知道是你啊，有什么好怕的？夏淼双手抱臂，明明他长得矮，需要仰头看他，但他精致漂亮的脸蛋上高傲的神情不减，得意得很。陆眼呆呆地问：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记住了你身上的味道。你靠近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了饼干的焦香味。陆眼结结巴巴，香香香，香味。窗帘下，他弯腰驼背，捂着发烫的脸，心脏砰砰砰地乱跳。下一刻，夏淼一脚踹过去，把门关上了。他捏了捏拳头，你刚刚叫我什么来着？丑八怪。陆眼浑身一个机灵，转过身逃跑。夏淼追在后面，你有种别跑。我没中。门关了，陆岩跑不出去，但他身手灵活，可以在不大的空间里上蹿下跳的绕来绕去，不让夏淼触碰到他的一根汗毛。但很快，他自己踩到了身上披着的窗帘，扑通一下摔在了沙发上。夏淼抓准时机，了一声跳起来也上了沙发，坐在了他的身上，双手去揍他。我让你骂我是丑八怪。陆眼滋哇乱叫，慌忙用手去挡。夏淼摸到了他腰的位置，他忽然身体颤抖，哈哈哈。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邪恶的笑容，2只手就停在他腰的位置，不断的在他紧实的腰间捏来捏去。哈哈，好痒，不要！他胡乱挣扎之间，窗帘滑落，缠满绷带的脸暴露在了月色里。那双原本毫无生气的眼睛，如今成了月牙弯弯的模样，雾气朦胧的，被强迫的笑意点亮了他眼里的星星，闪闪发亮似的。凭他的力量，他完全可以把他推开，可他没有。挣扎的时候，那双冷冰冰的手还在若有若无地扶着他的身体，不让他一不小心就从他的身上摔倒。陆眼忽然感觉腰上的那双手停止了攻击，他终于能缓口气了。睁开眼，模糊的视线里看见的是伏在身上的女孩正在专注地盯着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跳在加速，身体在发烫，燃烧起来的脸又要把绷带烧出焦味。然后他又感到了不好意思，不敢直视他，却又忍不住看他。夏淼的手捧住了他的脸，他弯下腰，缓缓靠近。陆眼心有所感，先一步拉开了裹在唇上的绷带，随即迫不及待地仰起头，微微张唇与他碰在了一起，轻轻地含住，慢慢地吸吮，再一点点地缠进去，很久很久，让沉闷的空气也多了几分黏糊。黏黏糊糊里，他喘息着嘀咕：你怎么又亲我？想亲就亲了，哪有这么多为什么？唇齿相依里，他轻轻的哼了一声，颇有几分娇味。我又没有同意给你亲。夏淼加10分。少年眸光闪烁，修长的手附在他的后脑，把他压得更紧。那我给你多加几分，你再多亲一会儿。小小的放映室里，光线昏暗，只有老旧的电视机散发出点光芒。录像带里的影片并不是高清，很有时代感的画面，有些模糊不清，配合着阴森森的 BGM， 令人头皮发麻。年轻男女挨着挤着坐在小小的沙发上，盯着电视机的屏幕。拿着电锯的人将一个人又一个人劈开，笑得癫狂，血腥的画面冲击着人的眼球，残忍的一幕幕，实在是恐怖又恶心。电锯狂人猛然间又把藏在角落里的人抓了出来，尖叫声与音乐混合在一起，折磨着人的耳朵和神经。雪花飞溅时，夏淼下意识地往陆眼身边靠了一点。滴答，
几声，屏幕里的血液似乎是飞溅了出来，落在了地板上。与此同时，电视机里的杀人狂转过脸，他戴着一张白色面具，只露出了2颗像是豆子一样的眼睛，高大的身躯一步步地往镜头的方向挪近，竟然像是随时会从屏幕里走出来。阴风阵阵里，夏苗捂着嘴打了个喷嚏。他说：“我冷。”陆衍靠在沙发上昏昏欲睡，闻言嘲笑了他一句：“谁让你穿那么少？还好我穿得多，我才不怕冷。”夏苗抿唇，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陆衍有什么贴心的举动。再抬起眼一看，这厮居然已经后背彻底的靠在了椅背上，闭着眼睛，低着脑袋，进入了睡眠状态。在陆衍看来，这部电影实在是无聊，把他的瞌睡虫全都勾了出来。电视机里的电锯杀人狂越来越近，脚步声也越来越沉重，他手里的电锯发出的声音也越加可怕。房间里越来越冷了。夏淼盯着打瞌睡的少年看了一会儿，掀开了他的衣摆。他身形本就比他高大不少，身上穿着的连帽衫又是宽松的。夏淼从他的衣摆里钻进去，绰绰有余。陆衍渐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见到女孩半个身子都钻进了自己衣服里，身体与他的触感越发的明显。他惊得叫出声：“你在干嘛？”“我冷。”夏淼缩着身子坐在他的怀里，从他的衣领那儿冒出了毛茸茸的脑袋。他面无表情，理所当然：“你的身体很暖，很舒服。”陆衍脸色爆红，身体滚烫。连帽衫之下，他可是什么都没有穿。他在他的衣服里胡乱的蹭来蹭去，简直是一种折磨。“你给我出去！”“不要！”陆衍要把夏淼从衣服里揪出来，然而手一触碰到他，反而是不受控制的把他裹得越紧了。夏淼抬起脸看他，凑上去亲了他的下颌一口，加10分。陆衍抬起脸望着天花板，死鱼眼里溢满了不知是兴奋还是恼怒的情绪，脸上的绷带冒出了黑烟，裹着他的手臂在颤抖，按在他身体的手上，黑色的经脉暴露，手指关节响个不停。电视机里的电锯杀人狂停止了靠近。夏淼享受着被好闻的气息包裹的感觉，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再抬起头说：“还要亲一下。”陆衍梗着脖子，不想听他的话，否则他好像是被他牵着绳子的狗一样。然而他喉结滚动，所有的坚持化为乌有，低下脑袋，一手捧着他的脸，飞快地在他的唇角叭叭叭地亲了好几下，真像是小鸡啄米。啪嗒一声，电视机里的电锯杀人狂手里还在转动的电锯掉在了地上，又把他的一只脚给割断，血肉模糊。他后知后觉，抱着自己的腿吱哇乱叫。阮滋滋跟着冷叶婷踏进满是杂物的食堂后厨，过于紧张，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早就听说了连体婴喜欢在厨房里晃荡，偏偏他们运气这么差，抽到的大冒险居然是要去厨房里拿走连体婴兄弟最爱的那把菜刀。冷叶婷平日里没少损阮滋滋，这个时候他倒是挺有男子汉魅力，跟着我，别害怕。阮芝芝心头一动，忽然觉得冷叶婷可真好看，但他很快就在心底里告诉自己，不行，他不能被这个男人诱惑了。厨房里还有其他的人影走动，显然不只是他们抽到了来到厨房里偷东西的大冒险。一排锃光发亮的菜刀大小不一地挂在墙上，透露出森森寒气。冷叶婷低声说：“你藏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偷东西。”阮滋滋蹲下身藏在柜台后，点了点头，轻轻的了一声。冷叶婷小心地往前，有人看到冷叶婷往前走了，也大着胆子走了过来。冷叶婷只瞥了一眼其他人，取下了最中间的那把菜刀。猛然之间，天花板上跳下来了一个瘦小的人影，冷叶婷眼疾手快，抓住旁边的人挡在了身前。跳下来的瘦小人影正好趴在了那人的头颅之上，亮出了爪子，咯咯咯的笑。偷东西的贼抓住了！那人的脸很快就被撕烂了，他大声惨叫，吓得周围的人四散而逃。连体婴弟弟仰起头，扯开嗓子，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叫声。不远处传来了更沉重的脚步声，那是连体婴哥哥来了！快跑！冷叶婷抓着阮芝芝站起来，拽着她跑出后厨。阮芝芝浑身僵硬，不由得想起了冷叶婷刚刚拉人挡刀的那一幕，她动作是那么利落果断。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他离她这么近，她会做什么选择呢？连体婴弟弟钻到了哥哥胸口的洞里，他们合体之后速度更快，几个起跳里就能抓住一个倒霉蛋，大卸八块。即使是在没有光的夜色里，连体婴兄弟也能一抓一个准，哪怕是躲藏在角落里不敢动的人，也能很快被他们察觉。冷叶婷猜测连体婴可以靠味道捕捉猎物，他赶紧带着阮滋滋跳进了垃圾池藏起来，这臭气熏天，恰好可以掩盖他们的味道。浑身染血的连体婴兄弟在垃圾池附近徘徊着，果然没有找到藏起来的人。等连体婴兄弟一走，阮滋滋再也撑不住了，他跑出垃圾池，扶着树干呕。冷叶婷扶着他的手臂：“你没事吧？”他手里的那把刀很锋利，在夜色里泛着寒芒，晃到了阮滋滋的眼睛。他不自觉地后退一步，离冷叶婷远了一点。连体婴弟弟抱怨：“好无聊啊，就没有猎物了吗？”连体婴哥哥动了动鼻子，不，还有生人的味道。他们爬到了废弃的实验大楼上，从4楼的窗户钻进了走道，一路跑到了最深处，在放映室的门口，两双眼睛趴在门上，透过缝隙见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夏淼缩在陆衍的衣服里，窝在他的怀里，身体被陆衍的一双手圈得很紧，两个人紧密相贴，模糊了彼此的界限。电视机里播放着恐怖片，他们两个人却闭着眼睛，居然都睡着了。连体婴兄弟眨眨眼，弟弟说有点嫉妒呢，哥哥说他一定很得意吧。他们异口同声：“来捣点乱吧。”小小的房间里，电视机屏幕闪了闪，雪花点出现又消失后，电视机里的画面发生了变化。
钢铁铸造的囚笼里，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孩只有2、3岁的模样，青青紫紫的皮肤上满是溃烂的伤口，仿佛透过屏幕还能闻到那发散而来的腐烂味。他的手脚软软的趴在地面上，脑袋上只剩下几缕枯黄的头发，2只眼睛浑浊无光。他张开嘴，只能见到还剩几颗牙，尖尖的，像是野兽。他朝着栏杆外面的方向哆哆嗦嗦地说：“夏苗本来就是在浅眠，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他睁开了眼。下一瞬间，一把刀甩过去正中电视机屏幕，几点火花浮现后，电视机屏幕一黑，彻底罢了工。夏苗抬起脸，少年的那双眼睛很冷，如同他的身体一样，没了滚烫的温度。漆黑的夜色里又冷了几分。夏苗趴在陆远的背上，打了个哈欠，他把下巴抵在他的肩头，盯着他的侧脸，好玩似的伸出手指戳了戳他脸上的绷带。他凶神恶煞地瞪过来，小心我咬你一口。夏苗一点都不怕，还哼了一声，你要是敢咬我，那我就咬回去。陆远嘀嘀咕咕，就你那牙口能咬得过我？他这句话当然是经验之谈，毕竟以往亲吻的时候，他那口脆弱的牙连他的舌头都咬破不了一点的皮。夏苗毫不客气地去扯他的头发，陆远，你又想和我打架吗？陆远缩了缩脖子，嚣张的气势弱了不少，到底是不敢再惹恼他，被他追着打。他在心底里暗道，他才不是怕了他，只是好男不和女斗，他那么小一只，省得别人说他欺负弱小。陆岩把夏淼送到了宿舍房间的门口，夏淼从他背上下来，态度多少有些扭扭捏捏，他有些想邀请他进房间坐一会儿，可是转念一想，大晚上的邀请他进房间，是不是显得他很轻浮？陆岩在感情上就是张白纸，他心底里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从兜里掏了掏，他拿出了一颗松果，放进了他的手上。他扬起脸，也不看他，含含糊糊地说了句：“给你玩。”夏淼仔细地看了眼手里的松果，略微沉默后说道：“送我的礼物，这可是我从松鼠窝里淘到的最漂亮的一枚松果，很好看的。”他还真是朴实无华，像是去登山的小学生，把看到的有趣的却并没有什么实用功能的东西收集起来，当个宝贝似的。夏淼想起了手机里收到的那么多毫无美感的照片，天上的云也好，地上的泥巴也好，在少年的眼里似乎都有着有趣的地方，而他恨不得把那么多的有趣的东西全都送到他的眼前。莫名其妙，他的心头忽然有些软软的。夏淼握紧了松果，清清嗓子说道：“你把头低下来。”陆眼还记着被他揍过的那几拳头，略显戒备。做什么？让你低头你就低头，快点，否则我给你扣分了。他3天2头的就用这件事威胁他，偏偏他还挺吃这套。陆眼不甘不愿地弯腰低头，下个瞬间，踮起脚尖的女孩在他唇角的位置落下了一个亲吻。这是晚吻，再见。他迅速地转过身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徒留身姿颀长的少年呆呆地站在门外，过了好一会儿，他迟钝地抬起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绷带冒出了浓浓的黑烟，他身体里的那颗心脏正在燃烧。好奇怪，明明都被他亲过这么多次了，深吻的感觉也体验过不少，为什么现在只是简单的被他触碰一下，他还是会那么的兴奋呢？这难道就是无头女收集的漫画书里说的爱的力量？夏淼躲在房间里，深呼吸了一口气，才把那股刺激的感觉压了下去。他走到了书桌前，把手里的松果放了上去。就在松果的旁边是那一捧手爪子花，白花花的，泛着阴森的美感。好奇怪，明明是丑巴巴的东西，为什么只因为是他送的，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漂亮呢？这一定就是爱的力量吧？夏淼捂着脸叫了一声，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脑袋。恐怖的夜色里，少年悄无声息地趴在玻璃窗外，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地盯着窗户里的人。他的气息越来越急促，心跳如雷的同时，搭在玻璃窗上的手指骨节越发因为用力而发白。那双原本看起来没有精神的眼睛，过多的眼白也好，树瞳也好，如今都被可怕的痴迷占据了。老园丁年纪大了，不工作的时候睡得也早，好不容易进入梦乡，被外面敲敲打打的声音吵醒。他是个睡眠质量不好的老年人，一被吵醒就很难入睡。老园丁动作慢吞吞地下了床，拉开窗帘，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连体婴兄弟被绳子绑着，倒着吊在了树枝上，有风吹来时，他们的身体一晃一晃的，不停地撞击在老园丁房间的窗户上。老园丁，你们在玩什么游戏？连体婴兄弟欲哭无泪，那个笨蛋男对我们下手了，救救我们吧！第二天，看着夏淼又完好无损地走进了教室，林高山心底里的震撼与怀疑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一直很想知道夏淼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但夏淼数次无视了他的示好。这个看起来像是个草包大小姐的女生，实际上似乎是很难搞定的。林高山不死心，他决定再去试探夏淼。于是他凑过去，小声地说：“你有听过抑制剂的传闻吗？”夏淼瞥了他一眼，抑制剂。据说在红月校园的某个角落里存在着一种抑制剂，一旦抑制剂注射进了怪物们的身体，他们就会血肉溃烂，身体分崩离析。夏淼不自觉地摸了摸又在不停震动的手机，血肉溃烂。他怀疑地看着林高山：“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消息？”“我自然有我打探消息的渠道。”林高山暗藏兴奋：“夏淼小姐，我知道的信息远比其他人多，你选择和我组队的话，要通关这些游戏一定不难，哪怕是杀死那些怪物，肯定也不在话下。”
林高山的神情越发耐人寻味，那些怪物的价值可不低。夏淼不接他的茬，有机会再说吧。他回到位置上坐下，林高山还想追过去接着游说，但看了眼夏淼身边的同桌，他只能咬咬牙，暂且歇了这个主意。夏淼如常的和同桌打了个招呼，又见同桌正在折千纸鹤，他好奇的问：“你折这么多千纸鹤做什么？”方可爱有些不好意思：“没什么，我就折着玩。”夏淼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你是要送给喜欢的人吗？”方可爱脸色一红，结结巴巴地说道：“才不是呢，只是因为他是学长，他以前帮过我，听到他受伤的消息，我才想着做礼物送给他，祝福他早日康复。他既然解释了这么多，那就肯定是此地无银300两了。”夏淼这人对自己有着很严重的错误认知，他的手往方可爱肩膀上一搭，挑了挑眉，浮夸地说道：“你想追人家，可以和我商量呀，我可是恋爱达人。”方可爱表情里满是不信任。夏淼神色一变，抬头挺胸，一本正经地说：“我可没有说大话，我来学校的第一天就有人对我一见钟情，非说要追求我呢。”方可爱的视线微移，教室窗外的树枝上，少年蹲在枝叶的阴影之中，他2只手抓着树枝挡着自己的身形，唯独露出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教室里说着大话的女生。他一动不动，很像是变态。夏淼抽空拿出手机回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只有一个哦字，与他发出来的一大串的消息相比，实在是冷漠无情。然而藏身在阴影里的少年摸出手机看到了回信后，他一手捂着嘴，阴湿地发出了嘻嘻嘻的笑声。他今天才发80加的消息，还没到99加呢，他居然就回他信息了。这一定是因为他越来越爱他了吧？方可爱收回目光，握着夏淼的手，郑重地说道：“大神，请帮我追求我喜欢的人。”医务室里血腥味弥漫，脸上戴着白色面具的高大个拄着拐杖走进了医务室里。如果夏淼还在，一定能够认出来，他就是之前录像带里的那个主演，也就是那个恐怖的电锯杀人狂。不久之前，他去上了个厕所，回到医务室后，便见到了隔壁病床上躺着的男人没了个人形。丁仁禄似乎是遭受过惨无人道的殴打和折磨，血淋淋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个来医务室养伤的男人，却把伤越养越重，还真有几分可怜。高大个一瘸一拐地走向自己的病床，一脚踩碎了地上的手机，也没有注意。躺在病床上后，他从口袋里摸出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前几年校庆日时那个记者社团里的女孩和他拍的一张合照。面具下，高大个的一双眼睛盯着照片里的女孩一动不动。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他应该会来看自己吧？高大个怀着期待的心情，从早等到晚，直到他断了的腿长出来。他伤好了的那一天，也没有等来暗恋的女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夏淼与陆衍这对狗男女还真是坏事做尽。阮芝芝这几天晚上都没有被拉进游戏，这是一件算运气好的事情。而这段时间里，每次与冷夜婷走在一起，他的脑海里都会忍不住回忆起冷夜婷抓着其他人挡刀的那一幕。阮滋滋一边觉得冷夜婷强大可靠，让人心动，可是一边又忍不住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情绪，总会忍不住想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冷夜婷抓过来挡刀的人。这天夜里，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冷不防地注意到了前方的2道人影，一眼察觉出那边的男生缠着绷带，是游戏里可怕的杀人鬼之后，他慌忙躲在了树后，一颗心被吓得7上8下。站在杀人鬼面前的那个女生是夏淼。阮滋滋看着杀人鬼朝着夏淼伸出手，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是要挖出他的眼睛，还是捅穿他的胸口，抓出他的心脏？却见杀人鬼伸出去的那只手扣在了夏淼的手臂上，把他猛地往自己这边一拉，夏淼撞在了他的胸膛，也被他的影子所吞没。随后他俯下身，低下了头。阮芝芝只能看到陆衍的背影，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根据他们的动作，他能够猜出他们正在做什么。阮滋滋捂紧了嘴，眼眸瞪大，满是匪夷所思。再看那边，夏淼不像是有挣扎的样子，而且他还伸出手抚摸了一下杀人鬼的脸。你再敢偷袭我试试！夏淼收回了揍人的手，气势汹汹。陆衍捂住自己被拳头砸到的左眼，眼神飘忽，外强中干的了一声：“只许你亲我，就不许我亲你。”他小声嘀咕：“不公平。”夏淼抓住他的手，扬起脸，哼了一声：“看在你帮了我同桌的份上，今天就不扣你分了。”陆衍很快与他十指相扣，眼睛里有了光点。哦，夏淼与他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挺粘人的，就说每次牵手，他要么是一定要与他十指相扣，要么是要把他的一只手完全的包裹在他的手里。大约是他最近脾气不错，都没有怎么给他扣分，他的行为也越来越大胆，突然亲过来这样的事情也多了起来。现在每次由他送他回宿舍，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夏淼抬起眼偷看他，刚好发现他也在偷看自己，两个人目光撞在一起，又很快做贼心虚似的各自收回视线，看天看地，就是不看对方。正如夏淼所说，谈恋爱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喜欢更多，那以后就得被牵着鼻子走了。话虽是这么说，可他们的手始终是握得紧紧的，彼此之间都没有想过去松开对方的手。夜色里忽然乌云密布，月亮也不知道藏去了哪里，淅淅沥沥的小雨很快落下，伴随着夜风一起，添了几分冷意。夏淼还没说冷呢，猛然之间，少年的衣摆被掀起，他被塞进了他的衣服里。他猛了一会儿，随后挣扎，因为个子矮，他踮起脚也不可能在他站得笔直的情况下，从他的衣领那儿冒出脸来。陆衍看着自己的衣服里鼓来鼓去，不论女孩怎么挣扎，他都冒不出头来。他
咯咯咯的笑出了声，不仅没有想着助人为乐，还在以嘲笑他为乐。夏苗柳眉一竖，一脚踩在了他的脚背上，陆衍叫出声疼。在夏苗又要踩另一只脚时，他赶紧把人抱着提了起来。夏苗双脚离地，半张脸从他的衣领里冒了出来，他头发凌乱，一双眼睛木然着，觉得自己像是被他抱着藏在衣服里的一个娃娃。陆衍仿佛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下颌搭在他的头顶，两只眼睛向下瞄，时不时的眨一眨，又把他人往上搂了搂，发出了嘻嘻的小声。小矮一拳头砸在了他的脸上，打断了他没有说完的话。夏淼说：“送我回去。”陆衍哦，阮滋滋藏在远处不敢靠近，他心里骇然，从来没有想过屠夫还能与逃生者在一起。夏淼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不害怕他会杀了他吗？说起来，夏淼每一次出现就引来很多男生专注的目光，就连冷夜婷当初也注意到了夏淼。换而言之，夏淼确实是有着符合大众审美的美貌。在这种被死亡威胁的环境里，美貌不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吗？阮滋滋皱着眉，直觉地对夏淼有了反感。作为一个有着原则和骨气的女性，她看不起夏淼这种出卖身体的无耻行径，只想着依靠男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活下去。夏淼可真是给女性丢脸。保持着揣着布娃娃的姿势，陆衍就这样一路抱着夏淼到了宿舍门口。因为夏淼一直被他用衣服兜着，他并没有被淋湿多少，但他可就狼狈了，衣服湿了，绷带也湿了。夏淼被他放下来，从他的衣服里出来，掏出钥匙打开宿舍的门后，他突然回头问：“外面在下雨，你要不要来我房间休息？”陆衍愣了一下，随后他浑身上下冒出了蒸腾的雾气，转过身去，先把手捅进胸膛，将要蹦出来的心脏给捏死，随后在耳朵红透的转过脸看他。憋了很久之后，他蹦出一个字：要。这是陆衍第一次正式踏进夏淼的房间，和他每天晚上在窗户外面贴着看的感觉很不一样。这儿到处都是他的味道，好奇怪，明明他什么都没做，他光是站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居然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温度。夏淼看他傻乎乎的站在原地不动，伸手拉着他在椅子上坐下，他去拿了干毛巾，又回到了他的面前，把他的帽子摘下，那头黑色的头发冒出来，呆毛又轻轻地晃了晃。夏淼把毛巾一把糊在了他的脑袋上，搓来搓去，动作不算温柔，但是他肯定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因为他没有觉得疼。夏淼抓住了一缕头发，摸了摸发梢，说：“有点黄黄的。”陆衍莫名感到了不好意思，他赶紧用手把那一缕头发抢回来，半低着脑袋，那双眼睛飘来飘去。过了好半晌，他小声说：“反正我就是这样丑丑的，你想笑就笑好了。”他脑袋上的呆毛趴了下来，像他一样无精打采。夏淼强制性地抬起他的下颌，表情不太好看。谁说你丑了？别忘了你可是第一个被我允许追求我的男生，整个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如果你丑巴巴的，我才不会对你一见钟情呢。陆衍浑身僵硬，死鱼眼成了黑色的豆豆眼似的，呆呆的，傻傻的，看起来有几分蠢。一见钟情？你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陆衍喉结滚动，只觉得空气燥热，令人口干舌燥。他以前也说过什么一见钟情的鬼话，但他觉得那是他在故意哄他玩。他第一次这样说，他会以为是玩笑，但他第二次这样说了，他会忍不住天真的想，或许他说的有那么一点点是真的。他脑袋上的呆毛翘起来，晃来晃去，生气蓬勃。也许是夏淼的错觉，陆衍这个傻大个突然就好像娇羞了起来。他弯腰驼背，两只手抓着衣摆转来转去，黑色的眼睛里的视线时不时的落在他的脸上，在被他抓住之前，又赶紧低回脑袋，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陆衍的发质算不上好，毛毛躁躁的，还有点枯黄，像是营养不足似的。但他以前从来都不会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头发好不好看又不会影响他出刀的速度，但是现在却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他会为了自己的头发不好看而感到羞耻，但是又会因为夏淼的几句话而感到高兴。陆衍注意到了，桌子上还摆着他送给他的东西，那束白色的手爪子花还维持着永不凋谢般的姿态，而旁边摆放着的松果等一些小玩意就成了小小的点缀一般。陆衍也不知为何，心头忽然软乎乎的盯着夏淼的脸，慢慢的他又有了嘻嘻的笑声，伸出惨白的手抓住了夏淼的一缕黑色长发，缠绕在指尖，犹如找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房间里灯光闪烁，窗外风吹雨打，伴随着他阴森森的笑声，让恐怖的氛围越显浓厚。灯光明明灭灭里，简直是拍鬼片的绝佳好环境。砰的一声，夏淼的拳头砸在了他的脸上。别捣乱啊！嘻嘻嘻的笑声停了，房间里恢复了灯光明亮的状态。少年目光幽怨，却偏偏不敢抱怨。其实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身体的温度把湿了的衣物和头发烘干，但看着夏淼为自己忙前忙后的模样，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顶着湿漉漉的模样，让夏淼为他擦了好久的头发。窗外的雨一直没有停，夜色也渐渐的深了。当陆衍恢复了干爽之后，夏淼摸着下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少年坐姿乖巧，头发蓬松，白色的绷带干净无瑕，那双眼珠子跟着他的方向转来转去。夏淼突然说：“要不你今天晚上留下来休息吧？”陆衍惊得站起来：“留下来休息？因为外面还在下雨啊。”夏淼双手抱臂，眼睛微眯，带了点审视的味道：“我只是不想你淋着雨回去生病而已，只是单纯的留你下来休息，不许你做别的。”陆衍面红耳赤：“别的。”他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起这个，他的脑子里突然就有了许多不健康的画面。
夏淼莫名也脸上发烫，你别忘了，你还没有100分呢，别的那种事情当然不能做。陆言梗着脖子，我当然知道100分之前那种事情不能做。到了半夜，也许是因为雨下的太大，宿舍楼里在瞬间停了电，陷入了漆黑。年轻的男女躺在一张不大的床上，难以避免的得挤在一起。陆言手脚僵硬，不敢多动一下。夏淼嫌弃他的外套脏，非逼他脱了下来不可。好在之前被夏淼钻进衣服里后，他就有了防备，上半身也缠上了绷带，绝对不让他多吃一点自己的豆腐。过了很久很久，陆言轻声说：“喂，你睡着了吗？”“睡着了。”“哦，我也睡着了。”两个人在黑暗中睁开眼，看着彼此的方向，都有些无语。夏淼在没有光的条件下是看不清楚的，然而陆眼却能在黑暗里瞧得一清二楚。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珠子看起来却不太黑，而是有着褐色的感觉。他的皮肤很白，他知道摸上去的手感一定是很舒服的。还有他那张总是叭叭叭个不停的嘴，红的环，挺漂亮。被子里，陆眼的手悄悄地摸到了他的手，试探性地勾住了他的小拇指。他咽了口口水，轻声说：“那我离100分还差多远呀？”生而为人的时候，他似乎略过了青春期的过程，但此时此刻，他能闻到他身上好闻的味道，可以听到他好听的呼吸声，又能感觉到他身上舒服的温度。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勾着他的心脏胡乱跳动。他成了躁动不安的毛头小子，龌龊的想要在心动的女孩子这儿获得一点更多的安慰。夏淼轻声嘀咕：“陆眼，你有这么傻吗？难不成你连自己现在有了多少分都不记得？”“我当然记得。”陆眼其实还真不记得了，但他不想被夏淼看成是个傻子，只能先心虚的下意识的否认。夏淼说：“那我考考你，你有多少分了？”陆眼脑门上冒出冷汗，又很快被热气蒸发。56分，这是他猜的一个数字。夏淼，不错，就是56分。他回答的太快，陆眼不聪明的脑子动起了脑筋。你是不是也不？夏淼捧着他的脸，往他的脸上重重的亲了一口。乖啊，我们睡觉吧。陆眼脸红，忘了自己要说啥了。第二天是休息日，不需要去上课。夏淼晚上睡得晚，到了日上三竿的时候，也还没有醒过来。他缩在少年滚烫的怀里，有些热，不知不觉已经踹开了被子，只单纯的缩在他的怀中，感觉舒服多了。陆眼的记忆里也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的时候，他难得也睡了个懒觉，直到快中午了，夏淼被饿醒，在他的怀里一会儿揪揪他的头发，一会儿又摸摸他的眼睫，把他给吵醒了。陆眼的双眼睁开了缝隙，他困倦的念道：“你在干嘛？”夏淼睡饱了，精力十足，他趴在床上被拱来拱去。“你看我的表演像什么？”“蛆！”夏淼的拳头伸了过来，是可爱的小熊啊。陆眼一大早的挨了一拳，有些委屈，他很想说他的表演就是像蛆，但是在看夏淼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两只眼睛里冒出了威胁的火花，他聪明的选择了闭嘴。夏淼说：“我饿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睡裙一边的吊带顺着肩头滑落，露出了更多白腻光滑的肌肤，胸前白花花的沟壑若隐若现，再搭配上他刚睡醒时懒洋洋的模样，漂亮的脸蛋上鲜少的有着几分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有些又蠢又欲。陆眼的视线挪不开了，呆呆的看着他，有火在身体里燃烧。夏淼和他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猛然之间，少年把他扑倒，压在他的身上，一双眼睛直勾勾的想要去碰碰他的肌肤，然而指尖又不敢乱动，怕惹恼了他。他们的距离太近了，能感觉到彼此的气息。他的长发铺洒在床上，犹如黑色的月华，白色的睡裙轻盈单薄，那双腿因为他的膝盖顶在中间而无法合拢。少年的目光染上了滚烫的温度，鲜少的有了侵略性。夏淼以前说的不错，他很有力量感，至少他的手压住了他的手的情况下，他连挣脱的可能也没有。他感到了紧张。你想做什么？陆眼喉结滚动，嗓音阴哑。我也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点子事，他多少也知道一些，但这些知识也都是从老园丁房间里找到的岛国片里学到的。说学也不太恰当，毕竟当初他也只是好奇，才瞄了几眼老园丁收藏的片子。女人的声音，男人的粗鲁，只是让他觉得恶心而已。毫无美感的东西，还不如杀人的时候让血花飞溅更有意思。可是此时此刻，他居然也想和夏淼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不行，夏淼和那些女人不一样。究竟是哪里不一样呢？他的目光会让他心脏乱跳，他的触碰会让他欣喜若狂，他的亲吻会让他喜不自禁。总而言之，夏淼的一举一动都能对他造成强大的攻击力，让他失去所有的防备手段。陆言想，他好厉害，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肯定打不过他。换而言之，他怂了。夏淼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可能不明白少年眼里燃烧的火焰是什么，他的心跳同样不受控制，都准备好半推半就的从了他算了，毕竟他也挺想体验一番的。然而等了半晌，他却都只是悬在他的身上，没有动作。他有些不耐烦了，抬起脚碰了碰他。你到底想干嘛？陆眼结结巴巴，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我能亲你一下吗？夏淼，就这？他红着脸点头，就这。他沉默了一会儿，亲吧。得了他的允许，陆眼才敢慢慢的低头，那张像是中了毒一样的黑紫色的嘴从绷带缝隙里冒了出来，是正常嘴的大小模样。离他越近，他便越紧张。触碰到了他的唇角时，小小的啾了一声。很奇怪，他们有过更亲密的吻，然而这个小鸡啄米似的小学生一般的亲亲，却让两个人都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如雷。陆眼双目闪烁着光点，视线黏黏糊糊。淼淼，我以后还能和你睡吗？
说不清楚是他第一次这么叫他的名字，还是因为他此时满是情窦初开，真是他的少年模样鲜活了许多，他竟然也感到了害羞。夏淼扭扭捏捏，你表现好的话就可以。他说我会表现好的，我可以再亲一下吗？夏淼清清嗓子，眼神飘忽，你亲。他们起得晚了，成功的错过了食堂的饭。夏淼从小卖部里买了2个面包，一个给了陆衍，又不客气的踹了陆衍一脚，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赖床，我就能吃到午饭了。今天不上课，他没有穿校服，只简单的穿了件背带裙，把长发绑成了马尾，辫子上的红色缎带的蝴蝶结还是陆衍绑的，再配上小白鞋，青春洋溢。陆衍现在是打不还口，骂不还嘴，眼睛一直往他的身上瞟，小心脏里不停地冒出心里话，她好漂亮，不管怎么打扮都好漂亮。夏淼咬了一口面包，还是好，小卖部里连泡面都没有卖，还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吃晚饭呢。陆衍把自己的面包递过去，淼淼，我不饿，给你吃。夏淼看了他一眼，突然伸出去摸他的肚子，扁扁的，你也需要吃东西。陆衍眨眨眼，我不吃东西也没有关系。不行，等你饿了会难受的。夏淼牵着他的一只手，与他一起往前走，我才不想看你逞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你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虽然只有面包而已，但是我有一口吃的，一定也会分你一口的。陆衍又说，我不怕饿的。他抬起脸，生气地说，你要我说多少次，挨饿的话对你身体不好，到时候你生病了，还不是我在心疼吗？陆衍两眼呆滞，夏淼很快又哼了一声，神态倨傲，你别误会，我说心疼你，可不代表我现在已经超级喜欢你了，我对你还只是一般般的喜欢而已哦。你要吃得饱饱的，再长点肉，说不定我会更喜欢你。陆衍看着手里的面包，不知为何视线有点模糊。片刻后，他牵着夏淼的手加大了力气，就好像是把她的存在攥得紧紧的。他咬了一口面包，是菠萝味的，甜得有点过分。他抓着她的手塞进了自己的衣服兜里，轻轻地说，我会让淼淼更喜欢我的。林高山最近看向夏淼时，眼里的戒备心越重，他本来就怀疑夏淼不一般，所以才会想着拉帮结伙探探夏淼的虚实。哪知他刚找上丁仁禄，丁仁禄答应了与他合作，转眼却失踪了。丁仁禄肯定是遭遇了不测，夏淼这人居然恐怖如斯，他究竟是怎么看出来丁仁禄和他准备对他出手，这才先下手为强的？林高山越发看不出夏淼的虚实，以前还想着可不可以示好与他搭话，然而现在看来，夏淼这人心思深沉，一定不会轻易把底牌抢出来。但是这样下去不行，林高山在外面欠了不少赌债，他必须想办法找到抑制剂。前几次他在游戏里侥幸活了下来，但接下来他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运气。更何况光是想办法活下来，就已经费尽了他所有的心神，他还哪来那么多精力去找抑制剂？好在他得到了小道消息，这一批玩家里有人存在点特殊的能力，他坚信那个人就是夏淼。所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实现，他必须想办法把夏淼身上存在的所谓的特殊能力纳为己用。他那双眼睛又忍不住往前瞟，盯着前面的女孩。夏淼给方可爱带了好多吃的，他拍拍方可爱的肩膀，好心的安慰：“别伤心，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一定还能遇到更好的男生。”方可爱还是提不起精神，她的暗恋还没有化为明恋就结束了，一颗少女心被伤害得很惨。但好在她还有朋友的安慰。淼淼，谢谢你。方可爱红着眼眶，感动地说道：“如果不是你，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这段阴影。”夏淼大方地说：“我们是同桌，又是朋友，这种时候我当然得好好陪着你了。”方可爱吸了吸鼻子：“淼淼，你真是好人。”夏淼也觉得自己是个天大的好人，不过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他有些得意，又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堆的零食，摆在桌子上，推在了方可爱面前。多吃甜食，心情就会好了。今天有体育课，负责收器材的人是夏淼，他穿着运动服，提着一袋子排球往器材室里走去。方可爱倒是想来帮忙，但他临时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夏淼让方可爱去忙自己的事情，他一个人提着东西进了器材室。夏淼蹲下身，把东西整理好，冷不防的身后的门突然关上，屋子里陷入了漆黑。器材室里的灯泡很久之前就坏了，一直都没有修理，火光闪烁了几下，屋子里有了微光浮现。那是一个男人，他脸上戴着一张用纸壳做的简陋面具，手里提着一个老旧的油灯，想来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他慢慢靠近，声音沙哑：“夏淼，你不用紧张，只要你好好配合，我就不会伤害你。”夏淼站起来：“林高山，你想做什么？”男人身影一顿，随后把脸上简陋的面具取了下来，果然是林高山那张长得着急的脸。“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就这样认出来的啊？”林高山脸色不太好看，原本他还想遮住面容，好吓唬吓唬夏淼，结果立马就被他认了出来，索性也就放弃了伪装，直接摆出了凶神恶煞的模样。“夏淼，大家都是聪明人，就别藏着掖着了。”林高山克制着激动说道：“我说过，我们可以配合，只要我们两个一起合作，一定能够从这个鬼世界里活着离开。我可是知道抑制剂下落的人，你和我合作一定不会吃亏。”夏淼眨眨眼问：“那你倒是说说，那个所谓的抑制剂在哪儿？”林高山笑了一声：“如果我就这么告诉你了，那我岂不是都没有利用价值了？夏淼，和我合作吧，我知道的东西一定比你想的要多。”到了这种时候，夏淼居然也不虚，他双手抱臂笑了一下：“
那你总要透露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吧？林高山表情复杂，大概也觉得夏淼的话有点道理。他说道：“如果我们能够合作，抓住一只怪物带出去 ，SU 的人会给我们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夏淼眉眼动了动：“你之前说过这儿的怪物很有价值，当然，你知道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有多么的伟大吗？他们明明该是失去生命的死物，却还能停留于世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的存在就是永生。”林高山神情激动：“夏淼，你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控制了杀人鬼吧？我知道抑制剂在哪儿，你配合我，把杀人鬼引诱到那儿去，我就能用抑制剂让他失去行动能力。他可是绝佳的素材啊，我们不能错过。”夏淼微笑：“你别骗我了，如果那个抑制剂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又怎么可能轻易被你知道下落？我可不和骗子合作，我才不是骗子。”抑制剂就在学校食堂后，林高山反应过来，他表情一变：“夏淼，你根本就不是想和我合作，你在套我话。”夏淼：“没有啊，你误会了。”与此同时，他的一双眼睛也在瞄周围的环境。门那边被林高山堵住了，跑过去肯定会被他拦下。窗户那边倒是有希望，可他不确定那窗户能不能推开。林高山气急反笑：“我早就猜到了，你一定不会乖乖配合我。也好，我就换种方式弄明白，你到底藏了什么秘密。”他忽然往油灯里扔了什么东西，爆了一个小小的火花，空气里存在的不知名的味道越显浓厚。而他同时也从背包里拿出了防毒面具戴在了脸上。夏淼眉头一皱，感到了头晕。林高山缓慢靠近，这里可是 SU 的实验基地旧址，能让我找到不少好东西，比如在他灯里燃烧的化学物品，只要一点点就能麻痹人的神经。说实话，你还长得挺漂亮的，在这种鬼地方，你也尝不到男人的滋味吧？你放心，我会好好把视频录下来，以后好好回味。不想我把视频传得众人皆知的话，你最好还是老实交代，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夏淼的手往后一摸，虚弱地说：“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林高山以为他终于是怕了，迫不及待地往前。突然之间，夏淼抓着一个哑铃，重重地砸在了林高山的脑袋上。林高山猝不及防，脑子里嗡嗡地响，他的身影一晃，倒在了地上，手里的油灯掉落，摔碎了玻璃灯罩，燃油溅出，很快点燃了旁边的体操店。贱人，你敢打我！林高山反应过来，往前抓住了要跑走的夏淼的腿，拉着他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被鲜血染红了脸，因为防毒面罩碎裂出现了缝隙，空气里的令人麻痹的毒素也进了他的鼻腔。林高山头脑昏昏沉沉，却死命地抓着夏淼不松开。你别想逃！火焰蔓延的速度极快，燃烧造成的气体抢夺着空气里的氧气。夏淼的手撑在地上，很快又因为身体发软倒下，他咳嗽出声。正是热闹的夏季，麻雀在树上搭窝，下了好几个蛋。少年趴在树枝上，偷偷地捡了2个蛋，藏在口袋里。他还记得要努力让夏淼更喜欢自己这回事，所以他觉得好的东西都统统的想要送给他。前天是大大的松果，昨天是漂亮的鹅卵石，今天则是好吃的鸟蛋。他嘻嘻嘻的笑出声，已经能够想象出夏淼一边亲他，一边给他加分的模样。连体婴兄弟从远处走回来，人类那边有很好闻的恶意呢，一定又是有人在自相残杀了吧？不知道这次又是谁会在自己人的屠杀里活下来呢？管他的呢，反正最后都是我们的口粮。陆衍听着连体婴兄弟的嘀嘀咕咕，没有放在心上，毕竟人类自相残杀这回事发生的也不少。但他鼻尖轻动后，脸色突然有了变化。夏淼好闻的味道消失了，不对，与其说是消失，倒不如说是被一种更强烈的味道掩盖了，那是他很熟悉的燃烧的火焰的味道。连体婴兄弟聊着天经过，猛然间上方跳下来了一道人影，踩在了他们的身体上。连体婴兄弟栽在地上，又见那道身影几个起跳间，就像是野兽一样消失在了黄昏里。连体婴兄弟抬起头，有病吧？夏淼被具有毒素的气体所麻痹，浓烟的味道更是堵塞了他的呼吸，周围是难以忍受的高温，他意识不清，却知道自己在昏迷，他肯定很快就要死了。早知道就早点和陆衍上床了，一想到他的第一次今后有可能被其他女生夺走，他就好不甘心。陆衍，他在迷迷糊糊里叫着他的名字，颤抖的嗓音里有着不甘心的哭腔。也许是他的错觉，他好像听到了砰的一下，有了门被踹开的声音，紧接着一双有力的手臂把他抱了起来，是熟悉又令人安心的气味。苗苗！夏淼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瞳孔却还是涣散着的，没有焦点。救命！救我！林高山伸出了手，求生欲已经让他忘记了面前出现的是可怕的恶鬼，只想着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火光里的少年双目一眯，一只脚用力地踩上去，啪叽一声，林高山的头颅碎了。陆衍抱着夏淼离开了火海，被清凉的冷风一吹，夏淼又找回了呼吸，他清醒了一点，努力地支撑起了眼皮子。陆衍弯下腰来，低着脑袋蹭着他的脸，好了，淼淼，已经没事了，别怕。滴答滴答的动静轻微传来，失去固态的血肉化作了粘稠的汁液一般，正在绷带的缝隙里坠落。那绑得紧紧的绷带也因为缺乏肉体的支撑，慢慢的塌陷。少年的身影越发显得消瘦，抱着他的一只手臂已经出现了白骨。陆衍，我好像出现幻觉了，你怎么变得湿哒哒的，就像是要融化了？他强撑着说完这句话，再也熬不住，意识陷入了黑暗。夏淼这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睁开眼的时候，脑袋还有些晕晕乎乎的，迟钝的从床上坐起来，盯着旁边空了的位置，他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自从陆衍在他的床上睡过一次之后，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跑过来蹭睡蹭摸。但是现在他居然不在。夏淼又低头看了眼自己，他的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可是现在的陆衍不在他的房间里。过了好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夏淼摸到了床头的手机，他给陆衍发消息：“你在哪儿呀？淼淼，你醒了？太好了，我在工作呢。”他还是不会打字，发的语音，声音热情洋溢，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夏淼抬起头看了眼窗外的夜色，又发消息：“那你什么时候工作完呀？这个估计要很晚吧。陆衍，我想你了。”夏淼这次发出去的也是语音消息，不自觉的竟然带了点撒娇的意味。陆衍那边的声音有了颤抖：“淼淼，我也想你了，可是我现在在工作，我回不去。”“哦，好吧，那我等你。”夏淼这一等就是等到天亮了，也没有见到陆衍的人影。中午的时候他发消息：“快到吃午饭的点了，陆衍，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抱歉，淼淼，我已经吃过了，你去吃吧。”晚上的时候夏淼又发消息：“今天晚上好像会降温呢，陆衍，我想要你抱我睡。”少年的嗓音低落了几分：“对不起，淼淼，今天晚上我也有工作，不能陪你。”自从他开始追求她以来，两个人还从来没有闹过这么长时间不见面。夏淼以往还嫌他烦，可是真见不到他了，又觉得抓心挠肺似的。他感觉到了不对劲，是很不对劲。夜色浓重之时，又是一场游戏的开始。黑夜里忽然绽放了漂亮的花朵，散发着悠悠的香气。然而当有人靠近时，看似无害的花朵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把人的脑袋吞了进去。可是人的身体太大，那么大一个人很难全部吞进去。于是老园丁会走过来，他的园艺剪刀把肥料的脖子剪断，帮助花朵更好的吞咽猎物。老园丁和蔼地伸出手摸着花朵的花瓣，终于有些忍不住了，回过头说：“你跟了我一路了，想做什么？”穿着校服的女孩从树后走了出来，抿抿唇说道：“我想见陆衍。”老园丁颇感意外，事实上当其他逃生者见到自己都在跑，唯有这个女孩在追着自己跑的时候，他就有种倒反天罡的认知。原本以为夏淼是个傻的，现在看起来他肯定是个傻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在怪物的面前，更何况去追逐怪物的身影，这种行为一定与自杀差不多吧。老园丁看了夏淼好一会儿，他忽然没了杀夏淼的想法。如果他真的杀了夏淼，那个笨蛋肯定会来找他拼命吧。毕竟夏淼的身上全都是陆衍的味道，就像是标记了一样，告诉所有的诡异存在，他是他的所有物。老园丁笑眯眯地说：“你想见陆衍？可以啊，我带你去吧。”夏淼跟在老园丁身后，穿过了一片黑暗森林，在阴森森的寒冷里，见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景象。这里有着花海和湖泊，气氛静谧。一栋黑色的大楼伫立于夜色里，那打开的大门犹如是等着猎物来自投罗网的深渊巨口。这儿第一次有活着的人类踏入。蹲在花丛里翻找垃圾的无头女直起身子，仿佛是直勾勾的看着羊入虎口的人类。连体婴兄弟原本还在聊着明天吃什么，两个人忽然有默契地停止了声音，趴在地上，抬起脑袋，两双漆黑的眼睛盯着女孩的背影。老园丁带着夏淼走到了宿舍大楼的前面，他笑呵呵地说：“陆衍就住在2楼的房间，你进去找他吧。”夏淼收回了这儿一定是个乘凉消暑的好地方的感慨，他没有犹豫，迈出脚步踏进了大门。这栋大楼与普通人住的学生宿舍大楼的构造差不多，大厅空旷，走到没有灯光亮起的时候，黑乎乎的一片。就在最深处，那儿有一张紧闭的白色房门，这种幽深黑暗的环境里存在着一张突兀的白色房门，有种拍鬼片的氛围。夏淼走过去敲响了门，里面没有动静，他加大了敲门的力度。不久，里面传来了暴躁的声音：“我都说了不要来烦我，滚！”陆衍，是我。房门的那一边传来了砰的动静，像是有人从床上跌落，又有慌忙的脚步声响起，有人贴在了门后。淼淼，你怎么来了？你一直都不来见我，所以我就来见你了。夏淼也贴在门上。陆衍，你开门，我想看看你。陆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病了，会传染给你的，不能见你。”“我不怕传染，但是我怕。”陆衍嗓音颤抖，有着慌乱。“淼淼，你身体那么弱，感冒的话一定会很难受的。你不要来看我，你快回去。”夏淼固执地说：“我就想看看你。”“不行。”陆衍同样执拗：“我不会开门的。”夏淼尝试地推了好几次门，果然都推不开。他的耐心用尽，暴躁地说：“好吧，你不想见我，那我就走。”房间里的人趴在门上，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再消失，身影颓丧地顺着门板滑落，坐在了地上。黑色的房间里没有光亮，少年的身体裹在白色的床单下，把自己全都隐藏在了不见光的环境里，唯有那双眼白太多的死鱼眼能隐约看清，但里面也是死气沉沉。老园丁坐在躺椅上休息，看着夏淼从大楼里气呼呼地走了出来，他也没有感到意外。但夏淼忽然停下脚步，转而往旁边走去，他倒是感到了意外。“喂，你们是陆衍的同事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夏大小姐即使是寻求帮助，也是那一番高高在上的态度。她从口袋里摸出来了一盒巧克力，这是她原本打算带给陆衍的，这是你们帮我的谢礼的一部分，之后我还会送上更多的谢礼。连体婴兄弟俩面面相觑，无头女蹲在地上，像是小动物一样的呆呆的看着夏淼。夏淼区区一个人类，居然敢神态倨傲地站在怪物们的面前，对他们发号施令。听好了，我这个人是有恩必报的，你们可以去向我同桌打听打听，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夏淼扬起脸，眼尾上挑，神色嚣张。只要你们帮了我，
不管是5星级大餐，还是钻石打造的头颅，我统统都可以给你们买来。连体婴兄弟与无头女突然就来了精神。黑暗的房间里，腐朽的味道蔓延又扩散，逼得这儿的空气变得沉闷又潮湿。蜷缩起来的人把自己裹在床单下，蹲坐在角落里，白骨森森的手指抓紧了床单，偶尔身体一颤，同时也传来了吸鼻子的声音。他也好想去见淼淼，他总说讨厌被他摸摸抱抱，其实心里高兴的要命。他是个拧巴的性子，总是口是心非，只敢像个变态一样的趴在窗外盯着他。有道强烈的视线看了过来，蜷缩起来的人若有所感，抬起脸来，浑身一震。玻璃窗外，女孩的一张脸贴在上面，漂亮的脸蛋看起来都有些变形了。她那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盯着里面的人一动不动，就像是偷窥的阴尸变态。陆野，他双手搭在玻璃窗上，像是个要入室抢劫的匪徒一样，粗暴地拍了拍窗户，快开门！不是，快开窗！他的身影晃了晃，仿佛随时会倒下去。陆野一着急，已经顾不上其他，赶紧窜过去推开窗户，抓住了他的手。你疯了！夏淼得意洋洋的一笑，我要是不发疯，你会赶着来见我。陆野的房间在2楼，凭他的能力，当然是不可能爬上来的。连体婴兄弟站在最底下，他的肩膀上扛着无头女，而无头女的肩膀上则是站着晃晃悠悠的夏淼。陆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有些呆。夏淼朝着他伸出手，快点，我要摔下去了。陆野下意识地用手把夏淼从窗外抱了进来，窗户无情的一关，连体婴兄弟扛着无头女，颇有一种被利用完就抛弃的错觉。陆野，夏淼落地之后，夸张地跳起来抱住了他的身体，陆野的手也揽着他的身体。当看见自己那双还冒着一半白骨的手后，他又匆忙地把手收回来，藏在了床单之下。夏淼摸了摸他的身体，抬起脸看他，你瘦了好多。没有，我只是热胀冷缩。陆岩找到了一个好借口，对，就是热胀冷缩，最近天气变冷了，对吧？夏淼面无表情。在陆岩猝不及防之际，他双手拉着窗帘往下一抽，少年行销骨力的模样暴露了出来。他身形纤瘦，一半的身体才刚刚长出血肉，没有皮肤，通红一片，经脉与血管都好似清晰可见，一半的身体还是枯骨，只附着一层肉膜。他那张脸还是缠着绷带，却松松垮垮的，隐约可见缝隙间里的血肉也才刚刚冒出来。难以形容的一幕，荒诞与恐怖并存，冲击着人的理智，挑战着人的认知。陆岩身形颤抖，不要看我！他赶紧去找染着血污的床单，重新裹住自己。夏淼的一只脚却踩住了地上的床单，他怕他摔倒，不敢用力的去扯，只能一步步退到角落里，缩起来，把自己藏起来。夏淼却步步逼近，把他躲藏的空间侵占，让他无所适从。陆岩抱着膝盖，别过来，别看我，别看我。女孩的一双手强势又温柔地把他的脸抬起来，看吧，我都说了不能饿肚子，你都瘦脱相了。瘦脱相3个字对陆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被这么形容过。夏淼蹲在他的身前，他们的距离很近，陆岩能够看到他眼底里的自己，又烂又丑，他实在是难看，空气里还弥漫着腐烂的味道。他想，他一定比垃圾堆里的垃圾还要不如，所以陆岩才会那么害怕。他想小心翼翼地藏起来，不被喜欢的人看见自己这么丢脸的模样。明明他已经忍得那么辛苦了，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够了。等他有了人的模样，他就能继续去他的身边，当一个阴湿的跟踪狂。可偏偏他来找他了，就这样掀开了他的遮羞布，把他最难看的一幕暴露在了他的眼前。陆岩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了。原本一个那么高高瘦瘦的少年，时刻仗着身高优势嘲笑他是个小矮子。可是到了现在，他把身体缩起来，尽量的想把自己压成小小的一团，最好是成为阴冷角落里的一只爬虫。寻常人看到他就会觉得恶心，也就越不会靠近他。夏淼伸出手，原本想要抱抱他，却不敢触摸到他血肉模糊的身体，他只能用手指触碰着他的左手臂，这儿的肌肤已经长出来了一片。你现在的样子是我害的吗？陆眼被他触碰了那么一下，身体微颤。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所以蹭掉了皮肤而已。夏淼想起了自己昏迷之前迷迷糊糊见到的那一幕，他以为那只是个幻觉，可是现在看来，他是真的见到了他融化的那一幕。他说的热胀冷缩也好，不小心摔倒也好，这些拙劣的借口都只是为了掩饰是因为他才会变成如今这么破破烂烂的事实。啪嗒啪嗒几下，一滴滴泪花坠落在地板上，溅起了小小的水花。陆眼慌乱地抬起脸，淼淼，不要哭。他想用手去摸摸她的面庞，却看到了小拇指还是森森的白骨，可怕恐怖，慌忙的又想把手收回来，但下一秒，他的手被夏淼先一步握住了。夏淼时常都是骄傲的、嚣张的，漂亮的眼睛里都是狗眼看人低似的作态。然而现在，那些高傲都被雾霭朦胧所取代，水光浮动，春雨绵绵似的，一下肯定就会下许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歇。我知道，你就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的。他吸着鼻子，白皙的脸上表情皱巴巴的，说不清是可怜还是可爱。陆眼的血肉里刚长出来的血管也在跟着他的抽泣颤动，尤其是他的胸腔那儿还没有完全闭合，依旧能隐约的见到里面的心脏跳跃起来的弧度，杂乱无章。喂，你别自作多情了，我才不会因为你变成这样呢。我都说了，我只是热胀冷缩加不小心摔倒了而已。夏淼，我知道就是我害了你，你别哭了，很丑的。陆眼的身体凑过来，手忙脚乱的，小心的擦拭着他脸上的泪水。我才不会为了这么丑的女生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呢。我现在已经很内疚，很心疼了。
你居然还要骂我丑！夏淼蹲坐在地上，的一声哭了出来。陆言，你伤害到我了。陆言手足无措，尤其是听到了夏淼嘴里的那一句，心疼，陌生的情绪瞬间涌了上来，在他还未修复完的身体里四处蔓延。心疼吗？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在他的记忆里，肚子也好，受伤也好，这些事情都像是本就该是他习以为常的东西，就像是对于他而言，他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小的笼子，就算等他长大了，局面发生了改变，这一座迷雾中的校园不过也只是一个更大一点的笼子而已。夏淼离他近了许多，一双手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抱他，他哭得更大声了。陆言，你疼不疼？一定很难受吧？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让你舒服一些，我好没用，除了钱以外，我就没有别的能力帮你了。陆言，你这样不会死吧？我不想你死，我还想和你结婚的呢。他的哭声越来越大，说的难听一点，已经像是在哭丧了。刚看到陆衍这副破破烂烂的模样，他似乎还能心大的与他开玩笑，其实他心底里怕的要死，他害怕他身上的血肉全都掉光，到时候就只剩下一副骷髅架子了。骷髅架子，那抱起来得多个人啊！陆衍本来就不聪明，他嘴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话让夏淼平复下来。最诡异的是，看着哭得枯枝乱颤似的夏淼，听着他的抽泣哀嚎声，他竟然也慢慢的红了眼眶，气息一抽一抽的，也不禁哭了出来。淼淼，我不会有事的，我也想要和你结婚。血肉生长的速度快了许多，飞快的将他还暴露在空气里的骨头包裹，在皮肤滋生出来的这一刻，他把夏淼抱在怀里，绷带之下的空空荡荡也被填充满了。少年光着身子，不断的与怀里的女孩贴紧，两个人抱在一起，埋头痛哭。门外三道身影贴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动静。连体婴哥哥，里面这是什么情况？连体婴弟弟，我听到了女人的哭声，他是不是被吃了？连体婴哥哥，但是还有男生的哭声，难不成他们是在互殴？无头女的手上抱着刚刚找回来的头颅，抓着脑袋点了点，表示同意连体婴哥哥的话。老园丁一手抓着连体婴兄弟，一手抓着无头女，边往外走边说道：好了好了，人家小情侣的事情你们就少掺和了。年轻的笨蛋情侣就这样抱头痛哭了好一会儿，直到两个人都没了力气，嚎叫的声音停歇，两个人湿哒哒的眼睛看着对方，活脱脱的苦情相。夏淼终于敢伸手去触碰他的身体，即使是他的肉体重组，但是也只会恢复到他生前的模样。白皙的胸膛上手术的疤痕纵横交错，腹部也好，四肢也好，宛若蜈蚣似的爬痕，大大小小，触目惊心。他很不自在，想要闪躲，捉住了他停在他胸前的手。淼淼，别看，我很丑。夏淼又想哭，圈住他的脖子，把脸埋进了他的颈窝，嗅着他身上的香味，闷着声音说：加100分。陆衍愣了一下，错愕的垂眸看他，只看到了他毛茸茸的头顶。100分？你已经满分了，恭喜你追求我成功。夏淼抬起脸，梨花带雨般的面庞，精致明艳。陆衍，你来吃我吧。一直以来，陆衍告诉自己，在夏淼面前做低伏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吃掉他。真到了这一天，他有了狂热的兴奋。少年张开嘴，朝着女孩脆弱的脖颈咬去，但等到唇碰上了她脖子上的肌肤时，他不由自主地放轻了力道，与其说是咬，倒不如说更像是亲吻。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想吃她了，如果吃了她，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给她零食吃，不会有人为她擦干湿掉的头发，不会有人抱着她睡觉，更不会再有人心疼她了。陆衍喉结滚动，轻轻退后。淼淼，我不能吃你。夏淼都做好被扒光的准备了，忽然之间听到这句话，他睁开眼，奇怪地看着他，为什么？不行，我做不到。夏淼的目光往下移，视线落在了他腰部以下、腿部以上的关键部位。你不行。陆衍单纯的点头，不行。夏淼面无表情，他觉得这个人正在忽悠自己，毕竟现在的他身无寸缕，那可观的风景暴露无遗，健康的色泽，漂亮的弧度，还有那极好的脉象，也绝对不像是不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有魅力？陆衍脑袋上的呆毛翘起来，两眼茫然，不懂他为什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夏淼自认为是个完美无瑕的大小姐，她这么漂亮，怎么可能会有男生对她不动心？陆衍嘴里的不行这2个字简直是在侮辱她。夏淼撩起衣袖，气势磅礴地盯着他，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行。陆衍来不及反应，猛然间被女孩扑倒在地，他光溜溜的倒是方便了他。昏暗的房间里，地上的床单胡乱地揉成了一团，也不知道凶猛的女孩是怎么进攻的，一时间只能听到少年无助的声音回荡：不要，淼淼，那里不行，好难受，你再摸摸我。到了后半夜，万籁俱寂，夏淼靠坐在床头，手指夹着一根棒棒糖，放在嘴里咬了一口，靠着糖分补充了能量，他舒服地呼了口气。旁边是还蜷缩在被子里的少年。过了许久，他那双苍白的手抓着被子，慢慢地从被窝里冒出来了头，眼圈还红红的，脸上的绷带歪歪扭扭，黏黏糊糊的视线落在夏淼的侧脸上。在他看过来时，他又赶紧拉起被子，把自己的脑袋都给遮住了。初次体验到情滋味的少年被羞耻感占据，他不知道原来吃还有这一层意思，但不得不说，夏淼带着他领略的这个吃法
可比他的吃法有意思多了。陆衍藏在被窝里，悄悄地掰着自己的手指头数数。他正在复盘自己坚持了多久，是否有让他觉得满意。即使在男女感情上他还是个新手，可是身为男性的本能提醒他，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猛然间，夏淼掀开被子也钻了进来。陆衍，你在做什么？陆衍不好意思地收回7根手指，没干什么。夏淼挤进他的怀里，手指徘徊在他最喜欢的地方，也就是他的腰腹这儿。他觉得痒，被迫地笑起来，慌忙捉住了他的手。对我说实话，否则我挠你痒痒了。陆衍迫于淫威，缩了缩脖子，附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什么。夏淼抬起眼看他，你在纠结什么呢？你当然很棒呀。陆衍眼眸羞涩的低垂，可是第一次我还没有，就已经第一次开车上高速的人还没有进隧道，已经因为受不了这紧张的刺激，在隧道外面抛锚了。还是有夏淼这个理论知识丰富的老司机在，才帮他很快重振旗鼓。新手司机第2次踩了油门启动车辆后，终于成功的闯进了隧道。陆衍虽然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有种直觉告诉他，他似乎做的还不够好。但夏淼窝在他的怀里，抱着他笑嘻嘻地说，不管怎么样，陆衍都是最好的，我很喜欢。陆衍耳朵通红，被窝里的温度攀升，真的？当然是真的。夏淼捧着他的脸，狠狠地亲了好几口，就算是短短的也很可爱啊。陆衍不知为何，他忽然又有些不高兴了。忽然之间，夏淼踹了踹他的腿，陆衍，你得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少年只想抱着他睡觉，手脚并用地搭在他的身上，把他圈起来似的困在怀中，热情不是那么高涨的接话，做什么？买避孕药。少年睁大了眼睛，据说学校商店里遭了贼，不仅是少了避孕药，就连所有的套的被偷光了。要知道，对于随时都徘徊在死亡边界线的人而言，找个人一起消磨时光是一件很好的可以发泄压力的事情。然而现在所有的套都不见了，究竟是哪个单身狗在丧心病狂地报复社会，不得而知。但这不妨碍所有人都在心底里狠狠地唾骂这个缺德的神经病。陆衍连着好几天打着喷嚏，他怀疑自己是被夏淼吸了精气，所以才造成自己现在的身体这么虚弱。毕竟自从有了第一次后，夏淼的宿舍每天晚上都开了窗户。陆衍这么聪明，一眼就看出来夏淼是不好意思说，才用开窗户这件事来暗示他。于是他夜夜溜了进去，难以避免被他抱着又啃又咬的结局。这个女人还真是欲壑难填。夏淼同样精神萎靡，她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方可爱关心地问，淼淼，你昨晚没睡好吗？我是昨晚上睡得太好了。方可爱目露迷惑。最近天气闷热，夏淼不喜欢沉闷的感觉，每次打开窗户通风，少年就会像只老鼠一样飞快地窜进来，拦都拦不住。然后他自觉地把衣服一脱，扭扭捏捏地站在他的面前，那双死鱼眼欲语还休似的盯着他，身体上大大小小还未褪去的痕迹，提醒他以前对他做了哪些惨无人道的事情。靠，他都这么主动了，这谁忍得住？所以到了最后就是几番新的大战。夏淼困倦的眼睛朝着窗外，注意到了外面的树枝上悉悉索索的动静，他目光一变，狠狠瞪了过去。少年躲藏在繁茂的枝叶间，突然接触到了他的视线，他浑身一颤。靠，他又用眼神勾引他了，这谁忍得住？同事们发现陆衍这个笨蛋最近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直接表现为他每天晚上都会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然后高高兴兴的出了门。他活脱脱的一副孔雀开屏的模样，就差在脸上写上求偶2个字了，简直让人没眼看。陆衍可不在乎连体婴兄弟们的目光，那些人越是嫉妒他，他就越是得意。毕竟世界上可没有其他人能像他这样得到独一无二的淼淼的喜欢。他还差一场游戏就能走出去了吧？乘凉的老园丁说出这句话后，陆衍轻快的脚步一顿。迷雾世界里的规则就是这样，只要能够在5场游戏里活下来，那么就可以走出这个恐怖的红月校园。而夏淼就还差一场游戏便能离开了。无论如何，陆衍肯定是舍不得夏淼死的，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其他人杀了夏淼。那么夏淼会活下来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夏淼要离开这个世界是必然的结局。老园丁叹了口气，陆衍，你们终究不是一路人。夜幕降临之时，夏淼赶紧推开了窗户，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然后坐在床上，一双眼睛期待地盯着窗口，猜测他今天会用哪个姿势爬进来。但今天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少年的影子。夏淼在想他是不是又去工作了，但是这不正常，以往他要工作前都会提前告诉他的。他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实在是坐不住了，下了床跑到窗户边，伸出脑袋往夜色里张望，黑漆漆的一片，就凭他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夏淼没有耐心了，陆衍，你给我滚过来！回应他的只有夜色里传来的风声。夏淼抿紧了唇，他懦弱往回走，从床头柜里翻出来好几个未开封的装着套的小盒子，再气冲冲的到了窗边，伸出了手。你要是再不出现，我就把你传的这些东西都扔了，以后我再也不陪你快活了。不要！树上冒出来了一个蹲着的人影，是穿得一身黑的少年，他隐没在枝桠间窥视了许久，也就是被他这么一威胁，才慌忙的露出了身影。夏淼收回手，进来。他往回走，把小盒子随手放在了书桌上，往床上一坐。陆衍从窗外爬进来，刚刚站稳，见到的就是喜欢的女孩双手抱臂，面无表情的模样。他忽然倍感压力，心一耸，便同手同脚起来，慢吞吞地挪到了他的面前。夏淼看不惯他这副怂样，一脚踢过去。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和我分手？没有，我不想分手。夏淼很生气。那你今天为什么打算一直躲着不见我？陆衍，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我不会原谅你。陆衍以前也没有被吼得这么惨，有些不适应，
眼巴巴地瞅着他，死鱼眼里波光闪闪。夏淼一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得头皮发麻，瞬间他的气势弱了，成了外强中干的人。我还没有委屈呢，你委屈个啥？陆衍低声说，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骂我。他们说，一旦自己的身体被夺走了清白之后，对方很快就会因为玩腻了而不喜欢自己了。夏淼略微沉默，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玩腻你了，不喜欢你了？陆衍大概是进入了情绪敏感期，气息低迷，他低着脑袋，两只手揪着自己的衣摆，一点一点的虐待着自己的指甲。你早晚都会丢下我的。夏淼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起身凑过去，歪着脑袋，故意去看他低下来的脸。不会吧，你真的哭了啊？陆衍偏过脸，没有。他脑袋上的呆毛都蔫了，可不像是没有的样子。夏淼伸出手抱住他，脸贴在他的胸膛，被他的气息包裹着的时候，会让他很有安全感。笨蛋，你可是第一个被我打了100分的男生，你就不能对自己稍微有点自信吗？陆衍眼眸轻动，终于又看向了他。夏淼说，你还是我的初恋呢，你知道初恋是什么吗？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对我而言可是很重要的，我才不会丢下你。陆衍的心脏胡乱的跳个不停，那乱了的鼓点声全都落进了他的耳朵里。初恋这2个字，即使是对于怪物来说，也有着强大的杀伤力。苗苗不会丢下我？当然不会。陆衍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过了片刻，死气沉沉的眼里似乎是浮现了笑意。他没有说信不信，只是觉得即使是欺骗，可夏淼都愿意说谎话来哄他了，那说明他在他的心里肯定是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吧。所以他很高兴。夏淼拿起一个小盒子，暗藏兴奋，做不做？少年的身体又像是着了火，他又有了羞涩，但那只去脱衣服的手速度很快。做。陆衍能感觉到夏淼在哄自己，因为今天他带着他体验了很多新花样，可谓是手脚并用，让他舒服了好几次，才向他敞开了温柔乡。四周并没有燃烧的火焰，可陆衍觉得空气里都是燃烧的火红因子，他的身体好像又要融化了，却每每在濒死的那一刻又会被他捞回来，用快乐的触感告诉他，他的身体还没有融化呢。陆衍好几次喊出声，不要，苗苗，我受不住了。胡说，也不知道他是摸到了哪儿，他在紧绷。他嘻嘻的笑，你这不是还有力气吗？他抬起双手捂住脸，不让自己发出更多羞耻的声音。到了后半夜，两人才停息了下来。夏淼吃饱喝足，摊开身体，呼呼大睡。少年则是像个被玩坏了的小媳妇一般，依靠在他的身边，湿漉漉的目光粘着他，一动不动。与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都好快活。陆衍又在想，他一定有着神奇的魔力，否则他怎么可能毫无还手之力？少年的胸腔里跳跃着的音符都组成了他的名字，轻轻靠近，想要去偷偷的亲吻他。一阵夜风吹了进来，窗帘浮动，夏淼消失不见了。陆衍从床上坐起，低着脑袋，看不清神色。本来2个人一起还有些挤的床，如今只剩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个，又显得太空旷。有黑色的迷雾来提醒他，今夜的游戏该是他主场，而这一夜的游戏对于夏淼而言是最后一场游戏。夏淼穿着一条单薄的睡裙出现在了空旷的操场上时，脑子还有些懵，直到冷风一吹，他清醒过来，周围空无一人，荒凉的景象平添了几分阴森。夏淼想起教室里还放着自己的一件校服外套，他淡定地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过去，在没有灯光的教室里找到了搭在座椅上的外套，披上了外套之后，他才好受了不少。刚要走出教室，他听到了外面走廊上传来的动静。冷夜婷，你真的有办法带我们活下去吗？冷夜婷个性冷酷，在他的眼里，除了阮芝芝以外，估计别的人就和重置差不多。他不屑于与这些人浪费口舌，但今夜是关键的一夜，他需要有人帮忙。于是他忍着不耐说道，我既然说了有办法让你们都活下去，那就不会骗你们。跟在冷夜婷身边的是2个男人，他们是冷夜婷的同班同学，和冷夜婷一样，他们已经侥幸的在4场游戏里活了下来，今夜是最后一场游戏了，只要活过这一场游戏，他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所以他们在心底里不断的祈祷，今夜的屠夫千万不要是杀人鬼。然而事与愿违，今夜的屠夫还真就是那个可怕的杀人鬼。正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好时，冷夜婷找上了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只要跟着他一起行动，就一定能找到活下去的办法。冷夜婷说，如果是其他的怪物，我们还有可能靠躲藏活下去，但今晚偏偏是杀人鬼，你们一定很清楚这个怪物有多么的难缠，他最爱的就是赶尽杀绝，要是我们不想办法，那都只能死在这儿。杀人鬼3个字光是说出来就令人心惊胆战，他们好不容易在前面几次游戏里都苟住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屠夫是杀人鬼的那场游戏，这次不一样，要是他们还想着躲藏的老办法，一定是活不下去的。其中一个个子稍高的男人问，你说的能帮助我们活下去的办法是什么？阮滋滋始终站在冷夜婷身边，他同样很好奇冷夜婷说的办法是什么。冷夜婷站在窗边看向远处，因为鲜少有人能够从杀人鬼的游戏里走出来，所以也就不会有人观察到，只有当杀人鬼出现的夜里，那会多出一栋建筑物。众人看过去，很快意识到了那是食堂的方向。他们去过食堂很多次，如今看过去，很快就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当一圈黑色的迷雾散去之后，食堂后面的一栋建筑物显现出来。阮滋滋不禁问，
那是什么？冷叶婷说道，一个废弃的锅炉房。两个男人忽然就相信了冷叶婷，说不定还真有办法带他们出去。他们也不再发出质疑的话，跟着冷叶婷一起行动。夏淼藏在教室里，听到了他们的话，他眼珠子转了转，打算悄悄地跟上去。苗苗，少年的身影蓦然间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把他吓了一跳。陆衍嘲笑，胆小鬼。夏淼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你就不能好好的出现和我说话吗？陆衍挨了一脚，嘀嘀咕咕地抱怨了什么，但又不敢踹回去。他牵上夏淼的手，带着他走出了教室，又进了医务室。接下来的时间，外面可能会很吵。淼淼，你留在这里休息。医务室里床铺都已经收拾好了，只等夏淼躺上去好好睡一觉。夏淼抓住他的手，陆衍，你不陪我一起吗？陆衍弯腰低头，戳戳他的脸，怎么，胆小鬼怕黑吗？就这么离不开我，真丢脸啊！夏淼两眼瞪他，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模样，气得牙痒痒。陆衍，你是不是又皮痒了？陆衍浑身一抖，到底还是怂了，收敛了自己那小人得志的模样，轻声嘀咕，淼淼，我要去工作，不能留在这里陪你。夏淼也不是什么无理取闹的人，他很清楚陆衍比自己还想要找时间黏糊在一起，但他要工作，估计他自己更加厌烦，他不得不退让。那你要快点回来，我等你来接我。陆衍的目光有了变化，他似乎是在压抑着什么，偏偏还要装成一如既往没心没肺的笨蛋模样，伸出去的手轻碰他的脸颊，指腹长时间的停留在他的肌肤之上，仿佛是逼着自己快点记住这份触碰他的感觉。淼淼，夏淼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了？他低着脑袋蹭了蹭他的脸，我可能要工作很久，如果你看到天亮了我还没有回来，你就自己走出去，知道了吗？夏淼点点头，知道了。陆衍抱着他重重的亲了好几口，好了，你乖乖的待在这儿，我去工作了。夏淼看着陆衍的背影消失不见，始终还是觉得怪怪的，总觉得他好像是临终告别，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一样，又不是见不到面了，他怎么好像很伤感的样子？你要离开了，当然就见不到面了。夏淼扭头一看，谁？隔断的帘子拉开，一个戴着白色面具、腿上打着石膏的高大个正躺在隔壁床上，他像是木头人，无声无息，以至于谁都没有发现他还藏在这里。夏淼很快想起了他，激动地跳起来，你是电影里的那个大明星。等等，夏淼看着他受伤了的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还记得方可爱之前说他暗恋的人因为腿受了伤，所以住进了医务室里养伤。仔细想想，之前他和陆衍找上的那个男人好像是手受了伤。你认识一个叫方可爱的女生吗？高大个眼睛一亮，认识，就是因为方可爱一直不来看他，他才会在医务室里躺这么久。夏淼汗如雨下，发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缺德的事情。再等等，夏淼抬起眼，你说我马上就要离开了，是什么意思啊？高大个说道，在5场游戏里活下来的人就可以离开红月校园，今天的屠夫是杀人鬼，但他把你藏在这里，不让你出去，不就是打算放过你的意思吗？这是你的第5场游戏，而你活下来了。锅炉房这边漆黑一片，众人需要打开手机的灯光才能勉强看清路。门口挂着一副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危险重地，闲人免进。因为这儿年久失修，红色的油漆被雨水冲刷，淌下来的红色线条歪歪扭扭，就如同是干涸的鲜血一般。光是这个牌子就给人一种十分不妙的感觉，但没办法，他们必须往危险的地方走。阮滋滋怕黑，不由自主地离冷叶婷越近。两个男人对于带着阮芝芝这回事颇有微词，阮滋滋确实是又娇又软，如果是在外面的世界，一定有不少怜香惜玉的男人抢着要保护她。可是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她就是一个累赘。但在无形之中，冷叶婷已经成了这个临时团队里的领头羊，两个男人就算有意见也不好说出来。个子偏矮的男人低声问，你让我们来这里，总要告诉我们是找什么东西吧？冷叶婷看了他们一眼，说道，我们要找一支绿色的药剂。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头一次听到还有什么绿色的药剂。锅炉房其实不大，大概就2间教室的大小，一眼就能看得到头。借着微弱的光亮，众人察觉到这个空间里乌黑一片，墙壁也好，工作器具也好，全都覆盖着一层被烧过的痕迹。很多年以前，这里一定发生过火灾。个子稍高的男人被留在了门口这儿望风，如果他发现外面有什么不对劲，就得赶紧提醒里面的人藏起来。看着外面的树影重重，那些张牙舞爪的黑影简直像是会吃人，男人心里也有些怕，只能祈求里面的人速度快点。他和个子偏矮的男人是同伴，在外面卖保险骗了一批老人，跑路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被拉进了这个恐怖的世界。他听说过能够从这个世界离开的人，以往的黑历史都会消失无踪，就好似是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而他恰好就需要这个重生的机会。高个子男人被冷风一吹，打了个寒战。不好意思，我迷路了，可以问下路吗？高个子男人猛然间听到背后传来声音，转过身一看，那把刀的刀尖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冷冰冰阴森森的。什么路？脸上缠着绷带的少年恶劣的一笑，黄泉路。听到外面传来的惨叫声，锅炉房里的3个人神经紧绷。冷叶婷说了一声，赶紧找地方躲起来。阮滋滋被冷叶婷抓着逃跑，然而门口那里已经出现了少年颀长消瘦的身影。哎呀，这儿还有3只老鼠呢。不过是几个眨眼间，他的身影几次变化位置，已经到了他们身后。冷叶婷果断地将旁边逃命的男人推倒，男人叫了一声冷叶婷，
阮滋滋被吓了一跳，却被冷夜婷抓着一直往前跑，只能听到后面传来的叫声与血肉撕裂的声音。他不敢回头，觉得冷夜婷抓着自己的手都是冷的。冷夜婷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其他男人发挥出什么作用，他们存在的目的不过是当做可以损耗的素材，为他争取活命的时间而已。冷夜婷似乎是对锅炉房很熟悉，他准确无误地在角落里找到了一扇暗门，推开后带着阮滋滋赶紧走了进去。在暗门的另一边是个同样黑暗的空间。阮芝芝忍不住问冷夜婷：“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冷夜婷索性说道：“我爸妈还没有离婚之前，我跟我爸姓龙，龙这个姓氏并不多见。”阮滋滋很快反应过来，我听说 SU 的老板就姓龙。冷夜婷看了眼阮芝芝，不错。阮芝芝惊讶地捂住嘴，她知道冷夜婷很有钱，但没想到她居然来自于那么有钱的龙家，那可是商业巨头，纳税大户。据说 SU 一直致力于研究生物科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仿真人出现。然而龙家的人好似是受到了基因病的困扰，龙家的人都英年早逝，就像是受到了什么诅咒似的。冷夜婷之所以会跟着离婚的母亲又改了姓，就是希望能借着与龙家断绝关系，能够摆脱那个传闻里的诅咒。可是她还是被拖进了这个死亡游戏。冷夜婷知道红月校园的历史，也有红月校园的地图，所以她才能比其他人显得更游刃有余。阮滋滋问：“你说的那个药剂很重要？”“是，那是唯一能够杀死怪物、解除诅咒的东西。”阮滋滋忽然意识到了药剂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地面上突然窜出来了一群黑色的老鼠，冷夜婷与阮芝芝赶紧躲避。这些黑色的老鼠代表着疫病的传播，一旦被他们碰到，就会染上可怕的疫病。两个人被鼠群冲散，冷夜婷与阮滋滋被分隔两端。可怕的鼠群就像是划分开牛郎织女的银河。冷夜婷又见有老鼠袭来，赶紧说道：“快跑，之后再来会合。”阮滋滋步步后退，他看着黑潮一般的鼠群，头皮发麻，被逼得只能往后跑。同样，冷夜婷也只能往相反的方向逃跑。阮滋滋本就身娇体软，跑几步路，脚底娇嫩的皮肤就会被磨蹭得发红。他跌跌撞撞爬下楼梯时扭了一脚，跌倒在地，滚落了2圈，撞到了墙壁。又一扇暗门有了松动，他忍着疼痛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暗房。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他看清楚了，这像是一个废弃的实验室，同样是经历过烈火的燃烧，一片漆黑。再回头一看，老鼠们停留在门外，没有靠近。阮滋滋很快猜到这个屋子里肯定有着让他们害怕的东西，他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最后他蹲在了地上，在一堆灰炭里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所以已经损坏，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阮滋滋看到了里面的东西，暗藏激动，他赶紧把里面的东西收好，再试探着走出了暗房。那些老鼠已经消失不见，他松了口气。冷夜婷从远处跑了过来，见阮滋滋没有大碍，也松了口气。再看了眼他身后的暗房，他问了句：“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阮滋滋摇头，都是灰，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冷夜婷沉着眉眼，看来还得去别的地方找。资料上有记载，当年用来克制实验品们的药剂还留了一只在迷雾世界里，也许资料的记载有误，可冷夜婷现在只能抓住这个机会了。冷夜婷带着阮滋滋继续摸索向前，他们走上楼梯，穿过走到拐角的那一刻，走在前面的冷夜婷忽然停下了脚步。阮滋滋奇怪地问：“你怎么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安静的黑暗里回荡着，便显得尤其突兀。阮滋滋低下头，见到了坠落的鲜血，晕出了一滩红色的水迹，视线在顺着滴落的鲜血慢慢的向上。冷夜婷的胸口那儿中了一刀，一只苍白的手拔出了刀。冷夜婷的身影晃了晃，她迟钝的感觉到了疼痛与恐慌，捂着伤口倒在了地上，但她还留着一口气，因为那把刀捅进来的位置恰恰避开了她的心脏，仿佛就是故意不给她一个痛快，让她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黑暗里缓缓走出了少年吊儿郎当般的人影，他一手插兜，另一手晃了一下手里泛着冷光的刀，把鲜血甩在了墙面上。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似笑非笑，这儿的一男一女，如今倒是和蝼蚁差不多了。阮滋滋被眼前的变故吓呆了，在他的认知里，冷夜婷好像就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她运筹帷幄，天生就该是领导者的地位，所以学校里的那么多人才会不由自主地追捧冷夜婷的存在。然而就是这么毫无铺垫与突然之间，冷夜婷被捅了一刀，就快要死了。阮芝芝眼见可怕的身影越来越近，她本能的一步步往后退，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她很清楚，就凭她的速度，她不可能在杀人鬼的刀下逃脱。阮滋滋小脸泛着苍白，她明明那么害怕，却还是努力地支撑着身体，让自己坚强有骨气的，不至于狼狈跌倒在地。她只是个娇娇软软的女孩，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痛哭流涕、屁滚尿流，一定能让人忍不住刮目相看吧。她忽然想起了夏淼。阮滋滋眼睛通红，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白兔，抿了抿粉色的嘴唇之后，她软着嗓音轻轻地说：“你能不能别杀我？我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不论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的。”少年果真停下了逼近的步子。阮滋滋知道自己赌对了。那天晚上，他看到了夏淼用自己的身体讨好杀人鬼的场面。既然杀人鬼愿意接受这个讨好，那就说明他一定有着男人对女人的欲望。既然夏淼可以，那他为什么不可以？但阮滋滋还是感觉到了羞赧。如果不是为了活下去，他才不会放下自尊，说出这样的话。黑色的人影说：“我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阮滋滋咬了咬唇：“是，好啊。”看着步步逼近的怪物，阮滋滋不禁抬起手抓紧了自己的衣领。这样的事情，他也只是和冷夜婷做过了。
她自认为是个保守的女孩，本来是不应该与冷夜婷以外的人有身体纠葛的。但是现在这个被人人惧怕的、满手沾满血腥的怪物少年，就这样看上了她，她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冷夜婷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她看到眼前的一幕，在疼痛侵蚀里又有了一丝感动。阮滋滋是个胆小懦弱的女孩，她又乖又软，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一定也是为了救她。冷夜婷没有预料到阮滋滋会为了她如此牺牲自己，但要靠着自己的女人用这种办法来让自己活命，这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可冷夜婷现在只能用为数不多的理智逼迫自己保持沉默。如果她爬过去阻止杀人鬼，那不就是浪费了阮滋滋的一片苦心，让她白白牺牲了吗？冷夜婷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暗道等自己找到抑制剂，一定要杀死怪物。等到离开这个鬼世界，她一定会好好对阮滋滋。杀人鬼越来越近了。这个有着可怕称号的、被人定义为怪物的少年走近后，阮滋滋才发现他看起来好像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生而已，只不过他打扮的有些特殊，用白色绷带缠着脸，有些诡异又有些神秘。但他身段极好，神秘感反而更让他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想让人去探究的魔力。阮芝芝莫名的感觉到了自己心跳加速，紧紧的揪着领口的手不由得放松了许多。他很紧张。少年眼睛微弯，你的呼吸乱喽。阮滋滋眸光轻颤，因为胆小的性格，垂着眼不敢看少年。他嗓音发软，我只是有些紧张。不用紧张，只是疼一下，很快就过去了。阮滋滋脸色一红，下个瞬间，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身体猛地往后撞在了墙壁之上，好似听到了骨头要被撞散架的声音。阮滋滋咳嗽出声，却因为喉咙上的那只手压得太紧，窒息感袭来。他咳不出来，他软乎乎的脸上会让异性遐想的潮红褪去，如今只剩下了恐惧的苍白。冷夜婷也被眼前的变化吓到了，她虚弱的喊出声，滋滋，像是老鼠叫。少年在笑，另一手上的刀慢悠悠的抬起，刀尖危险的抵在了他的眼球之上。阮滋滋呼吸凝滞，因为害怕而瞳孔放大。我让你做什么都可以是吧？好啊，那我们就玩个游戏吧。陆衍嘻嘻嘻的笑出声，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是你死，还是他死？闻言，被死亡笼罩的阮滋滋与趴在地上的冷夜婷一起变了脸色。陆衍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答案，他又恶劣的笑。我的女朋友教过我一个道理，女士优先，所以我才让你先选。如果你不想选择的话，那我就让地上的这个侏罗来做选择了。怪物就是怪物，哪怕他长得再像人，天生的坏心肠也只会让他们把人类当成可以戏谑的爬虫。阮滋滋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件蠢事。大高个是个好人，夏淼说太无聊了，让他找点录像带放着来看。大高个呆呆地问，你想看什么片子？纪录片，主角是小孩子的那种。夏淼一脸单纯，毫无心机地说道，我喜欢看纪录片。高大个虽然呆，但好歹还不算傻，他缩了缩脖子，这个要不还是看电锯杀人狂吧。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方可爱是好朋友。夏淼露出了和善的微笑，我想看纪录片，你一定有办法给我弄来，让我看的，是吗？大高个背后冒出了冷汗，所以你们谁来做选择呢？怪物有着少年的模样，笑意里有着毫不掩饰的恶劣，就这样玩弄人性，让自命清高的他们在死亡面前吞下体面的外壳，暴露出丑陋的嘴脸，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冷夜婷嘴唇动了动，但下一个瞬间，阮芝芝的声音响起，我不想死。陆衍笑嘻嘻地说，换而言之，就是让地上的那只爬虫死了。阮滋滋咬着唇，他自认为是个好人，那种要对方去死的这种话，他说不出口。然而，怪物手里的刀还在抵着他的眼珠子，他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会失去理智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所以，阮滋滋本能的回答是让他去死。冷夜婷不敢置信地抬起眼眸，滋滋。阮芝芝不敢看冷夜婷，但很快她告诉自己，如果自己不做这样的选择，之后遇到危险，冷夜婷也很可能像之前那样把其他人推出去那样，将自己推出去挡刀。于是，她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抵在阮芝芝眼前的刀收了回去，掐住她脖子上的那只手也松开。阮滋滋跌倒在地，捂着脖子剧烈的咳嗽。陆衍弯着眼睛，既然这位女士先做了决定，那就没办法了。他转过身，一步步朝着地上狼狈的人走过去。冷夜婷还不想死，她拼尽力气才活到现在，眼看着就要成功了。他可以摆脱龙家人的诅咒，未来可以寿终正寝，怎么能够就这么死去呢？你不能杀我！冷夜婷在血泊里一点点的往后爬，拖出来了一条长长的血痕。以前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那些事情都与我无关。你不能杀害无辜！陆衍转了转手里的刀，不急不缓靠近的步伐，慢慢传来的脚步声就犹如是死神的丧钟。他笑，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可是坏人，不对，我是连人都算不上的坏怪物。和怪物讲道理，你在犯什么蠢？就算外面的人改变了你的基因，让你趋向于完美，能引来同类们的追崇，但那又如何呢？人总是要死的。他抬起脚踩在了冷夜婷的脸上，被无数人喊着好帅的这张脸碾压在地面上时，也只剩下了丑陋和扭曲而已。冷夜婷不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是人工干预后的结果，她张嘴想要反驳，然而脑袋上的那只脚一用力，她只听到了哈叽一声，意识归于虚无。阮滋滋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她不敢相信一个好好的人就这样被踩碎了头颅。那个英俊帅气、霸气非凡的贵公子就这样狼狈地死去了。不行的，杀人鬼这么恐怖，他一定逃不掉。阮滋滋看着杀人鬼的背影，摸到了藏在口袋里的东西，一咬牙，他迅速地爬起来，
朝着那道好似毫无防备的背影冲了过去。又有扑通一声传来，陆岩转过身，见到了意外的人，软滋滋倒在地上，衣服上还多了一个重重的脚印。他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绿色的玻璃药管，因为被踹得太狠，一时间爬不起来。夏淼放下了高高抬起的腿，抚平了差点要走光的裙摆，再恶狠狠地朝着男友瞪了过去。你怎么回事？警觉性那么低？陆岩手足无措。苗苗，我有洁癖的，要是我的男朋友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碰了，我会很不高兴。陆岩受到惊吓，慌张退后2步，离地上的软滋滋远了许多，又想起了什么，他赶紧把掐过软滋滋的那只手藏在背后，拼命地在衣服上擦了好几下，太过心虚和慌乱，以至于不敢看他。夏淼在恶狠狠地指着地上的软滋滋，他是我男人，我不许你碰他。软滋滋呛出声，此刻他看着夏淼，犹如是在看个疯子。他是怪物，你疯了吗？他不能理解，夏淼不正是受到怪物的威胁，为了活下去才出卖自己的身体吗？只要他把抑制剂注入怪物的身体，怪物就能死了，那夏淼也就不用继续出卖身体了，这不是好事吗？夏淼往前走了几步，挡在了陆远身前。我的男朋友有名字，你再怪物怪物的叫，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软滋滋尖叫，你居然喜欢上了一个屠夫，为什么不能喜欢？夏淼说的理所当然，屠夫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他热爱工作，很有上进心，对家庭的责任感肯定也很强。他在夸他，他居然在外人面前夸他。少年抓着脑袋上的兜帽，不由自主地抓紧了2根抽绳。夏淼又说，和他在一起我会很高兴，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快活，我喜欢他的灵魂，更喜欢他的身体等等。他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少年是个笨蛋，根本没有察觉到那么多不对劲，只是被他所说的喜欢2个字刷屏，2只手拽着抽绳一扯，帽子紧闭，把他的要烫起来的脑袋都藏在了里面。夏淼还在继续输出，我的男朋友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这可是伟大的纯爱，纯爱什么的，他居然拿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了。即使是帽子紧闭，缝隙里也有绷带被烤焦的黑烟冒出来。少年面对墙壁蹲了下来，缩成一团的身体不断的颤抖。软滋滋这才明白自己错的有多么的离谱。从一开始，夏淼就不是为了活下去才出卖身体，而是因为他这人根本就是有着奇怪的 XP， 居然一本正经的和怪物谈起了恋爱。阮芝芝注意到了那边的怪物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样子，他赶紧支撑着身体爬起来，朝着远处逃跑。夏淼回头想问陆衍要不要去追，却见少年蹲在地上荡蘑菇。他走过去，不客气地踹了一脚：“你在表演什么呢？”少年闷闷的声音传来：“去。”夏淼被恶心到了，但又突然觉得他恶心的样子也好萌，于是他一把扑过去，趴在了他的背上，搂着他的脖子，笑眯眯地说：“都怪你那么晚也不来接我，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陆衍身体微微僵硬，帽子缝隙打开，露出了那双并不算漂亮的眼睛。淼淼，为什么要来找我？废话，我们是热恋中的情侣啊，多分开一会儿就会忍不住想对方吧。夏淼眼睛一眯，难道说你没有想我？我想你。陆衍快速回答，生怕慢了1秒就会惹他生气。他转过身体与他面对面，两个人蹲在地上，大眼瞪小眼，在血腥味弥漫、色彩昏暗的世界里看起来有些滑稽。夏淼说：“陆衍想要亲亲。”陆衍却不知道在扭捏什么，身子微微往后，逃避着他的目光，两只抓着帽子的手骨节泛白，指甲像是随时会抠进掌心的肉里。夏淼不高兴了，以往说要亲亲的时候，他可是很快就会扑过来。他忽然伸出手指着陆衍身后，看，有宇宙飞人。陆衍赶紧回头去看，冷不防的，女孩的一双手快速的把他的帽子扒拉了下来，他的面容也彻底暴露在了空气里。他的脸就如同他的身体一样，肌肤上留有许多伤疤好了之后的斑痕，纵使生长出了新的皮肤，也是与普通皮肤不一样的褐色。陆衍反应过来，下意识的用手捂住了脸，往后躲在了角落里，大声说道：“别看我。”夏淼却很快以强硬的姿态挤进了黑暗里，贴近了他的身体。“你是我男朋友，我为什么不能看你？”陆衍的身体在颤抖，甚至是闭紧了眼睛，就好似是身体里的所有弦都绷得紧紧的，把身体里的那颗越来越冷的心脏也困得死死的。他好像又成了当年的那个小孩子，仿佛是困兽之龙，只是因为不幸的在种种会腐烂的试验里没有失去生命，才会被一次次的抓起来，成为腐烂到新生的试验品。陆衍知道自己很丑，他没有正常人的外表，当然他连人也算不上。如果此时眼前的是别人，他可以无所谓的弯曲这些人的眼睛，但偏偏眼前的人是夏淼，这是他的女朋友，是他喜欢的人。夏淼可不管他现在有多么的矫情，直接抓住他的手，一点点的掰开。“喂，你是不打算正眼看我了吗？”陆衍，情侣之间要是发生冷战的话，可是很伤感情的。他努力了很久，才掰动了他的一根小拇指。夏淼生气了：“你脸上的痕迹可是最独特的印记，能够让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这是很酷的一件事啊，所以你在纠结什么？”陆衍手指轻颤：“独特的印记？是啊，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有很多很多颗，很少有人能够把每颗星的名字说出来，但提到最亮的那颗星星，大家一定会想到启明星。”陆衍闷声说：“启明星？对啊，对我来说你就是那颗启明星。”少年指缝慢慢打开，隐约露出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我是星星。”夏淼凑过来，隔着他的手贴近他的脸，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都是他的存在，泛着的光点便真如同捕捉到了夜色里最闪亮的那颗星星。他灿烂的一笑：“不错，陆衍就是我的星星。”他阴暗咸湿，变态痴狂，
脑子又笨，一点都不知道哄女孩子高兴。关键是他还丑巴巴的，要是被高温烫过，还会变得烂烂的。可是他说这样的他是星星。猛然之间，有太多的强烈情绪涌入了少年支离破碎的身体。他不知道该如何把控这份太过强烈而让他害怕的情感，从心脏开始燃烧的温度根本控制不住，火烧一般的感觉袭来，他的脸上啪嗒一声掉下来了一块肉，恰好落在了夏淼的手上。他盯着看了一会儿，陆眼慌张，淼淼，你别怕。他终于放下了捂着脸的手，是想去捡回来那块碎肉，不让他觉得恶心。然而夏淼却先一步把这块碎肉贴在了他侧脸的缺口上，他很仔细，动作也很轻，严丝合缝地将血肉模糊补回了原来的模样。夏淼的手指停留在他的脸上，指腹恰好轻轻地划过有些凹凸不平的褐色肌肤与白色肌肤的交界地带，触感不算太好，可是十分的真实。他亲了他一口，眉眼弯弯，我的星星可真好看。陆眼莫名眼睛发酸，喉咙也在发涩，身躯高大的他把自己缩成了一团似的，靠近女孩的怀里，脸埋在她的颈窝，拼命地汲取着她的气息。很奇怪，那股要燃烧他身体的滚烫忽然没了攻击性，而是成了一股暖流，蔓延全身，将他冰冷的血肉染上了同样温暖的温度。阮滋滋跌跌撞撞地逃跑，好在那珍贵的抑制剂还在。原本他藏着这唯一的一个抑制剂，就是有2个打算：如果遇到了怪物，他可以当做保命用的武器；如果没有遇到怪物，顺利出去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来和 SU 集团换取最大利益的好东西。眼见着天即将泛白，他很快就能撑过这个夜晚了。脚下忽然绊倒了东西，他摔了一跤，那是一颗女人的头颅。无头女出现了，捡起了这颗头颅，装在了脖子上，长发遮住了脸。他舒服地呼出声：我的头终于找到了。连体婴兄弟从树后跳了出来，盯着地上的女人，嘻嘻嘻地笑出了声。旁边是老园丁，正在修剪长出枝丫的灌木丛。阮滋滋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他紧张地拿出绿色的药剂，别过来，否则我就杀了你们。黑暗的墙角里，少年抱着女朋友已经吸了很长时间的鼻子，夏淼的身体要被他抱麻了，摸摸他的脑袋，他说：你好点了没有？尾音还是泛着哭腔，有点焦。夏淼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那个什么抑制剂还在阮滋滋的手里呢，那是一个定时炸弹，得抢回来才行。陆眼抱紧了夏淼，一只手已经悄悄地溜进了她的裙子里。没关系，那不重要。夏淼怎么就不重要了？过期了的东西早就没有用了。夏淼略微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后，他说：天要亮了呢。陆眼慌张地抬起脸，眼眸紧紧地锁着他。他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逼着自己抿紧了唇，然后轻声说：淼淼，我送我回宿舍。陆眼眸光轻闪，不敢置信。夏淼冷漠无情地抽出了他已经摸到了自己胸前的手，拽着他站起来，忙了一晚上都是汗味。你先和我回去洗个澡，不洗干净之前不许碰我。陆眼被牵着手，呆呆地跟着他往前走了几步，终于找回了声音：你不会丢下我？我丢下你干嘛？夏淼瞅了他一眼：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就说好了吗？我们以后可是要结婚的。陆眼偏过脸，另一只手胡乱地抹了抹脸，再回过头看他时，他抓紧了他的手，咧开嘴大大的笑了起来。我要和淼淼结婚。夏淼不走了，朝着他伸出手：累，你抱我。陆眼轻松地把人打横抱起，森然的笑声不断从喉间溢出，蹭着他的脸颊，太过满足。缝合线似的嘴不断上扬，锯齿状的犹如野兽一般，牙齿又一次若隐若现。夏淼想，他的小虎牙还真是可爱。天光破晓时分，阴风阵阵回荡在空荡荡的昏暗走廊里，呜呜的风声阴森恐怖。少年的黑色影子覆盖了穿着白色裙子女孩的身影，像是把她残忍的吞噬，又像是彻底的将她纳入自己的阴影里，好好的保护。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刻，他确实是与她交融在了一起，染上了她的颜色，也好似是完全的成了这个世界里的人。而或许不久之后，这个诡异的校园里又会迎来一个新的传说。对于小时候的记忆，陆眼其实记不太清楚了，当然他也觉得那段记忆没什么重要的，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吧。可是自从有了喜欢的人后，那段记忆反而好像是越来越清晰。他还记得那间小小的犹如囚笼一般的白色房间，穿着白色衣服的孩子一次次地承受着腐烂的痛苦，又一次次被他们开发的所谓的新药物治好。那些大人说，这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所以他得忍受病痛，也得忍受饥饿，这些都是为了能够提取到人类极限是什么的重要信息。很多时候他会蜷缩在床角，疼得受不了便会咬着自己的衣角。一开始他实在是饿极了的时候，向外面的观察员伸出手求助，对方偶尔或许会扔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但后来他再次伸出手去要吃的时，没人会来怜悯他。好饿。外面的实验员看到爬到玻璃窗边缘的他，嫌弃的又躲远了一些。透过玻璃窗，他看清了自己的模样，不断腐烂又重组的孩子，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肌肤，他很恶心，像是一滩烂泥巴，还在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腐烂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像他这样的人，不对，他连人都算不上。陆野后来学会了不再喊疼，也不再喊饿，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来帮自己，而叫出声音来也只不过是让他浪费力气而已。似乎有了习惯2个字后，他就能告诉自己，其实疼痛也不再疼了。陆眼看着隔壁房间同样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一批批的进来，又一批批的离去，再也不回来。
这些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于那些穿着实验服的人们来说，这些人都是用来研究人体承受能力的素材。SU 的人渴望研究出一种药物，能够让死亡重获新生的药物，这一定是能改变世界进程的神迹。大多撑不住的试验品在第一次死亡的实验里就会失去生命，又或者是因为基因改造而成为畸形人。只有路眼忍受了一次一次的死亡，即使腐烂，却也始终会留着一口气，好像就是他们渴望的会不断新生的那个人。所以他成了被困在实验室里最久的人。到了后来，那些人看他的目光越来越狂热，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连人都算不上了。所以在那么一天里，他掰断了自己被绳子绑住的手臂，从实验台上跑了下来。一场燃烧起来的火焰一发不可收拾，将所有的一切燃烧殆尽。而处于火焰中央的他，在高温与灰尘里竟然并没有感到恐惧，而是有了一种兴奋的癫狂。燃烧吧，这场火应该再燃烧得更热烈一些，最好是把整个世界都烧起来。黑色的雾气笼罩在上空，好似将这个罪恶之地包裹起来，用与世隔绝般的假象迎接着一个又一个会踏进这个死亡之地的不幸。陆岩感觉到了一阵紧闷的窒息，那些清晰的记忆突然都变得模糊了。睁开眼，他呆呆地看着坐在身上的女孩，忽然连自己梦到了从前这回事都忘了。苗苗，少年才刚醒来，睡眼惺忪，嗓音里还透露着几分困倦，软软的，能让欲壑难填的女孩听得耳朵麻麻的。夏苗捧着他的脸，你刚刚做噩梦了？他做噩梦了吗？陆野两眼茫然，我不记得了。夏淼伸出自己的一只手给他看，我的手都被你掐红了。陆野慌忙说，对不起，苗苗。夏淼收敛了要找他算账的可怕模样，趴下来躺在他的身上，脸贴在他的胸膛，嘴里嘀嘀咕咕，最大的噩梦就睡在你身边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陆岩反应了一会儿，淼淼不是噩梦。夏淼，哼哼，2声，我可是很难伺候的，当然，那是因为我足够优秀，所以难伺候也是应该的。你要是敢惹我不高兴，我肯定是要找你算账的。你迁就我是应该的，但是我不需要迁就你，懂吗？陆岩眨眨眼，说了句冷。夏淼赶紧把被子拉起来裹住他，将漏风的被角赶紧掖好。还冷吗？他抬头看他，恰好对上了他的视线，他突然有些不自在。我只是怕你生病了，我照顾起来太麻烦而已，才不是因为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我多呢。陆岩，哦了一声。夏淼不服气地抓着他头上最近变得柔软的黑发，你说是不是你喜欢我更多一些？他的胜负欲总是有点奇怪。陆岩最近有学聪明，所以他果断回答，是我喜欢淼淼多一些。夏淼轻而易举地被哄高兴，在他唇角亲了一口，算你识相。陆岩眼眸发亮，脑袋上的呆毛兴奋地翘起来，不论被他怎么抚平都按不下去。算了，夏淼拉着他起来，今天是周末，但我们现在不能睡懒觉，我们答应了大高个的，要帮他追求我的好朋友。他之所以会这么热心肠，完全是心里有鬼，差点就把一对有情人给拆散。他有罪。夏淼早就做好计划了，他先邀请方可爱去综合楼的活动室，然后大高个捧着一束花出现。当然，捧花这件事是陆岩想出来的，但问题来了，去哪儿弄花泥？陆岩与夏淼齐齐看向窗外的那片花园，又很有默契地对视一眼，两个人眼睛里冒出了同样的恶作剧般的光。夏淼说，得小心一些。陆岩说，不能让老园丁发现。两个人牵着手，发出了同款的嘿嘿的笑声。他们悄悄地跑到了花园里，蹲下身子，两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做着辣手摧花的坏事。无头女把一颗钻石雕刻的脑袋装在了脖子上，闪闪发亮的，她很喜欢。连体婴兄弟端着一盅佛跳墙，一边吃一边说，不用管那对狗情侣吗？前天陆眼带着夏淼偷偷地把无头女的脑袋藏了起来，昨天陆眼带着夏淼把连体婴兄弟的餐具都涂上了一层蜡，今天陆眼居然带着夏淼来偷花了。陆眼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笨蛋，自从有了女朋友之后，他就更是闲不住，又因为夏淼这人事事配合他有了喜欢的人撑腰，更是变本加厉，已经到了人厌狗嫌的地步。老园丁看了眼花园里稀稀索索的两道人影，悠哉地喝了口高级红茶，笑呵呵地说了一声，热闹一点不也挺好的吗？夏淼觉得在大学的最后1年实习后还是有点用的，毕竟毕业的那1年里，他成功地考上了编，很快就要被分配到一个镇子上当小学老师。大学同学们很快就要分道扬镳，于是班长提议再组织最后一次班级活动，那就是去新开的那家游乐园里玩密室大逃脱。这家游乐园建在山上，离夏淼要去工作的那个镇子还挺近。夏淼本来不想去的，可是同学拉着他说，你不是一直想谈恋爱吗？出去可以见更多的人，说不定就有你一见钟情的人了。夏淼想了想，好像挺有道理，行吧，那我也去。其实同学们很不理解夏淼没有找到男朋友这回事，毕竟夏淼长得漂亮，家里还有钱，是大学里名副其实的校花，要追她的人数不胜数。然而她偏偏说没有感觉。有人好奇地问过，你要什么感觉？就那种眼前一亮，可以立马被我记住的那种感觉。学校里的校草走过来，夏淼都没多看一眼，大家实在是猜不透夏淼的要求有多高，于是又有人说她是高冷女神，一众想要告白的男生都因为不够自信而不敢跑到她面前来搭讪。宋小媛是夏淼大学的室友，和夏淼关系不错，毕业之前她也去考了事业单位，最后成功上岸了。有人说密室逃脱太难了，可以带着夏淼一起玩。夏淼果断地拉上了宋小媛，不用了，我和我朋友一起走这些。宋小媛胆子小，小声地说，大小姐，
你确定带着我不是个累赘吗？夏苗小声回答，我可不想和那些臭男人走在一起。宋小媛也算是看出来了，那些人说什么带着夏苗一起玩，其实是想等着有恐怖的剧情上演时，好做保护美女的那个英雄。再想的美好一些，万一夏苗被吓得慌不择路，撞进他们的怀里，那岂不是赚了？宋小媛了一声，那些臭男人的心思可真邪恶。来玩密室逃脱的人基本上都组好了队，每一队都领到了支线任务，而夏苗与宋小媛分到的任务是去找到受害者掉落的那枚戒指。根据剧情设定，这个密室是一家废弃医院，6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残忍的屠杀。那是一个雨夜，穿着黄色雨衣的杀人魔就这样出现了，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只知道他是个连环杀人犯，一到暴雨夜里他就很容易出来犯案。在不知道他更多的信息的情况下，大家把他叫做黄雨衣。这个密室设置得很精心，医院里的器材和设备都有，歪歪倒倒，墙壁上还泼洒了做旧的血迹，红色的灯光为昏暗的环境增添了几分可怕和阴森，令人神经紧张。宋小媛抓着夏淼的手臂，他们在走道上缓步前行，一时间只听得到他们的脚步声。宋小媛说，我查过攻略，听说还有追逐战，待会不会真有人来追我们吧？没事，都是真人 NPC 而已，你要是摔倒了，他还得把你扶起来，关心地问你受伤了没有呢。宋小媛不懂夏淼胆子为什么这么大，她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说道，我在查攻略的时候还查到了别的事情。夏淼有点心趣，什么？听说这儿以前真的有个医院，不过是个精神病院，这里有很多闹鬼的传闻。夏淼赶紧说来听听。就是有可怕的怪物会在暗处观察你的一举一动，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做着和你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会模仿你说话，然后再模仿你的思维，最后取代你。夏淼搓了搓手臂，有点牛。在这种环境里，宋小媛越说也越觉得可怕，她果断闭嘴不提这个话题，指着旁边的房间说道，线索里好像是说这里是第一个受害者遇害的地方，戒指应该在这里。夏淼推开门，还是打着红光的房间，只不过这个房间的血比走道上的血还要多。夏淼与宋小媛一起翻找，最后是夏淼在一堆废弃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银质的戒指，我找到了。宋小媛听到了房间里传来动静，猛然间柜子打开，潜伏多时的 NPC 披头散发的冲了出来。宋小媛尖叫啊！夏淼也跟着叫，两个人跑出了房间，却十分没有默契，一个往左，一个往右。NPC 撩起头发看了两眼，最后选择追着拿了戒指的夏淼往左边去了。夏淼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跑几步就受不了了。她记得游戏规则里写了被鬼追逐的时候可以躲进柜子里。她放眼望去，见到了走道上靠墙的位置摆了个柜子。夏淼赶紧跑过去，冷不防的与柜子缝隙里的一双眼睛对上了视线。在昏暗的环境里，唯有那一双眼泛着点阴森森的光，简直像是个阴暗爬行的偷窥狂。注意到夏淼看见了自己，还被吓得愣住了。这双黑漆漆的眼睛慢慢的弯起，变得越发狭长恐怖。几根苍白的手指从缝隙里伸了出来，冷冰冰的质感像是没有温度的尸体。突然之间，柜子的门拉开了，他被卡在缝隙里的手指咯吱几声，骨头全断了。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顿时有了涟漪的波澜，而下一秒，柜子里的披着黄色雨衣的身体被女孩粗暴地往里推。给我挤挤！柜子门关上，夏淼已经强硬地占了一小半的空间。披头散发的男生个子看起来很高，因为他正以一种不太自然的方式蜷缩着身体，显得有些扭曲，才在这个对于他而言太小的衣柜里藏了起来。他握着自己的手指，微微抬起脸，长发之下的苍白容颜若隐若现。夏淼盯着他看，眼睛一眨不眨，随后抿紧了黑色的唇，朝着夏淼伸出冰冷的手，目标正是他那纤细脆弱的脖子。下个瞬间，一枚戒指戴在了他的无名指上。我觉得你很不错，一看到你我心脏就扑通扑通乱跳，就好像我快死了一样。夏淼说，这一定是一见钟情吧？喂，给你个机会，你来追我，然后我和你结婚，这枚戒指就当婚前演习，怎么样？长发男生佝偻着的身体僵硬，戴着戒指的无名指之前就被他弄骨折了，现在从关节处往下一扭，耷拉了下来。随着开学季即将到来，夏淼收拾好了东西，提着行李箱，背着个单肩包，坐上了通往500镇的大巴车。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找了个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就靠着椅子昏昏欲睡。车子不知行驶了多久，窗外的风景也越来越显得荒凉。车子经过一个坑时，他的脑袋撞到玻璃窗上，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这么睁开眼一看，才发现原本空荡荡的车上居然坐了不少人。这些乘客里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但他们的脸色看起来都不太好，像是很紧张，又像是很害怕，还有人直接忍不住在小声的哭泣。夏淼有些摸不着头脑，就算是他极其不想上班，也没有夸张的哭出来啊。车上的司机大概是有些不耐烦了，说了一句，别哭了，再哭就把你们都给捅了。他的这句玩笑话很有威慑力，压抑的哭声忽然就停了下来。顾墨冷，我害怕。有女生紧张地抱住了坐在身边的男生的手臂，他与这个男生看起来应该是一对情侣。名叫顾墨冷的男生轻轻地拍拍女生的背，别怕，思思，有我呢。文思思是个漂亮的女生，因为漂亮的过头了，就多了几分攻击性，用其他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像是狐狸精。在文思思身后还坐着一个与她有5、6分相似的女孩，那是文思思的双胞胎妹妹文夭夭。之所以说这对双生姐妹只有5、6分相似，是因为她们的气质截然不同。
文夭夭当然也是漂亮的，但是她没有文思思那么张扬活泼，反而看起来更为文静内向。文夭夭现在当然也是心里不安和害怕的，可她没有男朋友，身边的座位上坐着的是一个气质清冷的少年，那是她的同班同学江度。文夭夭与江度也不算太熟，还不至于达到能够抱着人家求安慰的地步。后排有看到美女就动歪心思的男乘客，见文思思名花有主，护花使者轮不上她，于是就盯上了文夭夭。哎，美女，你别害怕，我们交个朋友吧，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互相帮忙。文夭夭本来就不擅长和异性打交道，她缩了缩脖子，当作没有听到后面的男人传来的声音。后面的男人还想说什么，旁边的江度似乎是看出来了文夭夭的窘迫，说了一句：你如果不怕闹出更多的噪音，惹来司机的反感，可以继续出声。后面的男人悻悻地闭了嘴，到底是知道现在是多么危险的时候，所以选择了保持安静，一句话都不敢再多说。坐在前排的文思思往后看了一眼，小声说：夭夭，我们到时候就一起行动，有莫冷在，我们一定没有问题的。文夭夭抬起眼看了一下前面没有回头的顾莫冷，轻轻的了一声。后面又有人小声的用着哭腔说：我想回家，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一定是我？我还能活着回去吗？我还不想死。三三两两的带有恐慌的声音此起彼伏，全是绝望的气息，让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沉闷的低气压。之前那个试图搭讪文夭夭的男人和其他人想的却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个亡命之徒，每天都是抱着一种可能活不过明天的觉悟过日子，来到这个没有法律和秩序的迷雾世界里，反而更让他有种可以解放天性的感觉。他一双眼睛乱瞟，当目光扫到了后面支起身子抬起头的女孩后，他眼前一亮。刚刚光顾着看那对姐妹花去了，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后面原来还有一个明艳的大美人。男人矮着身子凑过去，在大美人身旁坐了下来。你好，小姐，我叫明不长，我看你一个人应该没有朋友在这儿吧，我们不如交个朋友，以后有个照应。也许是明部长出现了错觉，他隐约注意到了女孩放在腿上的包晃动了两下，就像是里面藏了什么活物，但女孩的手按在了包上后又没了动静，只是一个单纯的死物而已，瞧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下秒看了眼明不长，她本来就打扮的精致，长而微卷的发绑成了马尾，红色的蝴蝶结缎带鲜艳漂亮，蓝色的牛仔裙虽然简单的勾勒着她纤瘦的身形，却更显简洁漂亮。太过精致的人又有股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的气势，无端端的让人觉得难以接近，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更是能够激起男人的挑战欲。下秒简短的说了句：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什么工作？明不长摸不着头脑。坐在这辆车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来送死的，可没听说过还有工作这回事，莫不是这个美女被吓傻了，还搞不清楚状况吗？明不长决定好好套套近乎。小姐，你可能还不知道，乌白镇有不少的传说，可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据说走进这个镇子的人就没有人能够再走出去。下秒是吗？当然，我可是知道很多小道消息，没必要骗你。明不长有意卖弄自己的本事，我在外面学过跆拳道，打架可是很厉害的，反正比那些弱鸡要强不少。你要是觉得困难，不用怕，我可以罩着你。下秒态度冷淡，不用。明不长还想再说什么，车子却已经驶进了镇子，在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说了一句：下车吧。乘客们慢吞吞地站起身，一个接着一个走下车。下秒背着包，拖着行李箱站在空地上，四处张望着。他和那些精神萎靡的人显得格格不入，等待多时的人一眼就看到了他。是下秒，夏老师吗？老旧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由远及近。下秒顺着声音看过去，是我。一辆黄色皮卡车停下来，走下来了一个胡子拉碴的青年，他很高，但不修边幅，气质颓废懒散。他笑眯眯地说：哎呀，夏老师，你终于来了。其他人好奇地看过来，不明白为什么夏秒突然被镇子里的居民找上了，但肯定没有好事。之前还说会照顾夏淼的明部长，现在是屁都不敢放一个，生怕惹火上身。青年热情地把夏淼的行李放在了车上，又邀请夏淼上了车。车门一关，油门一踩，带着他往学校的方向去。我叫方明，平时在学校里打杂，这次是校长特意让我来接你回学校的。方明一边开车一边介绍了大概的情况。我们镇子里就这一所学校，学生也不多。上半年有个老师据说是得了抑郁症，治病去了，所以才想着要招个老师进来。我们这儿的孩子也是野了点，确实有点难以管教，但大家都很淳朴。我侄子也在学校里读书呢，到时候他要是不听话，你拿棍子打就是。夏淼在实习的那段时间里总结出了一定的经验，那就是有时候千万不要把家长的话当真，否则那就是害了自己。他笑笑，我知道了。从口袋里摸出来了一袋饼干，撕开包装，夏淼咬了一块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又悄悄地把包的拉链拉开了一条缝隙，将另一块饼干刚递过去，一条猩红色的长蛇立马冒出来，卷起饼干缩回了包里。与此同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手指还被舔了一下。方明好奇地看过来，但夏淼已经用手挡住了包，问了一句：还有很远吗？不，就快到了。方明回答：那栋红色屋顶的建筑就是学校。今天的天气不好，镇子上空笼罩着一层迷雾，色调都是阴沉沉的，红色的屋顶在灰蒙蒙的颜色里若隐若现，有几分诡谲。皮卡车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的窗户打开，一双双眼睛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冒出了绿色的幽光似的，盯着一无所知的人类。我讨厌老师，我讨厌写作业，
我讨厌被说教。藏在黑暗里的孩子们十分有默契地亮出了各自的武器，到时候还是把他给杀了吧。学校里不算大，就一栋教学楼、一栋食堂大楼与一栋综合楼，但绿化做得很不错，郁郁葱葱的树木随处可见，生机盎然，却因为盖过了人气，这股太过旺盛的生机便像是随时会吃人一般。镇上给夏淼安排了居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已经收拾好的老房子，房子是木质结构，同样是红色屋顶，2层楼，夏淼一个人住绝对是绰绰有余了。方明帮着夏淼把行李搬进了房子里，他又给了一张地图给夏淼。镇子虽然不大，但陌生人还是很可能迷路。卫生院、超市等一些地方都在上面标记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照着地图的方向走。方明离开前又想起了什么，他别有深意的笑了笑。对了，夏老师，我们镇子离山很近，到了晚上，有时候会有觅食的野兽跑到镇子里来捣乱，毕竟是野兽，也有可能是会吃人的，所以晚上不论听到了什么动静，你最好都是不要出门。夏淼点头，我知道了，祝你在无白镇里生活愉快。方明一走，夏淼把门一关，再次认真地转了一圈房子，整洁干净，挑不出任何问题。他回到客厅，瘫坐在沙发上，长长的舒了口气。坐了那么久的车，腰酸背痛的，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他的包不安分地传来了晃动，夏淼拉开拉链，包里黑漆漆的背景色中，一双死人似的眼睛突兀地出现，直勾勾地盯着他，猩红色的舌头舔过，他冒出声音：饼干，还要。呆板而没有起伏的语调，阴冷冷的，屋子里不知道是哪个缝隙里灌进来了冷风，让一切都染上了低温。夏淼面无表情，冷。包里的那双眼睛转了转，大概是明白了什么，他一点点从里面冒了出来。先是伸出来一双手，再冒出来了一个黑色的脑袋，他仿佛是可以随意拉伸缩小放大的橡胶人，再冒出来了身子。那双有着黑色指甲的手搭在了夏淼的腰上，顺着他的身体肆意的乱窜，他好似是能复古的寄生虫，沿着他的身体一路往上。没过多久，包掉在了地上，夏淼就这样彻底的被披着黄色雨衣的男生给裹住了身体。他倒在了沙发上，他趴在他的身上，头悬在他的上方，像是落水鬼一般的黑色长发一缕缕的低垂，又落在了他的脸上，有些冷，还有些痒。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姿势，夏淼可以完全的看到他的面容，死白的一张脸，鼻梁周围泛着微红，像是他那已经冷掉的血液勉强冒出来的色彩，也像是长期以来见到了的血液，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阴森可怕的痕迹。他语气迟钝，抱抱，不冷。夏淼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更冷啊。他沉默着，一动不动。夏淼心里默数了3下，果然，在他数到3的时候，他的表情慢慢的有了变化，黑漆漆的眼珠子颤动，被他踹到的地方也跟着颤抖。他委屈地说：“疼。”他的延迟向来很高，于是看起来也就更呆。夏淼推开他坐起来，果断地翻到了提前准备好的暖宝宝，贴在身上，贴一个还不够，得贴上4、5个才行。他便始终窝在角落里，长发凌乱地糊在脸上，在黑发的缝隙里，能看到那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夏淼感受到了温暖，有了足够多的热量之后，他看向他，朝着他伸出手，来吧，抱抱。还是3秒钟后，他黑色的嘴慢慢的上扬，勾勒出了一个诡异的弧度，嘻嘻嘻的笑声随着阵阵阴风而来，屋子里灯光闪烁，似乎是在拍鬼片。他挪了过来，黑色指甲的手朝着他伸出来，像是随时会要了他命的利爪。然而当他的手触碰到他时，只是拽着他，把他搂进怀里。他低着脑袋，下颌搭在他的肩头，一双大手搂住他的身体还有余，黑色指甲的手犹如随时能陷进他的肉里，成为囚禁他的牢笼。长发男人的眼珠子转来转去，像是在兴奋，鼻梁那一圈的微红，如今都不像是残忍的血痕了，反而如同脸红一般。夏淼想，还怪可爱的，因为有过实习带班的经验，夏淼这次正式上班要带学生倒是不紧张。他负责教的是2年级，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一个班才只有6个学生而已。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现在大多数的学生都往城里走了，留在乡镇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夏淼在走进教室前，先深呼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露出完美无缺的笑容，温柔可亲，绝对能在第一时间给学生们留下好印象。他准备好了一切，推开门，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一坨泥巴甩了过来，恰好砸中了夏淼的半张脸，又吧嗒几声，泥巴滑落，沾到了她的新裙子上。白色的棉麻裙多了泥巴点点，与她脸上的泥巴印相呼应，有了几分滑稽。教室里传来了熙熙攘攘的笑声。夏淼一抹脸上的泥巴，死死地盯着那个手上沾了泥巴的孩子。我们不欢迎你，不要老师，你滚出去！随着这个孩子振臂一呼，其他孩子们瞬间也跟着附和起来，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夏淼脸上温柔的完美笑容破碎了，他放下了手里的东西，一步步朝着对面的男孩走了过去，抬起手挡住了被扔过来的书本们。他一手准确无误地抓住了这个男孩的衣领，弯下腰，笑容恐怖：“我是老师，不和你计较，你道个歉，我就原谅你了。”男孩脸色苍白，还瘦得过分，长得挺矮小，还不到夏淼的大腿，看起来像是营养不良。他面对夏淼一个大人也不虚，挥舞着手里一把钝了的刀，拼命戳着夏淼的腿。可恶的人类，放开小爷，否则小爷就把你杀了，放在解剖台上大卸8块了。小小的男孩力气都没多大，小矮墩似的，一把钝刀毫无威胁力。夏淼把他整个人都提了起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你的欢迎我感觉到了，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关照你。”男孩也是头一次被人拎起来，夏淼的手劲格外大似的，他剧烈地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
可恶，你们还不来帮我！另外5个孩子冲了过来，杀呀！为了我们的自由！冲在最前面的黄毛白肤的男孩伸出爪子，露出了獠牙，妥妥的张牙舞爪，应该可以轻易的撕碎猎物的皮肉。然而下秒一脚伸出去，他跑得太急，被绊倒在地，往前一扑，栽倒在了地上，磕断了一颗獠牙，嘴里不停地发出汪汪汪的喊疼声。同时，从东边又有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袭击而来。夏淼对女孩子还算是温柔，只是提着男孩往旁边一闪，女孩自己撞到了课桌，往地上一倒，也不知道是哪里摔疼了，抬起头，脑袋突然炸开了似的，成了一朵张着血盆大口的食人花。哇的一声，食人花女孩哭得特别惨。坏人，放开我的同伴！南边一道迅速的黑色小身影窜了出来，黑发黑眼的男孩背后冒出来了无数的触手，像是利刃一般，统统朝着夏淼的方向攻击过来。夏淼提起手里的男孩往前一挡，那利刃一般的触手全像是针一样扎在了男孩的身前。他嚎叫起来，双脚乱踢。黑发的触手男孩恰好被踢中了脸，扑通一声砸在了刚刚爬起来的食人花女孩身上。西边浑身冒出鳞片的男孩冲过来，身后的那条长尾巴席卷而来。夏淼推到了窗户这儿，等到鱼鳞男孩冲过来时，他拉开窗户，再把窗户一关，他的尾巴被夹住了，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声，疼得滚在了地上。夏淼看向北边，穿着小西装的男孩有着木偶关节，他原本是打算冲过去的，然而一被夏淼的眼睛盯住，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靠在角落里不敢动，黑漆漆的眼睛里湿润润的，胆子小得很。被提住衣领的男孩还在挥舞着刀，冲啊，不要怂，不要向恶势力屈服，快冲啊！夏淼再把手里的男孩提起来，与他大眼瞪小眼。男孩抱紧了手里的刀，安静如鸡。校长，夏老师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让他带最难管的班级，真的没有问题吗？光头的政教主任姓林，看上去挺和蔼，瘦得像是竹竿似的。之前校长说要从外面招个老师来教学生，他本来就不同意，但校长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不让小怪物们学点人类的东西，将来他们怎么接他们的班，成为玩弄人心的一把好手？校长是个身宽体胖的中年男人，腆着个大肚子，手里随时都会有一盒红色的冰淇淋。没人知道他的冰淇淋是怎么做的，只是偶尔粘在他嘴角上的冰淇淋融化了，就会像是血液一般的糊在脸上。校长又是个爱笑的人，总是笑眯眯的，于是这抹笑容就会多了点血腥的意味。林主任，你的担心不无道理，所以今天是夏老师和学生们见面的第一课，我们还是去看看，帮他镇镇场子吧。校长吃了口冰淇淋，说道：以后他班级上的纪律问题也得多劳你费心，可不能让那些臭小子们把我好不容易招来的老师气走了。林主任连忙点头答应。离2年级教室越近，林主任就越是不安，因为平时吵吵闹闹的教室里居然没了那菜市场般的热闹声。林主任快步而去，完了，都警告这群臭小子不要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模样，他们不会已经把老师吓死了吧？猛然之间，剧烈的拍击讲台的声音传来，把走廊上的校长和林主任都吓了一跳。学校是菜市场吗？上课铃响了那么久都安静不下来，不知道的人听到你们的动静，还只会以为你们是村口的老太太和老大爷，有着说不完的八卦呢。你们要清楚一点，你们学习难道是为了老师和家长吗？还不是为了你们自己将来能有出息。尤其是个别同学带着管制刀具来学校的人，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名字我就不点了，给他留点面子。脸色苍白的男孩坐在位置上，身体一抖，脸上和衣服上还有些泥巴印的女老师气得又用书砸了一下讲台。我希望个别同学能够知道，你在课堂上浪费了自己的10分钟，这里坐着6个学生，那就是6个10分钟，你自己不想上课就算了，还带着同学们陪你一起堕落，这个还要不要上了？个别同学脚趾抠地，头皮发麻。班上的6个孩子正襟危坐，噤若寒蝉，有种莫名的恐惧已经笼罩在了他们的脑袋上。林主任在教室外看着里面的那群狼狈得很的小萝卜头，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眼睛，还是难以相信那群刺头们现在居然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听着老师的教导。校长已经把冰淇淋吃了一半，他拍了拍林主任的肩膀，笑呵呵地说：看来新老师并不需要我们帮忙嘛，林主任，我们还是回去想想怎么招待新来的旅客吧。夏淼从包里掏出来了小蜜蜂，原来他还觉得学生人少，不需要用小蜜蜂，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带过来了。没成想这群熊孩子们一个个都可以上天，他骂了半天，嗓子也累了，于是就掏出来了小蜜蜂带上。刚刚打开开关的尖锐刺耳的声音长时间的响起，像是啸叫一般，折磨着神经。孩子们头一次见这种阵仗，一个个捂着耳朵，痛苦不已。夏淼赶紧把放在讲台上的手机拿远了点，刺耳的声音消失无踪。他清清嗓子，呼呼了2声试音。年幼无知的学生们还不知道，这道恐怖的声音会成为他们学习生涯里最大的阴影。嗨嗨，好了，现在我来点名。夏淼翻开了花名册，说道：我点一个名字，就请那位同学举手喊道。宋小花。班上唯一的女孩子举起手道：王玲玲。男孩还在抱着受伤的尾巴小声的啜泣，闻言慌忙用哭腔回了一声道：袁小狼。道。男孩少了颗牙，一说话就漏风，嘴刚张开又哗哗地流出了不少血。张大鱼。道。触手男孩脖子还是歪的，之前摔倒的时候他的脖子不小心骨折了。李木木。道。木偶男孩胆子最小，声音也最小。夏淼抬起眼，最后说出一个名字：方小鬼。方小鬼身体一颤，
不理解为什么夏淼为什么点自己的名字时，目光停留得格外的久。他哆哆嗦嗦的出声道：“夏淼合上了花名册，啪的那一声，再加上他那严肃的表情，让几个孩子不敢多动一下。很好，这节课我们就互相认识认识，每一位同学的名字我都记住了，我姓夏，你们叫我夏老师就行。之后我会做出一份班级纪律，会严格说明有些事情不能做，而有些事情你们必须做，一旦违反班级纪律的就要受罚。还有，我们班上的班长是谁？”几个孩子面面相觑。袁小狼胆子稍微大点，小声问：“什么是班长？”“就是一班之长，班上除了老师最大，就他最大。如果用狼群来比喻的话，那他就是狼王。”几个孩子虽然不太懂班长是什么东西，但听到“王”这个字，所有人举起手：“我要当班长！”“不行，只有我才能当班长。”方小鬼跳得最高，“我的牙齿最锋利，我的刀子也最锋利，我才是要当王的人。”袁小狼把方小鬼挤走：“你有尾巴吗？你有毛吗？月亮出来的时候，你会对着天空嗷嗷叫吗？你才不配当狼王！”宋小花挤过来：“我最漂亮，我是班花，我要当女王。”张大鱼黏在宋小花身边：“我支持小花当女王。”王玲玲：“我有尾巴，我应该当王。”李木木缩在位置上，两只眼睛晃来晃去，他不敢和别人抢，只小声地说：“我也想。”夏淼一拍桌，所有人立马安静。行了，鉴于我才刚开始接手，对你们还不了解，所以选班长这回事就看明天的测验结果吧。我出的试卷能够考第1名的，我就考虑让这个人当班长。下课了，夏淼也不拖堂，拿着东西走出教室。几个孩子立马凑在了一起。方小鬼，我觉得这个女人要选班长这回事好像没那么简单，她是不是想挑拨离间，分化我们的关系？袁小狼，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们怎么办？王玲玲，我们晚上去偷袭，杀了他。宋小花，可是老师有好可怕的武器，会滋滋的响，我们是打不过的吧？张大鱼，打不过。李木木，他声音太小，所有人都把他忽视了。方小鬼掏出刀子往桌子上一捅，气势非凡，透露着狠劲。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去他家探探他的虚实。袁小狼和王玲玲打头阵先溜进去，然后宋小花与张大鱼带着李木木再冲进去，趁着他熟睡时把他五花大绑，之后我再进去收尾。宋小花瞪大眼睛：“方小鬼，你是不是打算等我们绑下老师后，你好偷试卷？”方小鬼结结巴巴说：“怎么可能？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暴露了心虚。”宋小花往外跑：“我要向老师告状，取消你的班长竞选资格。”方小鬼赶紧拉住宋小花，张大鱼又来帮宋小花，一群人乱作了一团。夏淼站在教室门外，双手抱臂，表情里透露着小得意。这群熊孩子敢团结起来欺负新来的老师，那就让他们体验一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感觉，看他们以后还怎么拉帮结伙。老旧的教学楼有些年久失修，墙面上不少地方掉了漆，偶尔可见开裂的缝隙。夏淼心情不错，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往办公室走去。缝隙里的阴影和他保持着步调一致般的挪动，阴森森的眼睛若隐若现，阴郁变态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教学楼里的空房间很多，夏淼有着一个独立办公室，不大，但一个人够用吗？他关上门，放下书，打开保温杯，喝了口还保持低温的可乐后，舒服地呼了口气，然后他转过身，一双手伸进了墙面的缝隙里，捧出了长发遮住脸的脑袋，朝着他那没有血色的犹如藏着致命之毒的黑色嘴唇上亲吻了下去。他伸出了猩红的舌尖，冷冷的在他温热的唇上舔了好一会儿，才滑溜溜的钻了进去，缠住了更多的温热。他贪婪的不肯结束，直到夏淼推了他好几下，猩红的舌退出，又恋恋不舍的舔去他唇角上的润泽。夏淼张开手抱住了他的脑袋，胡乱的蹭了蹭，满足的笑道：“充电完毕，我上班又恢复能量了。”他低着眉眼，眼睛弯成了黑色的月牙，鼻梁周围的红晕更显可爱。但在正常人看来，大半的身子还藏在墙壁里的他，只会更加显得像是个阴湿诡谲的变态。我正式上班第一天，要鼓励。3秒钟的延迟后，他的手臂搂着他的身体，迟钝的抬起手，用黑色指甲的手擦去他脸上的泥点子，发出了阴恻恻的笑声。苗苗，好棒！镇子里新来的旅客被安排住进了唯一的旅馆里。旅馆老板是个腆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时刻拿着一盒红色的冰淇淋，笑眯眯的模样很是和善，亲切力十足。然而，没有人会因为他外表上的假象，就真的会以为他是个好人。事实上，越是不像怪物的人，他们看着只会觉得越恐怖。欢迎各位来到吴白镇，我是镇长，也是学校里的校长，大家叫我校长就好。镇子里有很多的景点可以供大家参观，当然，最有价值欣赏的地方，也是最难寻找到的。校长脸上微笑扩大，脸上的肉挤出了褶子。那么，肯定有人想问，如果在镇子里待腻了的话，那应该怎么离开这儿呢？其实很简单，他拿出了一张照片，在镇子里有一片白玫瑰花海，那也是镇子里最漂亮的地方。据说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花海里长眠，她已经去世多年，但上天的怜爱让她尸身不腐，宛若沉睡一般，与永远不会败落的花海作伴。而传闻里的这位夫人，在她的水晶棺木里有着一把金色钥匙，拿到钥匙的那一个人就能够打开离开镇子的大门。校长收回照片，用勺子咬着盒子里的冰淇淋，笑着说：“当然，吴白镇里民风淳朴，大家秩序井然。俗话说入乡随俗，所以在镇子里的这些天里，还要请大家遵守镇子里的规矩。”校长年纪大了，说点话就累，他招了招手，一个不修边幅的青年走了过来。方明笑道：“大家不用紧张，
我们镇子里的规矩其实也不多。他双手插兜，把一条条规矩念了出来：一、晚上10点必须关掉房间里所有的灯；二、如果看到了地下室，而恰好地下室的门又是打开的，一定要记得点亮红色的蜡烛；三、要是在走道的尽头见到了抱着花的女孩，记住不要和她对视超过3秒；四、镜子能映照出自己的另一面，千万不要在午夜12点后照镜子；五、若是你的睡眠质量太好，梦到了一扇红色的门，千万不要打开；六、要是今天是晴天，一定要记住去外面走走，万一错过了美丽的风景，不是很可惜吗？当然，如果是雨天，就一定要记住待在室内。七、如果有黑色的动物在注视你，别害怕，你拿出一包肉送给他吃，他便不会攻击你。八、镇子里的图书馆、饭店、商店、电影院等公共场合会在晚上10点关闭，如果你发现他们开门了，不要走进去。九、如果你捡到了木头做的人偶，不要试图和他对话。10、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了让镇子里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请各位一定要记住，不要靠近我们镇子里唯一的学校。旅客们脸色一时间精彩纷呈，这么多的规矩，他们能不能立马记住是个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每一条规矩都多少有些诡异，让人不禁心里有了不安。如果违反了其中一条规则，会有什么后果？方明笑容可掬，我是镇子里的修理工，什么杂活都做点。各位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也可以来找我。方明看起来也是个很随意的男人，但没人敢贸然凭借他的外表就来找他。每个人都被安排好了房间。文思思住在2楼的第2间房，住他左边的是江渡，右边的是明部长，而文夭夭则是住在3楼，并且还和顾墨冷是邻居。文思思立马找上了文夭夭，夭夭，我和你换房间吧，我想和墨冷离得近一些。不久之前，文思思才和男友顾墨冷订了婚，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而且在陌生的地方，她想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文夭夭小心地抬起眼，看了眼不远处的明不长一眼，内向的她胆子不大，不想离那个轻浮的男人太近。然而面对姐姐的请求，她攥紧了手里的钥匙，又松开递过去。好，我和你换。顾墨冷却说话了，思思，不要为难你妹妹。文思思撇嘴，我怎么就为难了？顾墨冷轻声说，你知道你妹妹不像你胆子那么大，两边都是不熟的异性，她应该很害怕。文夭夭也听到了顾墨冷的话，她把头低得更低，抓紧了衣角。文思思十分任性，又是个恋爱脑，有些不情愿。顾墨冷无奈地说道，你不是答应我了，要学着变得成熟懂事一些吗？文思思不得不退了一步，抿抿唇说，好吧，那我不和她换房间了。思思，谢谢你。文夭夭的声音细小若蚊，和张扬的文思思走在一起，她确实是显得太弱了。明明房间就是她的，她还要向文思思道歉，这也太好欺负了吧。既然不能和女生换房间，那小姐不是能和这位先生换房间吗？所有人看向了说话的人。方明在柜台后翻着账本，一手撑着下颌，懒洋洋地笑了一下，别误会，我只是觉得既然大家都认为另一位小姐很需要人照顾，那姐妹俩住得近不是就更方便些吗？对啊。文思思反应过来，墨冷，我和你换房间，我和夭夭当邻居。顾墨冷看了眼那边的方明，点点头，说了一声好。他应当是个体贴的男人，可事实是这样吗？顾墨冷察觉到了未婚妻的妹妹害怕与陌生男人住得太近，却十分放心自己的未婚妻住在2个男人的中间。方明低头拨着算盘，眼里冒出了看好戏的恶趣味。闪电划破夜空，雷声轰隆隆的响起，夜雨就这样突然的下了起来。豆大的雨点砸在高大的树影之上，让本就恐怖的影子显得更加像是张牙舞爪一般，似乎是在庆祝又有了生人踏入，镇子里可以热闹起来了。闪电再次袭来，照亮了玻璃窗后站着的瘦长人影。黄色的雨衣很是宽大，笼罩了他高高瘦瘦的身躯，黑色长发像是水草似的凌乱垂下，几缕发丝糊在脸上，遮住了苍白的面容。冰冷的雨点从窗外飘进来，又落在了他的身上。没过一会儿，他那头黑色长发湿了一片，结成一缕缕的模样，还真像是可怕的索命水鬼。冷冷的雨水调动着他身体里的兴奋因子，黑色指甲的手颤抖着，指甲慢慢长长了许多，十分锋利。他的嘴角大大的弯起，2颗獠牙冒出了尖角，尤其是那双眼睛，黑得诡异。杀人的时间又到了。玻璃窗上映出来的黄色雨衣身影十分的模糊，便多了几分扭曲。由他身上散发的血腥味越发浓厚时，女孩从他身后跳起来，一巴掌拍上了他的头顶。他身影一个趔趄，差点撞在玻璃窗上。下雨了，让你来关个窗户，你在这里还装上了，雨飘了你一身，你不冷啊？他佝偻着背，低着脑袋，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把玻璃窗给拉上。好好的恐怖氛围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夏淼刚刚在准备试卷的题目，雷声响起后，屋子里就停了电。之前方明室友说过，老房子里年久失修，线路老化，打雷的时候很容易跳闸，所以他有在屋子里准备好蜡烛。好在停电之前，他已经把工作忙完了。夏淼慌忙让男友去关窗，自己则是去找蜡烛。拿着点亮的蜡烛再过来时，见到的就是男朋友呆呆的站在窗户这儿，吹风淋雨的傻模样。夏淼牵着他的手往卧室里走，嘴里嘀嘀咕咕，我们交往的时间也不短了吧？贵，你怎么还是改不了一看到下雨就想出去撒欢的毛病？长发男生的背也挺不直，走路慢吞吞的，像是个名副其实的拖油瓶。他盯着夏淼握着自己的手，动作迟缓的，非要掰开他的手指，再一点点的把自己又长又白的手指塞进指缝，与他十指相扣。下雨，好玩。温吞的声音照旧是延迟了3秒钟的时间。进卧室之前，夏淼停住步子，手里抓着蜡烛，转过身，神色不是那么高兴。
脱掉。他不动。下秒，我数到3，才刚数了一个数字而已，他已经笨拙的有了动作，把宽大的雨衣脱下来，里面穿着的是简单的白色 T 恤与黑色宽松的5分裤，脚上的一双蓝色塑料拖鞋有着可爱的小熊图案，与夏苗脚上的粉色拖鞋是一对。夏苗说：“把东西放好。”鳄龟听话的将雨衣搭在了旁边的衣架子上，与此同时，哗啦啦的掉下来了不少的东西，刀子、夹子、钳子，通通都是染上了褐色，就像是干透了的血迹一般。夏苗面无表情，鳄龟又慌忙蹲下身，把洒落一地的工具塞回了雨衣里。那件雨衣大概是有着异次元口袋，居然能被他塞进去那么多的东西，还不显得沉。做完这些事情后，他忐忑不安地盯着他，黑色长发的缝隙间能看到他黑色浓郁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夏苗有些暴躁地扯着他进了卧室，让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拿着一条干毛巾，命令他把脑袋放低一些，为他擦拭着湿了的长发。他的头发又多又毛躁，还那么长，打理起来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也多亏了交往以来，夏苗没少用护发精油，才让他的长发柔顺了那么一些。夏苗为他擦拭其他的头发时，他便抓着一缕被擦干了的长发，苍白的手指圈着发尾绕啊绕的，似乎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以后雨天没有我的允许，不许随意出门。他有些不情愿，很长时间都没应一声。夏苗坐在他的身后，揪了一把他的头发，他的身子也跟着歪了过来。几秒钟后，他说：“苗苗，我疼。”夏苗本来就脾气不好，没好气的松开手，说道：“就是让你疼，你才能长教训。我可不想再体验大半夜找人的痛苦了。你再敢玩雨夜失踪的戏码，我就和你分手。”这一回，他立马有了反应，回过头太急，以至于转了180度。不要分手！夏苗用手把他的脑袋掰回原来的角度。那你就不要惹我生气。几个月前，夏苗给了鳄龟追求自己的资格，他这人也很争气，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追求他。比如说，他在毕业典礼上一个回身，就能看到后面跟着一道影子。他的钥匙掉了，蹲下身捡起来时，忽然与水沟盖板的缝隙里的那双眼睛对上了目光。就连大半夜里，他在睡梦中忽然觉得鼻子有些痒，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是如黑色月华一般垂落散乱的长发。那道瘦长的人影就趴在天花板上，见到他醒来看到了自己，他似乎是害羞了，鼻梁周围的红晕加深，唇角慢慢裂开，抓着头发捂住了自己死白的一张脸。那时候的夏苗想，真他娘的可爱。这个狗男人的吸引力确实是太强了，每次见到他那颗小心脏就不听使唤的乱跳，就好像是他陷入了濒死的危机一般。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想，这一定是命运在催促他快点跳进坟墓。于是他决定答应他的追求，交往再同居一条龙，等他工作稳定了就去扯证。听好了，贵，你必须要让我有安全感，我才能放心和你结婚，所以你不可以动不动就玩消失。苗苗，一直，他艰难地吐出话语，黏着。他说的是一直都在黏着他。夏淼勉强高兴了点，为他擦完了头发，他把毛巾扔在了一边，从他背后抱着他，趴在他的身上，下颌搭在他的肩头，嘴里念叨：“你要知道，新闻里报道雨夜里死了人的消息时，你又不在，我会很担心你出事。”鳄龟说：“不会出事。”夏淼瞪他：“可是我会担心啊。”他担心是因为喜欢他。鳄龟低垂着脑袋，抿着的唇角抑制不住，不断的上扬，手指放弃了玩自己的头发，而是小心的捻着他睡裙的一角，冰冷的身体冒出来了热气，鼻梁周围的红晕又有了更深的变化。苗苗想做。他抬起脸，黑色长发下滑，苍白却又有了血色的面容，诡异又迷人。凭他的体格，大可以直接把他推倒，他却始终只敢抓着他的那一抹裙角。他吐出了热的气息，猩红色的舌若隐若现。可以做吗？夏淼想说不可以，因为明天他还要上班，但是他已经被勾出了邪火。靠，他这么可爱，谁能忍得住？夏淼扑过来，坐。他倒在床上，长发胡乱地铺洒着，把两个人都好似缠绕在了一起。他嘻嘻嘻地笑，直到裤子被扒开，他的笑声又变了味道，比女人还好听的气息回荡在空气里，好似成了专属于夏淼的阿芙蓉。或许是太舒服了，他的影子在微弱的烛光里有了不安分的扭曲，就好似并不稳固的身体里藏在皮肤下的形态等着冒出来。墙壁上的影子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卷住了女孩小小的身子。夏淼的声音响起：“龟，说好了的，放纵日以外的日子里不许用别的地方。”他略显失落的哦了一声，墙壁上尾巴似的影子从女孩的裙子里退出来。他又叫：“还有不许冒出多余的地方，一个就够了。”鳄龟抿着唇，又不高兴的哦了一声。夕阳西下之时，方小鬼约着所有的同学在街上的巷子里聚在了一起。他们6个人躲在一根电线杆后，一个个脑袋冒了出来，盯着不远处的那栋红房子的门。王玲玲小声地说：“这样真的有用吗？”袁小狼跟着附和：“如果被女魔头发现了我们算计她，她会不会又罚我们抄作业？”张大鱼说：“我不想抄作业。”宋小花瞥了眼方小鬼：“你说的办法最好是靠谱，否则要是我们都被女魔头记恨上了，你得负全责。”方小鬼横了一眼：“小爷我想的办法当然是无懈可击。”说着，他把畏畏缩缩的男孩推了出去。李木木上。李木木不想上，然而面对同学们殷切的目光，他只能硬着头皮慢慢的挪了过去。夏淼正在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走过去打开门，低下头见到了一个小不点男孩。
李木木黑漆漆的眼睛湿润润的，他仰着头，大概是畏惧于夏淼的淫威，害怕的吸了吸鼻子。好一会儿，他挤出一句话：“夏老师，我的钥匙掉了，我打不开家里的门，你可以帮我找找吗？”夏淼蹲下身问他：“你钥匙在哪掉了？”李木木指了个方向：“那边。”夏淼点点头，换了双鞋子，关上门，陪着李木木一起去找掉了的钥匙。女魔头出去了，快冲！方小鬼一声令下，几个孩子都冲了出去。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爬上2楼，从窗户里溜了进去。几个人落地之后，嘴里嘀嘀咕咕。女魔头今天上课的时候说了，卷子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办公室里没有试卷，所以她肯定放在了家里。但是女魔头会把试卷藏在哪里？上课的时候，女魔头也说了，她出的都是些很基础的题目，如果他们考试没有及格，她就得通知家长来学校一趟。笑死，他们像是会怕家长来学校的小怪物吗？女魔头微笑，家长不来学校也行，那以后我就多去你们家家访吧。几个孩子浑身一抖，已经能够想象女魔头在家长面前说自己坏话的样子了。不，他们拒绝家访，所以他们决定行动，来偷试卷。方小鬼站出来主持大局，我们分开找，宋小花和张大鱼去1楼，王玲玲和袁小狼找2楼，我去阁楼上找。他们分配了任务，各自朝着目的地而去。宋小花与张大鱼在1楼晃荡，他忽然搓了搓手臂，我觉得好像有人在偷窥我们。张大鱼说：“有吗？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女魔头是独居，这个屋子里不会有其他人了。”宋小花也觉得自己可能是想错了，她注意到了房门虚掩着的房间，那道黑色的裂缝简直是诱人进去窥视。她赶紧拽着张大鱼走过去，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了。2个孩子走进了窗帘紧闭、还没有亮灯的房间，2双眼睛瞟来瞟去。宋小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张大鱼赶紧蹲下来扶她：“小花，你没事吧？”宋小花疼得龇牙咧嘴，有东西绊倒了我。再回头一看，地板上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是在这个时候，宋小花注意到了床下有一缕黑色的长发，她眼前一亮，我就知道女魔头天天火气那么大，一看就是内分泌失调。看吧，她脱发，她很快就会秃头了。她赶紧去拽住那一缕头发，张大鱼跟着去抓头发，然而这一缕头发却越拽越长，到了最后，他们拽出了一颗毛茸茸的头颅。头颅脸色苍白，像是死去多时。突然之间，他那双眼睛睁开，咧开嘴，有了大大的笑容。宋小花脑袋爆炸开来，成了一朵红色大花。张大鱼浑身冒出了小小的触手，绷直的像是竖起来的毛。2个孩子抱头尖叫。2楼，王玲玲与袁小狼听到了叫声，2个人对视一眼，他们怎么叫得那么兴奋？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王玲玲与袁小狼赶紧往楼梯跑去，就在楼梯下，那儿正站着一道瘦长的人影，黄色的雨衣十分宽大，帽子笼罩住了脑袋，滴答滴答的水珠落在地板上，那黑色指甲的手上似乎冒着森森寒气，因为光线昏暗，看不出那滩黑色痕迹究竟是水还是血。王玲玲与袁小狼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黄色雨衣的身影转过身，帽子之下是空荡荡的黑暗，这道人影没有头啊！袁小狼与王玲玲同时冒出尾巴缠在一起，2个人抱在一起失声尖叫。阁楼里的方小鬼正沉浸在震撼里，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动静。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制不一样的利器，它们泛着漂亮的金属光泽，把方小鬼手里的那把钝了的刀衬得像是个垃圾玩意儿。方小鬼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前，伸出手摸摸墙壁上的刀，周围莫名有了悠悠的声音：“小鬼，小鬼！”方小鬼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四处张望，没有见到人，眼角余光却扫到了黑色的影子飘过。小鬼，小鬼！方小鬼头皮发麻，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什么人？你出来，我看到你了。突然背后冷风袭来，方小鬼转身瞬间对上了一张惨白而布满了裂痕的脸。鬼啊！方小鬼惊慌失措地往外跑，撞到墙，歪了脖子也没有注意。夕阳的光辉消失，天也彻底黑了下来。夏淼走回来时，恰好看见了几个孩子屁滚尿流的从家里摔出来的狼狈模样，他们一个个奇形怪状，哭天喊地的，嘴里还喊着妈妈有鬼的话。他好心走过去，弯下腰看着摔成一团的孩子们。孩子们一抬头，撞入眼帘的又是恐怖的一幕。女人用手机的灯光从下而上的对着自己的脸，长发散落，逆光让她的脸与轮廓变得扭曲而不自然，十分不协调。她慢慢地弯起嘴角，语气悠悠：“你们没事吧？啊，有鬼啊！”孩子们踉踉跄跄地爬起来，慌慌张张地四散而逃。夏淼站直身子，回过头，躲在一边的李木木打了个寒战，扭过身子也逃了。他了一声，伸出手，男人不知何时挪了过来，勾着背，弯着腰，把毛茸茸的头顶送到了他的手底下。夏淼摸了摸，不屑地说：“一群小屁孩也想和我斗？”他又问：“我的试卷保护好了吗？”鳄龟张开血盆大口，一只手伸进嘴里，又捅进了喉管，从里面掏了掏之后，拿出了一张试卷，还顺带捞出来了点别的藏起来的东西。月历月饼干哗哗哗地掉出来，他慌忙接住，在夏淼来抢之前，赶紧又把饼干都塞了回去。夏淼当作没看到他的小动作，他接过了试卷，又摸摸他的脑袋，干得不错。他抬起手捂住了嘴，挡住脸的黑发颤动，嘻嘻嘻的笑声阴郁可怕。晚上一到，这个世界就像是被危险的环境包围，所有的旅客正凑在没有灯光的大厅里，
复盘今天所做的事情。在顾墨冷的号召下，旅客们定下了共享信息的默契。如果白天有什么发现，大家可以相互交流，这样也好更快速地找出传闻里的那个坐落于白色玫瑰花海底的水晶棺材。顾墨冷说道：“大家都发现了什么？不妨说说吧。”秃顶男穿着西装，看起来像是个成功人士。他率先说道：“镇子里的图书馆存放着镇子里的年代史，翻翻那本书，或许会有收获。”一个身体瘦得像是竹竿的男人说道：“你翻过那本书了？”秃顶男摇摇头。管理员说：“那本书已经被人借走了。”瘦竹竿问：“是谁？”秃顶男回答：“是镇子里的老师。”不用想，那个老师肯定也是个怪物。江渡开了口：“我在镇子里转了一圈，这是我根据我看到的绘制出来的地图。他以前学过画画，画出来的地图十分的精准漂亮。”文思思拿过来看了眼，说道：“江渡，你画的挺不错的嘛，将来等我出书了，你来给我画插图。”文瑶瑶悄悄拉了拉文思思的手，江渡同学不喜欢别人把钱和他的画扯上关系。江渡从文思思手里拿走画，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文思思撇了撇嘴，他一直有个当文学家的梦，以后就想成为一个作家。虽说江渡和文瑶瑶是同学，但他和文思思并不是同学。文思思与文瑶瑶并不同班，文瑶瑶倒是不仅和江渡同班，还和顾墨冷是同班同学。明部长扫了眼大家：“你们就打探了这么没有用的消息？”有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开了口：“难不成你还打探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个女人外号小辣椒，身材火辣，眼神挺勾人。一开始明部长也想勾搭她的，但这个女人显然看不上她，而是频频朝顾墨冷暗送秋波，显然是觉得顾墨冷才是需要抱的大腿。明部长对顾墨冷并不服气，他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来了一份老旧的旅游手册，这可是我在垃圾堆里好不容易翻出来的东西，镇子里的旅游景点，这上面可记载了不少。所有人都忍不住盯着明部长手里的东西。顾墨冷说道：“我们说好了，有什么发现都应该共享的。”明部长：“那是你们说的，我可没有答应。”他两手插兜，不给顾墨冷面子，起身走上楼梯，又回头看了眼在场的几个漂亮女人，摸摸下巴，猥琐的笑道：“要是谁能让我高兴高兴，或许我也会愿意忍不住分享消息呢。”明部长心情不错，上了2楼。文思思有些着急：“墨冷，那个家伙不给我们看旅游手册，怎么办？”顾墨冷脸色不大好看，按捺着烦躁说道：“我会想办法。”快到10点了，大家只能陆陆续续回房间。等人少了，文瑶瑶忍不住鼓起勇气，站在了顾墨冷与文思思和江渡面前。“那个旅游手册很重要吧？我听那个人话里的意思，要不我去找他。”“你疯了，不许去！”文思思是个暴脾气，生气地说：“那个人又猥琐又恶心，多和他说几句话我都觉得恶心。”文瑶瑶被吼了一句，红了眼眶：“我只是觉得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所以我才……”文思思早就对文瑶瑶的眼泪免疫了，她还想骂几句，顾墨冷却出声：“好了，思思，你妹妹也是想帮忙，你别太过分了。”文思思一愣：“我怎么就过分了？”顾墨冷一听文思思的语气，就知道再说下去她又要发脾气，无理取闹，揉了揉眉心，他疲倦地说：“思思，你成熟一点吧。”他又对文瑶瑶说道：“思思比较任性，她说话急了点，你别介意，早点回房间休息吧，不要再想着去找明部长这回事。”话落之后，顾墨冷先一步回了房间。如果是以前，他还会好声好气地哄着文思思的大小姐脾气，但沦落到了这个诡异的世界，还要忍受死亡的威胁，他的耐心也没有那么多了。江渡看了眼眶泛泪的文瑶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递给了他，他个性清冷，也不说话。文瑶瑶接过纸巾，说了声谢谢。江渡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文瑶瑶小心地看着文思思：“我们也回去吧。”文思思生气地说：“我不用你管。”文瑶瑶自小就是强势的文思思的陪衬，她不敢再惹文思思不高兴，小声说：“那你早点回房间。”等楼梯间这儿只剩下文思思一个人了，她不争气地擦了擦眼睛，抹掉了跑出来的眼泪。她的未婚夫在外人面前居然不给她留一点面子，她心里的火山都要烧了起来。拨算盘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文思思狠狠地往那边瞪了一眼，脚步噔噔噔地冲上了楼梯。莫名其妙被瞪了的方明不解地挠了挠头发，不明白自己看戏而已，是哪里惹人厌了？叔叔，有鬼！女魔头家里有鬼，吓死人了！突然冲进来的孩子打破了寂静，他一把扑在方明怀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可见被吓得不轻。方明看了眼小侄子歪掉的脑袋以及跑得太急从眼眶里掉出来的眼球，他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把眼球给侄子装回去。你又不是人，有什么好怕的？而吓哭了小孩子的那个被女魔头藏起来的鬼，此时被女魔头强硬地抓着走进了镇子里唯一的卫生院里。医生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半夜里准备去旅店上班，临时有了看病的人，只能坐下来为病人诊治。看着不久之前拍出来的片，老医生推了推眼镜，这个片子，夏淼紧张地问：“怎么样？”“不太乐观。”长发男人弯腰驼背地坐在夏淼旁边，低着脑袋，阴森森的，却偏偏又乖巧的不像话，眼珠子偶尔转动一下，抓着他的裙角不放手。夏淼不安：“医生，难道他牙疼还是因为身体里出现了其他的病症才引起来的吗？”老医生把片子拿给夏淼看：“你看他的身体里，肋骨外翻，器官被挤压变形，整副骨架子都扭曲了，情况不妙啊。他的片子里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暗影浮现，就像是身体里装了许多不属于他的东西。”夏淼慢慢的皱眉，随后说道：“医生，你再等等。”他扭头看着他，张嘴：“
鳄龟慢吞吞地张开嘴，露出了锯齿状的牙齿。夏淼又说：“再张大一点。”他啊呜一声，嘴巴裂开，有一个脑袋那么大。夏淼站起来，一只手捅了进去，不知道他在里面是怎么翻搅的。他艰难地发出了模糊的笑声，身体也在颤抖着，含糊不清地说：“淼淼，好痒。”夏淼没好气地说：“别动。”他不敢动了。2瓶旺子牛奶被掏了出来，3包月丽月饼干被掏了出来，然后是4包坚果。老医生推眼镜的手停住，突然之间，夏淼身体一颤，猛然间抓出了3只活蹦乱跳的松鼠，它们一溜烟的就跑没了影。夏淼惊讶：“你连松鼠都抓？”鳄龟迟钝地说：“昨天淼淼抱怨这儿没有3只松鼠，想吃。”夏淼表情一言难尽。他说的3只松鼠是这个3只松鼠吗？夏淼手里突然又摸到了什么东西，他2只手都伸了进去，费力地提出来了一个笑哈哈的桶装水，但里面的水看起来可不像是矿泉水。他问：“这里面的是什么？”鳄龟老实回答：“淼淼洗澡，香香，是他的洗澡水。”夏淼面无表情。老医生鼻梁上的眼镜终于掉了下来。现在人类谈的恋爱都这么颠了吗？10点之后，房间里就得熄灯，旅客们牢牢地记着这条规矩。10点之前回了房间，关了所有的灯。然而，在10点过1分的时候，还是有尖叫声传了出来。房间里的人们俱是身体一抖，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文思思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抱着被子瑟瑟发抖。他听到那道声音应该是从楼下传来的，而且还是女人的叫声。那么出事的人就应该不是文夭夭或者是顾墨冷。纵使如此，一想到真的有可能死了人，他还是深深地感觉到了不安。这时，文思思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了敲门声。这个时候，谁还会随意走动？文思思小心地把门推开了一道缝，借着月光，模糊地看到了一道男生的身影，是江渡。文夭夭，你没事吧？文夭夭从房间里小心地冒出了半个人影，小声地说：“我没事。”说是没事，但他的身体和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他本来就胆小软弱，一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吓得都哭了出来。文思思在门缝里偷窥，按到江渡看上去冷冷清清的，原来是喜欢文夭夭。他能够冒着危险在这种时候来关心文夭夭，可见文夭夭在他的心里有多重要。文思思想到了顾墨冷，心情顿时有些难受。起初交往的时候，顾墨冷可谓是对他百依百顺，然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顾墨冷对他有了些不耐烦。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文思思和他想象里的模样越来越不一样了。但他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是这种个性，他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文思思难过的关上门，于是也就没有看到楼梯那儿又走上来了一道身影，正是顾墨冷。顾墨冷见到江渡站在文夭夭房前，脸色顿时变了变。文思思一个待在黑暗的房间里，确实是害怕。他喝了口水，躺在床上，把被子蒙住脑袋，以为自己就要这样熬个通宵。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不清，直至最后他睡了过去，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做了个梦，自己站在红色的房门前，手脚冰凉，出了一身的冷汗。镇子里白天还是晴空万里，半夜里又突然下起了毛毛细雨。旅馆里的女人的尖叫声太过惨烈和高昂，传到了街道上。夏淼抬起脸，不解地盯着捂住自己耳朵的男朋友：“你在干嘛？”鳄龟迟钝地说：“打雷，害怕，闪电都没有，哪里来的雷？”夏淼拍开了他的手，嘴里嘀嘀咕咕：“要不是你牙疼，我们也不用大半夜的还在外面。听说这个镇子里偶尔会有山上的野兽出现，是会吃人的。”提到吃人2个字，他脸上恰到好处地浮现出害怕的表情，语气浮夸，还张开手，像是爪子一般，试图吓他一把。鳄龟反应了一会儿，眼睛慢慢睁大，刻板的表情看起来又呆又傻。吃人，害怕。夏淼抱住了他的手臂，所以你以后就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牙齿，这样我们就不用半夜出来，也就没有可能遇到吃人的野兽。他眼珠子转转，点点头。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夏淼赶紧跳起来，趴在他的背上，他那宽大的雨衣掏了出来，把2个人都给套上了，背着夏淼，他任劳任怨地往前。夏淼有些昏昏欲睡，冷风一吹，淅淅沥沥的雨声让他又清醒了过来。再睁眼一看，他的表情一言难尽。鳄龟正仰着脑袋，张开嘴，嘴里发出啊的声音，像是只雨天里的傻狗一样，接着天上掉下来的雨水。啪的一下，夏淼的手拍上他的下巴，把他的嘴给合上。你要我说多少次，雨水是很脏的，吃了会生病的哦，不许吃。他哦了一声，低下脑袋，有点可怜，又有点委屈。以前都吃，解渴，没事。夏淼抓着他的2缕头发拉了拉，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归我管。我说不能吃的东西就是不能吃。龟眼眸突然有些发亮，有人管我？对啊，我管你。也不知道这句话是戳到了他的什么地方，他的黑色头顶上突然翘起来了一根呆毛，摇摇晃晃的与他黑漆漆的眼睛里的光点相呼应。他很高兴。淼淼想坐。夏淼赶紧捂住他的嘴，公共场所里，你能不能别这么奔放？他歪着脑袋眨了一下眼。交往之初，龟嘴里一个字都蹦不出，就像是因为缺乏和人交流，所以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夏淼有时候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什么，于是夏淼告诉他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欲望，想和他做的时候便会直接说出口。但偏偏他觉得他这样更可爱了。夏淼凑到他的耳边：好吧，你喜欢下雨的时候出去玩，如果把我伺候的高兴了，今天晚上就允许你在外面玩一会儿。
他眼睛发亮，迟钝的身体忽然健步如飞一般，迅速地往家的方向跑去。凌晨过后的旅馆安静的可怕，藏在黑暗里等着旅客们违反规矩的怪物们兴奋地搓了搓手。太好了，我都好久没有和人类玩过了，我还没有饱呢，我还想多杀几个人。这一批羊羔里的蠢货好像特别多，他们小声地凑在一起，嘻嘻嘻地交流着恐怖的话题，还未散去的血腥味包裹着这儿，让气氛变得更加阴森沉闷。他们正欲再次行动，滴答滴答的水声在楼梯那儿传来。藏在黑暗里的怪物们一起回头，见到了一道瘦长的身影，黄色的雨衣滴着水，帽子之下漆黑一片，看不清那人的脸，隐约可见一缕黑色长发自胸前垂落。他身影模糊，但可以感觉到寒气森森，尤其是那只黑色指甲的手上抓着的利刃，还残留着褐黑色的血迹。黄色雨衣的身影抬起头颅，长发遮掩下的苍白面容，五官扭曲，缝合线般的嘴高高扬起，尖牙冒了出来。也正是他这一抬头，可以见到他白皙的脖颈与锁骨上有着点点红色的痕迹，淫靡不堪。但与他身上那充满着狠狠被疼爱过后的迷乱感相反的是，他此时蓬勃而出的恶劣的趣味。他抓着刀慢慢往前，嘻嘻嘻的笑声像极了催命的丧钟声。没过多久，旅馆里传来了鬼哭狼嚎的动静。第二天天一亮，旅客们确认了死的人是那个有着小辣椒外号的女人。她死得很惨，内脏都没了，整个人呈大字似的躺在被鲜血染红的床上，眼睛还睁得大大的，表情停留在了可怕的模样，令看到的人感到了心惊。小辣椒不是傻子，房间里的灯都是关了的，那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众人观察了一圈，最后顾墨冷注意到了床上的手机，他按了一下，屏幕亮起，还停留在收到了新消息时的弹出界面上。顾墨冷抓着小辣椒的手指解开了指纹锁，消息界面也完整的浮现了。那是一个微笑的表情图案，并没有文字消息，上面显示这条消息是昨天晚上10点01分发过来的。顾墨冷说，规矩里说晚上10点后不能亮灯，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刚刚收到了新消息，所以屏幕亮了一下呢？其他人背后发了，秃头男，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故意害他？瘦竹竿打了个哆嗦，不会吧？江度问，能看到给他发消息的人是谁吗？顾墨冷摇摇头，是个陌生的账号，看样子是个才注册不怎么的新号。文瑶瑶胆子小，不敢进房间看到那血腥的一幕，她只能待在屋子之外，小心地看了眼同样不敢进去的文思思。她小声说，思思，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你的黑眼圈好重。文思思面色憔悴，没有吭声。她正在后怕，如果在梦里她打开了那扇红色的门，破坏了规矩，是不是也会像小辣椒一样死状凄惨？大概是被自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夏淼发现今天的熊孩子们很听话，老老实实的听课，老老实实的写作业，还时常会用异常尊敬的目光看着自己。夏淼浑身舒坦，他坐在办公室里改作业，林主任找了过来，夏老师，校长说你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特意叮嘱了我，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我说。林主任提着一篮水果放在了桌子上，热情地说，我们镇子是比较偏僻，和城里的生活是比不了的，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谢谢校长和林主任关心，我对镇子里的生活很满意，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夏淼悄悄地拿了个苹果，伸到了桌子底下，很快就被猩红色的长蛇卷走。他的手停留在毛茸茸的头顶上，用撸猫的手法摸了好几下，蜷缩着的一团身影犹如变态似的，眼睛舒服地眯起，还主动地蹭了蹭他的掌心。林主任略显忐忑地坐在了夏淼对面，他清清嗓子，组织了一下语言后，委婉地说道，夏老师有对象了吗？夏淼点头，有啊。林主任又咳了一声，想必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夏淼笑着说，对呀，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很欢迎夏老师带家属来，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引进人才的政策，可以帮员工家属解决就业问题。闻言，夏淼有些异动。林主任努力笑得和蔼可亲，其实方明不止一次提过，镇子里就他一个修理工，实在是忙不过来，他也很要个同伙，不是同事。我们镇子里开的工资也不低，夏老师，你看你男朋友能不能考虑一下呢？夏淼兴趣高涨，我会和我男朋友好好聊聊的，有了答复以后我就告诉你。好的，好的。林主任略显卑微地离开了办公室，到了门外，他按住了自己的脖子，这儿还有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缝隙。镇子里的居民已经很久都没有体验到身体七零八落的滋味了，他们当然也想不到当年好不容易被大家送走的瘟神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个老样子，一无聊就喜欢到处霍霍，昨天晚上没少居民遭到了毒手，如果给他找点正事做，让他好好消耗精力的话，他应该就不会那么无聊到处砍人了吧。林主任泪流满面，当初以为招进来的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老师，结果他们招进来的不知道是哪路大神，居然能够和那个变态谈恋爱，这一定是疯子吧。办公室里没了外人，夏淼赶紧推开椅子蹲下来，漂亮的眼睛兴奋地盯着蜷缩在里面的人。鳄龟，有工作找你呢。鳄龟一个高大的身躯，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可以把自己塞进任何狭窄的空间里，但夏淼觉得这很合理，毕竟他都能穿越了，他的真命天子有点与众不同的特殊能力，那也是理所当然啊。男生的长发凌乱的散落，缩在小小的办公桌底下，他也不觉得难受。两只黑白分明的手捧着红彤彤的苹果，已经咬了一大半，他红色的舌尖冒出来，舔了舔湿润的唇角。夏淼身随意动，在他挤了过来时，他已经自觉地一手抚开糊在脸上的长发，露出了微冷的唇。被他吻住的时候，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似的高兴的声音。
夏淼的心一下子变得软软的。这个吻结束后，他问：“你愿不愿意去工作？”鳄龟把苹果送到了夏淼嘴边，给他咬了一口。他粘过来，像是复古的妖媚，与他贴在一起。上班好累，可是你得学会做一个靠谱的大人啊。夏淼扶着他的肩膀，让他坐直了身体，而不是歪歪扭扭没骨头似的。龟，我们说好的吧，等我工作稳定了就结婚。鳄龟浑身都有了精神，软趴趴的身体直了起来，长发像是突然炸开了的猫毛，也变得蓬松了起来。他的眼珠子颤抖地盯着夏淼，嘴里不断地冒出卡顿似的声音：结婚，结婚，结婚，结婚。对呀，你也想和我结婚的。他脑袋蹭过来，还是重复着一样的词汇：结婚，结婚，结婚。夏淼推开他的脸，所以结婚之前我们需要买个婚房，要是用我爸妈的钱，你将来肯定很难抬得起头了。我们要攒钱买房才行。他脑袋一歪，房子。夏淼郑重点头，没错，要房子。鳄龟眼珠子转了转，接着他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张开嘴，嗷呜一声，两只手伸进去，掏出来了一个大大的纸箱子。然后他手脚并用地爬进这个十分破旧而有年代感的纸箱子里，缩着身子，双手搭在边缘，冒出了半个被长发遮住脸的脑袋。发丝缝隙里，他的眼睛弯了起来。我有房子。阴森森的大男人像是被遗弃在纸箱子里的小动物，他却好似并没有被遗弃的自觉，而是幸福地扬起了毫无血色的唇角。妈妈，给我住的房子。夏淼呆呆地看着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鳄龟见夏淼没有动静，奇怪地眨了一下眼。淼淼。夏淼回过神，随后一手把他往旁边推了推，接着随着他的样子钻进了纸箱子里，陪他一起蹲着。他不像是鳄龟，身体可以伸缩自如，扭曲成不同的模样，所以他蹲在纸箱子里看起来怪难受的。鳄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莫名有了一种奇怪的羞耻感，就好像是自己不堪的一幕展露在了他的眼前。淼淼，出去。他抓住了他的手，要把他往外面拉。夏淼却固执地说：不要，我要和你一起。他唇角轻抿，淼淼，难受。夏淼往他怀里钻，那你把我抱紧一些，我就不难受了。他果真是信了他的话，听话地张开手，用全部身体接纳他，将他完完整整地搂得紧紧的。夏淼趴在他的怀中，能够感觉到森森寒气。他又一次感慨，果然，要是夏天抱着他睡觉，一定可以省不少的空调费。夏淼戳了戳他的脸，你以前就住在这个小房子里吗？他缓慢地点头。夏淼告诉他，以后我都带你住大房子，有舒服的沙发，超大的床，还有浴室里的大浴缸，总之你喜欢的东西都得有。鳄龟慢慢地握住他的一只手，与他十指相扣，艰难地说，还要淼淼。夏淼笑出声，那是当然了，大房子里肯定会有我陪着你。于是他也露出了笑容，苍白的面容上，鼻梁那儿的晕红越发鲜活生动。屋子里阴风阵阵，吹动了他黑色的长发，颇有一种恶鬼将要想张牙舞爪的恐怖感。夏淼抓住了糊在自己脸上的一缕长发，龟，我给你梳头发吧。他拉着他从箱子里走出来，让他坐在了椅子上。鳄龟是能爬着就不会站着，他的背脊时常挺不直，低着身子和脑袋，模样不怎么阳光，让他端端正正的坐着，确实是为难了他。没过多久，他两只腿搭在了椅子上，双手抱着腿，下颌搭在膝盖上，身体又缩成了一团似的。只有夏淼触碰到了他的头发时，他的眼珠子才会动那么一下。他的头发太长，发尾几乎到了他的脚踝，打理起来确实是麻烦，但这些日子里精细的养着，他的头发好歹没有之前那么枯燥了，最起码用梳子可以理顺，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毛躁的头发直接让梳子都崩断了好几根池子。随着一缕缕披散着的长发被女孩的手拢在了她的脑后，她那张死白的面容完全暴露在了空气里，五官清秀，面容干净，少了几分阴沉，反而是增添了几分朝气与活力，顿时清爽了不少。夏淼把她的长发绑成了马尾，再低下脑袋看她，鳄龟，你好好看。鳄龟把脸埋进了膝盖，那双耳朵红彤彤的，鲜艳欲滴，却怎么都遮掩不住。他在害羞，不想让他看到自己丢脸的样子，但那只握着他的手却是一直抓得死死的，不肯放开。他把脑袋埋得紧紧的，眼角的余光却还是不经意间瞥到了那个老旧的纸箱子。那是他的房子，小小的，一点也不大。下雨的时候是湿淋淋的，出太阳的时候是火热热的。一直以来，他都不觉得自己的房子有什么问题。但和夏淼在一起后，他学会了睡觉不应该是缩在墙缝里，而是应该趴在床上，被他手脚并用的抱着。他学会了进食的时候，不应该是蹲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而是应该坐在餐桌边，用手抓着筷子，把美味的食物塞进嘴里。当然，在此过程中一定要记得，如果还剩了最后一块肉的话，他必须要记得把肉放进夏淼碗里才行。如果他吃掉了最后一块肉，他一定会生气，但是先把肉放进他的碗里，他就会高兴了。他一高兴，便会又把最后那一块肉送进他的嘴里。他也学会了自己不可以用脏兮兮的模样到处乱走，他要定时洗澡，保持清爽干净。于是他爱上了洗澡，因为通常他不会关浴室的门，慢腾腾的把衣服脱下来时，路过的夏淼就会按捺不住的扑过来，最后陪着他一起躺在了浴缸里。而这么多的事，在他那个收藏了许久的房子是做不到的。鳄龟眼睫颤动着，黑漆漆的眼睛里有着光点闪烁。许久，他闷声说：“我要上班。”夏淼意外的看他，他抬起脸，眼眸有些润润的，清澈干净，又在熠熠生辉。赚钱买大房子，淼淼。夏淼说：“你要赚钱买大房子给我。”他点头，又
喂一声，夏苗只觉得一颗心忽然就软了下来，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张开手环抱住他的身体，灿烂的笑道：“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日暮时分，外出打探消息的旅客们慢慢的回到了旅馆。明不长和其他人相比更显轻松，他就等着其他人来讨好自己，从自己手里拿到那本旅游手册，看看是什么模样。在他看来，这个被迷雾包裹着的镇子可真是个好地方。不管那些人在外面是多么光鲜亮丽的身份，一来到了这里，那才算是所谓的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目前看起来是团队合作精神挺好的，但是等人越死越多，背地里的暗流也才会更加汹涌。平日里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不是自诩为正人君子吗？等死亡来临，只怕他们比他还会更加的丧失人性。明不长步伐轻松，眼前忽然一亮，旅馆门口蹲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看起来有些无聊，所以盯着摆放着的一盆开得灿烂的花打发时间。她很漂亮，在夕阳光辉里仿佛是在发光。明不长记得她当初和他在大巴车里有一面之缘，后来他被镇子里的人带走了，他还想着他肯定是没了，现在意外的再看到他，难不成他是逃了出来？明不长第一喜欢钱，第二喜欢女人，姐妹花有顾墨冷与江渡守着，他难以靠近，小辣椒又死得那么早，好不容易看到了没有主的名花，他顿时激动了起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明部长热情地凑过去，你还记得我吧？我是明部长啊，当初你被人带走了，我还担心来着，还好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他太急切，一只手就要搭在夏淼的肩膀上，夏淼起身退了2步，避开了他那只要乱碰的手。我和你认识吗？明不长收回手，也不尴尬，他呵呵呵地笑了几声。同是天涯沦落人，就算我们不熟，多相处相处也就熟了。夏淼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普通无奇还格外自信的男人，以前就算是学校里的男生想追她，也不会表现得这么猥琐。他不想搭理明部长，转身走进了旅馆。明不长还想追进去，顾墨冷一行人后一步回来了，也不知道顾墨冷和姐妹花一行人出去发生了什么。总之回来的时候，江渡把文夭夭背在了背上，文夭夭的脚踝很红，看样子是扭到了，她红了眼眶，越发楚楚可怜。文思思的表情很难看，就像是一根炮仗似的，很容易被点燃。顾墨冷说道：“思思，你不应该再闹脾气了，如果不是为了救你，夭夭也不会受伤。”文思思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难道是我求着让他来帮我的吗？再说了，我已经说过谢谢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顾墨冷眉头微皱。思思，你要知道，你冒冒失失的，如果不是夭夭在你底下当垫背，你可能会摔得更惨。文思思本来就不是个好脾气，生气地说道：“我都说过了，是有人推了我一把，我才会从山坡上滚下去，并不是你说的什么冒冒失失。”文夭夭小声说：“思思，顾大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够好。”江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现在也忍不住说了一句：“好心没好报的事情做多了，有时候也是一种愚蠢。”文夭夭抿抿唇，软软的脸蛋上浮现出失落：“对不起，是我不够聪明。”江渡的话与其是说文夭夭愚蠢，倒不如说是在阴阳怪气另一个不知感恩的人。顾墨冷看着文思思的眼神也有了变化，思思向夭夭道歉。文思思恼怒地踢了一脚顾墨冷：“要道歉你去道吧，我没有错。”话落之后，他转过身跑远。文夭夭担心地说：“天快黑了，思思去外面不安全。”顾墨冷不以为意，他怕黑，过一会儿就会回来了。明不长本来就看顾墨冷不顺眼，看了一会儿热闹之后，他讥讽：“顾先生，你不去追吗？小心老婆跟别人跑了。”顾墨冷早就察觉出了明不长对文家姐妹很感兴趣，他冷着脸看过去，警告说道：“你管好自己就行，如果被我抓到，你敢对他动手，我不会放过你。”明部长是个龌龊的人，当然最能够感觉出他人龌龊的心理。他扯扯嘴角：“你说的他是哪个他呢？”顾墨冷没说话。明部长了一声：“别以为这个世界就你们这边的姐妹会才引人注目，我可是有了更完美的追求对象，比你背上那个可是要好多了。”他说的是江渡背上的文夭夭。文夭夭本来就文静内向，他低垂着眼睛，也不知道是如何回应。明不长悠哉悠哉地往旅馆里走，听说那个女人是姓夏吧？我手里的那本旅游手册正愁不知道该和谁分享呢。这个镇子可真是个好地方啊！要是换作在外面，我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与这么漂亮的大小姐接。他话音未落，一只苍白的手突然出现，按住了他的脸。砰的一声，明不长的身子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他双脚离地，身子悬空，而那只抓着他头颅的手冰冷惨白，宛若尸体，指缝间只能看到明不长几乎要突出眼眶的眼球，布满血丝，满是惊惧。这是一个身形纤瘦的年轻男性，黑色长发被绑成了青春活力的马尾，藏蓝色的卫衣，黑色长裤，白色运动鞋都是很基础款的搭配，分明如同一个普通男大。本该是热情洋溢的年纪，此刻却浑身冒着森森寒气，阴冷可怕。他出现的太突然，并且他一只手掐住人的头颅，就将整个人都提起来的模样，实在是太骇人。其他人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对上他那黑漆漆的眼睛，明不长头皮发麻，他有一种感觉自己的命很危险。明不长艰难地发出声音：“我
没有，违反规矩。啪叽一声之后，明不长的身躯犹如破布娃娃一般掉落在了地上，脖子处凹凸不平的切口喷射出鲜血，染红了地面。顾墨冷与江度戒备的往后退了好几步，文夭夭更是把脸埋在了江度的背上，不敢抬头多看一眼。恶龟松开手，烂成泥一般的东西啪嗒啪嗒的掉落，他又恢复成了弯腰驼背的阴郁模样，从口袋里摸出了纸巾，一点点的擦着手。他做得很认真，仿佛是在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不久，他往后看了一眼，藏在树后偷看的几个孩子们浑身一颤，赶紧缩了回去。宋小花，太可怕了！那个女魔头养的小白脸，张大鱼，完了，我们以后在女魔头这里肯定翻不了身了。袁小狼，怎么办呀？难道我们就这么认输了吗？王玲玲，呜呜呜！自从他来了之后，每天的作业都要抄生字，好累啊。李木木，我觉得没有人在意李木木，而是齐刷刷的看向了孩子王方小鬼。你说怎么办？方小鬼皱着眉冥思苦想，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不如让我小叔用美男计去扇了小白脸，只要我小叔成功上位，以后女魔头就是我婶婶了，她一定就不好意思对我们这么严厉啊！方小鬼的脑袋忽然被一只手重重的敲了一下，不由得惨叫出声。方明黑着脸，臭小子，你小叔我还是一个黄花大闺男，你就叫我去当小三，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顾墨冷与江度深深的感觉到了不妙，这个突然莫名出现的怪物，很明显就没有遵照镇子里的规则，就这样随心所欲的杀了人。而且他杀人的手段是那么的可怕，毫无征兆，毫无杀气，比起那些可怕的怪物，会让人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突然杀出来的，压根就让人感觉不到杀机的怪物，才会更加令人感到害怕。有清洁工走过来，把残缺不全的尸体清理干净了，恶龟的手也擦干净了，他随手把纸巾一丢，恰好进了清洁工的垃圾桶里。这个时候，旅馆里也跑出来了一个女孩。恶龟，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恶龟慢吞吞地说，上班好累，吹风。夏苗踮起脚尖，摸了摸他的脑袋，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第一天上班辛苦了，没关系，你觉得累是应该的。今天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原来今天是恶龟第一天上班，他现在跟着方明当学徒，哪儿有需要就跑去哪里。夏淼一下班就来了旅馆，等着接他一起回家，他又怕恶龟会不好意思，所以他打算在门口等到他下班为止。然而明不常来搭讪，他觉得烦，于是进了旅馆。才刚刚和恶龟见了面，不过一转身的功夫，龟就不见了。夏淼到处找人，最后在门口找到了恶龟。不久之前，恶龟才面无表情的用残暴的手段杀了人，然而现在他弯腰驼背，低着脑袋任人抚摸的样子，又像极了一只乖顺的小动物。夏淼注意到了不远处有着两男一女，他拉了拉恶龟的衣角，他们是你认识的人？恶龟摇头，于是夏淼也就收回了探究的目光，与恶龟牵着手，笑着说：“我们回去吧。”恶龟眼睛发亮的点头，乖乖被夏淼牵着走。如果他们没有记错的话，夏淼似乎是和他们坐同一趟车来的镇子，但下车后他就被镇子里的人带走了，所有人都以为他凶多吉少，可他现在还活着，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他们好像很亲密。文夭夭悄悄地抬起头，见到那个前一秒还能残忍行凶，后一秒却能乖顺如小绵羊的诡异男生，目光在偏移。他盯着夏淼的背影好一会儿，又重新低下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夜色渐深，为了奖励恶龟第一天上班，夏淼特地把这个月的放纵日多加了一天。从浴室里出来时，夏淼是被恶龟抱在怀里的，他有气无力，睡裙外的肌肤上还可以见到磨蹭出来的红痕，那一圈圈紧压出来的痕迹还有点起伏不平，那是因为坚硬又冰冷的鳞片磨得久了，又一圈一圈的收紧，才留下了这么多的印记。夏淼趴在他的怀里，懒洋洋地说：“太累了，比我上班1个星期还累。”就这么一说话，他舌根都好像在疼。恶龟低下脑袋，蹭了蹭他的脸，不累，舒服，淼淼喜欢，很紧。我知道了，我是很紧张。夏淼赶紧捂住他的嘴，生怕他再说出一些限制级的东西。这话要是传出去，那他也不用做人了。恶龟无辜地眨了一下眼，抱着夏淼窝在沙发上，两个人挤在一起，渐渐地模糊了两个人身上不一样的温度的界限。夏淼忽然感觉手心被舔了一下，赶忙收回手，他又低下了头，一下下的亲吻在他的唇角，如同啄木鸟似的，还邀请着他的手再往自己衣服里放放，然后又摸一摸，他会很舒服，很舒服。夏淼在心猿意马之际，及时的退后抽身。不久之前，浴缸里的水才换了一缸又一缸，他可实在是受不了了，得需要时间再缓缓。恶龟的目光颇为幽怨，夏淼清清嗓子，以后再陪你玩，今天不行。恶龟哦了一声，长长的额发坠落，又遮挡住了他那黑润润的眼睛。夏淼从茶几上的杂物里翻出了2个红色的一字夹发卡，他直起身子凑近，误以为他是想亲自己。恶龟眼里亮起了星星，唇角张开，粉色的舌尖又要冒了出来，夏淼却一巴掌合上了他的嘴，老实点，别乱动。他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果真不敢乱动，只敢用一双眼睛看着他忙活。夏淼用发卡别住他的额发，再用另一根发卡固定，2个一字夹发卡成了个斜十字，鲜艳的色彩与他乌黑的头发还挺配。他有些不习惯，摸了摸头发上的东西。夏淼笑起来，龟真好看。他眼眸颤动，不好意思的半低着脑袋，小声说：“我不好看。”夏淼捧起他的脸，目光在他的面容上游弋。龟的头发好看，毛茸茸的，像是小黑猫。龟的额头好看，光滑干净，
鳄龟的眼睛好看，里面藏了星星，会闪闪发光。鳄龟的鼻子好看，这儿的红晕，它的指腹落在这儿，笑意盈盈，像苹果一样红彤彤的，很漂亮。还有鳄龟的嘴唇，这里也好看，亲起来的时候会很舒服，很舒服。他每说出一个字，就像是一把小锤子，在他那干枯变形的心脏上轻轻地敲击了一下。而他的手指每触碰到他的一处肌肤，他便会浑身发麻。尤其是他那欢喜的目光，热情洋溢。鳄龟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要燃烧起来，从头到脚都热得慌。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夸奖，忽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消化和应对，只能抓起一个抱枕，把脸埋了进去，借此来逃避他那可以把他烧起来的视线。他想，淼淼真的好厉害，明明他的手里没有拿武器，小身板力气也不大，却每一次都能让他产生一种濒死感。于是，在下一秒发现自己还能睁开眼睛时，他又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庆幸。原来自己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原来有人用那么热烈的目光看着他，并不是真的为了杀了他。他从抱枕里冒出一双眼睛，淼淼，下秒就挨着他的身体，笑着问：怎么了？忍不住了？那就不忍了吧。他这句话刚说完，沙发忽然被重物压得往下一沉，庞大而极黑的尾巴无法被小小的沙发承受，不小的体积倾泻在了地板上，又团团的堆积起来，把夏淼和他自己紧紧的缠在一起。空气里忽然多了几分阴冷潮湿，还多了点奇怪的腐烂味与水腥味。尾巴上的鳞片因为太激动，偶尔会有点竖立，宛若大黑猫炸了毛一般，那锋利的边缘可以轻易割开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然而此刻这条尾巴正顺从地缠绕着女孩的身体，正如利剑护着玫瑰一般，只是在贪婪地禁锢着自己的所有物。他的头颅低下，蹭着她的脸颊，故意让自己人类身躯与野兽身躯的分界线那儿暴露在他的眼前。那紧瘦的腰身之处，冰冷的鳞片与人类肌肤的分界线模糊不清，却偏偏成了最勾引人的隐秘所在。夏淼果然没有忍住，伸出手去触摸着平日里本就爱不释手的地方。他下颌搭在他的肩头，嘻嘻嘻地笑着，尾巴尖尖偶尔贪玩似的擦过他的脸颊，又摩挲过他的锁骨，嘴里笨拙的声音格外黏黏糊糊。还要淼淼，嘻嘻摸我。明不长死了这回事，没有人为他感到感伤，反而还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件不错的事情。秃头男和瘦竹竿两个人一起行动，是为了有个办好状态。他们想溜进明部长的房间，他找那本旅游手册。只要有了那本旅游手册，总比到处找消息像个无头苍蝇似的要好。他们刚刚到了2楼，恰好见到了路过的顾墨冷。顾墨冷停下脚步：这么晚了，你们还在外面乱走，不怕危险吗？秃头男和瘦竹竿都有些心虚，赶紧找了个借口：我们是太害怕了，所以才想来找你商量商量。顾墨冷冷淡说道：我还要去找人，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等顾墨冷一走，秃头男和瘦竹竿都松了口气。秃头男说道：他这么晚了要去找谁？瘦竹竿说道：难道你不知道吗？顾墨冷和他未婚妻吵架了，他未婚妻到现在都好像没有回来。秃头男啧啧两声，顾墨冷未婚妻那么漂亮，他还有啥不满的？吵什么架？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本旅游手册。两个人进了明不长的房间，到处翻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发现那本旅游手册。两个人对视一眼，完了，明部长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进棺材里了吧？就快要到10点了，他们也不敢在外面待太久，只能藏着不甘心，赶紧往回房间的方向而去。在走道的尽头，女孩的身影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手里还抱着一盆花，像是在晒月光。那飘忽不定的身影让人头皮发麻。瘦竹竿与秃头男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条规矩，千万不要与抱着花的女孩对视超过3秒钟的时间。女孩不知道在阴影里念叨什么，她烦躁地抓了抓脑袋，忽然间她的脑袋掉进了花盆里。她抬起脖子，花盆里那朵红色的大花在她脖子上同时抬起。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她的脑袋不过是拟态，她抱着的这盆花才是她的头。敕勒川，阴山下，阴山下。只见她慢慢转过了身，花瓣里冒着无数獠牙，一张一合。阴山下的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啊！瘦竹竿与秃头男一起往后跑了，他们慌不择路，只知道顺着楼梯一路往下。在大堂里，这儿又有一道漆黑的身影，那是一个蹲在地上的男孩，正在抓耳挠腮。怎么办？我记不住，明天考试怎么办？一定是我这个脑子太蠢了，我应该换个脑子。对，我应该换个脑子才对。喂，你们的脑子能不能借我用用？刹那之间，转过身的男孩身体发生了变化，他四肢着地，狼尾狼耳齐齐冒出，已经成了野兽的模样，扬起脑袋，扯开嗓子，嗷呜地叫出了声。如果有黑色的动物在注视你，别害怕，你拿出一包肉送给他吃，他便不会攻击你。秃头男慌张：肉，快拿出肉！瘦竹竿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肉干丢过去，然而黑色的野兽看也没看一眼，径直扑过来。我要新鲜的肉！瘦竹竿赶紧推倒秃头男，自己趁着这个机会慌忙跑出了大门。听到后面传来的血肉撕裂和尖叫声，他更是不敢回头。一滴水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摸了摸，是水。下一秒，雨点淅淅沥沥地砸了下来。如果是雨天，一定要记得待在室内。水洼里传来了更大的动静，两个男孩似乎很喜欢水，他们蹲在水坑里也不觉得水脏。一个男孩有着鳄鱼一般的尾巴，坚硬的鳞片泛着寒芒，他拍打着水面，手上的教科书快要被翻烂了。记不住，还是记不住啊！
另一个男孩则是冒出来了无数的触手，如群魔乱舞似的胡乱挥动。他抱头尖叫：为什么要考试？人类到底是为什么要考试啊？接着两个孩子异口同声：人类真该死啊！他们一起扭过头盯了过来。瘦竹竿浑身一震，脑子还来不及思考，一双脚已经率先动起来，拼命地往后跑。忽然他脚上绊到了东西，摔倒在地，同时那个绊倒他的东西也滚在了他的面前。捡起来一看，冰冷的触感是一具十分逼真的木偶。蓦然，木偶睁开眼，僵硬地发出声音：你好，你能陪我们学习吗？雨夜里传来了瘦竹竿撕心裂肺的叫声。听到尖叫声，文思思抱着自己的身体抖了一下。四周都是黑暗，旅馆里各处还传来了危险的动静。他躲在楼梯间的储物柜里，不敢出去。白天他生气地跑开，其实并没有跑多远，就是为了等顾墨冷来找自己。以前如果他发脾气，顾墨冷是一定会赶紧出来找自己的。然而这一次他等了很久，顾墨冷也没有出现。文思思当然知道外面危险，所以在天黑之前，他自己悄悄地回了旅馆。只是他不想让那些人知道自己回来了，或许是因为面子挂不上，又或许是因为想要顾墨冷为了自己着急，他在这个角落里藏了起来。但他失望了，顾墨冷并没有来找自己。文思思不明白，以前说喜欢自己而追求自己的男人怎么突然就变了。他气所有的人，也气自己，但更气的还是顾墨冷。七一屋，七一屋，男孩练习拼音声调的声音不断从外面传来。文思思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推开一扇门，烦躁地说道：是七幽秋，秋天的秋啊，你看起来不是1年级的学生了吧？连拼音都还不会读吗？蹲在地上的方小鬼脸色一红：我当然会读了，我只是一时间忘了而已。难不成你很了不起，都会读吗？文思思正感觉自己做人失败，此刻看到啥也不会的男孩子，难免有了点幼稚的优越感。抢过课本，他清清嗓子：你给我听好了。听着文思思把每个字的拼音都读了出来，方小鬼神色呆滞，除了女魔头，他还没有见过这么有文化的人。文思思瞥了一眼傻子一样的男孩，按到一个营养不良的男孩沦落到了这个危险的世界里也是可怜，还能保持一颗学习之心也不容易。他抿抿唇说道：我教你读吧，你进来。方小鬼果断地爬进了储物柜里。阴影里，青年坐在楼梯上，一手托着下巴，听着那些读拼音的声音，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来还想着来清理一下这个人类的，看来这一次只能这么算了。这一天在学校的考试，夏淼从严监考，断绝了任何作弊的手段。就6张卷子而已，他很快就看完了。下午的课上发卷子时，他脸色不太好看。宋小花9分，王玲玲7分，张大鱼和袁小狼6分，李木木4分。领到试卷的孩子们垂头丧气，不敢抬头。夏淼表情严肃：我有想过你们考得不好，但没有想过你们的基础这么差。你们以前的课上都学什么去了？宋小花：人类身体上的致命处置多少？王玲玲：如何确保猎物保持清醒的意识，看着自己的血流光？张大鱼：烹饪猎物的技巧。袁小狼：完美清理案发现场的要领。李木木：如何挑拨离间，让他们自相残杀？方小鬼：还有招待旅客的108种方法。也就是说，夏淼眉头一跳，你们连一堂正经的课都没有上过。几个孩子面面相觑，不敢吭声。夏淼调整了一下呼吸，平复好情绪，拿起最后一张试卷。好吧，以前的事情都不说了，虽然这次考试大家都考得不好，但我还是要表扬一位同学，因为他是班上唯一一个考试分数上了2位数的人。这个人就是方小鬼同学。其他的孩子们看向方小鬼，发出了佩服的声音。哇！方小鬼面露意外，随后欣喜若狂地站起来：我真的是考得最好的人。夏淼笑着点头：恭喜你，打了15分。方小鬼顿时有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这种奇异的感觉是小叔带着他去狩猎也感觉不到的舒畅，身体里有种难以压抑的激动和欢喜。他冲到讲台那儿，领到了试卷，迎着同学们佩服的目光走回座位，脚步都是飘着的。夏淼说道：按照以前的约定，班上考得最好的同学就是方小鬼，所以方小鬼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大家以后都要向方小鬼同学学习。你们要是在下一次考试有进步的话，我也会给你们奖励的哦。班长，那就是狼群里的狼王一样的地位。其他人对方小鬼成了班长这回事眼红不已，当天回去就掏出了课本发奋学习，是要超过方小鬼夺得班长之位。方明今天忙完其他的事情回到旅馆，见到方小鬼已经自觉地搬着凳子蹲在地上写作业了，他觉得这个侄子乖了不少，或许应该奖励一下。于是方明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方小鬼的头：今天晚上我带你狩猎去。这是方小鬼最爱的事情，挥舞着那把钝了的刀，在猎物身上戳出一个个血洞，他会很有成就感。但这次方小鬼头都没有抬，一把推开了方明的手：别打扰我，我要学习。方明：啥？方小鬼抬起脸，认真地说：夏老师说了，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是最好的出路。将来长大了，我想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而不是去工地里搬砖。小叔，虽然你年纪大了，但是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你也应该多读点书，毕竟你可是连初中文凭都没有的人啊，说出去会让人笑话的。方明脸色一黑，不由得回过头看向了坐在柜台后的那个长发男人，按道他女朋友究竟是有什么魔力，居然能给这么小的孩子洗了脑。恶龟说是方明的学徒，但是有事情都是方明去做，而他则是舒服地蜷缩着身体，靠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着手机，另一只手伸出手指，笨拙而僵硬地在屏幕上戳来戳去，与女朋友发消息。也不知道对面发来了什么消息，
他眉眼一弯，低着脑袋，嘻嘻嘻地发出了阴森恐怖的笑声。又过了一会儿，鳄龟看着手机屏幕，目入迷惑。他抓了抓头发，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来到了方明面前。黑色指甲的手指头落在屏幕上的一个字上，这是什么？方明也只认出了几个字而已。我有点不可能怀。而鳄龟指着的那个字，他也不认识。鳄龟瞥了眼方明，方明汗如雨下。方小鬼说的不错，初中文凭都没有，确实是会让人笑话。于是鳄龟找上了这儿最有文化的人，帮我认字。方小鬼忙着写作业，抽空看了一眼，这不就是个运字吗？鳄龟有点呆。方小鬼有点烦这些大人打扰自己学习，直接把这句话念了出来。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有可能是怀孕了。方明被自己的口水呛出了声。鳄龟目光呆滞，脑袋失去了思考能力。在下个瞬间，他的身影溜进了墙壁的缝隙里，没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恰好文夭夭与江渡刚从楼上下来，听到那句怀孕的话，他们的表情都有了错愕。夏淼的姨妈期推迟了1个月，最近感觉胃里有点不舒服，于是她今天去买了个验孕棒，坐在马桶盖上看着验孕棒的结果，她有些反应不过来。静静地思考了许久之后，她垂下眉眼，盯着地板接缝里的一双偷窥的眼睛，面无表情。这是女洗手间，那双眼睛顿时变得水汪汪，波澜点点，涟漪晃荡，不像是个变态，而像是个委屈巴巴的可怜虫。据说即使是戴了安全套，也不一定是100%避孕，更何况她在放纵日里会尤其激烈，那些有着到那啥的奇怪结构破了漏了也是有可能的。夏淼问他，你什么想法？我去山上抓兔，淼淼补身体。他说的断断续续，语气也飘忽不定。夏淼一时之间听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得知伴侣怀孕后，他的第一想法是去捕猎给她补身体，这种行为模式也挺像是野兽的。夏淼试探地问他，那我们要这个孩子了？他点头，泛白的眼睛像是蓄满了的春水。淼淼，我会努力赚钱，不要让他住箱子，好吗？夏淼呼吸一滞，把他从地板缝隙里抓了出来。你说什么呢？我看起来像是会让孩子住箱子的坏妈妈吗？他最害怕他生气的样子，不禁缩着身体发颤。人类妈妈不会给孩子住纸箱子。夏淼神色微顿，眼睛莫名发烫，他的手指戳了戳他的脸，笨蛋。下一刻他却又紧紧地抱住了他。鳄龟歪着脑袋，满眼里都写着不明白。接二连三的死了人，为旅馆里的人蒙上了一层阴影。顾墨冷与江渡带着文夭夭来到大厅时，恰好见到了文思思。文思思却只是瞥了眼顾墨冷，就当作没有看到他似的走开。顾墨冷赶紧追了上去，抓住了他的手臂。思思，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消失让所有人都很担心？是吗？文思思甩开了顾墨冷的手。原来这里还会有人担心我吗？顾墨冷眉头一皱，思思，这里不是外面的世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文思思是个暴脾气，脸上顿时浮现出极其厌烦的神色。你难道是第一天才知道我喜欢无理取闹吗？从你第一天认识我起，我就是这样的坏脾气，你现在觉得不喜欢了，那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顾墨冷向来自诩为有绅士风度，他以前也不会和牙尖嘴利的文思思有口舌之争，现在也是这样，忍着不悦。他说道，你现在需要冷静，昨天你没有出事，是你运气好，如果你再这么肆意妄为，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文夭夭小跑了过来，他拉着文思思的手，也劝道，思思，你不要生气，顾大哥也是关心你的，昨晚上他担心的一夜都没有睡着。文思思扭头看过来，你怎么知道他担心的一晚上没有睡着？你陪了他一晚上。文夭夭脸色微变，顶着文思思充满攻击性的眼神，他害怕地松开手，低下了脑袋。顾墨冷陡然怒道，文思思，你要发脾气不要伤及无辜，夭夭知道你没有回来，也担忧了一晚上，他来找我也不过是想弄清楚你去了哪里，是吗？原来只要拿我当借口，孤男寡女就可以共处一室待上一晚上了。文夭夭掉出眼泪，我和顾大哥是清白的。江渡走了上来，拉着文夭夭退得远了一些，给他递上了纸巾。顾墨冷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忍不住翻涌出来，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处理好与文思思的事情，那么今后他永远都没有资格站在文夭夭身边。文思思，你够了，如果不是你冒充了夭夭的身份，让我以为你是小时候的那个救了我的女孩，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文思思微顿，你说什么？顾墨冷抓起他的手，露出了他手腕上的那块疤痕。要不是你故意用这样的小手段骗了我，我怎么会认错人？原来在10年前，顾墨冷被绑架了，当时和他一起被绑架的还有个女孩，当时他发烧，觉得自己快死了，是那个女孩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才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两个人一起逃跑时，为了拉住快要被抓住的顾墨冷，女孩的手臂被对方的武器划伤了，所以留下了一块疤痕。顾墨冷第一次见到文思思时就觉得她眼熟，后来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块疤痕，他按捺激动，主动询问她手上的疤痕是怎么来的。文思思却说自己小时候生了场病，忘记了很多事情，也不知道这块疤痕是怎么来的。顾墨冷只以为文思思就是自己想了多年的女孩，直到他看到了文夭夭，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文思思不过是巧合有了那么一道疤痕，故意撒谎说自己不记得疤痕是怎么来的，为的就是让他误会能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顾及你的自尊。所以其实我知道了那个人不是你，我也没有提出解除婚约这件事。
为了照顾你，夭夭也一直不敢向我承认，她才是当年那个女孩。但是你越来越骄纵，不断的欺负夭夭，我受不了你了。顾墨冷声音低沉，文思思，我们解除婚约吧。文思思脑子懵了一会儿，过了片刻，在脑子恢复了思考能力时，她推开了顾墨冷，冷笑了一声。这么说起来，顾墨冷你爱着的东西原来只是一块疤而已。顾墨冷面色不好看，你连自己喜欢的人都能认错，不过就是个睁眼瞎。本小姐觉得恶心，解除婚约这件事应该是我提出来才对。你这样的蠢货，才不配当本小姐的未婚夫。话落，文思思出了门。今天是晴天，按照规矩，旅客们不能待在旅馆里无所事事。顾墨冷脸色铁青，胸腔里挤着一团无名之火。文瑶瑶凑过来，着急地拉着顾墨冷的手，外面很危险，思思一个人不安全。顾大哥，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你们吵架，你去把思思追回来，我们好好的和她解释清楚，好不好？顾墨冷看着文瑶瑶娇软的脸蛋，心头忽地软了下来。瑶瑶，我和文思思早就该结束了。文瑶瑶忍不住小声的啜泣，我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顾墨冷与不远处的江渡对上了目光，两个男人气势都不弱，从现在开始，他也有了和江渡竞争的资格了。周末的2天不用去上班，夏淼在家里闲得无聊，翻起了从图书馆里借的镇子里的年代史。出乎意料的是，根据记载，创建镇子的是一个女人，因为丈夫去世，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随后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伤心的，来到了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她喜欢白玫瑰，所以让人种了一大片白玫瑰，而她就带着孩子住在白玫瑰包围的别墅里。不久，一场瘟疫袭来，死了许多的人，她的孩子也不幸染了病。自从孩子去世之后，她也没了寄托，身体越来越差，最后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夏淼把书翻到了一半，半空中忽然飘下来了一根羽毛，她抬起头，天花板上趴着一道黑漆漆的身影。那是一个长发被绑成马尾的男生，发尾垂下，在空中晃荡着弧度，他手脚并用的粘在天花板上，脑袋却像是转了个180度，嘴里咬着一只死了的野鸡，鲜血糊在他苍白的脸上，那双眼睛还在直勾勾地盯着他，阴森森的可以把人吓得心脏骤停。夏淼，你又在玩什么？他从天花板上爬了下来，一张嘴，野鸡与兔子等小动物的尸体哗啦啦的从他那血盆大口里吐了出来，堆积成了小山丘。黑发的年轻男人抬起单纯无辜的面容，轻轻地说：淼淼，宝宝，营养。鳄龟以前虽然也有些不受控制，但总体而言，有夏淼居着他顶多就是在雨天控制不住的穿上雨衣，拿起血迹斑斑的刀，想要出去撒欢，倒没有别的大毛病。但是自从夏淼怀孕以来，他的行为就有些不受控了。他偶尔会消失那么一段时间，在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带上各种小野兽，通通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就好像是他忍不住暴露出了自己的野性。伴侣怀孕之后，他会去捕捉猎物来给他提供营养补身体。夏淼看着这么多小动物的尸体，略微头疼。说实话，这些野生动物他是不敢吃的，主要是怕吃坏了身体。但是看着鳄龟那湿漉漉的眼睛，他又说不出让他把这些东西都扔了的话，那也太残忍了吧。鳄龟很有提前当爸爸的自觉，他拎起动物的尸体，弯腰驼背地往厨房的方向走。我做午餐。夏淼赶紧放下书，朝着他的方向扑了过去，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鳄龟，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所以为了犒劳你，今天我们出去吃饭吧。鳄龟回头呆呆地说：出去吃饭？对啊，我请你吃大餐。鳄龟看看手上抓着的动物尸体，松开手，尸体掉在了地上，他欢喜地说：大餐。既然都难得出门了，在饭馆里吃过饭后，夏淼拉着鳄龟到处走走，就当是消食了。路过的居民纷纷投来了奇怪的目光。夏淼安慰鳄龟，他们只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男生而已，所以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们没有恶意。鳄龟，你不用在意。鳄龟目光悠悠地看着夏淼，其实他觉得那些居民们是在用奇怪的目光看他才对，毕竟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了属于他的味道。夏淼发现了一家有着密室逃脱几个字的店铺，突然想起自己与鳄龟就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认识的，他拉着他的手，我们进去看看吧。这么走进店里，夏淼意外地见到了熟人，林主任同样面露意外。夏老师。夏淼回了一声，林主任，你怎么在这儿？这家店就是我开的。林主任小心地瞥了眼鳄龟，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也是来玩的吧？欢迎欢迎。下一刻又有人走了进来，顾墨冷和江渡带着文夭夭，他们已经把镇子里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探查了一遍，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没有来过了。于是他们走了进来，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夏淼与鳄龟。3个人之前是见过鳄龟杀人的手段的，不由得心神毅凛，暗自戒备。接收到了他们打探的视线，鳄龟抬起苍白的脸，嘴角慢慢扯开，露出了一抹阴郁的笑容。文夭夭胆子小，慌忙躲在了2个男人身后。顾墨冷努力保持镇定，老板，我们要玩密室逃脱。林主任笑了，好啊，我们小地方的密室逃脱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玩法，就一个通关条件，找到出来的路就行，成功走出来的人可以从我这里领一份奖品。他端起一盆白玫瑰花，走出来的人才可以带走哦。夏淼眼前一亮，我也想要。鳄龟，我们也玩吧。鳄龟呆呆的点头。2拨人虽然是同时走进了密室，但顾墨冷一行人特意放慢了脚步，等到了岔路口那儿，夏淼与鳄龟往左边走了之后，他们果断选择了往右边走。通道里昏暗，只有微弱的红色灯光把周遭模糊不清的一切衬得更加的恐怖。顾墨冷安慰文夭夭，夭夭别害怕，我会保护你。文夭夭感动地说，顾大哥谢谢你。突然之间，江渡扑过来把文夭夭抱住，
与此同时，要落在文夭夭身上的利爪狠狠地落在了江渡的背后，很快冒出了几道长长的血痕。文夭夭尖叫：“江渡！”江渡忍着痛：“我没事。”文夭夭哭出了声。顾墨冷心里不是滋味，察觉到后面有咯吱咯吱的宛若木偶关节扭动的声音响起，他赶紧说：“快跑！”三个人拼命往前。江渡受了伤，跑不快。文夭夭回头：“江渡！”顾墨冷却拽着文夭夭的手，快速往前。江渡虚弱地说：“夭夭，别管我。”江渡跌倒了，文夭夭被顾墨冷拽着越跑越远，见不到后面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伤心难过的哭泣，但顾墨冷却没有给他机会回头去找江渡。柔弱无力的他只能被男人抓着，拼命向前跑。另一边，夏淼被鳄龟牵着手，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这个密室的构造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密室一模一样啊！鳄龟迟钝地重复他的话：“一模一样。”我要吃了。上方才倒挂下来一个人，鳄龟面无表情的一拳头砸了过去，人影飞走。不久传出来了扑通一声的动静。夏淼抬头：“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动静？”他说：“没有。”再往前走了几步，地板开裂，一只爪子冒了出来。鳄龟一脚踩上去，传来了骨头断裂的咔嚓声。夏淼又说：“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动静？”他无辜的回答：“没有。”藏在黑暗里的野兽试图出来吓人，见到两个同事的惨状之后，蹲在暗处瑟瑟发抖，聪明的不出来。这一下是真的没有什么动静了。夏淼摸摸下巴，这个密室逃脱是不是太平淡了？感觉没有任何恐怖元素呢。他才刚说完这句话，眼睛便注意到了一个房间，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的架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夏淼感到了好奇，龟却突然有些紧张。淼淼，前面好玩。夏淼却已经推门走了进去，离得近了，又借助幽暗的灯光，夏淼终于看清了玻璃罐里装着的东西。暗绿色的液体浑浊不清，各种身体器官和内脏被泡在里面，尤其是脸上的五官，数量之多，几乎占满了2个靠墙摆放的架子。哪怕这些东西只是道具而已，如此多的数量，如此逼真的模样，也能令人大受震撼。鳄龟握紧了夏淼的手，着急地说：“淼淼，出去，出去，我们出去。”他嘴笨，只会重复“出去”2个字，苍白的面容几乎快要破碎。夏淼却还沉浸在骇然之中，他看着其中一个瓶子里装着的眼睛，不由得伸手去触碰玻璃瓶，仿佛隔着冰冷也感觉到了那双眼睛的冷意。他抬起脸，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鳄龟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迸发出了恐惧与慌张，被他灌注了许多热情和爱意的这双眼睛，好不容易有了星光的，如今却像是都要消失不见，好似在下一刻，他这双眼睛便会与玻璃瓶里的那些眼睛一样，成为一滩死物。文夭夭被顾墨冷带着跑了许久，终于摆脱了追捕。2个人藏在一个空房间里，有了喘息的时间。文夭夭还在忍不住掉眼泪，他知道江渡凶多吉少，那个男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一定是因为很爱很爱他，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吧。可是他就那样死了。顾墨冷安慰文夭夭：“夭夭，别难过，我们不能浪费江渡的牺牲，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文夭夭流着眼泪点头：“我知道了。”顾墨冷心中其实是有庆幸的，江渡死了，不会有人和他抢文夭夭，文夭夭今后只能依赖自己了，对于他而言是件好事。狭小的空间里突然刮起来了一阵冷风，但这里门窗紧闭，风又是从哪刮来的？顾墨冷谨慎地环顾四周，终于他察觉到了有问题的地方。地板上打开了一扇门，这下面有个地下室，现在正冒出阵阵阴风。如果看到了地下室，而恰好地下室的门又是打开的，一定要记得点亮红色的蜡烛。顾墨冷反应过来，他赶紧再次查看四周，却只看到了掉落在地面上的一根白色蜡烛。他冲过去捡起蜡烛，慌忙拿出打火机点亮。看到他这么紧张的样子，文夭夭心生不安：“顾大哥，怎么了？这里没有红色的蜡烛，或许白色的蜡烛会有用。”正在这时，地下室里传来了可怕的锁链声。文夭夭害怕地躲在了顾墨冷的身后，瞬间，地下室里以极快的速度冲出来了一道黑色的怪物身影。他龇牙咧嘴，就这么一下咬断了顾墨冷抓着蜡烛的手臂。顾墨冷惨叫出声，却还在忍着疼痛，抓着文夭夭试图往外逃走。怪物既像是狼，又像是狗，体积十分庞大，身上拴着好几条锁链，从地下室既蔓延而出，但那些本该起着束缚作用的锁链，好似被无限延长，根本就没有起到束缚的作用。那些锁链碰撞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催命符。怪物的速度太快，不过几个起跳间就快要扑到求生者的身上了。顾墨冷把文夭夭往前一推：“夭夭，你快走！”不得不说，顾墨冷对文夭夭是真爱，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她活下去。不过眨眼间，顾墨冷被可怕的怪物扑倒。刚开始他还有惨叫声，到了后来惨叫声消失，他成了一具破破烂烂的尸体，大部分都进了怪物的肚子里。文夭夭不敢回头，可他也没能跑多远，便左脚绊右脚摔倒在地。他听到怪物的嘶吼声正在靠近，抬头一看，满是血腥的黑色的怪物已经近在眼前。文夭夭心脏快要骤停之际，一个男人的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他背后有伤，手里举着燃烧的红色蜡烛，说道：“退后。”黑色的怪物见到了红色蜡烛，果真退后，慢慢地走回了黑暗的地下室。江渡回过身：“夭夭，没事吧？”文夭夭两眼掉出眼泪，爬起来扑进了江渡的怀里。江渡，还好有你，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不久前，江渡侥幸逃过一劫，便立马追了上来找文夭夭。他手里的蜡烛原本也不是红色的，
而是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文瑶瑶为了顾墨冷的死而伤心难过，但她知道自己要坚强，不能一直沉湎于伤心之中，否则就辜负了顾墨冷的一番好意。江渡猜测出去的路恐怕就是在地下，他拿着红色蜡烛，带着文瑶瑶走进地下室，穿过了一条长长的黑色走廊。他们见到了光，他们回到了大厅里。逃出升天的文瑶瑶又忍不住靠在江渡怀里小声啜泣。江渡拍拍她的背，今后有我照顾你，别难过了。林主任也不关心他们进去的时候是3个人，怎么出来了2个，把一盆白玫瑰放进了江渡手里。他笑着说，恭喜2位获得了寻找白玫瑰花园的资格。江渡一手抱着花，一手牵着文瑶瑶走出来。我想老板的意思是，我们有了可以走进白玫瑰花园的资格，但是白玫瑰花园在哪儿，我们却一无所知。他脸色不好看，现在人越来越少，就剩下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越加危险，偏偏明部长死得太早，要是有那本旅游手册就好了。文瑶瑶抿了抿唇，再看这个男人，他可是为了自己连命都不要的人，现在顾墨冷死了，他也只能依靠他了。他纠结了一会儿，说道，其实旅游手册在我这儿。江渡目露意外，在你这儿？文瑶瑶单纯无辜地说，是我在路上捡到的，可能是明部长死之前不小心掉落的。江渡面露喜色，那太好了，有了旅游手册，再带着这盆花，我们就能去找白玫瑰花园了。回到家后，夏淼发现了鳄龟的情绪很不对劲，他一改往日粘人的毛病，而是蹲在角落里，双手抱着腿，脸埋在膝盖上，任凭散落的长发铺洒在地上，也好似是黑色月光一样把他整个人包裹住。再抬起眼睛一看，他黑乎乎的头顶上仿佛是聚集了一块乌云，正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全都洒在了他的身上。夏淼觉得他很像是被遗弃的小狗狗。他咬完了一个苹果，瞟过去一眼，他还在那儿自闭。他啃完了一个梨子，再瞟过去一眼，他还在那儿装蘑菇。夏淼觉得有必要管管，他喊他的名字，鳄龟，他没有反应，像是在出神。夏淼又唤孩子他爸，他还是没有反应。夏淼清清嗓子，亲爱的大宝贝。他头顶上的呆毛顿时竖起，回过头，一双黑润润的眼睛眼巴巴地瞅着他。夏淼伸出手过来，他四肢着地，慢慢地爬了过来，主动地把头顶送到了夏淼的掌心下，还贴心地蹭了蹭，喉咙里又传来了小动物似的舒服的呼噜声。夏淼轻声说，你怎么不高兴？他眼神飘忽，淼淼，我坏。夏淼从沙发上下来，蹲在地上，捧着他的脸，认真地告诉他，你可是我的大宝贝，才不坏呢。他抿着唇笑，我是宝贝。对啊，是天大的宝贝。龟红了耳朵，鼻梁上的红晕像是染料一般扩散，又为他苍白的面颊增添了几分鲜活的色彩。有人说他是垃圾，有人说他是恶魔，却从来没有人说过他是宝贝。鳄龟的手不安分地攀上了他的身体，轻轻地停留在他的小腹之上，宝贝。夏淼说，里面的是小宝贝，你是大宝贝。他凑到了他的耳边，小声地说，这是我们的悄悄话哦，你比小宝贝讨我喜欢多了。他脑袋上的呆毛晃来晃去，纵使苍白僵硬的脸部缺少表情活动，但此时也能透露出他的欣喜若狂。我比宝宝讨人喜欢。对啊，你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讨人喜欢的人。全世界的人只要好好了解了鳄龟的话，一定都会抢着来喜欢你的吧？不要世界喜欢，只要淼淼。夏淼心头一软，抱住了他的身体，摸摸他的脑袋，好好好，只要我喜欢你，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高兴吗？他的下颌搭在他的肩头，唇角又抿了抿，密室讨厌。夏淼明白过来，那我们以后都不去玩密室逃脱了。他咧开嘴笑了，不玩。夏淼又看着他，以后你不高兴的话，不可以憋在心里，要及时告诉我呀。他低着脑袋，又不吭声了。夏淼摆出了严肃的表情，如果你有心事不和我说，天天让我猜来猜去，我也会很累很烦，到时候影响的可就是我们的关系。鳄龟抬起脸，不要。夏淼凑过去，与他的脸贴近了许多，也放缓了声音。所以你要是有不高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和我说，龟，这样我们才能好好的过一辈子呢。龟点头，我要淼淼过一辈子。夏淼露出了笑容，目光停留在他的眼睛上，黑白分明的眼睛以前是干涩涩的，但是他们在一起后，他这双眼睛就时常会变得湿润润的，可爱极了。他按捺不住，在他的眼角上亲了一下。鳄龟以前明明被夏淼吻过不少次，可这一次的亲吻让他想起了第一次被夏淼亲的时候，只是轻轻的触碰而已，却让他干枯的心脏扑通乱跳，就好像是他又快要死了。夏淼忽然捂着嘴，匆忙冲进了洗手间里。鳄龟赶紧撑起身子，佝偻着身体追进了洗手间。淼淼淼淼淼淼。夏淼趴在洗手槽上干呕了几声，却什么都没吐出来，但他就是有一种反胃感，很难受。过了好一会儿，才渐渐的平息了这种难受的感觉。再抬头一看，长发散乱的男人眼巴巴的围着自己，急得打转。淼淼生病。夏淼抽出纸巾擦了擦嘴，只是怀孕的正常反应而已，我不是生病，你别担心。怀孕难受。夏淼点点头，从科学角度而言，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这么难受。鳄龟说不要宝宝。夏淼两眼一瞪，当初做决定要的是你，现在怎么可以不要？鳄龟低下脑袋，手指抓着衣角扯来扯去，也不知道他在此过程中是怎么动的聪明的脑筋。下一刻他抬起眼，冒着睿智的光芒，我帮淼淼。夏淼疑惑，你怎么帮我？他两只手搂住了他的腰，夏淼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有冰冰凉凉的尾巴顺着他的脚踝一路上。
夏淼身体无力的倒在他的怀里，抬起红彤彤的脸，气息也乱了。鳄龟，我还怀着孕呢，你个禽兽就不能忍忍吗？鳄龟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缩了缩脖子，但他还没有收回尾巴。夏淼有气无力的趴在他的怀里，没有反应过来。眼见他又嗷呜一口，把尾巴卷出来的一团黑色物质吞了进去。夏淼目瞪口呆，你在干什么？鳄龟抓着夏淼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处，天真无邪地说，宝宝，我痒，苗苗，不会难受。夏淼，下个瞬间，鳄龟的脸色一变，他趴在了洗手槽前，哇的干呕出声。夏淼掐了一把鳄龟的手臂，短暂的延迟后，他说，好疼。他没有做梦，这个世界要颠了吗？江渡从文夭夭这儿拿到了那本旅游手册，上面果然记载了通往白玫瑰花园的路线，但上面也做了标注，只有被白玫瑰选定的人才有资格踏进白玫瑰花园。这大概也就是明不长作为第一个找到旅游手册的人，却没有立马去找白玫瑰花园的原因。他没有拿到踏进去的资格，那么过去也是送死。如今他们有了资格，当然是迫不及待的去顺着路线寻找白玫瑰花园。大晚上的，文夭夭还是本能的有些害怕，他紧紧地跟着江渡，把这个男生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希望。好在江渡喜欢他很久了，他为了文夭夭是可以牺牲自己的。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穿过了大半个镇子，进了迷雾包裹的山林。根据旅游手册上的提示，他们不断的选择正确的路标，穿过迷雾之后，眼前豁然开朗。白玫瑰几乎长满了整个山坡，圣洁漂亮的颜色冲淡了恐怖的氛围，这儿美好的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文夭夭激动地说，是白玫瑰花海。一栋白色别墅被包裹在花海之中，却是大门紧闭，需要钥匙才能打开。江渡有预感，只要找到传闻里的那具棺材，从白玫瑰夫人那里找到钥匙，就可以打开门，这样就能成功的逃离这个危险的世界。文夭夭指着一个方向，激动地说，那里有具棺材。他迫不及待地跑过去，花海中摆放着一具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的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性尸骨。传说里，无白镇的创建人就是一位夫人，镇子里的人选择把她放在这里长眠，一定是因为她是个很受人尊重的女性，对于他人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在尸骨的胸前放着一枚金色钥匙，文夭夭赶紧推开了棺盖，拿到了这枚钥匙。在他欣喜若狂的时候，他手里的钥匙被抢走了。江渡，你做什么？江渡和文夭夭保持着3步的距离。你难道不记得了吗？规矩里说的是拿到钥匙的那一个人才有机会离开，但他们现在这儿有2个人。文夭夭变了脸色，江渡，你要丢下我吗？正如你藏起来旅游手册，又用挑选的心态在我与顾墨冷之间要选择最强的那一个一般，大家都不过是带着算计的目的演戏而已。文夭夭，你又何必把我说的是背叛了你一样？深夜，鳄龟又吐了好几次，夏淼好不容易把人给安抚着哄睡了，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了在密室里捡到的一个本子。他在满是标本的房间里捡到的这个笔记本，没有让鳄龟知道，自己偷偷地藏了起来。翻开第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冲击着他的眼球，不像，不像，还是不像。眼睛需要换，耳朵需要换，鼻子也需要换，浪费再多的素材也没有关系。儿子，妈妈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从一开始，江渡就不是什么好人，自然，他也在一开始就察觉到了文夭夭不是什么好人。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夭夭与江渡算是同类，他外表柔弱可怜，却会在暗地里观察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人。就比如说，当他发现顾墨冷与江渡对他有好感时，他故作无知，实际上在挑选那个最强大的男人是谁。文夭夭自小就体弱多病，与明艳张扬的文思思走在一起，他时常会成为被忽略的那一个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他的性格渐渐的有了扭曲。他渴望成为比文思思更加引人注目的那个人，而对会分走自己关注度的女人，他会极其厌恶。就像是之前的小辣椒，他会死是因为晚上10点钟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造成手机屏幕亮起。那个发信息的人正是文夭夭。要怪，只能怪小辣椒把贪婪的目光放在谁的身上不好，偏偏要放在顾墨冷的身上。顾墨冷是文夭夭的猎物，所以小辣椒成了第一个死的女人。再后来，文思思从山坡上滚下去，也是他动的手脚。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顾墨冷再也无法忍受文思思这个草包，和他提出了解除婚约的事情。一开始，文夭夭确实觉得顾墨冷可能是最厉害的那个男人，他都准备选择顾墨冷了。然而顾墨冷死了，可真让他有些失望。能够配得上他文夭夭的男人，当然得是最强大的那一个。江渡的死而复生证明了这一点，于是他最终确定了江渡是配得上自己的那个人，才会拿出那本藏了许久的旅游手册。江渡说道，明不长死后，很多人都想着去他的房间寻找那本旅游手册，但他们不知道，你早就在明部长还活着的时候，已经私底下找过了他。江渡毫不留情地讽刺，顾墨冷那个蠢货还以为你冰清玉洁，是个神女，实际上你早就进了明部长的房间。这也就是江渡会选择保护文夭夭的理由，只因为他有旅游手册，他有着极大的利用价值。文夭夭没想过自己完美的伪装会有一天被这么彻底的撕开，他几近歇斯底里，在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各凭本事的活下去，我能拿到关键物品，那是我的本事，你凭什么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抨击我？江渡，你以为你能比我好到哪里去吗？江渡说，至少我比你有自知之明。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白玫瑰花迅速凋零枯败，漂亮的颜色褪去，慢慢的被侵蚀而来的黑雾染成了黑色。不久前充满了梦幻色彩的花海，如今像是成了地狱里的可怖景象。水晶棺材碎裂，里面的女性尸骨毫无尊严的倒在了泥土地上。江渡一步步后退，避开蔓延过来的黑色。文夭夭则没有这么幸运了，脚下的地面开裂，缝隙之下是翻滚的岩浆。他身子下坠，慌忙用手抓住了地面裂开的边缘。滚烫的热气袭来，他恐惧的大叫：“江渡，救我！我是真的喜欢你，你救救我！”江渡压根不相信他的话，他果断转过身，朝着黑色弥漫而来的反方向跑过去。文夭夭体力不支，不过一会儿，他的手失去力气，他尖叫着掉进滚烫的岩浆。江渡到了白色别墅之前，慌忙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房子的刹那，房门关上，隔绝了外界可怕的动静。可他却愣在了原地，只因为镇子里的所有人此时都站在屋子里，他们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唇角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就好似是一张张面具戴在了他们的脸上，伟人的感觉十分强烈。为首站着的人是腆着大肚子的校长，他的笑容和蔼可亲。恭喜你成功地踏进了白色别墅，勇敢地活到了最后，你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校长鼓起掌，所有的居民们也抬起手，跟着校长一起热烈地鼓掌。安静的屋子里不断地传来热闹的掌声，所有居民都是笑呵呵的模样，却无端端的更加令人头皮发麻。这个时候，江渡终于注意到了墙壁上挂着的画像，穿着白裙子的贵妇人坐在椅子上，少年则是站在他的侧方，与他握着手，两人的面容有些相似，他们是母子。而那个少年的脸上，嘴角之下有着一点黑色小痣，与江渡脸上的痣一模一样。校长笑着说：“看到母亲的尸骨，你就不管不顾，任由她躺在废墟里变得七零八落吗？”江渡脸色一白：“我永远都不会接受我的孩子离开我，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能够让他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肉身虽然腐烂，但他的灵魂一定还在这个世界上飘荡。我会做出一副最完美的躯壳，迎接他的灵魂回归。”玫瑰夫人在笔记本上留下这段话后，便开始了她伟大而隐秘的计划。她有着庞大的财力，可以聘请任何东西方的所谓的能人异士，科学也好，神学也好，哪怕是传闻里可能造成重大后果的祭祀仪式，只要能够让他的儿子重新活过来，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但是他总会感觉到不满意，那些被重新拼凑出来的躯体，总有些地方不像他的孩子。有人说他儿子的躯体已经腐朽，不如用他的基因再培育出一个孩子吧，这样调试起来一定会有更好的适配度。他同意了，所以一个孩子诞生在了暗无天日般的房间里。玫瑰夫人抱着孩子，注视着孩子的脸蛋，心中感到了难以言喻的欢喜。确实，这个孩子与他失去的孩子小时候的模样很是相似。2岁模样的孩子伸出手，藕节般的手臂晃悠着，小短手触碰到了他的脸，甜甜的露出了笑容：“妈妈。”可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不，他笑起来的样子和我的儿子一点也不像。有人问，是哪里不像呢？眼睛，大概是眼睛吧。那其他地方相似吗？玫瑰夫人不确定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模棱两可地说：“大体上是相似的吧。”有人说，那我们可以保留相似的地方，再重新培育出新的个体，把不相似的地方进行替换。那是一个雨天，大人们撑着伞，小小的孩子则是被裹上了黄色的雨衣，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或许是因为母亲没有抱着他，又或许是周围黑暗的环境让他害怕，他哭泣不已。最后到了一个圆形空地上，从上往下看，这儿的花海被修饰成了奇异的圆环图形。玫瑰夫人听得有些烦了，她随手抱起了孩子，他果然停止了哭泣，又有了天真的笑声，牙牙学语似的发出了声音：“妈妈，妈妈。”玫瑰夫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在这里等妈妈，不要出声，我很快就会来接你。”他说：“游戏？”玫瑰夫人把孩子放进了一个箱子里，笑道：“对啊，我们来玩过家家的游戏，看，这里就是妈妈送给你的房子，你要乖乖的，不能捣乱。”我很乖。玫瑰夫人抬起手指抵住唇尖，轻轻的嘘了一声：“不能闹出动静哦。”男孩捂住了嘴，缩起身子，像是只蜷缩的猫一样，把自己团成了小小的一个。他实在是太小了，还没有占到箱子1/3的空间。有雨点顺着风飘落在了玫瑰夫人的身上，裙摆被泥水溅到，脏了不少，破坏了她的这份圣洁。她站起来，举目四顾，有无数的箱子杂乱无章地摆放在这块空地上，每一次带着要被销毁的孩子来到这儿，她都会说上一模一样的话，安抚着他们等死。那些箱子里还有着未彻底腐烂的血肉，很快，她面前的这个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箱子也会溢满腐烂的臭味。不，这双眼睛还是不对，我儿子的耳朵没有这么大。不对，我儿子的脸上这儿应该有颗痣。我不是给你们看过照片吗？为什么总是不能完美的一模一样？再去做，再去拼，我的儿子必须和以前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镇子里渐渐地被黑雾所环绕，那场害死我儿子的瘟疫又再次袭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生了不可控制的诡异的变化，有想要阻拦我的人胡言乱语地说着什么，这都是因为我的错，是我招来了可怕的报应。怎么可能呢？我只是想要我的孩子回来而已。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所有人都要来反对我，我也绝不会屈服，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天底下最伟大的人，不正是母亲吗？只亮着一盏小灯的房间里，怀着下一代的男主人把高大的身躯蜷缩成了一团，抱着枕头睡得正香。那一团小小的黑色物质在他的身体里，害得他之前吐了好几次，精力不振，所以此刻才睡得这么熟。夏淼坐在书桌前，
已经把这个笔记本快翻完了。他握着笔记本的手在不知不觉间变得越发的用力，想要撕碎它的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但与其说是想要撕了这个笔记本，倒不如说是他想要冲进这个笔记本里，撕烂这个本子主人的嘴脸。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他终于回来了。他是那么的健康，是那么的完美。我终于又听到了他叫我妈妈的声音。可是我陪着他的时间不多了，我染上了可怕的瘟疫，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诡异的变化。毕竟一个正常的人类是不可能想像野兽那样生吃儿子的血肉吧。迟早有一天，我会像镇子里的人一样，或许会长出獠牙，或许会长出尾巴，变成可怕的怪物。他不能在这个镇子里待下去了，否则他迟早有一天会变得像我一样人不人，鬼不鬼。而且那些半死不活的居民们肯定想杀了他，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必须拿出我最后的一点财宝，请求人把他的容貌换了。只有这样，镇子里这些可怕的人才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他。我的孩子，愿你走出这个镇子后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只要你能幸福快乐，我付出的所有努力和牺牲都是有意义的。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玫瑰夫人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全权爱意。她花了极大的代价从地狱换回来了儿子的灵魂，又为他塑造出了一副完美健康的身体。她不顾自我的牺牲，任谁看了不都得感慨一句：真凭一位伟大的母亲吗？鳄龟在睡梦里眉头微皱，又要孕吐一般的难受把他逼得很不舒服。有温热的液体落在了他的脸上，他眼睫轻颤了一下。下雨了吗？但他不是在房间里睡觉吗？为什么下雨了？鳄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对上了女孩湿漉漉的眼眸。他反应了一会儿，随后赶紧爬起来。苗苗，鳄龟微冷的手落在他的脸上，指腹擦过他的眼角。他很着急，却因为嘴笨，不知道该问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哄他，只能急得自己也红了眼角。苗苗，不哭，我改。夏淼破涕为笑，你有没有犯错？那么快说，你改做什么？鳄龟歪着脑袋眨了一下眼。夏淼说，我只是做了个噩梦，梦见你在雨天里又出去撒欢，结果你非要捡起地上掉了的糖果吃，然后吃坏了肚子，又要我来照顾你，可真麻烦。鳄龟低下脑袋，长发顺着肩头滑落，铺洒在床上，也有黑色的发丝落在他的身上，那一缕缕黑，就像是把它们缠起来的绳。他蹭着他的脸，慢吞吞地说：苗苗，不对，心疼。鳄龟知道他的话是故意骗他的，他才不会觉得麻烦呢，他只会因为他难受而心疼。他又说：我不捡垃圾吃。夏苗忍不住笑出声，笑着笑着，他的手触碰到他的面容时，心中却涌现了一股愤怒与悲戚。可真是讽刺，那位伟大的母亲心心念念终于拼出来了所谓的完美的一张脸，到了最后却又只能让这张脸消失，让他最爱的孩子顶着另外的面容生活。那鳄龟呢？他的这张脸上的五官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的？拼拼凑凑出来的容貌又因为不够相同而成为被销毁的遗弃品，他还记得自己原来的样子吗？还是说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自己的脸？鳄龟迷茫地看着夏淼，不明白他此时复杂的表情和情感是从何而来。夏淼忽地捧着他的脸，他闭上了眼睛，在他的唇上落下了一个亲吻。鳄龟耳尖泛红，捂着嘴轻轻地说：淼淼，亲我。是啊，我亲了你。夏淼睁开眼，唇角扬起，笑意盈盈。鳄龟被亲的时候可真好看啊。鳄龟脸上也在发烫，他莫名有了一种奇怪的羞耻感，低垂着眉眼，抓着夏淼的裙角，好似是成了娇滴滴的小媳妇。他可真是胡说，明明亲他的时候闭了眼睛，怎么就知道他被亲的时候很好看呢？江度没有想过自己换了容貌还会被拉进这个迷雾包裹的镇子里，更没有想过镇子里的居民们早就认出了他。他是靠着找到钥匙就能成为那个走出小镇的幸运儿的信念，才让自己努力到了现在。就在他满心欢喜地拿到了钥匙，踏进别墅大门时，见到的景象却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江度还在试图狡辩：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母亲？我听不懂。按照你们说的游戏规则，我找到了钥匙，成为了踏进别墅里的那个人，我应该可以走出这个镇子才对。镇长笑呵呵地说：我们有说过这样的事情吗？江度终于有了情绪变化。你们当初说过的话就不算话了吗？镇长不知道从哪儿又掏出来了一盒红色冰淇淋，他慢悠悠地吃着，心情看起来很好。江先生，是什么让你有了错觉？怪物说出来的话会算话呢？江度脸色惨白，他忽然明白了过来，从一开始这群怪物就没有想过放他活着离开，他们把他当成一只猴子那样戏耍，就是为了在他看到希望的时候把他的希望摧毁。江度意识到了自己必须跑，可他在转身的那一瞬间见到的只有紧闭的大门。挤满了屋子的居民们渐渐地褪去了人类的外壳，他们暴露出了自己最扭曲的模样，脸上有着灿烂的笑容，正在一步步朝着他的方向包围。江度知道自己完了。在墙壁上挂着的母慈子孝般的画像上溅上了血液时，镇子里盘踞多时的黑雾隐约间消散了许多，或许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不会再有那么频繁的雨天了。文思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镇子里的人好像在一夕之间都消失了，空荡荡的，荒凉的可怕。更不幸的是，他迷了路。好在他遇到了一个眼熟的男人，
对方可以带她回旅店。但大晚上的，文思思对男人还是抱有一定的戒备心，一旦这个男人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她会撒腿就跑。今天是镇子里的好日子，大家都去参加活动了，所以人都不在。哦，文思思敷衍地应了一声。方明瞥了他一眼，也许是他无聊的久了，现在他有了点奇怪的兴致。他微笑着说：“你应该还记得，如果在梦里见到了一扇红色的门，不要打开的规矩吧？”文思思点头：“我记得。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打开吗？”“为什么？”方明一笑：“因为打开了那扇门后，就能找到出去的路了。”文思思心头一动，她短暂的激动过后，很快就目露怀疑。方明咧开嘴一笑：“哎呀，我开个玩笑。不过我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可真让人好奇，对吧？”文思思眼皮子一跳，攥紧了拳头。夏淼悄悄地烧了那个笔记本，没有再提起任何与之有关的事情。天刚亮，他便催促着鳄龟赶紧把他的东西收拾好，他们得趁着那群孩子还没醒之前赶紧离开。之前他说过自己要请假一段时间回老家结婚时，孩子们就吵吵嚷嚷地堵着办公室门口不让他走，与以前他们恨不得把他赶走时的模样截然不同。老师，你还不能走，你要给我们考试。对，你得再让我们考试一次才能走。总之，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认真学习，就是为了下一次考试。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呢？夏淼还在为这群孩子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而感到欣慰，下一秒就听他们说道：“下一次考试我们绝对能考过方小鬼，班长的位置应该换人坐。”原来他们这么爱学习，还是为了那个所谓的班长之位。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有了竞争意识，这说明他的教育还是成功了的。夏淼可不想再被他们堵着吵得头晕眼花，于是聪明地拽着鳄龟大早上的就开溜。但事情和夏淼想的有所偏差，他以为大清早的路上人会少些，没想到居民们成群结队地走在大街上，就好似是参加了集会归来。夏淼从电线杆后冒出脑袋，不好办呀！他的脑袋上方又冒出了一个脑袋，不好办呀！夏淼抬起头看他，怎么办？龟想了想，我们小鹿，你还知道别的小鹿？他点头，眉眼弯弯地牵着他的手，黑色长发被竖起的他，白净的面容看起来格外的清爽。夏淼小声说：“那你快带我走小路。”他们牵着手，猫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躲着人群，穿梭在灌木丛里，鬼鬼祟祟的模样，简直就像是要去做坏事的小学生。鳄龟说的近路，在一片白玫瑰花海之中。夏淼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白玫瑰，一大片的白，本该显得圣洁，如今却只透露出死寂一般的苍凉。可是到了一片空地上之后，他也有些记不清接下来该怎么走了。鳄龟踹开了地上的杂草，地面上有着一道道黑色而又小小的爬痕，隐约可见，就像是长久以来有着无数个被遗弃在花海里的孩子，他们一次次地尝试着拖着腐败的身体，寻找着可以出去的路，于是沿途坠下来的血肉融进泥土里，渐渐的就成了连雨水也洗不干净的黑色。淼淼，这边。鳄龟找到了方向，握着夏淼的手，回头看他时，眼眸闪闪发亮。他为找到了这道指引方向的痕迹而感到高兴，竟然像是已经忘记了在那段岁月里，他可能也是这些痕迹的创造者之一的记忆。鳄龟牵着夏淼的手，脚步轻快，夏淼却始终不敢踩在这些触目惊心的痕迹之上。他顺着这道痕迹看向远方，一时间竟看不到尽头，在这个本该美如幻境的花海之中，却好似充斥着残忍的腐烂味。鳄龟忽然间感觉到了夏淼手上的力量，他加快了步伐，很快走到了他的前面，成了那个拽着他往前走的人。鳄龟迷茫。到了后来，夏淼见到了花海的尽头，那里笼罩着迷雾，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他忽然回头：“鳄龟，我们跑起来吧。”鳄龟眨了一下眼，反应还是有些淡，但夏淼根本没有给他延迟反应的时间。他那一句话可不是与他商量的，而是一句通知。他拽着他迈出脚步，一开始只是小跑着，到了后来，或许是被他所感染，鳄龟的脚步也越来越快。风吹动了他的长发，发尾偶尔扫过他的身体，有些痒。他们尽情地往前，不管踩坏了多少娇美的白玫瑰，坠落的花慢慢地掩盖了地上的黑色痕迹，取而代之的是如一滩滩烂泥的花瓣碎屑。鳄龟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好似成了一个可以尽情捣乱的孩子，这种感觉比起雨夜穿着黄雨衣出去捣乱时还要刺激。慢慢的，他有了嘻嘻嘻的笑声传来，迷雾主动地散去，邀请着他们踏进了阳光温暖之地。这儿是一个山坡小路，绿树成荫，阳光斑斑点点，还能看到远方错落有致的人家。再回头，迷雾聚拢，已然看不清那片被糟蹋的凋零败落的花海。鳄龟从没有这么兴奋过，他还喘着气，拽着夏淼的手不肯放开。淼淼，再玩。他还想要接着跑，可是随后他的表情一变，那股反胃的感觉又来了。夏淼拿出自己粉色的水杯，让他喝了口温水，好一会儿，他才缓了过来。他说：“等宝宝生了以后，我再陪你玩。现在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乖乖地被他牵着往前，视线粘在他的脑袋上，胸腔里发热的感觉一直都在，很奇怪。山坡小路的尽头，那里有着一个车站，车站那儿只有44路车会经过，而44路车的终点站就是他们的家。他忽然有了答案，最重要的那件事是回家。鳄龟握紧了夏淼的手，成了与他十指相扣的模样。夏淼抬头看他，他抿抿唇，轻轻地说：“淼淼和我回家。”夏淼灿然一笑：“对啊，我们一起回家，走快点，好吗？”
鳄龟唇角不熟练的高高的扬起，嗓音颤抖着，却鲜有的不温吞的吐出了一个字：好。所以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结婚了？宋小媛没想到工作以后，久违的和好朋友聚一次会，就得知了好朋友结婚的事情。她只觉得匪夷所思，更想抱头呐喊：苗苗，你才毕业多久就结婚啊？是不是太快了点？夏淼淡定地吃了一口甜点，觉得味道不错，向服务员说了一声，再要份黑森林蛋糕打包带走。她淡淡地说：缘分到了就结婚了呀，那也不用这么着急吧。宋小媛和很多人想的一样，夏淼眼光非同一般，她连学校里众多的优秀追求者都看不上，很可能是晚婚晚育那一批人。宋小媛都觉得自己会比夏淼更早结婚，哪里能想到她速度这么快，半年的时间过去，她居然都结婚了。夏淼有点不好意思，那不是肚子会等不及了吗？宋小媛捂紧了嘴，眼睛去瞄夏淼平坦的肚子。你奉子成婚也算是吧。夏淼的语气有些微妙，确实有肚子等不及，只不过等不及的不是她的肚子而已。宋小媛没想到夏淼一搞事情就是大事，她知道夏淼向来有主见，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喝了杯茶压压惊，宋小媛说：那个男人什么样？你啥时候带出来溜溜？夏淼表情更加微妙：我们刚买了新房，等都安置好了，就邀请你来做客。宋小媛这才点点头：好吧。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对宋小媛说的，为了表示歉意，这次聚餐夏淼买单。不过夏淼急着回去，吃完饭后便和宋小媛告别。夏淼走时提起了放在一边的袋子，里面是满满的书，也许是宋小媛的错觉，她似乎看到了某本书的名字是如何让你的伴侣度过产前抑郁症的危机。难道夏淼有产前抑郁？不对啊，她刚刚的表现不是挺正常的吗？夜幕降临，夏淼匆匆回了家。屋子里没有亮灯，阳台上的玻璃门也没有关，夜风涌入，把窗帘吹得哗哗作响，像是张牙舞爪的野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而在这阴暗的氛围里，沙发上蜷缩着的黑色人影更是显得鬼气森森。你还知道回来？夏淼头皮发麻，赶紧把灯打开，将打包的甜点递了过去。快看，大宝贝，这是我给你带的好吃的呢。男人披头散发，脸色苍白，鼻梁上的红晕宛若随时会干枯的血液。面对夏淼的讨好，他不言不语，只是目光悠悠，情绪低迷。紧接着他的眼圈越来越红，聚集了可怜巴巴的雾气。夏淼赶紧抱着他，拍拍他的背：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我还爱你，最爱你，只爱你呢。他的甜言蜜语不要钱似的倾泻而来，才让鳄龟的情绪好了一点。夏淼又拿出那份甜点：你最近爱吃甜的，我特意给你带的呢。他语气温吞：会胖？不胖不胖，你太瘦了，要多长点肉才好。鳄龟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抿紧唇，闷声说：身材走样，你不喜欢？怎么可能？夏淼受了天大的冤枉，就差发毒誓了。我喜欢的是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无关。他瞥了他一眼：以前你说最爱的是我的腰，还骂公狗。夏淼汗如雨下。床上的时候他说话是有点限制级，但是他说的那句公狗腰绝对不是骂人啊。夏淼默默把那份甜点往回拿：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不该带甜点给你，我自己吃了。他眼眶又红了。夏淼神经紧绷：咋了？他说你吃独食，你不爱我。夏淼只觉得手里的甜点是块烫手山芋，给出去不行，拿回来也不行。他放弃了用甜言蜜语这一套哄人了，干脆把甜点放下，再把人往沙发上一扑，捧着他的脸如啄木鸟似的亲了好几下。你再做我就扒你衣服了。鳄龟脸颊通红，耳朵也通红，鲜艳欲滴，水润润的黑色眼眸漂亮的不像话。夏淼在说吃不吃？他缩了缩脖子，羞怯地说吃。夏淼打开了包装盒，把黑森林蛋糕送到了他的手上。鳄龟拿着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时不时地用眼睛偷偷地瞟过去偷看他。每次做妖后，他都会担心夏淼会不会生自己的气，但发现他偷看自己后，夏淼又抬起头来，重重地亲了他一口。鳄龟终于高兴了，把夏淼圈进自己的怀里，将一块蛋糕送到了他的嘴里。夏淼小小的一个窝在他的怀里，就像是被他抱着的洋娃娃。夏淼问：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鳄龟点头，他很感兴趣，叫什么？小贵。夏淼猛了一会儿，柜子的柜。因为夏淼和他心有灵犀，他眼睛发亮，兴奋的点头：淼淼，第一次见，柜子，求婚。夏淼很想说这个名字得慎重，但看鳄龟这么高兴的样子，他决定憋住不发表意见。如果孩子将来对自己名字有意见，就让他自己和亲爸商量吧。吴白镇里的学校少了夏淼的镇压，学生们又成了无法无天的模样。林主任抓着捣乱的方小鬼批评了一顿，又问：你小叔最近怎么都没有来上班？方小鬼回答：我小叔他最近很爱睡懒觉，大概是年纪大了，身体不中用了吧。林主任满脸疑惑。文思思被困在了吴白镇里，他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找不到通关的有力线索，但好歹旅馆里还算安全，还有个小屁孩总是来请教自己学习问题，可是这么一直苟着也不是办法。最累的这一天，他倒头就睡，终于又做起了梦。四周漆黑，唯有眼前的一扇门红得刺眼。文思思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天那个男人说过的话，他咬着牙选择赌一把，握住门把手，他推开了红色的门，抬脚走了进去。空间变换，周围成了旅馆大厅的景象。柜台之后，男人坐在椅子上，一手托着下颌，懒懒地拨弄着算盘。下一刻，他抬起眼，慵懒一笑。
等了这么久，你终于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他天真而愚蠢地踏进了他的梦境，而无聊至极的他正需要一个打发时间的小玩意儿。作为夏家大小姐，还是江城大学的校花，夏淼自然是受人追捧的存在。每天一走进教室，就有狗腿子们抢着把最好的位置让给她，像是众星捧月似的奉承着这位千金大小姐。夏淼今天穿着一条明黄色的裙子，是某家奢侈牌子的当季新品。她那海藻般的长发上别着的水晶发卡也好，脖子上的项链也好，还有她手腕上的手链，通通都是镶了钻的。每天她踩着那双小高跟，一出现在众人眼前，就是毫不掩饰的高调奢华。大小姐明艳漂亮，闪闪发光似的，可以晃得人眼睛疼。纵使不少人在背后说她浮夸，但架不住人家确实就是公主命啊。淼淼，这里的位置最好，我特意给你占的呢，你快来坐。夏淼被几个狗腿子簇拥着走到了中间那排的位置处，她没急着坐下来，而是瞥了眼座椅。有人很快反应过来，赶紧掏出纸巾把座椅擦了又擦，不一会儿就锃光发亮似的。狗腿子大大的笑着，干净了，绝对没有一点的灰尘，肯定不会弄脏淼淼的裙子。夏淼这才慢悠悠地坐了下来，右腿搭在左腿上，一手抬起，整理了一下耳边的碎发，扬起眉眼看人时，那股不可一世的劲瞬间都涌了出来。做得不错。他从包里拿出了几张门票，大家分了吧。骆小洛激动的大叫，是荔枝角演唱会的门票，这个票我们都没有抢到，淼淼你居然轻而易举的就能拿出这么多。还有人跟着激动的附和，我们本来都打算要去找人花高价钱买票了，而且能买到的票还只是观看角度很差的位置。天啊，淼淼给我们的门票的位置都是最好的。夏淼身子往后，舒服地靠在了椅背上，她晃了晃腿，漂亮的眉眼骄傲地弯起，门票而已，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如果让外人知道我夏淼的好姐妹居然只能沦落到坐在外围追星，那丢的还是我的脸。淼淼，你真是太好了，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能成为淼淼的好姐妹，我是多么的幸运啊！拍马屁的动静不断浮现，这风格一如夏淼给人的浮夸的感觉，周围不断有人投来视线，不是觉得这些拍马屁的人很虚伪，而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夏淼是学校里出了名的难伺候的大小姐，她向来以自我为中心，眼高于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是想要当她狗腿子的人却排起了长队。据说以前有人夸了一句她头发好看，饭卡里就被充了10年的粉；有人说了一句她的皮肤光洁无瑕，一定是仙女，忽然就收到了下家公司发来的实习通知单。还有一个学姐只不过是提了一句，这个世界如果有完美无缺的人，那一定就是叫夏淼。不久之后，快要毕业而为了创业资金发愁的学姐就忽然得到了一笔极大的投资款。就像是这一次当红偶像荔枝角的演唱会，门票往往在放出的一瞬间就被抢光了，但夏淼居然拿出了那么一叠分给了她的好姐妹。所以给夏家大小姐当狗腿的事情，那能叫当狗腿吗？那只不过是为大小姐提供情绪价值，为社会带动更多经济增长而已。但夏淼这人眼高于顶，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她的好姐妹。骆小洛见夏淼目露无聊，赶紧挥挥手，淼淼想休息了，大家都回去坐着吧。随着骆小洛的话音一落，刚刚还在围着夏淼尖叫的女生们顿时安静下来，很有秩序地回到了座位上。没有点察言观色的本领，还真当不上夏大小姐的好姐妹，这活自然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骆小洛坐在夏淼身边，和她八卦着最近发生的新闻。听说我们班会又来个转学生呢。夏淼掏出小镜子，整理着鬓边的碎发，男的女的，好看吗？听说是个男生，长得很特别，见到一眼就会难以忘记。夏淼突然来了精神，看一眼就令人难以忘记。骆小洛不懂夏淼为什么这么激动，他点点头，对，我是这么听人说的。夏淼放下了镜子，心底里有点激动。那个狗屁系统让他攻略一个特别的男人，也没有点名道姓，就这样消失了。他最近见了不少帅哥，总觉得差那么点意思，莫非要来的这个新同学才是他的目标？江城大学虽说是大学，但其实还保留着一部分的高中管理模式。在正式上课前，班主任老师带进来了一个男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班来了一位转学生，那就是傅兰同学。老师看向男生时，又轻声细语了许多。傅兰，你不要害怕，同学们都是好人，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告诉老师，老师一定帮你出头。身姿颀长的少年脸上扬起笑容，谢谢老师。见到少年的笑容，老师的表情忽然变得更加的痴迷，他那讨好的姿态也越加明显，泛着极强的一种违和感。少年看向了众人，当他完整的面貌露在了众人眼前时，许多人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他并不难看，但也说不出他是多好看。可是毫无疑问，他有着一张蛊惑人心的脸，眼眸漆黑，仿若能够吞噬所有光点的黑洞，眼尾却缀着一抹红晕，泛着奇异的风情。尤其是他右眼下的那滴泪痣，好似是点缀着的一抹黑色胭脂，勾得人心脏砰砰乱跳。少年说，接下来的时间我和大家就是同学了，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呀。他似乎是挺有礼貌，可是当眼睛扫过那一双双贪婪的目光时，他弯起来的眼角涌现着讥讽的笑意，粘稠的恶毒几乎随时会具象化，从他那双弯弯的笑眼里流淌出来，化作黑色的痕迹，途经那滴泪痣，他那张苍白的面容便好似随时都会多上分裂的线条而扭曲。夏淼确实是一眼就记住了这个少年，然而很快他有了危机感，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被他给吸引走了。他双手抱臂，沉着脸色，虎视眈眈。刚好少年也注意到了班上被人人追捧的对象似的，
他的视线与夏淼对上，又看了眼四面八方绕着夏淼坐的狗腿子们，露出了一抹纯洁无害的笑容。短短时间里，新转来的同学取代了风云人物夏淼的势头，成为了被万人瞩目的存在。他好似是一种蔓延开来的病毒，传染性极强。不过短短时间，学校里各处都是讨论着新同学的声音。你们看到了吗？今天傅兰同学对我笑了，仅仅只是因为我拿所有的生活费为他买了件礼物而已，他就朝我笑了。我旷了课，去隔壁市买了最好的鱼子酱送给了傅兰同学，他夸我做的不错，他多看了我一眼，太好了，他今天多看了我一眼。傅兰同学说德兴楼后面的树长得太高了，遮住了阳光，我们去烧了那些树吧。即使是在安静的图书馆里，也还是能频频传出来与傅兰有关的动静。但奇怪的是，管理员并没有阻止，反而也凑进了人堆里，与他人争辩着傅兰今天究竟是多看了一眼谁。夏淼见到旁边的骆小洛猛然间起身，他问：你干什么去？骆小洛眼睛里冒出疯狂的光，激动地说：傅兰同学说不喜欢那些树，我也要去烧了那些树。你疯了，在学校里放火，你还想不想毕业了？夏淼抓住了骆小洛的手，一时间也弄不清楚骆小洛究竟是真的发疯还是在开玩笑。被夏淼这么一抓，骆小洛茫然片刻，眼里的疯狂褪去，恢复了清明。他怔怔地说：是啊，放火是不对的，我怎么能这么做呢？骆小洛坐回椅子上，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呆滞。夏淼恨铁不成钢，他从包里翻了翻，拿出了一套没有拆封的眼影盘，这可是限量版的人鱼之泪，送给你了。你有时间用来发疯做什么？花时间来打扮自己不更有意义吗？骆小洛看着心心念念的化妆品，被抽空的精气神立马回来。他抱着眼影盘，用夏淼最喜欢的浮夸风说道：淼淼，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啊！如果说不久之前骆小洛像是被病毒传染一样，满脑子的欲望只剩下了傅兰，那么现在夏淼让他其他的欲望回归，于是只见过几次面对傅兰也就无关紧要了。骆小洛想起了自己放在包里的东西，他拿出了一包饼干。淼淼，你上次说我做的马卡龙好吃，我又做了一点马卡龙。骆小洛刚打开包装袋，旁边传来了少年阳光开朗的声音：哇，看起来好好吃的饼干呢，我可以吃一块吗？这种贸然上来就要问东西吃的人，会让人下意识的觉得反感，但这个人偏偏是傅兰。他眉眼弯弯，笑意盈盈，红色而上扬的唇角仿佛是涂抹了血色的胭脂，与他注视的这刹那，透过他那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会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兴奋感。他在看着自己，专注地看着自己，他眼底里对自己的爱意是不是就要快溢出来了？骆小洛目露痴迷，送上了饼干。傅兰同学，请吃。傅兰拿起一块粉色的马卡龙，轻轻地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她漂亮的唇与饼干亲吻时，竟然无端端的让人生出了一股嫉妒之情。果然很好吃。傅兰语气愉悦，毫不吝惜赞美。或许是夏淼的错觉，他感觉到了这个少年看了一眼自己，有讥讽，有蔑视，还有着浓浓的恶毒之意。傅兰自来熟识的坐在了骆小洛身边的位置，他双手托着下颌，诱人的面容浮现着瑰丽的笑容，眼睛一弯，再眨眨眼睛，天真无邪，能吃到那么好吃的饼干，真是高兴呢。同学，我请你吃冰淇淋吧。骆小洛已经挪不开目光了，他激动又兴奋，已经忘了夏淼，迫不及待的就要跟着傅兰离开。哗啦一声，夏淼的藏在包里的水莫名被拿了出来，又莫名打开了瓶盖，最后这一瓶水莫名的倒在了傅兰的身上。夏淼两只手捂住嘴，惊讶又抱歉的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骆小洛晃了晃神，头脑忽然清醒了不少。傅兰的外套湿了，裤子也湿了一点，他眼底里翻涌着可怕的情绪，恶毒因子几乎都要控制不住的跑出来，把这个胆敢弄脏自己的女生四分五裂。可是很快，傅兰压抑住了翻涌的情绪，她面色纯洁无辜，还有些委屈，红着眼睛小声的对骆小洛说：你别怪你的朋友，我想他一定不是故意针对我的，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吧，才受到了惩罚。一股绿茶味儿尤其浓烈。骆小洛再次上头：淼淼，你怎么可以？夏淼放下了一张机票和一张门票，你不是说想成为设计师吗？最近米兰时装周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骆小洛瞬间清醒过来，果断收了票，转而对傅兰说道：你说的对，淼淼一定不是故意的，我不怪他。傅兰眼皮子隐隐跳动了一下。夏淼说：我想喝一丁丁的四季奶青了。骆小洛十分有狗腿子的自觉：我去买。他转身就跑了。此时此刻，这块角落里只剩下了对峙的一男一女，两个人目光交接，谁也没有选择先收回视线，以至于空气里火花四溅，犹如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预兆。这个时候，如果谁先眨眼间，或者是谁先收回视线的话，就似乎是先输了一局。猛然间，桌子底下有只穿着高跟鞋的脚往少年的小腿上一踹，他吃痛的闷哼了一声，下意识的眨了眼睛，弯着身子捂住了被踹疼的小腿。夏淼这才后一步的眨着干涩的眼睛，还伸出手来揉了揉。在少年看过来之前，他又赶紧端正坐姿。傅兰没了虚伪的笑容，阴沉沉的盯着他，眼里的恶毒都要化作毒药一般蔓延进空气里。夏大小姐扬起脸，双手抱臂，精致漂亮的脸蛋上有着不输给她看人时的轻蔑和讽刺。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故意要和我作对的。傅兰来这个学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夏淼是学校里的焦点，但这没有关系，因为很快他就会夺得所有人的爱意，每一个人都会疯狂的爱着
着他，夺走他人的风头，让自己成为所有人心中的唯一，这本就是他本性里的贪婪。至于夏淼，不过只是个可怜虫罢了。但傅兰发现这次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夏淼的影响力还在，而他也不曾如那些人一般疯狂的迷恋他，这不应该。他应该像那些丑陋的、愚蠢的、令人发笑的侏罗一般，疯狂的叫着他的名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与他针锋相对，并且还可恶的踹了他一脚。傅兰有种与生俱来的认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不爱他，他是所有人心中的最真实的欲望的写照，而他也天生似的享受着那些人对他的瞩目，尤其是他们为了多让自己看一眼而倾尽所有，卑微如同蝼蚁，丑态毕现的那副模样，可真是令人能愉悦的发笑。傅兰就像是过惯了顺风顺水的人生，忽然在夏淼这里遇到了挫折，那股想要把他的骄傲碾碎，让他跪在地上求着自己多怜悯他一眼的冲动就越发强烈。傅兰盯着夏淼那张可恨的脸，只觉得他的眼睛也好，他的鼻子和嘴唇也好，都是那么的令人生厌。他忽然笑了一下，眉眼里浮现着恶劣的笑意，像是淬了毒，格外的阴郁。喂，夏淼。少年往后慵懒地靠在椅背上，他微微歪头，黑色的发梢轻动，在他的眼底里又添了几抹光影的变化，颇有几分俏皮可爱。他笑嘻嘻地说：“你也来迷恋我吧？”夏淼愣住，啊！傅兰又拿起了一块饼干，轻轻地咬了一口，他那如同血液一般红的唇扬起了绮丽的弧度，有着可以摄人心魄的魔力。你也来迷恋我的话，就可以成为大家的伙伴了，不然的话，恐怕你就要被大家抛弃了呢。图书馆里不知何时已经是寂静无声，那些原本在热闹地讨论着傅兰的人，如今都用如狼似虎般的目光盯着夏淼这边，他们的表情有着诡异的狂热与癫狂，眼里的嫉妒几乎都要化作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好激动，为什么他可以陪着傅兰坐这么久？好激动，凭什么他能够被傅兰注视这么久？好激动，这个女人究竟是有什么资格，能独占傅兰的视线如此之久？傅兰笑容越发灿烂，纯真无害的少年，漂亮美好，天生就有着让人追逐的魅力。所有人都渴望获得他的关注，然而真被他过于关注的那一刻，这个看似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只会走向悲惨的结局而已。夏淼面无表情，或许是因为预感到自己会成为那个被所有人排斥的对象而感到了不安。傅兰一手搭在桌子上，拖着夏荷，冲着夏淼眨了眨眼睛。所以，你要不要也来迷恋我呢？夏淼忽然说道。你的先后顺序是不是弄错了？你都没有追求我，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傅兰神情微顿。什么？正确的顺序不应该是你来追求我，让我喜欢你，然后我才会对你充满迷恋吗？傅兰黑漆漆的眼里略微有了茫然。你在说什么？什么顺序？这很重要吗？反正大家看到他的第一眼就会忍不住开始迷恋他了。夏淼眉头一皱，你是不是没有谈过恋爱？傅兰，没有又怎么了？难怪你什么都不懂。夏淼站起身，一手撩过胸前的长发，双手环在胸前，抬起了精致漂亮的脸蛋，有种愚蠢的高傲自大。听好了，你想要我迷恋你的话，那就来攻略本小姐吧，等好感度超过了50分时，就证明本小姐已经开始喜欢你了。傅兰莫名有了一种奇怪的倒反天罡似的匪夷所思感。夏大小姐身子往前，双手撑在桌子上，居高临下似的凑近了他的脸，一缕长发顺着他的肩头滑落，发尾擦过了他的手上的肌肤，有些痒。他眸子里闪闪发亮，明艳过分的脸上全都是过分的自信。听好了，喜欢本小姐的人可多着呢，你要是不努力的话，本小姐还真看不上你。夏淼站直身子，拎起包包，利落地转过身，长发与裙摆飞扬，踩着那双不文明的发出哒哒哒声音的小高跟，她就这样目中无人地走了。傅兰孤零零地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夏淼才出图书馆，就遇到了拎着奶茶赶过来的骆小洛。骆小洛十分有狗腿子的自觉，大小姐想要的，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一律都是跑着完成的。淼淼，我买来了奶茶，按你的习惯5分糖。夏淼扫了眼，接过奶茶喝了口，还算满意，从包里拿出了一包纸巾递给骆小洛。瞧你满头大汗，太影响我们小姐妹的名声了，擦擦。骆小洛赶紧接过纸巾，发现包装上还镶嵌着宝石，应该挺值钱，可大小姐就这样果断地把东西给了他。骆小洛想着自己的创业启动资金里又多加了点收入，他感动得要热泪盈眶，慌忙擦干净脸上的汗水。骆小洛感觉到了不一般的地方，淼淼，你心情很好。夏淼挑了挑眉，我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有人暗恋我。骆小洛十分奇怪，暗恋你的人不是有很多吗？这个不一样，他可是第一眼就让我记住的男生。骆小洛听出来了，夏淼估计对人家有意思，于是他很感兴趣，赶紧说道，那你们什么时候把话说开，开始交往？夏淼瞥了一眼骆小洛，谈恋爱的事情能这么随便吗？小洛，你可是我的好姐妹，跟了我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学会一个道理？恋爱就是战争，先告白的那个人就是先认输了，将来在恋爱关系里可是会处于被动地位。那你是不打算和他交往了？没有呀，我在等他来追求我。夏淼自信满满的眯起眼睛笑了笑，等着吧，那个男生绝对就快忍不住行动了。夏淼之前就发现，以前跟在自己身边争宠的人，慢慢的都被傅兰吸引了目光。经过图书馆里的那一番交锋，他可算是明白了，傅兰之所以抢去那些人的注意力，就是为了让他成为孤家寡人。他想抢走所有属于他的关注，这样他就能够看到他一个人了。一般有这种性格的人，肯定十分的偏执，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怪刺激的。
夏淼摸摸下巴，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点。他邪魅一笑，小样，还有几分病娇的范儿。骆小洛，夏淼猜得不错，傅兰确实是很快就行动了。夏淼走在去教室的路上，会有几个人不小心撞到他。这些人里有男有女，他们撞到了夏淼，一个个举止浮夸。天哪，我没看到，原来是校花经过了，撞到你了，真是不好意思。喂，我说你们不会是看到校花走过来了，所以才故意撞过去占便宜吧？几个人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样，话里话外都不把夏淼放在眼里。不远处，面容毅力的少年被众人簇拥着，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弯起来的眼睛漂亮的不像话。夏淼微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黑卡，如果有谁能够让这些人不小心摔一跤，我这张卡里的钱随便你们用。周围那些看戏的人眼里对少年欲望突然就被金钱的欲望所取代，一群人冲了上来，把那群撞了夏淼的人围在了中间，如同丧失了理智，疯狂地把人揍了一顿。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夏淼与傅兰的视线对上，傅兰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转移到了夏淼的脸上。夏淼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些人虎视眈眈的，他一眼扫过去，大约是想到了夏大小姐毫无人性的经济实力，有人把要倒下去的饭盒收了回来，也有人赶紧把盛着汤的碗假模假样的赶紧送到嘴边，大家装作很忙的样子，低头路过。最近这段时间，骆小洛跟着导师研究课题去了，没那么多时间来给夏淼当狗腿子，所以夏淼这几天都是独来独往。大家一看到他坐下，周围的人瞬间走光，他们在远处交头接耳，时不时把视线落在他的身上，目光里有着藏不住的恶意。换个精神不够稳定的人，只会觉得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自己，这种被人排斥的感觉很不好受，恐怕立马会低着脑袋离开人多的地方。但夏淼不一样，他接了个电话，说道：“是，就在第20堂这儿的1楼，你给我直接送过来就行了。”没过一会儿，饿死了吗？得外卖小哥拎着一大堆东西冲了过来：“小姐，你点的餐到了，烤生蚝、蒜蓉扇贝、麻辣波士顿龙虾，一大堆好吃的，在长条形的桌子上占了不少地方，香气飘飘，让其他人手里的价值20块钱的麻辣烫瞬间没了诱人的味道。更过分的是，桌子上还被摆了一瓶红酒。”夏淼优雅地把餐巾折成2半，放在腿上，再往酒杯里倒了杯红酒，轻轻地摇晃红酒杯，随后他轻轻地抿了一口，许是这酒不错，他眉间舒展。接着他动作缓慢而优雅地戴上手套，剥开了第一只大龙虾，把肉送进了嘴里。红酒配麻辣大龙虾，这中西结合的吃法实在是离谱又浮夸。偏偏夏大小姐本来就是个浮夸的人，她又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那么做什么都好像是成了合理的，不仅是合理，还会让人忍不住想，是不是这样的吃法才是有钱人家的主流？夏淼不过是吃了一点点的东西，便叹了口气，完了，吃不下了，要不还是丢去喂狗吧。淼淼，有人终于按捺不住凑了过来，原来你坐在这里呢，刚刚我都没有看到你，瞧瞧我这眼睛，真是白长了。有了第一个厚脸皮作为开头，其他人自然而然地凑了过来。淼淼，我最近学习有些忙，都没有时间给你玩了，我居然把学习看得比你重要，我真是对不起你。淼淼，你快看看我，最近没有看到你那人比花娇的容貌，没有听到你那优美动听的言语，我都憔悴了不少，瘦了整整3斤呢。要不是我妈叫我回去参加我爸的葬礼，我才不会在淼淼身边消失这么久。我爸的葬礼举行的真不是时候，真是该死啊！不管周围多么喧哗，夏大小姐还是那副优雅的做派，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她的笑容完美无缺。我就说我的好姐妹们最近怎么没有时间陪我呢？原来都是有事情忙去了。没关系，我能理解。来，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找个时间我们再一起去逛商场呀。不过在短短时间里，夏大小姐又成了那个万人瞩目、被跟风讨好的存在。隔着人群，夏淼又与远处的少年对上了视线。这一次，他的脸色比起之前还要阴郁，那种浓郁的、粘稠的、恶毒的黑色汁液，仿佛随时会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为他苍白的面容添上4分5裂一般的裂痕，又为他眼角下的那滴泪痣添上更浓的色彩。夏淼故意打开了一盒鱼子酱，这是刚刚空运过来的哦。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怎么好吃，臭臭的、烂烂的，不过好像挺贵的呢。大家随便吃，不够的话，我再让人多送点过来。那一边的傅兰彻底失去了表情管理，像是一座可怕的火山，即将歇斯底里。或许是因为他站在阴影里，所以身影有些模糊不定。夏淼透过人群，好像看到他的身影隐隐有一种分裂的迹象。今天晚上，夏淼还有2节课要上，上完课后，他憋不住去上了个厕所，再从隔间里出来，推开大门时没有推得开。夏淼很快意识到了什么，他拿出手机一看，莫名其妙的没有信号。门外，少年的身影瘦长而扭曲，他狭长的眼眸弯起，夏淼，求我吧，或许我会放你出来哦。自从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学校的纪律和规矩仿佛都以他为准则而发生了变化，不论是再过分的事情，也会有人抢着帮他做。而现在他会忍不住亲自动手，一定是因为被忍无可忍了吧？奇怪的是，门的那一边没有任何动静传来。傅兰说：“你听说过吗？这栋教学楼的第4层楼的女洗手间，到了午夜12点会出现第13个隔间，而很久以前，有一个怀孕的女学生在里面因为难产而死掉了。她会在午夜降临的时候抱着孩子出现，一个个的敲响隔间的门。如果一旦让她发现里面有人的话，她话没有说完，已经恶劣的发出了笑声。你一定会死的吧？”里面还是没有动静，直到过了许久，猛然间传来了砰的声响，很快动静又消失了。傅兰微微皱眉，她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如果
夏苗把自己撞晕了的话，那游戏不就没有意思了吗？大门打开，少年一步步走了进去。他那双漆黑的眼睛扫视周围，忽然之间有一只脚踹在了他的背上，他猝不及防，一个踉跄往前撞到了隔间的门，额头上肿了一个包。呆，树子，居然敢给本小姐玩小黑屋囚禁这一套，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个教训。夏淼手里拿着一个拖把，好似拿着一柄长枪，表情严肃，气势十足，颇有几分穆桂英挂帅的气场。什么妖魔邪祟，在他面前都只是小虾米。傅兰的手捂着额头上肿起来的地方，身体颤抖，身影又有了飘忽不定的分裂感。他阴恻恻地发出了笑声：“怎么，你是不是想要杀我了？”不是生气，倒像是愉悦。对啊，如果他想要杀他，那不正是说明了他也和那些想要独占他，而把他四分五裂的人们没什么两样吗？夏淼看到他变态的笑容，打了个寒战。本小姐才不会杀你，本小姐今天就是要教训你一顿，让你明白追女孩子用这样的方法是大忌。傅兰还没有反应过来，夏淼手里的拖把已经劈头盖脸似的砸了下来，也不知道他是砸到了哪里。少年闷哼一声，在瞪着他时，苍白的脸被气得有了健康的红润。他抓住了砸过来的拖把，五官渐渐扭曲，危险的讯息很快就溢满了空间。他咬牙切齿：“你找那个死！”还没出口，夏淼又打了个寒战。我靠，你怎么还兴奋的脸红了？夏淼赶紧松开手，扔了拖把，离他远了2步。我是想要教训你，可没想过让你爽吧。傅兰随着风一吹，大门关上，紧接着咔嚓一声传来了不妙的讯息。夏淼赶紧冲到门口的位置，伸出手抓着门把手，没有转得动。他回头：“你搞的鬼！”傅兰现在却是心情不错，只要是夏淼觉得麻烦了，也不管自己是不是也被困在了这里，他就是觉得高兴。少年眯着眼睛笑，语气愉悦：“你猜是不是我搞的鬼啊？”门会突然关上，还真不是傅兰做的，只不过是风带关了门，而这个年久失修的门，那张锁自动落了锁扣，把门锁住了而已。夏淼的表情不是很好看，于是傅兰的心情就更好了。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了纸巾，把夏淼之前碰到自己手的地方慢悠悠地擦了一遍。他始终都是笑眯眯的模样，好似开朗活泼，友善无害。要不要跪下来求我呢？少年恶劣地说：“也许我心情好的话，就会把你放出去了。”夏淼瞥了他一眼，淡定地蹲下身，掏出手机看起了以前下载的动画片。他一点都不着急，更不可能真如他期望的那样跪下来求他。傅兰脸上虚伪至极的笑容消失不见，渐渐的又成了那副阴郁恶毒的模样。他死死地盯着他，那染了毒液一般的目光，看起来是恨不得冲过去把他撕碎。他天生就是人群中的焦点，从来都没有被人忽视过，当然他也不会接受有人忽视自己。喂，夏淼，你想在这里被困一晚上吗？夏淼不搭理他，他甚至是从包里拿出了蓝牙耳机戴上，连动画片里传出来的热血的欧啦欧啦欧啦声都不给他分享。傅兰眼里的黑墨越发浓郁似的，像是诡异的黑洞，能让直视的人从心底里感觉到一种不知名的恐惧。等午夜时分一到，会有女鬼出现来吃了你。夏淼挪了挪身子，换了个更舒服的位置蹲着，他的视线始终落在屏幕上，动画片里花里胡哨的画面竟然比这个屹立的少年还要更有吸引力。傅兰怀疑他是听力和视力都不好，否则不会有人这么忽视自己。他一步步靠近，在夏淼身边蹲下，凑过去咬牙切齿，一字一句的清晰说道：“夏淼，这是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了，你要是还不向我求饶，我就正式向你宣战了。”他又气又急，漂亮的脸蛋上五官扭曲，刻薄与恶毒涌现而出。即使现在室内亮着灯光，他的存在也添了几分阴森恐怖。夏淼头也没抬，转过脸，顺便把视频开了2倍速，花里胡哨的被加速了的画面，也多亏他能够看得清。傅兰紧紧地攥着自己的手，指甲几乎要陷入掌心，尤其是那双被浓郁的黑锁侵蚀的双眼，泛滥着可怕的讯息。少年似乎随时都能变成怪物的模样，把这个胆敢忽视自己的女生给撕碎。傅兰忍无可忍：“夏淼，你应该很清楚我在学校里的号召力，你要是想能顺利毕业的话，就该像是阔鱼一样匍匐在地上，求我对你网开一面。夏淼，你是不是以为我说的都是大话，所以不把我当一回事？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一定会死得很惨。夏淼，不许沉默！”黑发黑眸的少年已经歇斯底里，尖锐的声音十分的刺耳：“和我说话？那你求我呀？”夏淼终于有了回应，他抬起脸，神情不可一世：“要是你来求我的话，我就和你说话。”短短时间，他们的角色竟然像是发生了转换，他才是那个可以掌控一切、可以随意戏耍人的存在。傅兰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倒反天罡的事情，他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过了2秒钟后，意识到夏淼说了什么，他年轻的面容上溢满了嘲讽似的不可思议：“夏淼，你是疯了吗？”夏淼低着脑袋看动画，又不打算搭理他了。傅兰呼吸急促：“夏淼，不许看动画，你必须和我说话，否则我不会让你接下来的日子好过。”他已经气急败坏，说出来的话更是外强中干，在所谓的让他不好过之前，他已经先一步不好过了。傅兰觉得夏淼一定是疯了，否则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他应该像其他人那样，为了夺得他的一个眼神，放弃人格和自尊，恨不得跪在地上给他当踏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他看了一集又一集动画，而且还故意用手挡着，不准他蹭到任何偷看的机会。不看就不看，还当他稀罕吗？傅兰赌气似的站起来，还特意离他远了几步，他就等着午夜来临，在洗手间里的女鬼出现那一刻，夏淼会如何失声尖叫，跪在地上求着他救他。
而他会踩碎他的骄傲，让他痛哭流涕，后悔地诉说着不应该是他如无物。窗外夜色更深，不知何时已经是万籁俱寂。蓦然之间，灯光闪烁，好似是传来了风声鹤唳般的动静，空气里渐渐地多了几分阴暗潮湿。灯光闪烁，令人眼睛不适。夏淼抬起脸，看向天花板上的灯。另一边站着的傅兰扯动了唇角，他双手抱臂，姿态慵懒而优雅，静静地等着恐怖降临的那刹那。他会用何种失态而丑陋的样子被吓得屁滚尿流。终于，闪烁的灯彻底罢工，彻底黑了下来。一时间只能看到夏淼手机屏幕里悠悠发出的光。肉眼看不到的角落里，第14个隔间不知何时出现，门缝下隐约有一双女人的脚。傅兰已经掏好了耳朵，准备等着夏淼的失声尖叫。猛然之间，一只手拽着傅兰，他猝不及防，转瞬被拖进了靠墙的隔间里，然后紧紧地锁了门。两个人挤在狭小空间里，并不是那么好受，尤其是傅兰在没有光亮的环境下也能看清东西。见到近在咫尺的夏淼，他很是嫌弃。傅兰，喂，夏淼，你……夏淼捂住了他的嘴，压低了声音，嘘，小声点。傅兰眉头一跳，这个女人居然用碰过厕所门的手来捂他的嘴。夏淼轻声说，这里好像还有第3个人。灯光熄灭之后，他就好像听到了别的动静。如果洗手间里真的有第3个人，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躲藏这么久都不吭声？这一定是因为有什么目的的吧？夏淼有些紧张。傅兰发现他终于有了害怕，也不计较他用不干净的手碰了自己的事情了，把他的手拍开。他语气愉悦，你怕了？要是你跪，你知道我多有名吗？有多少人花钱买我的照片吗？夏淼打断了他的话，嗓音虽然刻意压低，但还有着满满的怒气。要是被人拍到了我一个你这样的男生在女洗手间里拉拉扯扯，我还要不要脸了？我家族还要不要脸了？傅兰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什么叫我这样的男生？就浮夸、虚伪、自大，又娇气又愚蠢啊！傅兰被气笑了。传说里4楼的女洗手间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恐怖的故事，据说是一位女生怀孕了，她却藏得很好，宽大的衣服套着，居然没有人发现她怀孕的事实。然而不幸的是，某一天晚上，她有了早产的征兆，于是她赶紧躲进了最深处的那一个隔间，最终难产生下了一个死婴，而她也不久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直到第2天，清洁工阿姨来打扫，闻到了血腥味，推开隔间的门后，见到了血腥恐怖的一幕。之后，学校里就有了灵异事件的传闻。为了平息众人心中的慌乱，学校最终把出事的这个隔间用水泥把墙面加厚，刚好封住了这个隔间。但即使是这样，还是会有灵异的传闻。午夜12点，灯光熄灭，被封在墙里的那个隔间重新出现。吱呀一声，门打开，抱着孩子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女人披头散发，低着脑袋，苍白的面容被长发遮住，她浑身是血，赤着的脚落在地板上便会落下一个血脚印。她这副模样本来已经很恐怖了，更何况她的手里还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孩子还没有发育完全，小小的一团肉，挑战着人类的认知。更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脐带还与女人相连，染血的脐带就这样把它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女人缓步往前，推开一个又一个隔间的门，发出了阴森诡异的声音。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他似乎是在重复着生前最后一刻的举动，试图向人求助一般，一点点地走遍所有的隔间，寻找着是否还有其他人的存在。当然，按照传说里的那个恐怖说法，如果真的有人被女人找到了，那么这个人只会成为他孩子的营养餐。尽头的那个隔间里隐约有着说话声。有人！血鹰高兴地嚷着不成调的声音，仿佛是在催促女人快一些。好不容易有人类大晚上的停留在这儿，可不能错过了。女人也果然加快了步子，隔间里的声音更加清晰。夏淼，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我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存在，没有人不会爱我，没有人不会喜欢我。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我倾家荡产吗？我现在能和你说这么多话，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的在地上爬了。哼，可笑！傅兰，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在我面前晃悠？本小姐冰雪聪明，国色天香，智商高，情商高，不少青年才俊都赶着来讨好我呢。我能好脾气的不和你斤斤计较，你就应该跪在我脚边，说谢谢女王大人。什么女王大人？你就是个女王罢。大家还说你是万人迷小王子呢。要我说，你就是一只随时开了屏的孔雀，随时随地都在释放出信息素，求着人来排队给你提供繁殖对象呢。傅兰，你说谁是开屏的孔雀？夏淼，你接话，那你就是。傅兰，你这个愚蠢的阔鱼。夏淼，反弹。傅兰，恶心的侏罗。夏淼，反弹。傅兰气得要跳脚，令人厌恶的重置。夏淼，反弹。听起来里面有2个人，而且他们正在吵架。浓烈的消极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已经让鬼怪们先一步感觉到了猎物的美味。女人和孩子都忍不住了，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同时搭在了门上，留下了2个血淋淋的手印。随后门开了，有人，一男一女同时怒气冲冲地回头，滚！女人身体一颤，怀里的孩子已经缩进了她的怀里，不敢冒头，因为发抖，坠落下来了不少血点，砸在地板上成了小雪花。正在愤怒里的少年因为情绪太过激动，他的脖子后已经冒出了一个肉包，那个肉包不安分地起伏着，隐约可见有了个人脸的轮廓。
就好像是他的身体里仿佛还有着无数个自己等着分裂出来，成为新的个体。女人感受到了危险，抱着孩子飞速的往回跑，钻进了第14个隔间里，牢牢地把门反锁上。傅兰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原本他的情绪只在愉悦与无聊两种之间徘徊，而现在他被夏淼气得差点要当场分裂。你这个愚昧、无知、恶心的爬虫！少年往前一步，把夏淼挤在了角落里。他身躯与他相比是高大的，光是仗着身高优势就气势迫人。他厌恶他时常不用正眼看自己这回事，于是他一只手失控地擒住他的下颌，强迫性地抬起他的脸。他在弯腰低头凑近的时候，终于能够看到他的眼底里有着自己的面容。傅兰扯了一下唇角，笑容恶劣至极。我一定会让你知道，得罪我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夏淼大概是真的被威慑到了，因为他好一会儿没说话。又过了几秒钟，他突然抬起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一双水盈盈、涟漪泛动的眼眸。少年头皮发麻，你脸红什么？夏淼羞涩地闭上眼睛，一巴掌把他的脸呼开，自己难为情地偏过脸，嘴里叫道：废话，你离我这么近，我会受不了的啊！原来这样，他就受不了了。傅兰眼里冒出了睿智的光，扶正歪掉的脖子。他这次两只手强硬地捧着夏淼的脸，让他红彤彤的脸蛋不能躲，只能正视自己。他少年感极强的面容再次凑近他，这次离得更近了一些。他能够感受到他的呼吸，连他睫毛的颤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夏淼，你完了！他咧开嘴一笑，露出了小虎牙。我已经抓住你的弱点了。夏淼只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他都能亲上自己了。于是他脸红了，耳朵也在发烫，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眼里的星光成了火点，好似有着灼烧的温度。太热了，空气里都有着奇异的高温。傅兰手一抖，差点狼狈的退后。他强作镇定，下颌紧绷，凶神恶煞。夏淼，瞧瞧你现在这丑巴巴的样子，不想以后受欺负的话，就像其他人那样迷恋我，追逐我，热爱我，懂了没？夏淼觉得傅兰这家伙多少有点毛病，因为他就没有见过还有人能比自己更加矫情，更加浮夸，甚至是有点人厌狗嫌的地步了。夏淼一脚踹了上去，正中少年腰部以下、大腿以上最脆弱的部分。傅兰一手撑着墙，弯下了高贵的腰，他的表情变幻复杂，那难以言说的地方传来的阵阵刺痛感，再次又让他有了杀人的冲动。夏淼，他咬牙切齿地抬起头，眼眸黑的浓郁，苍白的面容上因为愤怒而终于有了血色，看起来健康多了。夏淼理直气壮地看他，我不是说了吗？你得先让我喜欢你，我才能迷恋你，爱慕你。你不能仗着我对你有好感，就以为我会包容迁就你那高傲自大的臭毛病。傅兰听到他对自己有好感这句话时，脑子有点懵。这个女人动不动就是嘲讽他，用脚踹他，处处和他对着干，哪里像是对他有好感的样子。洗手间里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好似将阴霾一扫而空。夏淼也终于注意到了他的脖子那儿有些不对劲，踮起脚尖，他的目光落在他的颈侧，盯着上面那凹凸不平的起伏。许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呆住，看起来是有些怕了。傅兰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脖子，不知为何，他莫名有了种奇怪的心情。这种感觉就好像是6岁的小朋友还尿了床，醒来发现的第一反应不是叫爸爸妈妈赶快来帮自己，而是想要藏着掖着，不被人发现他做了这么丢脸的事情。夏淼说：你的脖子怎么了？你是想说我丑得令人恶心，还是想说我是个可怕的怪物，愚蠢的侏罗？你以为你比我能好到哪里去吗？夏淼略微沉默一会儿，我是想说，你脖子后面好像长了个疮，你疼不疼？傅兰，夏淼哪里能想到自己不过是随口问了句话，就引来了他这么大的反应，简直就像是有应激障碍似的。风又一次袭来，啪嗒一声过后，传来了大门打开的声音。夏淼率先走出狭小的隔间，到了大门口那时，他回过头来看他，你还打算在这里过夜啊？走了。傅兰站在原地抿了抿唇，终究是不甘不愿地踏出脚步，跟在他的身后。这一男一女走后，藏在第14个隔间的母子终于松了口气。他们是社恐，活动空间向来只有这个女洗手间，压根就没有见过别的怪物。那个少年身上散发着浓郁漆黑的恶意，简直是让变态都觉得可怕。而最可怕的还是那个人类女孩，她居然敢指着少年的鼻子骂，还对他动手动脚的。所以他们赶紧打开了大门，把这2个瘟神送得远远的。黑沉沉的夜色刮着冷冷的风。夏淼回过头，黑发黑眸的少年人两手插兜，看起来懒散又无聊，只不紧不慢地走在他的身后。发现他看了过来，他瞬间抬头挺胸，神色高傲，只用一双眼俯视着他似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感觉。可真装！夏淼收回视线，懒得理他。这时候，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冲出来了一个男生，他面色枯黄，黑眼圈极重，精神状态尤其糟糕。但见到傅兰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里冒出来了炙热的光，狂热又疯狂，像个变态。傅兰同学，我终于见到你了。男生迫不及待地靠近，忽视了夏淼的存在，走到了傅兰身前。他情绪激动地把手里的东西送到了傅兰的面前。你上次说这个4叶草的红钻石耳钉很好看，我一直都记得你说的这句话。现在我终于把它们买了回来送给你。傅兰带着点轻蔑的目光扫了眼精神状态明显不对的男生。寻常人都能看出这个男生此时的情况很不好，情商再低也会客气地询问一句：你没事吧？但傅兰却连这点的关心都懒得伪装，他神色里有着毫不掩饰的挑剔。既然知道我喜欢的话，就应该早点送过来吧，而不是让我等了这么久。
男生连忙说：“对不起，傅兰同学，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卖出去1颗肾，一拿到钱，我就赶紧去买了礼物，跑过来见你。”夏淼在旁边听得叹为观止。男生急于讨好傅兰，赶忙把盒子里的耳钉拿出来：“傅兰同学，你看，我买的是你喜欢的款式。”傅兰看了眼男生拿着耳钉的手，表情里流露出了浓浓的嫌弃：“你的脏手碰过的东西，我不要。”男生愣了一下：“你不要？”傅兰恶毒至极，眼里的刻薄随着漆黑的目光流动。他嘲讽着：“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送东西给我们？你也不去拿个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你这副愚蠢的模样，让空气里都泛着一股愚蠢的气息。你究竟为全球污染做了多大的贡献？你不会还不知道吧？”男生脸色惨白，嘴唇颤抖：“傅兰同学，我别挡我的路，侏罗！”傅兰觉得多和这些愚蠢的人打交道，都会让自己也跟着染上不好的气息。他尖酸薄凉，一张嘴像是淬了毒，把人贬得一文不值，就好像是能让他获得愉悦的心情一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边享受着他人的追逐，一边又会将他人视为恶心的蝼蚁，把这些人对他的爱慕之心说得像是一滩狗屎，他才能感到快慰。傅兰一双眼瞥到了夏淼，他的眼神有些奇怪，大约是见识到了他的恶毒之后，明白了他不是个好惹的人吧。他有些畅快，这个女人总算是认清楚了他的可怕之处，但同时又有另一种奇怪的情绪涌现出来。他要是觉得怕了，估计以后就会躲着自己走了吧。傅兰莫名有些不畅快，为什么？大受打击的男生手里贵重的礼物掉在了地上，他双手捂着脸，指缝处可以看到那双遍布血丝的眼睛。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多看我一眼？有那么多的人喜欢你，我一定比不过他们的吧？如果你能属于我一个人就好了，只属于我一个人。理智崩坏的男生从口袋里拿出了匕首，他那双充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傅兰的背影，朝着傅兰冲了过去。夏淼注意到了傅兰背后的情况，他赶紧拽着傅兰往旁边挪了一步，接着他伸出腿，一脚踹在了男生的肚子上。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的男生被这么一踹倒在了地上，但他手里的刀还是划破了傅兰的侧脸，擦破了一点皮，微微沁出了血迹。傅兰纤长的手指抚着脸上的伤痕，神情阴沉。又见夏淼掏出了手机，他不爽地说：“你干嘛？报警啊！”傅兰的视线落在了夏淼抓住自己手腕的手上，刚刚就在那么一瞬之间，是他反应极快地拽走了他，才没让那个疯了的人把刀子捅进他的身体里。如果他没有一直关注自己的话，一定做不到反应这么迅速吧。傅兰洋洋得意，努力克制要上扬的唇角：“我已经没事了，你不需要报警。”夏淼看也没看他，现在的情况又不是你需要帮助。傅兰喉间一梗，再狠狠地瞪向地上的那个男生，想要杀了他的冲动都有。凭什么这个男人比他还能够引起夏淼的关注？警察来得很快，给夏淼和傅兰做了笔录，他们把疯了的男生带走，要先送去医院做个精神鉴定。男生身体明明已经无力，被人扛着的时候，他的嘴里居然还叫着：“傅兰，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他像是成了傅兰的狂热信徒，甚至是狂热到了想把自己信仰的神杀了之后好独占的地步。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再联系你们。警察走之前，目光又落在了傅兰的身上，不由自主地停留了许久。在警察的眼神也要变得狂热之前，夏淼挡在了中间，他不那么标准地敬了个礼：“警察叔叔辛苦了，很晚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被夏淼这么一打乱，警察叔叔如梦初醒一般，他晃了晃有些奇怪的脑袋，眼神恢复了正常，带着人一起离开。等其他人一走，夏淼转过身来，双手抱臂，毫不客气地教训：“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吗？如果你再这么下去，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发疯，想要杀了你吧？”傅兰不以为意：“怎么？你担心我？”夏淼出乎意料地说：“是有些担心。”傅兰没想到他这么果断地认了，花了1秒钟的时间反应，然后他眼尾上挑，语气愉悦：“那你可以抢在他们之前杀了我啊，把我大卸8块也好，把我碾成粉末也好，甚至是把我的身体藏在冰柜里，你可以收藏我许久呢。爱我的人有那么的多，你要是想独占我的话，也不是不行。”夏淼面无表情。傅兰兴奋地凑近，弯着腰，低着脑袋，眼眸里闪闪发亮：“怎么样，是不是很心动？喂，夏淼，要不要杀了我？”他好似天生有着一种奇异的本能，具有尤其强烈的自毁倾向。他像是毒药，引来无数人为他着迷，而他人中毒的那一刻，他也会因为自己的毒而死状凄惨。但傅兰有种很奇怪的认知，他诡异地享受着大家对他的杀欲，仿佛这就是所有人都爱着他的证明。夏淼一巴掌呼了过去，推开了他的脸：“我是守法公民，别诱惑我犯罪啊！”傅兰眼里冒出来火气：“喂，你是不是找？再说了，难道你不会痛吗？”傅兰嘴里的那个死字被咽了回去，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呆：“你说什么？你一直嚷嚷着让人来杀你，来收藏你，难道你不会痛吗？”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回答道：“当然会痛啊，你是笨蛋吗？既然痛的话，为什么不好好保护自己？”夏淼说道：“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不希望他受到任何伤害，更不用说会拿刀去捅他。你别把杀人的欲望和爱情的欲望混为一谈啊！杀人的欲望，爱情的欲望，不都是欲望吗？”傅兰的存在意义就好似是为了这些欲望而存在，一直以来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有什么不对。猛然间有人告诉他这是2种东西，
这触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于是前所未有的陷入了茫然。夏淼问他：“你想不想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傅兰梗着脖子不想点头，但还是按捺不住心底里的好奇，别扭的点了一下头。夏淼咧开嘴一笑：“很好，那你开始来追求我吧，等我爱上你，你就知道爱情的欲望可不等于想杀人。”他的话真是好有道理。夏淼挥挥手：“好了，我先回去了，明天见。你要记得想办法让我喜欢你哦。”不对，傅兰略微皱眉，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夜色之中，一滴血液落在地上，不多时便长出了肉芽，小小的蠕动着，藏在了草地里。学校里有疯子被带走的事情，短短时间里就传遍了。我听说了，他找上了傅兰同学，想让傅兰同学和他在一起。可恶，傅兰同学是我们的，他有什么资格获得傅兰同学的青睐？他要是还敢来学校，我一定要杀了他！男男女女都为了傅兰而痴狂，所谓的秩序已经不知不觉中在所有人的心中崩塌。他们满脑子都是傅兰，早就失去了理智。骆小洛今天有时间陪夏淼一起吃饭，他很感兴趣地问：“你那个双向暗恋的男生开始追你了吗？”夏淼不太高兴地说道：“行动是行动了，但是他的方法我不喜欢，我和他还不熟呢，他就想和我玩小黑屋囚禁的剧情。”骆小洛捂住嘴：“天啊，这么刺激！”本就闹哄哄的食堂，因为门口那儿走过来的人显得越发的热闹。是傅兰同学来了。高个子少年身形纤瘦，屹立的面容精致过分，光是站在那儿，往人群里一扫，他便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个存在。他没有搭理那些喧嚣的侏罗们，径直朝着夏淼而去。到了他的面前，他扬起脸，笑容向来有些刻薄：“夏淼，我允许你今天让我陪你吃饭。”他的话有点烧脑，明明是想陪着夏淼一起吃饭，却偏偏说出了命令的口吻。傅兰是被万众瞩目的人，众人都疯狂一般的想要得到他的青睐，也因此，当他屈尊于贵的与夏淼说话时，食堂里的人们齐刷刷的看向了夏淼，那些眼神里有着羡慕和嫉妒，保不准哪天就会发了疯。骆小洛一见到傅兰，脑子里的那根筋忽然也绷紧了，就像是其他人一样，他也会忍不住想要去追逐傅兰的身影。如果能让他多看一眼自己，那就最好不过了。然而在看到旁边的夏淼，骆小洛的意识忽然清醒了不少。夏淼瞥了一眼傅兰，压根不给面子接话，而是低着脑袋把一个肉丸塞进了嘴里，吃得正香。傅兰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等来，夏淼喜笑颜开的赶紧为他拉凳子、擦桌子。渐渐的，他憋不住了，一只手掐着夏淼的下巴，把他的脸强制性的抬了起来。夏淼，不许无视我！他都主动来和他说话了，他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居然还敢不用正眼看他，这个女人简直是太可恶了。夏淼嘴里还有着没咽下去的丸子，半张脸都是鼓起来的。傅兰觉得可恨，两根手指特意压在了他鼓起来的脸上，用力的往下压了压。夏淼差点被呛出来，喷他一脸。他赶紧拍开他的手，拿起饮料喝了一大口，等咽了下去之后，才好受了不少。紧接着，他抬起眼，恶狠狠地瞪着他。他不高兴，傅兰就觉得高兴，抽出纸巾擦着手。他高高在上的看了一眼旁边的骆小洛，骆小洛头皮发麻：“我吃饱了，我先走了。”他端着自己的餐盘落荒而逃，很快就没了人影。夏淼身边的位置空了，傅兰优雅地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不需要他说什么，周围的人们都赶着过来问他想吃什么，他们愿意抢着去刷饭卡。傅兰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事实上，能够有机会为他做事，那还是他们的荣幸。贵的，好吃的，不要蔬菜。傅兰话一出口，食堂窗口那儿瞬间涌上去了很多人，生怕晚一点就没了献殷勤的机会，因为有太多的人推推搡搡，甚至是打了起来，估计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消停。傅兰故作矜持似的看了一下夏淼餐盘里的食物，他问一声：“你就吃这些猪食？别吃了，待会我分你一些好吃的食物。”夏淼还是不接话，端着自己的东西挪到了旁边的空位置上，于是他和他之间多了一个空位置的间隔。傅兰眉头微皱，继而再往旁边挪了个位置，又和他坐在了一起。夏淼，和我说话。他就是这样的臭脾气，说出来的话好似总是带着命令式的语气，仿佛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围着他转。夏淼却从来都不惯着他，不管他怎么歇斯底里，他始终情绪稳定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理他，那就是真的不会理他。傅兰咬牙切齿：“夏淼，你又在玩什么？我今天还没有气你的吧？”夏淼放下筷子，擦了擦嘴，在舒了口气后，他扭过脸来看他：“你现在是在玩哪出？”他终于愿意搭理自己了。傅兰脸色好看了一些，他坐直了身子，漫不经心一般的问：“什么玩哪出？你主动找我说要和我一起吃饭，那就是说你现在打算追求我？”傅兰死鸭子嘴硬：“什么追求你？你的自我意识是不是过剩了？我只不过是看着你坐在这孤零零的吃饭可怜，才善心大发来找你而已。”夏淼面无表情，说实话：“好吧，好吧，我就是想来找你吃饭，怎么了？”傅兰破罐子破摔地说道：“昨天晚上不是你说的吗？你要我让你喜欢上我，这样你就能够教我爱人的欲望和杀人的欲望不一样，怎么了？你现在打算反悔了？”夏淼，既然你都打算追求我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和其他人保持距离感？傅兰两眼茫然：“什么距离感？那些人讨好你，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要让我喜欢你的话，那你就得有难得，和其他人要有边界感。”他指责人时的气场太强，傅兰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矮了一截。他梗着脖子，努力不让自己认输。以前也是这样的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问你，如果我和其他人保持亲密关系，你会怎么想？
傅兰漆黑的眼睛里危险疯狂翻涌。你敢这样做试试？我一定会杀了你们！话说出口之后，傅兰又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说的太可怕了。他正别扭的想着要不要说几句话来补救，却见夏淼一拍桌，气势凛然。就是这样，你和其他人保持这种关系，我也会想杀了你。傅兰神色微顿，随即喜上眉梢。你想杀了我？夏淼，你也想要独占我是不是？可以的啊，你来杀了我吧，来证明你对我的爱。他的身子凑了过来，洋溢着兴奋的面容，漂亮又诡异，恨不得现在就拿一把刀放进夏淼的手里，让他用杀死他的方法来证明对他有着热烈的爱意。夏淼推开他要蹭上来的脸，我都和你说过了，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不舍得他受伤害的。可你刚刚说想杀了我，那是气话，你听不出来吗？夏淼很想踹他几脚，但忍住了。要是我发现你不能一心一意对我，我只会选择放弃你，不和你在一起了。傅兰从未听过放弃两个字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他觉得很陌生。随后而来的是一种浓浓的沉闷感。你不能放弃我。夏淼说，那你不许和那些人靠得太近，不许随便要求人送礼物给你，不许随便收下别人送的东西。傅兰说，不行。夏淼生气地说，那我不要喜欢你了。傅兰也生气，我不同意。夏淼，我喜不喜欢一个人是我的自由，你凭什么不同意？傅兰，就凭我讨厌你。他红着脸，耳尖上也鲜艳欲滴，漆黑的眼眸里泛着奇异的波澜。明明气势汹汹地说着讨厌人的话，可是他面红耳赤的模样，却仿佛已经暗示了他嘴里的讨厌两个字需要反着去理解。夏淼眨眨眼，你喜欢我？傅兰，哈？你在开什么玩笑？谁会喜欢你？夏淼，哦，那我去找别人玩了。夏淼，你敢？他单纯无辜地看他，我有什么不敢的？的确，他向来都敢和他对着来，经常能把他气个半死。他有什么事情是不敢的吗？傅兰眼见着他真要离开，还不知道会去找哪个男生一起玩，毕竟他在学校里的魅力也不低，想要靠他吃软饭的男生可不在少数。在头脑反应过来之前，他的一只手已经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夏淼，不许你丢下我！追捧他的人里有男有女，只要他看过去一眼，不少人都会趋之若鹜般的凑过来讨他喜欢，但偏偏他现在却不允许他丢下他。夏淼无语了一会儿，你那么大一个人，我怎么丢下你？傅兰只是紧紧地盯着他，也不吭声，就像是在赌气。夏淼拽了拽他，他还是不动。于是他选择了退让一步，说道，这里太吵了，我们去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玩吧。他这才不情不愿地配合着被他拉起来，还算乖地跟着他走出了吵闹的食堂。考虑到他没有吃饭，夏淼去商店里买了个菠萝面包塞进了他的手里，然后陪着他坐在了林荫小道的长椅上。这里很少有人经过，算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傅兰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否则他怎么可能放弃那些美味的大餐，反而是陪着他坐在这里吹风啃着不好吃的面包。夏淼拿出了刚刚买的点液与棉签，用棉签沾了点液之后靠近了他的面颊。他警备心很重，你做什么？给你处理伤口啊。夏淼把他的身子掰了一下，让他正面自己，然后将湿了的棉签涂抹在了他侧脸的伤痕之上。你昨天回去肯定没有处理伤口吧？现在都还能看到血迹。傅兰不以为意的嘟囔，小事而已，又不重要。夏淼的动作很轻，落在他伤口上的棉签并不会让他感觉到疼痛。他也离他很近，傅兰能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的自己，还有那轻颤的眼睫，每次闭眼时会在他的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不由自主的，他屏住了呼吸，有些紧张，又有些头皮发麻的不适感，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想靠近傅兰，他们想要触碰他，想要拥有他，但到了最后，他们爱他的方式永远都是向他亮起屠刀。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在触碰自己时会是这么的小心翼翼，轻飘飘的力道落在他的肌肤上，不仅不会痛，而且还有些痒，酥酥麻麻的感觉，就这样很快蔓延至全身。夏淼渐渐地感觉到了他专注的目光，抬起眼看他，恰好对上了他显得有些浓稠的视线。你盯着我干嘛？谁盯着你了？你别自作多情。傅兰狡辩着，却格外的心虚。他想做点什么来掩饰，于是把手里的东西塞进嘴里，但他忘记面包已经被啃完了，于是他只咬了一口的塑料袋。夏淼，你有这么饿吗？傅兰更觉得丢人，我就喜欢这样磨磨牙，你管得着吗？夏淼确实是管不着，他索性懒得管他，把创口贴拿出来贴在了他脸上的伤口之上。傅兰有些新奇的摸了摸脸上的创口贴，他的记忆里，别人用在他身上的东西大多是各种各样的刀，还从来没有人会用这种柔软的东西来对付他。夏淼说，以后你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了。傅兰嘴里哼了一声，我受不受伤关你什么事？他得了便宜还卖乖，但话里的欢喜却做不得假，他分明是高兴的，只是死傲娇不肯承认。傅兰扬起下颌，精致的面庞漂亮的过分，她美而自知，因此才有着高傲自大的资本。夏淼，看在你做的不错的份上，我可以同意你和我交往。夏淼毫不留情，但我不想。第一次对人提出交往这回事的傅兰先是一愣，随后气炸了，你怎么就不想了？不想就是不想。夏淼懒洋洋地说道，我之前就说过了，你得和其他人保持边界感，你要是做不到，我不会和你交往。傅兰的本性就是把所有人的理智搅得一团糟，这个女人都还没有和他在一起呢，居然就要控制他的言行举止了。夏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和我交往？夏苗，不要！傅兰气得心肝疼，你别后悔，我才不会后悔。夏苗起身离开，傅兰站起来，两只眼睛泛着浓郁的黑。夏苗，你给我回来！他当作没听到，脚步不停。傅兰加大了声音，夏苗，我可不会去找你。他还在往前，头也没回。傅兰，你要是不回来，我以后就再也不和你说话了。夏苗人已经走远，背影都消失不见了。徒留傅兰站在原地，把手里的面包塑料袋抓得咯吱作响。慢慢的，他的影子发生了变化，脖子后面的人面疮冒了出来，一点点的起伏，好似是迫不及待的成长，等待着化作新的一颗头颅。傅兰硬生生的把要分裂出来的脑袋从身体里拽了出来，这坨血肉还未完全长成，但已经可以看出脸部轮廓与他很是相似。傅兰拿出打火机点燃了这张可恶的脸，听着他歇斯底里的动静，他恶毒的笑了。没有人能够取代我，冒牌货。夏苗走在回去的路上，心底里想着傅兰这个人简直就是个反骨，得多晾他几天才行。慢慢的，他感觉到了背后有人在窥视自己，又往前走了几步，他迅速回头，捕捉到了藏在树后的人影。少年身上只裹着一件像是捡来的白色床单，脏兮兮的，他赤着脚踩在地上，也不嫌石子硌得难受。猛然间被夏淼发现，他迅速的把脑袋藏回了树后，但过了几秒钟，他又终是按捺不住，再次悄悄地冒出脑袋。少年两只手搭在树干上，凄凄的眼睛干净澄澈，黏黏糊糊地盯着他，抿着唇角，轻轻地发出了嘻嘻嘻的笑声。夏淼，淼淼，夏淼很注重私人空间，当然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他没有住学校的宿舍，而是在学校外面买了个公寓套间住着。除了骆小洛，他还没有带过其他人回公寓。眼前的少年算是第一个，他已经换下了那个破旧的床单，洗过澡，穿上了夏淼不久之前买的白 T 恤与黑色长裤，干干净净的模样好看多了。他饿极了，夏淼为他简单的下了碗面，他捧着碗，也不需要用到筷子，就这样张开嘴，头一仰，碗里的面和汤一股脑的全灌进了他的嘴里。少年粗暴的进食方法真的很像是野兽，只见到他的喉咙那儿有着吞咽的滚动，不过一会儿，一碗汤面消失的无影无踪，放下来的碗也干干净净。然后他抬起黑润润的眼眸，盯着他一动不动。在注意到夏淼看向了自己时，他的唇角慢慢的抿着上扬，笑容欢喜又乖巧，黏糊糊的，好似是他还没吃饱，把夏淼看成了又一份美味的食物。夏淼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抽出了纸巾，坐在了他的身边，擦拭着他的嘴角上沾到的油水。少年就像是猫一样，似乎是将夏淼的动作看成了是一种亲昵的抚摸。他半眯着眼睛，舒服的主动低下脑袋，方便夏淼继续多蹭蹭。夏淼问他：“你还想吃东西吗？”少年点头，想。于是夏淼又把自己剩下来的零食统统都掏了出来，他将一包饼干塞进了少年的手里。少年拿着看了一会儿，下一秒他张开嘴，在把东西放进嘴里之前，夏淼赶紧抓住了他的手。包装纸还没有撕呢，不能吃。少年两眼茫然。夏淼撕开包装纸，把里面的饼干又递到了他的面前。少年看了一眼右眼，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拿起一块饼干，慢吞吞地放进嘴里咬了一小口。随后他眼睛一亮，把剩下来的饼干全都塞了进去，啃饼干的声音咯吱作响，像是咬食物的小仓鼠。夏淼问他：“你躲在树林里晃悠做什么？”偷看淼淼。少年十分坦诚，而且坦诚的有些过头了。他身子往夏淼的方向倾斜，靠在了他的身上，就好像是与他粘在了一起。淼淼，淼淼，淼淼呀！夏淼受不了了，想要推开他，他却已经一股脑的挤了过来，把他扑倒在了沙发上，带着饼干甜腻味的亲吻一点点的落在他的脸上，又到了他的唇角。少年对于亲密的事情不得其法，一切都只是靠着本能冲动，只是觉得夏淼的皮肤白白的，所以他就亲了，又觉得夏淼的嘴唇肯定软软的，于是他也亲了上去。夏淼头皮发麻，喂，你不是说不喜欢我的吗？少年目光忽然变得阴郁，他生气的咬了一口夏淼的唇角，愤愤的说道：“淼淼只看着我，只和我拥抱，只和我亲吻就够了，不许提起其他的冒牌货。之前他有多么乖巧，现在的模样就有多么的恶劣。不论看起来再怎么单纯无害，他的本性始终是这样斤斤计较又恶毒刻薄。那个恶心的冒牌货，凭什么可以被他从嘴里提起？”少年捧着女孩的脸，他年轻毅力的面容上因为嫉妒而又有了扭曲，就连呼吸里都像是随时会蔓延出毒液一般。淼淼，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他又去吻她，这一次更加的激烈，湿热的舌尖窜进了他的口腔，一点点的混乱了两人的气息，交织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少年碾压着，摩挲着，舔舐着，尤其是他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却发现夏淼并没有对他动手动脚。他心中欢喜，唇齿相依的时候，嘻嘻的笑声一出来，好似是心愿得到了极大满足的质子。直到两人都气息不顺时，他微微退后，算是放过了他，却还是粘着他的唇瓣，指腹轻轻地按压着他湿润的唇角。他的目光阴湿偏执地看着他眼睛里的自己，听着他乱了的呼吸声。少年心情愉悦，又亲了亲他，磨蹭着他的身体，手指绕着他的一缕长发，眸光流转之时，活脱脱的就是个会勾魂夺魄的小妖精。淼淼和我，剩下来的两个字，他是悄悄地在他耳边说的，同时又伸出了猩红的舌尖，轻轻地舔过。接下来他已经主动地去拽自己的裤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和他玩一场大人的游戏，但回应他的是夏淼砸过来的一拳头。少年捂着自己的半边脸，呆呆地看着他：“你打我，
因为夏淼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一般，他不敢置信似的，有些猛。简单的3个字透露出来了浓浓的控诉。夏淼说：“我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吗？我都说过了，交往的事情得一步步来。你现在攻略我的进度条还只有20%，不超过50%，我是不可能和你乱来的。”少年紧紧地抿着唇，眼睛里冒出了浓浓的委屈。骆小洛最近忙得像是条狗，别看他好像是个专业的狗腿子，其实他学习很好，所以他时常被老师抓着研究课题。当然，这种事情对于他而言也是有好处的。但凑巧的是，这段时间里他参加的社团也要举行活动了。登山社向来是受女孩子欢迎的社团，这倒不是因为大家喜欢登山，而是因为登山社里有一个超大的帅哥，也就是他们学校里的校草。夏淼是校花，起初大家还在猜测夏淼会不会和校草看对眼，他们男才女貌，其他人自然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但夏淼和校草之前不感冒，平日里在学校碰上了，也只把对方当成陌生人，于是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骆小洛也不能免俗，他加入登山社，而且还混到了登山社副社长的位置，就是为了好多看几眼校草，养养眼睛。越是靠近社团活动室，骆小洛遇到的熟人也就越多。今天要商量下周的爬山活动，社团成员们基本上都会来。快看，是冷景深！冷景深今天还是这么帅啊！要是他能对我多笑笑就好了。看着走过来的男生，那身高大长腿，那完美无瑕的容颜，那浑身上下蔓延出的金贵气息，都让无数的女孩感到心脏砰砰乱跳。骆小洛也看了过去，他同样情绪高昂，满心欢喜。看到帅哥，我一颗疲倦的心总算是得到了治愈。不好意思，麻烦让让，麻烦让让。抱着一堆资料的女生匆匆而来，她风风火火，冒冒失失，一不小心左脚绊右脚，在平地上也能往前一摔。不巧，她摔倒的方向正是冷景深走来的方向。冷景深躲避不及，被女生扑倒在地。两个人摔在一起的时候，更不凑巧的是，他们的嘴唇碰到了一起。冷景深愣住，女生瞪大了眼睛，周围的人们失声尖叫：“天哪，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怎么可以玷污我们的男神？”女生反应过来，慌忙捡起地上的文件，她看起来也很是慌乱，尤其是看到对面站起来的冷景深，一张粉嫩的小脸瞬间变得通红。我不是故意的。冷景深眉间微蹙，林宝宝，又是你。众人听到林宝宝的名字，忽然就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身份。冷景深的狂热粉不少，但这个林宝宝绝对是这些人里最疯狂的。他仗着自己家的上一辈对冷景深的上一辈有恩，所以就总是拿这个当借口接近冷景深。冷景深对他烦不胜烦，不止一次明确表达拒绝的机会。可林宝宝就像是听不懂人话一样，极尽痴狂地追逐着冷景深的身影。这一次他会这么刚好的撞到冷景深，肯定也是故意的吧。林宝宝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瞧不起自己的眼神，咬了咬唇，抬起倔强的小脸，他此时有着以前从来都没有的傲人风骨。冷景深，我这次不是故意的，我向你道歉，你也不用多想。我以前是做过很多夸张的事情，但我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你讨厌我这件事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已经放弃追求你这回事了。林宝宝的话掷地有声，不像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手段。现在的他独立清醒又自尊自强，与以前那个事事以冷景深为先的林宝宝完全不同。冷景深目光里有了波澜，听说林宝宝生了一场病，醒来之后就有些不一样了。确实，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虽然不想承认，但冷景深的确是感觉到了一点不习惯。你可以的，林宝宝。林宝宝不断的在心底里给自己加油打气，既然有了重生的机会，他就一定要改变上辈子为了冷景深进精神病院的结局。上辈子林宝宝付出一切，只为了让冷景深喜欢上自己，可是到头来他只是让冷景深越发的厌恶自己。他亲眼看着冷景深娶了另一个女人为妻子，自己也彻底的疯了，被关进精神病院里痛苦死去。林宝宝看向人群里的骆小洛，就是那个女人，上一辈子她和她的朋友拿着钱羞辱林宝宝，让林宝宝离冷景深远一点。林宝宝至今都还记得骆小洛可恶的嘴脸，以及骆小洛穿上婚纱之后趾高气扬的嘲讽他的模样。林宝宝不再是以前那个林宝宝了，就让冷景深与骆小洛这对渣男贱女锁死好了。林宝宝目光不带留恋，抱着东西绕开了冷景深，径直离开。冷景深心头微动，不由自主地看向林宝宝毅然决然的背影，他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即将失去人生里最重要而宝贵的东西。林宝宝是真的不一样了。有人拍了拍骆小洛的肩膀，小洛，那不是你男神吗？你不去打声招呼吗？骆小洛的表情古怪，不，他脏了，他不是我男神了。说话的人满脑子小问号。骆小洛走进活动室，这儿已经聚集了许多的人，看起来比外面刚刚围观冷景深的人还要多。富兰同学，我们登山社很好玩的，我们可以一起爬山，一起拍照，还可以一起烧烤。对啊对啊，你要是怕累的话，没关系，我可以背你。滚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你也好意思靠近富兰同学？富兰同学，你快看，这是我刚刚跑出去买的鱼子酱，还是最贵的那种。黑发黑眸的少年优雅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犹如被众星捧月似的享受着大家的注视与包围，只不过他眼底里的笑意满是讥讽，好似是高高在上的天神，看着卑微又恶心的蝼蚁为了自己的一眼而丑态毕现。他并不把这些人的真心放在眼里，更甚至是懒得掩饰。而那些人就算是看出来了他的讥讽，也还是一门心思的往他跟前凑。下秒那个女人不是不理他吗？有什么关系？想要来抢他喜欢的人多的是。傅兰好似是找到了平衡感，
但他看了眼桌子上堆积成山的礼物，那满满的鱼子酱是他以前最爱的东西。可是夏淼之前说的那句废话一直回响在他的耳边：你要有边界感，不许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莫名其妙的，他那只想要去触碰礼物的手又不敢伸出去了。于是本来是临时起意说要加入人多的登山社，借此来博得关注的他，此刻反倒是在折磨自己。傅兰阴沉沉的想，那个可恶的女人说不理自己就不理自己了，她难道就不知道来哄哄自己吗？他不来哄她，又怎么知道他会哄不好？骆小洛心脏忽然不受控制的乱跳，他也有了一种冲动，去追逐她，讨好她，让她多看几眼自己。电话铃声却打断了骆小洛不自觉往前靠的脚步。他接通电话，听到里面传来的声音，忽地清醒过来。淼淼，有事吗？听到淼淼2个字，傅兰抬起眼皮子，故作随意地瞥了过去。你问男装在哪家店买好？这个嘛，我以前是陪我弟弟去过，就在市中心那里有一家店铺不错，买男装。傅兰压抑不住喜上眉梢，他故意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角，觉得是有些破旧了。那个女人嘴上说着不理自己，其实还是喜欢他的嘛。少年站起身，不再多看一眼狂热的人们，而是口吐恶言：滚开！杂碎们，别挡着我去陪我女朋友试衣服。少年长得实在是太显眼，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那么就一定是人群聚集处。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夏淼不得不先临时去不远的店子里随便买一套衣服，把他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即使是如此，夏淼还得时刻注意这人是不是走丢了。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玩。淼淼，我想要这个，我们去玩这个吧。他很像是个孩子，见到什么东西都想着要去碰一碰。不，他比个孩子还不如，毕竟现在的孩子哪一个见过的玩过的东西不比他的多。夏淼见他又往糖葫芦的摊子那儿溜了过去，赶紧把人给拽了回来。结果这次速度更快，手里已经抓了一串糖葫芦。夏淼赶紧掏出手机扫码付费，才没让老板误会自己是跑单的。他堂堂夏家大小姐，要是被人说是跑单的，那得多丢脸。少年嗷呜一口咬了一颗糖葫芦，吃掉外面的那层冰糖之后，就咬到了里面酸酸的山楂果。他忽然打了几个颤。夏淼赶紧踮起脚去看他兜帽里的脸，果然见到了他一张脸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似的。他忍不住大笑出声。猛然间，一颗糖葫芦被塞进了他的嘴里。夏淼下意识闭上嘴咬了一口，然后他的脸成了小老太婆。这回换作少年弯腰低头盯着他的脸，笑个不停了。淼淼，哈哈哈，好丑的淼淼。回应他的是夏淼砸到他脸上的拳头。不久后，挨过揍的少年学乖了，被夏淼牵着手，就像是把自己的遛狗绳送到了他的手里似的，乖乖地跟着他往前走。他虽然嫌弃山楂果的酸，却很喜欢外面那层冰糖的甜，于是他光只舔外面的冰糖，舔完之后又舔下一颗。夏淼拽着他进了骆小洛推荐的那家男装店，因为夏淼提前打过电话包了整家店，所以店子里只有他一个客人。眼见导购员要冲过来，夏淼立马抬手：我们2个人逛就行，不需要其他人打扰。好吧，大概有钱人都比较注重隐私。店员们消失在了夏淼的视线里。少年手里的那一串糖葫芦也舔完了，他看了眼各式各样的衣服，完全没有自己吃软饭的认知，而是大言不惭地说道：我要好看的、贵的、便宜的不要。夏淼瞥了他一眼，他理直气壮地瞥了回来。少年美而自知，还特地拿自己觉得最好看的那半张脸对着他，他这么喜欢他，肯定是不舍得拒绝的吧。夏淼眉头越皱越紧，他弯着腰越靠越近。夏淼原本漂亮的眉间成了一个川字，或许能夹死一只蚊子。他还在靠近，最后与他额头相抵，2个人的眼睛却还是睁得大大的，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比赛，谁也不让谁。夏淼觉得用这种角度看他的一张大脸，就算是再好看的人也成了丑巴巴的样子，但他不想认输。刚好少年也还在努力睁大着干涩的眼睛，他也不想认输。夏淼果断地使出阴招，猛地伸出手，手指戳向了他的眼睛。他飞快地用手挡住，然后再低下脑袋，在他的唇角上亲了一口。接着他迅速地往后退，等到了一个自认为的安全距离后，得意洋洋地笑：我赢了。下一秒，女孩的一只凉鞋砸在了他的脑门上。少年没料到他居然还能丢装备，刚要生气地指责他作弊，忽地听到他说了一句：给我捡回来。他哦了一声，乖乖地捡起鞋子，又跑到了他的面前，蹲下身握着他的脚，把鞋子套了上去。夏淼勉强满意了，清清嗓子，脸一抬，高傲地说道：好吧，就给你挑最贵的衣服买。他两眼冒光，立马就拽着夏淼朝自己喜欢的区域窜了过去。夏淼那个女人要为他买衣服，却又不告诉他，答案显而易见，他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傅兰本不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但看在夏淼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和心思哄他的份上，他决定还是装作不知道他惊喜的样子。于是傅兰把自己从头到脚的包裹了一番，这样那些令人讨厌的侏罗就不会因为看到他而围过来，造成喧闹，影响了夏淼给他准备的惊喜。傅兰心里飘飘然，夏淼和他吵架，是他先低头想办法来哄人，那肯定说明在他们的交往关系里，一定是他喜欢他多一些。是的，即使连告白的程序都没有，但自大的傅兰已经默认了夏淼是他的女朋友，而他们2个人现在正处于热恋之中。傅兰脚步轻快，根据手机里的导航，一路朝着骆小洛说的那个地点靠近。越是近了，他的脚步就好似要随时飞起来一般。但也正是因为靠得越近，令人讨厌的气息变得更加浓郁，那是冒牌货身上的冒牌味道。
傅兰加快了脚步，循着令人厌恶的气息，也是根据手机里的导航提示，他来到了一家门店前，趴在玻璃窗上，兜帽下的一张脸被挤得几乎变形，死死地盯着里面雀跃的人影。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苗苗，这个我穿着也很好看的，你不舍得不让我穿漂亮衣服的，对吧？被拽着从那个角落走到这个角落，又被从这个角落拽到那个角落，夏苗只觉得今天的步数肯定已经超过了他1个星期的总和。好看，好看，都好看。来，苗苗，你真好。少年捧起女孩的脸，热情洋溢的又在她的脸上落下了好几个亲吻。与此同时，少年的眼眸微微抬起，有意无意地看向了玻璃窗外贴着的那道人影，那弯弯的眼眸里满是挑衅。窗外的少年气炸了，他们本是同根同源，却在分裂之后都把彼此视为是令人厌恶的冒牌货，只有自己才是正品，也因此想要杀掉对方的欲望也会尤其强烈。而现在的情况则更不一样了，女朋友只有一个，是不可能分给2个人的。夏淼实在是精力有限，比不上精力旺盛的少年，没过一会儿他就喊了停，他得去洗手间一趟。也正是夏淼离开的那一刻，店子里的少年与店子外的少年对上了充满火药味的目光。夏淼解决完生理需求，再从洗手间里出来，奇怪的是他没有看到少年的身影。他把店员喊了出来，你们有看到和我一起来的男生去哪儿了吗？店员说道，我刚才好像看到他出门往那个方向走了。夏淼往前走了2步，小姐，这些衣服全都打包我就回来。夏淼出了店铺大门，顺着店员指的方向走过去，进了一个昏暗的小巷子，见到了蹲在地上的人。少年人一身脏兮兮的，像是在地上打过滚，身上还有不少伤痕。他蹲在一堆燃烧的火焰前，双手托着脸，手指在脸上激动的点来点去，眼眸里的兴奋随着火点闪闪发光，就差哼一首不成调的曲子来表示自己的高兴了。夏淼问傅兰，你在这做什么？他眼睛一亮，过去抓着夏淼的手，高兴地说，我把臭垃圾烧掉了，你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夏淼往他的头顶上呼了一巴掌，随处放火是要坐牢的。好在这周围并没有什么可燃物，否则夏淼还真怕他整出幺蛾子来。他抿着唇，颇为生气。夏淼，你再随意对我动手，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夏淼准备好了偷袭的架势，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傅兰却忽地捧住了他的脸，冲着他的唇咬了下来。夏淼被他咬得生疼，一脚踢过去，踹了他一下。但他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也不生气，还得意洋洋。你要是再敢和我对着干，我就亲你。夏淼暴怒，傅兰，你有病吧？浑身那么脏，还来亲我？因为傅兰用不干净的样子亲了他这回事，回去的路上他又不搭理他了。傅兰生着闷气，又不敢真的骂他，只能抱着一堆的购物袋，慢吞吞地跟着他回了公寓。他随手把购物袋扔在了沙发上，又像是巡视领地的国王，把屋子里的每个地方转了一圈，发现没有其他异性入侵，这才稍微满意的回到了夏淼身边坐着。夏淼觉得陪他买衣服比自己买衣服还要累，他瘫在沙发上不想动，而傅兰已经趁着他没有反抗的力气时，又贴了过来，继续黏黏糊糊的亲吻他。在和他亲吻这件事情上，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研究的热情一次比一次高涨。但有时候看他那涂涂抹抹的痕迹，夏淼又觉得他像是在给自己染上他的味道作为标记似的。傅兰算是抓住了夏淼的一个特点，只要亲的不让他难受，他就会挺愿意配合下去的。他漆黑阴郁的眼眸里有光芒流转，由一个以前嘴毒可恶的精致男孩，又化身成了体贴入微的绝佳好男友。淼淼，你一定累坏了吧？我抱你去房间里休息。夏淼还以为他是真的转性了，索性也就瘫着懒得动，直到进了卧室，被放在床上，又传来了他细心温柔的声音。淼淼很累吧？穿着外衣睡肯定不舒服，你不要动，我来帮你换睡衣。没过多久，又听到他说道，既然外衣都脱下来了，反正也要换睡衣，不如把里面的衣服也跟着换了吧。淼淼你别动，我来脱就好。再然后，对不起啊，淼淼，我没有为女孩子穿过贴身小衣服，我可能会蹭到别的地方，你不要害羞，也不要误会，我真的只是想给你换个衣服就好，毕竟干干净净的，睡起来才舒服，对吧？最后，淼淼，你这里也好好亲，好舒服，嘻嘻嘻，再多给我一点，再多一点。半夜里，夏淼睁开眼，醒来盯着天花板，他那张纵欲过度的脸上精神不济，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怎么就控制不住的被傅兰给一步步吃干抹净了。旁边的少年睡得正香，手脚搭在他的身上，艳足过度的脸怎么看着就怎么让人觉得可恶。夏淼一脚踢了过去，哎呀一声，少年滚轮在地，扑通一下摔得不轻。所以你说的双向暗恋的人就是傅兰。骆小洛很是吃惊，尤其是盯着夏淼脖子上那可疑的痕迹，就越发感觉到难以置信。夏淼把衣领往上拉了拉，又喝了口冰奶茶润润嗓子。昨天晚上他就和傅兰比赛似的，两个人叫的一个比一个亢奋，嗓子都要哑了。他清清嗓子，慢吞吞地说道，我也知道我们的进度是快了点，这不就是热血男女一时之间没有把持住吗？骆小洛还是觉得不敢置信，毕竟大家都知道傅兰来学校的第一天就和夏淼针锋相对，两个人关系极差，见个面就要掐一架，都想要校园之王的称号，就这两个仇人怎么就在一起了呢？夏淼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转而问，你认识那对男女？就在不远处，冷景深拦住了林宝宝，喂，林宝宝，我爷爷奶奶说让我照顾你，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吃饭。林宝宝很有骨气，我不去。冷景深目光一变，以前是林宝宝追着他跑，结果现在情况反过来，
成了，他追着林宝宝跑了。林宝宝想要离冷景深远一点，平地摔技能莫名发动，他往前一倒，冷景深赶紧伸手拦腰抱住瘦弱的女孩，在落叶纷飞里，他们目光不由得粘在了一起，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5圈过后，他们还在注视着对方，不禁各自怦然心动。林宝宝想要自己赶紧清醒过来，可是这个男人真的好帅啊！周围的路人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纷纷投以好奇的目光。夏淼想起来，对了，那个男的不就是你的男神？不，他不是。骆小洛拿起书遮住了自己的脸，脚趾尴尬抠地，快要用意念抠出3室一厅了。该死，他怎么会有这种黑历史？这时，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喂，你们2个侏儒还要在这里转多久？”傅兰漂亮的容颜上满是刻薄与恶毒，漆黑的眼眸里流露出了浓浓的不悦。你们挡住我去找我女朋友的路了。我和我女朋友可是已经1小时35分钟45秒没见了。你们知道我女朋友有多么喜欢我吗？有多么离不开我吗？要是我女朋友对我思念成疾，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这回轮到夏淼拿起书把自己的脸给遮住了，他同样脚趾抠地，尴尬的要死。毫无疑问，傅兰有着对于他人而言具有致命吸引力的魅力，纵使他这人的性子再恶劣，那些像是他信徒一样的群体不减反增。虽然早就听过傅兰的名字了，但是与傅兰正式会面，这还是第一次。冷景深与林宝宝猛然间见到傅兰，都有些晃了晃神。傅兰却没有理这2个碍眼的东西，他面色不耐，径直往前离开。见到前面低着脑袋想要把存在感降到最低的女孩，他霎时间喜笑颜开。女朋友！少年兴奋地迈着小碎步跑过来，挤开了骆小洛，黏着夏淼坐在一起。他完全看不出夏淼现在想和他划清界限的想法，还一个劲地把脑袋凑过去，又挤掉了夏淼手里的书。女朋友，你是特意在这里等我吗？女朋友，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女朋友，是不是因为太喜欢我了，所以害羞啊？他每一句话都要用女朋友3个字作为开头，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夏淼是他的女朋友似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炫耀了，完全是令人感到无语的幼稚举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嫉妒的眼神仿佛随时都能燃烧起来，像是恨不得要烧死傅兰与夏淼这对狗男女。想要烧死傅兰，是因为他们想要独占傅兰；想要烧死夏淼，那就完全是因为厌恶了。在人们心中的负面情绪要达到顶点之前，夏淼赶紧拽起这个孔雀开屏似的男人跑了。等傅兰一走，林宝宝之前那种恍惚的感觉消失了，他恢复理智，见到了那边的骆小洛，忽然想起来夏淼是骆小洛的好朋友，上辈子骆小洛羞辱自己的时候，夏淼也在旁边。林宝宝甚至是还记得夏淼与骆小洛当时那副高傲的嘴脸，就好似把他看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小三。重活一次，林宝宝只是想着当初那些人，他能避就避。现在的他已经对冷景深死心，他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然而，如果是那些人主动找上来的话，他也不会如上辈子那般胆小怕事。或许是因为他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骆小洛和冷景深居然还没有开始交往。林宝宝正这么想着，忽然见到冷景深朝着骆小洛走了过去。他讽刺地笑了笑，原来是他想多了。冷景深与骆小洛这对渣男贱女，怎么可能不在一起呢？冷景深找上骆小洛是问社团活动的安排。骆小洛说道：“已经定好了，这个周末去爬凤凰山。”冷景深点了点头。骆小洛看了眼不远处的林宝宝，默默后退一步，与冷景深保持距离。林宝宝注意到了骆小洛看自己的那一眼，那眼神他很熟悉，不屑、蔑视、嘲讽。他挺直了腰板，站得端正，气势不输给任何人。他已经不再是上辈子那个任人拿捏的林宝宝了，现在的他不会再被人欺负。骆小洛疑惑地皱了皱眉，好奇怪，他怎么觉得那个叫林宝宝的女人好像要和自己打一架似的？这段日子，傅兰在夏淼的公寓里赖上了，他俨然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每天没有课的时候，或者是他在外面溜了一圈愚蠢的侏罗们，欣赏完他们的丑态毕现之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就好似是在外面撒完泼的野猴子，玩累了就知道回到窝里休息。夏淼今天回到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瘫在沙发上的少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指甲油，慢慢悠悠地在指甲上涂上红色的指甲油，仿佛是个有趣的小游戏。他对着还没有干的指甲吹吹气，又展开骨感细腻的手指，在眼前装模作样似的欣赏着，看起来还算满意，眉眼弯弯，唇角上扬，精致漂亮的不像话。见到夏淼回来了，他猛地从沙发上跳下来，淼淼！傅兰冲过去给了夏淼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捧起他的脸，边落下绵密的亲吻，边主动地脱下自己的裤子。知道他爱干净，他还很小心的不让自己指甲上未干的指甲油蹭到他的裙子上。夏淼赶紧推开他的脸，你是不是又接受别人的礼物了？他一愣，什么？夏淼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化妆品，这么贵的东西你哪里来的？见他的手还抓着裤子，夏淼故意把他的手拍开，裤腰带往里一弹，把他露出来的大半个屁股上的肉压得晃了晃，白花花的一片，挺勾人眼。夏淼没忍住，眼睛往底下瞄了一眼又一眼。傅兰抿着唇，神色很生气，我有听你的话，和其他人很有边界感，我都好久没有接过那些侏罗们送的东西了。夏淼，那这些东西呢？是我从家里找出来的啊。夏淼呆了一秒，随后赶紧冲到茶几前，把桌子上摆成一堆的化妆品翻了翻，紧接着他抱头尖叫，我的限量版！傅兰裤子都没穿好，大大咧咧地凑过去，弯腰趴在了夏淼背后，
笑嘻嘻地说：“淼淼，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些东西花在我身上都体现出了最大的价值？你也高兴是不是？我高兴你个头！”傅兰被揍了一拳，倒在了沙发上，踩到了裤脚，本就脱了不少的裤子直接被拽了下来。他赤条条的模样，抬起愤怒的脸，捂着被揍到的地方，大声控诉：“你又打我，我就打你，怎么了？”夏淼指着他，手指却不由自主地往下，那双眼睛也在跟着往下瞟。傅兰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大大方方地敞开身体，给他看个够。夏淼，我靠，你这都能兴奋起来，你是不是变态？傅兰，这都是你的错，是你先打我的。夏淼，不行，我要狠狠教训你这个变态。傅兰以为夏淼又要来揍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扑过来的夏淼却压在了他的身上，冲着他的脸亲了下来。少年愣了1秒钟，下一刻反应过来，猛地把女孩裙子底下的东西拽了下来。两个人激烈的缠在一起，在沙发上不断的沉沉浮浮。酣畅淋漓的做了2次后，年轻的情侣稍微感觉到了满足。等激情褪去，夏淼又忍不住踹了傅兰一脚。窝在沙发上抱着女朋友昏昏欲睡的傅兰，差点被一脚踹得摔在地上。你知道那些化妆品都是我最喜欢的吗？他的指甲油被用了小半瓶，也不知道他偷偷的涂了多少次。他的口红短了半截，也不知道平时他不在的时候，他都把口红画在了哪儿。他才买了不久的粉底液，就剩那么一丢丢了。他是当酸奶喝了吗？傅兰还是有点心虚的，但他从来都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谁叫你每天那么晚回来？那我无聊了，当然只能找点事情做了。少年骄纵又十分喜欢作妖，夏淼不喜欢他和外面的那些猪罗来往，那他每天只能早早回家，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傅兰翻身压上，一双手捧着夏淼的脸，又把脸贴上去，非要和他保持这样黏黏糊糊的距离。难道你的男朋友不比那些化妆品重要吗？他漂亮的黑色眼睛里闪闪发亮，满满都是他的影子，眼睫轻轻扇动着，就好似是蝴蝶的羽翼，让他的肌肤也跟着痒痒的。夏淼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想要昧着良心，没有成功。他自暴自弃地说：“好吧，你比那些化妆品重要，但是你也得有边界感。”傅兰不懂夏淼怎么总是开口闭口的边界感，他本来就没有这些所谓的概念，向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举例说吧，他也不明白收下那些猪罗们送的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因为他说不喜欢，所以他才在这一点上让自己做出了改变。用改变来形容也不太恰当，他只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本能。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他本来就好似是欲望的化身，居然有这么一天，为了不让一个丑巴巴的人类生气，而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傅兰嘴里不高兴的嘀咕：“明明刚刚还让我深一点，现在又说让我保持边界感了。”夏淼听到了他的碎碎念，耳朵一红：“你在说什么呢？”傅兰压根就没有羞耻感这种东西，想做就做，觉得舒服就大声地说舒服，完全不会考虑正常人的承受能力。他眼波流转，颇有几分明艳娇媚之感，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可以祸国殃民的妖孽。淼淼说的，不是我说的，他只不过是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而已，有什么错？夏淼看起来又想冲他发脾气，但傅兰一点都不怕，他知道夏淼就好这口，他越不正经，越是发烧，他就越是欲罢不能。果然，夏淼仅仅只是捂住了他的嘴，恼羞成怒般的警告：“你再说，我就把你赶出去了。”傅兰眼眸轻弯，索性把脸趴在了夏淼的胸口，还蹭了蹭。他才不怕呢，他对他食髓知味，现在一天不和他鬼混就不舒服，那些气汹汹的话听听也就罢了，他才不舍得把他赶出去。夏淼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模样，心里憋着一口气，这家伙居然短短时间里就拿捏住了他的情绪，以后还指不定要怎么做妖，可真不妙。晚餐点的是外卖，有傅兰最喜欢的肉丸子，他搬着凳子与夏淼挤得紧紧的，柔弱无骨的身体时常往夏淼身上靠，夏淼把他推开几次，他总能在下一次又粘过来。当碗里只剩下最后一个肉丸子时，他下意识地用勺子舀起肉丸要送进自己嘴里，然而他又看到了身边的夏淼，抿了抿唇，他把肉丸子送到了夏淼嘴边。夏淼有些意外地看他说：“我吃饱了，不想吃了。”夏淼有些意外地看着他，忽然之间他伸出了手去摸他的肚子。傅兰难得涨红了脸，赶紧推开他的手：“你做什么？摸摸你是不是真的吃饱了？”傅兰这个人的欲望很强，而且会体现在各方各面，进了他口袋里的东西，哪怕他不喜欢不想要了，他也只会丢进垃圾桶里，而不会故作大方的与人分享。在进食这方面，他就更不知节制，通常会在肚子撑得饱饱的情况下，实在是吃不进了，才会放下筷子，用纸巾优雅地擦擦嘴。他吃得像是个小乞丐，但又精致的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傅兰有几分难堪，哼了一声，放下勺子，又偏过脸，不想理夏淼。夏淼歪着脑袋看他，真的生气了。傅兰又往旁边挪了挪。夏淼忽然浮夸地叫了起来：“天啊，怎么办？我还没有吃饱，如果有肉丸子给我饱肚子就好了。”傅兰唇角轻抿，也不用正脸看他，再次拿起勺子舀了肉丸子送到了他的嘴边。夏淼这一回果断地把丸子吞进了嘴里，太好吃了，我又活过来了。他抱住了他的手臂，嘤，如果我没有傅兰的话可怎么办呀？我一定会活不下去了吧？傅兰还在梗着脖子，看起来很看不上他这浮夸的表演，但他眼里熠熠生辉，神采飞扬，眉眼已经控制不住的溢满了得意与欢喜。他清清嗓子，大发慈悲一般的低头看他：“夏淼，你已经喜欢我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吗？”夏淼点头，少年愉悦地伸出手捏了捏他脸上的肉，瞧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他话里是嫌弃的，
可是语气却满满的都是兴奋。死装！夏淼皮笑肉不笑，我就是太喜欢傅兰你了呀！我知道，你没有我是不行的。傅兰漆黑的眼眸弯弯，那滴泪痣也跟着染了欢喜的色彩。所以我去爬山的那2天，你要好好的耐住寂寞，等我回来爱你。夏淼愣了一下，你要去爬山？傅兰说，对呀，社团活动。夏淼记得他是进了个登山社，不由得问他，就不能不去吗？你舍不得我呀？傅兰嘻嘻笑出声，把他抱进怀里摇摇晃晃，我们还没有结婚，你就这么离不开我？要是结婚还得了。夏淼，好吧好吧，我答应你，我会很快回来的。凤凰山在不远的郊外，不算难爬。事实上，很多年轻人闲得没事做，想要爬爬山的时候，就会选择来这儿。登山社的社长是一个大4的学长，性格开朗，十分健谈。这是他毕业之前最后一次组织活动，所以事事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们爬上山顶后，会在山上住一晚，然后一起看第2天的日出，留下一张美好的集体合照。或许是因为最近是淡季，山顶上难得没有其他的住客，而是只有他们一个社团的人。不过这样也好，仿佛这座山头就像是已经被他们承包了。社长说道，大家先好好休息，晚上我们还有烧烤活动。不少人敷衍地应了几声，他们在爬上山后都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然而在看到那边独自拍照的少年时，他们瞬间又热情高涨地冲了过去。傅兰同学，你渴吗？我这里有水。傅兰同学，我这儿有好吃的，你要不要？傅兰同学，这些天天气很好，今天晚上的星星一定很漂亮，我们晚上一起看星星吧。众人把傅兰围在中间，神色狂热，仿若追捧神明的信徒。他们实在是太癫狂，已经到了诡异的地步。但是纵使他们的模样再不正常，在不知不觉之间，认知已经被扭曲了，人的眼里是感受不出不对劲的。林宝宝还是有些恍神，这是他与傅兰的第2次见面，所以他还不像其他人那样对傅兰有着过于深厚的情感，但他的目光也在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在被吸引的过程之中，林宝宝还有着强烈的迷茫。在他的记忆里，上辈子并没有出现傅兰这个人，这个人却在此时此刻有着神一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让林宝宝有了一种奇怪的不安。这就好比他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掌握了上帝视角的人，此刻却发生了脱离掌控的事情，他感到了害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林宝宝当初也是为了冷景深进了登山社，重生后他本来想着退出的，可是后来他又转念一想，凭什么他要退出？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胆小懦弱的林宝宝了，所以他不再需要像做了错事一样逃避冷景深。冷景深凝视着林宝宝，慢慢的抿紧了唇角。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以前林宝宝缠着他，他只觉得不耐烦，可是自从林宝宝不再关注他之后，他又会忍不住的去追逐他的身影。林宝宝确实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变得自信又独立，更重要的是，他好似是把他当成了一个陌生人。是因为他喜欢上别人了吗？冷景深察觉到了林宝宝总是会盯着傅兰看，心底里莫名涌现出了不悦，他也说不出这种不悦是什么，总之这种感觉很难受。喂，林宝宝。冷景深走了过去，挡住了林宝宝的目光。林宝宝有些不耐烦，有事？冷景深说，家里人说放假的那天让我带你回去吃顿饭。林宝宝有些意外，以前他死皮赖脸的黏住冷景深，想要和他回家，可是他都很不情愿，现在的情况怎么反过来了？林宝宝不由自主地看了眼另一边在和人说话的骆小洛，他很有骨气，我很忙，没有时间。是的，他得和冷景深保持距离，冷景深与骆小洛可是一对，他才不掺和到他们的狗血故事里。林宝宝转身要走，脚下踩到了石子，身体一歪，差点摔倒之时，冷景深赶紧伸手搂住了他的腰，他撞进了冷景深的怀里。林宝宝抬起脸与冷景深对上视线，心脏又不受控地跳动了起来。虽然他是渣男，可是他真的长得好好看啊。以前骆小洛都是社团里的2把手，搞活动也是很积极的，但是今天他很不对劲，热情不高就算了，有人找他，他就赶紧让人去找社长，他急需找个角落做忏悔。他有罪，明明知道傅兰是夏淼的男朋友，却还是会忍不住盯着他看。骆小洛以前和夏淼看那些抓马的女主被闺蜜背叛的小说时，还大言不惭地拍胸脯表示自己一定不会成为背叛朋友的人。毕竟夏大小姐虽然脾气不好，一身公主病，十分自大且自信，可是她好哄啊，随便夸几句她漂亮，就能把她逗得喜笑颜开。骆小洛都准备好了，一辈子都要抱夏淼的大腿。所以大小姐的男人，她是肯定不会肖想的。可骆小洛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是会忍不住看傅兰，心里会涌现出奇怪的冲动，促使他像那些人一样赶着上去讨傅兰的欢心。骆小洛知道自己不是傻伪光正的好人，但他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恶劣，居然对大小姐的男朋友动心，他要被自己气哭了。骆小洛果断地藏进了自己的帐篷房里，把窗帘全部拉上，缩在床上，从手机里翻出夏大小姐的照片，供奉在床头，进行深深的忏悔。也许是心理作用，他一看到夏淼的照片，居然觉得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突然就好了许多。傅兰同学，看看我吧。不，傅兰同学，你看看我。傅兰同学，你看我。侏罗们聒噪的声音让傅兰头一次没了被众人追捧的享受感，而是觉得十分的烦躁。他毫不客气地说，滚开，你们这些让空气都变得愚蠢的阔鱼。傅兰绕开他们，没有任何留恋，离他们远远的。男男女女们的脸上都没了讨好的笑容，而是慢慢的聚在一起，齐齐的看向傅兰离开的背影，眼里的狂热不减反增，已经被病态所占据。好想拥有，如果杀了的话，他就能属于我一个人了吧。
在所有人的目光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那边正抱在一起对视的冷景深与林宝宝忽然像是被病毒传染了一般，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那种吸引感越来越弱，不由自主的，他们也看向了傅兰离开的方向，神色里慢慢的有了痴迷。如果他能属于我，那就太好了。苗苗，看，傅兰总算是走到了没有其他人打扰的地方，他在一片树荫下坐下，对着手机屏幕把衣领拉开，露出了锁骨上的咬痕。下一刻，他又拉起衣摆，苗苗，看，这儿还有，在小腹上那儿一路往下蔓延的痕迹还在，隐没至裤腰这儿，再往下的风景令人无限遐想。他对着屏幕里的人，手指慢慢的顺着自己的裤腰往下划过了关键地方，又落在了大腿的地方。少年发出了嘻嘻嘻的笑声，你给我留的印记，我可都要好好保存，等到回去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呢。不过这儿的印记有些淡了。他的指腹往大腿上轻划，凑近屏幕，笑得发烧。等回去后，你再给我补上吧。夏淼坐在房间里，羞耻捂脸。你小声点，这种事情让别人知道了就光彩吗？傅兰不以为意，有什么关系吗？这里又没有其他人，就算是有其他人听到了，那也是你爱我的证明啊。他洋洋得意，谁让你这么爱我的？现在倒是怕人知道了。傅兰，夏淼冲着手机里的人恼羞成怒，你给我正经一点，还有你也收敛一些。傅兰不悦，我还不够收敛吗？他说他不喜欢他收其他人的礼物，所以现在他都不会收别人送的东西了。他又说他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应该注意边界感，所以现在他都不允许那些讨厌的侏罗们多靠近他一步。他可是一直忍耐着捣乱的心，有好好听他的话。夏淼说道，我刚刚听到了，你对那些人说的话很过分，会激怒他们的。那又怎么了？傅兰眨眨漂亮的眼睛，拨弄着左边耳朵上的红宝石耳钉，这是夏淼不久之前带他去首饰店买的，他现在有好多漂亮的小饰品，一天换一个都不成问题。夏淼说，要不你还是回来吧。傅兰眉眼一弯，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眼里的雀跃都快要溢出来了。我知道了，你想我了，对不对？夏淼破罐子破摔，是，我想你了，所以你快回来吧。傅兰本来还想再玩玩的，毕竟这群愚蠢的侏罗们逗弄起来很有趣，但是夏淼都说想他了，那就没办法了，毕竟他是那么的爱他，没有他一定是不行的吧。傅兰故作矜持，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真是的，没见过你这么粘人的女生。行了，跟我回家吧。夏淼沉默良久，想要说什么，但又觉得自己和傻子讲道理的话其实是一种侮辱自己的方式，于是他索性只说了一句，赶紧给我滚回来。视频电话被挂断，傅兰过了好一会儿才在被吼了一句的事实中回过神。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反而还觉得这一定是夏淼欲求不满的表现，顿时又把自己脑补得高兴了起来。傅兰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被夏淼脱裤子了，眼角的余光却瞥到了远处山坡上绽放的正艳丽的粉白相间的野蔷薇，他眼前一亮，决定先去趟远处的山坡，摘下最漂亮的花带回去送给女朋友。夜晚降临，温度下降，山顶上一片死寂。原本说好了晚上的活动是要烧烤的，但不知为何骆小洛并没有听到外面有热闹的声音传来，他想着要不要出去看一眼，却接到了夏淼的电话。小洛，晚上还有下山的车吗？骆小洛想了想，这个点应该是没有了吧，怎么了？傅兰那家伙说会回来找我，但他现在也没有回，我打电话给他，他也没有接，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他那么大一个人，能出什么事？就在骆小洛的紧拉着窗帘的帐篷房外，浓郁的夜色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地上到处都是残肢断臂被拖拽过的痕迹，有人抱着一只断手，有人抱着一只断脚，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双眼睛，他们保护着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生怕被其他人抢走。林宝宝是被浓烈的血腥味吸引着走出来的，见到眼前血腥的一幕，他惨白着脸，害怕地捂紧了嘴。给我，他是我的，不，傅兰是我的，我才是最爱他的人。社团里的同学们像是疯了一样，疯狂地攻击着对方，想要抢走对方手里的东西。地上躺着好几具不会再动弹的尸体，那是在争夺爱人的游戏里失败的人。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有人爱钱，有人爱权，还有人爱美色。傅兰就像是他们欲望的一种投射，他简直就是他们欲望的化身。在看到傅兰的那一瞬间，他们心中的欲火就被点燃了，而且越烧越旺，最终沦为追逐欲望的行尸走肉。更甚至，有在战争中落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还在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爬动，伸出满是血腥的手，狂热地说道：“给我，给我，他是我的！”在血色铺成的战场里，有什么东西在抢夺的时候滚落到了林宝宝跟前，他下意识地把东西捡了起来。那是一颗被血染红的头颅，失去了一双眼睛，眼眶黑洞洞的，却让艳丽的皮相更有种血腥和诡异的魅力。猛然间，头颅上猩红的唇角张开，口吐恶言：“一群蠢货！我的女朋友还在等我回家。”地面上的血液有些已经长出了肉芽，还有生长得快的，已然有了一张蠕动的人脸。他们一起尖叫：“那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苗苗，是我的！苗苗是我的女朋友！”头颅歇斯底里地扯着嗓子：“闭嘴！闭嘴！闭嘴！你们这冒牌货！苗苗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这里的人们都在疯狂地争夺着傅兰们的所有权，迫不及待地想要独占，想要收藏。然而这些不成人形的傅兰们却都在疯狂地抢着女朋友的所有权。林宝宝一双眼睛很快布满血丝，理智在燃烧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头脑做不出反应的时候，
他已经出于本能似的抱着头颅往后跑了。毕竟这家伙骄纵无礼，一张嘴又经常说出各种难听的话，还喜欢把那些追捧自己的人贬得一无是处，当真是做得很。像他这样的人，万一哪天走在路上会被人砍2刀都正常吧。夏淼实在是坐不住了，他披上一件外套，穿好鞋子，匆匆出了门。大晚上的，路上并没有什么人。夏淼一边沿着路往前走，一边用手机试着打车。偶然间抬头之时，他扫到了一抹人影，那是一道瘦长的人影，步履蹒跚，赤着脚，踉踉跄跄地走在冰冷的路面上，身上裹着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衣物，皱巴巴的，也脏兮兮的。少年的时不时地看向四周，眼神里都是迷茫，好似是在回忆着回家的路，但因为还不够熟悉，所以他每迈出去一步都需要更多的小心仔细。他的身影在夜色里很是单薄，竟然像是被主人遗弃的幼兽。夜风再大一些的话，或许他就会在这儿破碎，化作一场雨雾消失。少年大概是走了很久，又像是不久前才经历过一场厮杀，身上有着大大小小的伤痕，但他却好似感觉不到疼痛，只木然地往前走着。在看到夏淼的身影那一瞬间，他眼前一亮。少年加快了脚步，跌跌撞撞地拼命朝着他的方向而来。等到近了，夏淼才发现他的脚和手臂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所以外形有些扭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忍受的这些疼痛，关节的、咯吱声令人头皮发麻。而他在因为奔跑要摔倒之时，终于成功地跑到了他的面前，身子往前，夏淼赶紧伸手，他也就顺势地倒在了他的身上，被他抱在了怀里。淼淼，淼淼，他高兴地喊出他的名字，蹭着他的脸颊，不知不觉也弄脏了他的身体。我好想你啊！夏淼眨眨眼，问他：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我走回来的啊，路上有很多坏人，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傅兰伸出手，是一捧野蔷薇，淼淼，给你的。原本粉白相间的花朵，就像是在诸多战争里被争抢过一番，叶子掉了，花瓣也病恹恹的，没有什么精神，七零八落。那上面还缀着不知道是谁的血迹，已经干涸。花的香味早已经消散，偏偏花茎上的刺被拔得干干净净。他的手上伤痕交错，把手里的花塞进了他的手里。他满意的歪着脑袋，弯起眉眼，唇角也跟着弯弯。淼淼，好看。也不知道是说的花好看，还是人好看。夏淼抿紧了唇，猛然间抬起手，看样子是想揍他，可是他的手落下时却很轻很轻，就好似是抚摸过了他的面容。你是笨蛋吗？我早就说让你不要去了，你偏要去，这下好了，把自己弄成了这副鬼样子。傅兰缩了缩脖子，有些害怕似的。他向来都喜欢和夏淼对着干，可是夏淼一旦有了真生气的模样时，他又会成为胆子小的那个人。夏淼看他这懦弱怕事的模样，气更不打一处来，但最终他也只是牵上了他的手回家。傅兰遍体鳞伤，按理来说他应该被送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但不知为何夏淼只是自己去药店买了一堆的药，然后带着他回到了公寓里，关起门，犹如是有意与外界隔绝。傅兰被强迫性的压在了沙发上坐好，接着他的衣服被女孩强硬的脱了下来，他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贴心自觉的伸出手钻进了夏淼的裙摆之下。当摸到小布料要拽下来时，夏淼一巴掌拍在了他的手背上。你老实点！傅兰有些委屈的问。淼淼，不做吗？你身体都要散架了，能做什么？少年嘀咕，那里又没有散架。夏淼，傅兰，他哦了一声，慢吞吞的收回了手。夏淼脱掉他的衣服，可不是为了拉着他鬼混的，而是为了给他清洗伤口，再好上药。他身上的伤痕实在是太多，比起刚才他见到他的第一眼时只觉得触目惊心，短短时间里，一部分伤痕竟然已经有了愈合的迹象。他的手指轻轻地划过了他后背处的一道伤痕，真实的触感告诉他这一切并不是他的幻觉。傅兰觉得痒，想动又怕夏淼骂自己，所以不敢动，他只能压抑着自己，身体发抖，竟是宛若在忍受难以忍受的酷刑。夏淼给他抹药的手一顿，我弄疼你了吗？傅兰眨眨眼，抬起头看他，没有呀。淼淼的动作很轻，很舒服，我一点都不疼。他又抓着他的手，嘻嘻嘻的笑。如果是淼淼的话，再用力一些，让我疼也没有关系。夏淼板着脸说道，别说的我好像是变态一样，我怎么可能会想弄疼你？他迷茫，为什么？废话，那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不舍得。傅兰呆呆地看着夏淼，陷入了一种陌生而奇异的情绪里，胸口胀胀的，身体里的血肉也在奇怪的翻涌。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本来就不是什么听话的东西，现在就更是不受他的控制一般，竟然都在想着要一股脑的缠上去，把夏淼绑得紧紧的。夏淼一边给他上药，一边也不知道脑补出了什么，他不由自主的变态的说道，还真不能把你放出去乱晃悠，得把你锁在屋子里才好。傅兰歪头，淼淼要把我锁在屋子里？夏淼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什么恐怖的话，他赶紧找不，你别误会，我不是想囚禁好爷。赤身裸体的少年忽然跳了起来，猛然间把女孩扑倒在了沙发上，他就像是个大型犬压在他的身上，疯狂地蹭着他的脸，来囚禁我吧，独占我吧，收藏我吧，杀了我，吃了我，把我与你融为一体，只要是淼淼我都愿意。也许变态的人是他，囚禁这回事居然被他听成了是最美的告白。夏淼想要一脚把他踢下去，但想着他还受着伤，又怕把他踢得更严重，只能忍着。傅兰，你别给我发神经。傅兰又被骂了，不由得停下了磨蹭为自己小兄弟找快活的行为，而是呆呆地看着他年轻漂亮的面容上天真无邪，纯洁无辜。现在就连他那双时常会溢出阴险恶毒的眼睛
以及他那颗黑色的泪痣，都好似成了纯良无害的代表。夏淼瞪着他，听好了，我永远都不可能伤害你，所以杀了你这回事，不许再在我的面前提起。傅兰是真的陷入了迷茫。淼淼，你不爱我了吗？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才不想让你受伤。他还是不懂，为什么？你是笨蛋吗？夏淼戳了戳他的额头，你受伤的话会疼的吧？你疼的话，我也会心疼啊。傅兰面色呆滞，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受伤会疼吗？当然是会疼的，只是傅兰向来都不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他生来就是伴随着欲望与死亡2个字，把一切都搅得一团糟，再被杀，然后又像是不灭的病毒一般重生，再次进入新的循环，这就是他的命运。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个问题，受伤的话会疼吗？夏淼本来还想再骂他几句，然而在看到他这如同稚子般茫然无措的模样，不由自主的，他这颗心居然又软了下来。夏淼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低声说：今年好长时间都联系不上你，我是真的很害怕，怕你因为太作死就那样死在了外面。看到你受了很多伤的时候，我也很害怕，很害怕你会好不了，就这样倒在地上，再也不会爬起来了。傅兰下意识地蹭着夏淼的手掌心，湿漉漉的目光粘在他的面容上，呼吸声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急促。夏淼说：傅兰，你可不可以努力的，不要再受伤了？傅兰也不知为何，视线奇怪地变得模糊不清，喉咙里被堵着，发出来的声音也是干巴巴的。好，即使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毕竟不断的作死再被杀，这就是他的本性，而要压抑本性这回事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没关系，他会陪着他。傅兰低下头，密密麻麻的吻落在他的脸上，又捕捉到了他的唇，阴湿的舌像是阴湿的毒蛇的性子一般，滑进了他的口腔里，放肆而尽情的交织在一起，黏黏糊糊的呼吸声一起乱了，又渐渐的变得同步，有了相同的混乱的节奏。夏淼在这个时候脑子里居然冒出了其他的想法。第一次被他亲吻的时候，是毛头小子般毛毛躁躁的，有着溢满了似的情欲急于宣泄。第二次被他亲吻的时候，侵略感尤其重，也是着急的，试图想在他的身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好证明他并不是无主的名花。而现在被他亲吻，更多的让他感觉到了依恋与痴迷。淼淼，喜欢你，好喜欢你，再多爱我一点吧，再多爱我一点。他的呢喃就像是阴湿的诅咒，一点点的回荡在他的耳边，想要刻进他的灵魂，让他永生永世都无法把自己忘记。当他的亲吻落在了他的胸口时，夏淼终于忍不住了，一个翻身，位置颠倒，他也总算是如他所愿的去扒下了他的裤子。夜色深重，有着无法驱散的寒冷。林宝宝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他不知疲倦，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他得跑得再远一些，再远一些，他幸运得来的宝贝不能就这么让人抢走了。肾上腺素的飙升让他忽略了自己双脚已经被磨出了血，格外的疼痛。等回到了自己在学校外面租的屋子时，他慌忙关紧门窗，拉上窗帘，再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了那颗头颅。眼眶黑洞洞的头颅反而更是有了一种破碎残忍的血腥美感。林宝宝虔诚地捧着这颗头颅，凝视着头颅，仿佛在注视着世界上最完美的神像。他紧张又兴奋地咽了口唾沫，已经没事了，傅兰同学，我已经把你带回家了，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了，你相信我，我会好好保护你的。纵使全世界的人都想伤害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了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的在乎你，没有人真的爱你。没关系，我和那些人不一样。神秘而毅力的少年能够引诱出人心底里埋藏的最深的欲望。有人是钱，有人是权，而还有那么少部分的人是自我价值感的实现。林宝宝已然把傅兰当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可怜的存在，而他则是不同的，他和那些人不一样，他把自己视为了一个拯救者，要去救赎有着悲惨遭遇的少年。他会像是太阳一样温暖他，治愈他，让他重燃对生活的希望。但是为什么少年的头颅没有开口和他说话？他脸色死白，空洞的眼眶像是深渊，在注视上的那一刻就在不断的被吞噬着理智。林宝宝晃了晃头颅，傅兰同学，傅兰同学，和我说话吧，我会包容你的一切，我会对你好的。头颅还是那颗头颅，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动静。林宝宝的心中忽地又生出一股戾气，为什么他不愿意和自己说话？此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林宝宝本来不想开，但敲门的声音响个不停，很吵，他不得不暂时把头颅放下，走过去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隙，见到了熟悉的男生。冷景深也有几分狼狈，他见到林宝宝微微松了口气，大家都疯了，我很担心你，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林宝宝晃了晃神，你担心我？冷景深点头，宝宝你没有被吓到吧？别担心，还有我在。林宝宝心头一动，冷景深已经走了进来。林宝宝回过神，赶紧冲过来挡在了冷景深前面。这对纠缠了2辈子的男女在对视的一刹那都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才追过来的，他一定是猜到了自己追过来并不是因为担心他。嘻嘻嘻的笑声宛若毒蛇的催命的嘶哑声响起，被藏在沙发抱枕后的头颅滚动出来，一颗脑袋斜躺着，猩红色的唇角高高的扬起，锯齿状的牙齿若隐若现，脖梗处的横截面那儿已经冒出了生长中的肉芽。蠢货，你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把对方杀了，赢了的人才有资格把我送回女朋友的家里。
最近出了个大新闻，一个登山社团在凤凰山顶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自相残杀的情况，现场十分的惨烈，还有活着的人却也像是疯了一样，不断的念叨着是我的，是我的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能被送去精神病院。而最倒霉的人还是骆小洛，他不过是睡了一晚上，醒来之后走出帐篷，就看到了一堆的残肢断臂，他还没有缓过神，又被警察带回去了问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家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我不过是睡了一觉起来，就看到大家都出事了。不论怎么问，骆小洛就是无法提供出任何有效信息，而且他的模样也不像是在撒谎。再加上夏淼找了关系捞人，骆小洛并没有在派出所待多久，就被夏淼接了出去。坐在夏家司机开的车上时，骆小洛还惊魂未定，他咬着手指甲，一边深深的迷茫，一边心有余悸。下一刻，一张卡被送到了他的面前。骆小洛抬起脸一看，夏淼打扮的还是那么精致，因为盛气凌人，所以距离感很强。他的手里随意的拿着一张卡，慢悠悠的说道：“就要换季了，你怎么还老是穿着那几件衣服？作为我的好姐妹，你可不能丢了我的格调。去买点新衣服撑场面吧。”骆小洛捧着卡，感动的泪眼汪汪。是，大小姐。至于他不久前遇到的那恐怖的一幕，在金钱的洗礼之下，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骆小洛就知道自己抱夏淼的大腿准没错。骆小洛福至心灵似的抓着卡的手紧了紧。对了，淼淼，我没有提起傅兰也跟着我们一起上了山这回事。闻言，夏淼露出了微笑。不提起傅兰也没事吧，反正他就是个笨蛋，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还喜欢给人找麻烦。他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小角色，没必要说出来。夏淼又握住了骆小洛的手，笑容扩大，阳光灿烂。你上次不是说你想当设计师吗？我特意让家里的人帮我联系上了第一家首席设计师，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人家沟通，请他帮忙提意见哦。真的？夏淼一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骆小洛激动地抱住了夏淼，太好了，淼淼，谢谢你。至于傅兰的事情，骆小洛已经彻底的忘了。关于登山社的事故，最后也调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作为悬案定性。但很多年轻人却不这么觉得。根据有心人收集的资料，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发生类似的疯狂事件。有些人死了，有些人疯了，无一例外，这些事件的中心都围绕着一个人。然而，那个人究竟是谁呢？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这就像是个都市怪谈一般，肯定是灵异事件。毕竟在不久前，还有一个血腥出租屋事件被传了出来。在小小的出租屋里，血腥味弥漫，林宝宝躺在血泊里，男女之间天生的力量差距让他很难赢过冷景深，所以他成了率先倒下的那个人。但即使是胸口被捅了一刀，受伤沉重，他还是撑着这一口气，朝着那边的男生伸出手。不要，他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冷景深浑身染血，脸上还有着女生指甲刮出来的伤痕。他也受了伤，却比林宝宝要好一些。以前他只觉得林宝宝很烦，尤其是他不厌其烦地追求自己这回事，对于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困扰。后来林宝宝变了，他似乎是不再指着冷景深跑，而是有了新的兴趣爱好，就像是已经放弃了冷景深一般。冷景深反而开始忍不住正眼看他，不知不觉间被他吸引了目光。而现在冷景深看林宝宝的目光又变了，那是一种敌视的眼神，仿佛在看着可恨的敌人，把他当成了一个会抢走自己宝物的罪犯。林宝宝能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正在急速的流失，对死亡的恐惧感渐渐的让他所剩不多的理智开始起了作用。疯狂褪去之后，他心中冒出来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刺痛。虽然他重生之后就决定好了要与冷景深保持距离，最好是和他成为陌生人，然而现在被冷景深用这种冷漠的目光注视，他的心居然还是会痛起来。冷景深，林宝宝还有许多话想和冷景深说，但回应他的是冷景深毫不留情的一脚，他的身体滚动了2下，瘫在地上没了动静。冷景深的那一脚踹断了他的脖子。直到咽气的那一刻，林宝宝还是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有了重生的机会，那不就是老天暗示他能够弥补上辈子的遗憾，逆袭成为人生赢家吗？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还是像个笑话一样的死去了？干得不错呀！冷景深听到了少年的声音，原本对于杀了林宝宝这回事还有些恍神，现在则是狂热的凑了过去。傅兰，我做得很好是不是？你相信我，我以后一定还会做得更好的。只要能够讨少年的欢心，不论是杀人还是放火，他都会毫不犹豫。不过是短短时间，那颗头颅如今已经生长出了完整的躯体。少年姿态的人裹着一张毯子，慵懒地坐在沙发上，观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大约是取悦到了他。他手里的手机转了转，笑嘻嘻地说道：“好呀，前提是你能够从监狱里走出来。”傅兰一脚踹倒了像狗一样蹲在跟前的男生，他站起来，居高临下一般的扫了眼地上狼狈的人，不屑与轻蔑随着他眼里的恶毒一起涌现。蠢货，不要走，傅兰，你不能丢下我！冷景深伸出手想要抓住少年，然而他伸出去的手抓了个空，连对方的影子也没有碰到。少年走的是那么的毫不留恋，这让他有了一种被遗弃的痛苦与愤恨。傅兰，窗外传来了警笛声，冷景深的脑子突然有了片刻的清醒。他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再看向那边林宝宝的尸体，随后两眼瞪大，浑身僵硬。自己都做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里的那些恐怖传闻慢慢的被其他的八卦消息所取代，校园里少了一个事事张扬跋扈的毅力少年，反而是多了一个每次出现必会戴着口罩的少年。
他从头到脚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好似是生怕被人多看到自己的一寸肌肤，保守的简直是可怕。新生报到日的时候，有提着行李箱的女生见到了身段极好却看不到面容的男生，她赶紧跑过来说道：“不好意思，同学，请问？”少年轻飘飘的看了他一眼：“我有女朋友了。”女生一愣：“啊？”少年穿着黑色连帽衫、黑色长裤，戴在头上的兜帽是黑的，口罩也是黑的，从头到脚看过去，简直就像是装在套子里的人。也就是离得近了，才能看到他黑色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浓郁的刻薄。少年平等的瞧不起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女生有点紧张：“我就是想问问，去女生宿舍的路怎么走？”“不知道。”少年干脆利落的回答完，双手插兜，抬脚往前，是一点助人为乐的自觉都没有。女生生气的冲过去，挡住了他的路：“我说你这人有没有礼貌？就算再狂妄自大，也要有个度吧。大家都是同学，你有必要这么刻薄吗？”少年停下脚步，终于正眼看他。他忽然又有了意味不一般的紧张，被他注视的时候，他的心脏也忍不住扑通扑通的乱跳，燃烧了他脸上的肌肤，耳朵都红了起来。女生看过很多小说，也正是憧憬恋爱的年纪，竟然不由得脑补这会不会是一段缘分的开始。少年忽地笑了一声：“聒噪的阔鱼，你对我很感兴趣。”他说的是肯定，而非疑问。所有人的欲望在他的面前都无所遁形。女生恼羞成怒：“你别自作多情，我才没有对你感兴趣呢。你想看我长什么样，是不是？”女生想要否认，可是对上少年那双漂亮的眼睛，她又无法做到否认。他实在是太神秘了，他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少年慢慢的发出笑声，弯弯的眼睛笑眯眯的，好似成了两道深渊露出来的黑色缝隙，消磨着人的理智。好啊，既然你这么感兴趣，那就给你看看吧。他的手搭上口罩，女孩的心也跳得更加厉害。下一刻，有人的声音传来：“傅兰。”少年身体一顿，霎时间没了恶劣的玩弄人性的心思，他喜笑颜开，已经成了一个陷入恋爱中而不可自拔的毛头小子，屁颠屁颠的朝着前方冲了过去。女朋友。下秒被扑过来的他大大的抱住，努力抬起头，才不至于被憋在他的怀里闷死。他一脚踹了过去：“你刚刚在做什么？”“我没做什么啊。”傅兰无辜的眨眨眼，手指勾着他的一缕长发转来转去，又有了嘻嘻的笑声。下秒看了眼那边还站着的女生，抓起她的手，带着她往远处走去。直到傅兰的背影消失不见，女生才猛然间回过神。她奇怪地摸了摸脑袋，不明白刚刚自己的脑海里那些冒出来的诡异想法是怎么来的。“女朋友，快看，这里的野花开了！女朋友，快看这里，这坨泥巴像不像是星星？女朋友，快看天上的那朵云，像是小猪，就和你一样。”下秒还在闹情绪，听到这句话，猛地抬头瞪他。他缩了缩脖子，补了一句：“像你一样可爱。”下秒脸色好了那么一点：“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许和陌生人讲话。”傅兰抿着唇，嘟囔说道：“我没想搭理那只爬虫的，而且我都说了我有女朋友了，是他自己一直凑上来。”下秒还想要说他几句，可是见到他严严实实的装扮，终于还是忍了回去。傅兰的天性就是这样，永远都在挑起别人的欲望，又恶劣的贬低对方。看到人丑态毕现的那一幕，他就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然而，这也是他作死的开始。他现在每天出门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把那副祸国殃民的嘴脸收敛了起来，这与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换而言之，他在压抑自己的欲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夏淼，因为夏淼告诉过他，只有这样，他们的恋爱关系才能保持得更加长久。傅兰想要永生永世都和夏淼厮混在一起，毕竟他抱他的时候他会兴奋，他亲他的时候他会高兴，还有他陪着他一起做时他会很舒服很舒服，所以他坚决不要和夏淼分手。只不过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人，会偶尔间忍不住暴露本性，去玩扭曲人性的小游戏，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真的已经在很努力地压抑自己了。于是夏淼不舍得对他说任何狠话。没办法，以后再把他看紧一些吧。夏淼牵着他的手，抬起脸看他，我想好了，等毕业之后，我要去做海洋生物的观测员。爸爸已经给我买了一座无人海岛了，到时候我们就去那儿定居吧。傅兰歪着脑袋，去那里定居？对啊，那里只有我们，最漂亮的风景也只有我们能看到，不好吗？只有我们这几个字让傅兰的一颗心疯狂乱跳。他静静地凝视着夏淼好一会儿，片刻之后，他笑声雀跃。好，去海岛。他高兴地弯下腰，蹭了蹭夏淼的面庞。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海岛定居。某种时候，他有着稚子一般的单纯，只要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别的东西就都不重要了。夏淼被他蹭得有些烦了，捧着他的脸推开一些，严肃地说道：“但现在得想办法让你的毕业论文能够过关，你还一个字都没有写呢。”傅兰嘀咕：“这有什么麻烦的？只要我去找老师单独聊聊，你敢背着我单独见人试试？”傅兰被抓住了耳朵，顿时矮了一大截。他嘴里求饶，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却是按捺不住得意地瞟向四周，在各个阴暗的角落里，蛰伏着一双又一双漆黑而溢满了愤怒的眼睛。他们同样的恶毒、疯狂，而又同样的发疯了似的嫉妒着。究竟是有多少个傅兰？没有人数的清。只要人类的欲望不消失，他们就总会在繁衍的进程中不断的前进。然而此时，他们却如胆小鬼一般，不敢同时出现在女朋友的面前。
他们瞧不起从身体里分裂出去的彼此，把有着相同外貌与共同记忆的彼此视为卑劣的冒牌货，但偏偏此时却极为有默契。一旦同时出现在女朋友面前，他一定会因为不符合人类认知的一幕而失去理智，陷入疯狂吧。术后，少年的手指几乎嵌进了粗糙的树干之中，他咬牙切齿，那双眼睛阴郁的死死地盯着那边的冒牌货，还有蛰伏在周围的无数个冒牌货。没关系的，他告诉自己，又或许是他们都在告诉自己，总有机会烧死那些冒牌货后，女朋友就只会属于他一个人的了。不知是何时，在年轻人里流传起了一个传说，据说在一个私人岛屿上藏着一件全世界最宝贵的宝藏。为了防止宝藏被其他人夺走，小岛的主人才特地选择了在岛上定居。不少人猜测，那份宝藏一定是名贵的宝石吧。对于许多冒险的年轻人来说，在假期时间去探险会是一个不错的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今天就有3个大学生因为太无聊了，他们租了一艘船，特意选了风平浪静的一天，悄悄地来到了小岛，再无所阻碍地上了岸。3个男生还为摆脱中二的特性，玩过桃园3结义那一套，特意排了个老大、老二、老三的序号。环视一眼周围，老大奇怪地说，我还以为这个岛上的安保措施会很好呢，原来都没有什么措施，就这么容易让人上来。老二也说，这也太没有挑战性了吧。海岛并不大，海浪声时不时地回荡在空气里，绿色的树影摇曳，金色的沙滩上还有着遮阳伞与躺椅，这里远离人烟，满是大自然的味道，还真是一个度假胜地。老三一眼就看到了远处在山坡上的白色别墅，他们说的宝藏会不会就藏在那里？能够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建立起这么漂亮的别墅，可见小岛的主人肯定是很有钱的吧。关于宝藏的传说，3个男生已经无比的信任了，他们顿时有了更多的兴奋，一起朝着别墅的方向前进。然而在树林里走了许久，他们渐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老大说道，那个别墅看着并没有多远，我们走了这么久，怎么好像还是离它很遥远？老二有点紧张，从刚才我就想说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片树林里太安静了？老三胆子比较大，说道，你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这个世界上又没有鬼。恰在此时，眼尖的老三见到了前面的人影，他说了一句，那儿有人。他的动静也引起了前方人影的注意。那儿的人回过头，是一个黑发黑眸、相貌屹立非常的少年，花衬衣、花裤衩，一双拖鞋，就好似真是来度假的游客。少年的视线在几个人身上流转，眼眸弯弯，露出了微笑，那低泪痣有着奇异的风情一般，令他更具有难以言说的诱惑力。3个人先是一愣，随后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怎么也挪不开视线。少年很是善解人意，你们迷路了？老大怔怔地说，是我们迷路了。少年轻快地笑，那可不行呀，要是走不出去的话，你们都会死的哦。3个男生背后突然生出一股寒意，老三咽了口唾沫，不自觉似的小心地往前靠近。你好，你是这座岛上的人吗？我们没有恶意，能不能请你带我们走出这片树林？老二也赶紧说，是，我们可以给你报酬。老大跟着往前，我们只是迷了路的游客，没有恶意的。他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少年吸引，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想与他再离得更近一些，最好是能够触碰他，拥有他，独占他。3个男人眼里渐渐地浮现出来的疯狂，可不像是他们说的自己并没有恶意的模样。少年轻轻地笑出声，容貌更显艳丽。很奇怪，每一个看到他的人其实都说不出他究竟是哪里好看，只是莫名其妙的是，他全身上下所有的点都符合自己对于完美的认知。这个少年就好像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般，让他们欲罢不能。这个树林会吃人的。少年留下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仿佛是恶作剧成功一般的孩子，很快转身跑进了阴影里，不见了踪影。老三大叫，快跟上去，不然我们真走不出去了。3个人跑得很快，与其说是想要找到那个少年，寻找到出去的路，倒不如说是不想放过他。只不过他们一起往前才跑了几步，后面又传来了动静，是轻快的笑声，有着奇异的魔力，勾得所有人回了头。那是一个少年，他站在树下，同样是穿的花里胡哨的，只是清爽的衣服上的花纹与之前那个少年并不一样，漆黑浓郁的眼眸，点缀的恰到好处的泪痣，苍白的面容，精致漂亮的过分。3个人同时愣住，他们明明看到少年往前跑了，为什么他又出现在了后面？而且这么短的时间里，他能做到这么迅速的换衣服吗？少年似乎是看到了有趣的小丑，笑容愉悦，你们走错方向了，小心会死哦。3个人反应过来，老三紧张地问，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少年看了一眼3个人，唇角扬起，犹如是调皮的稚子，反正你们也走不出去了。花里胡哨的少年又一次隐没在了阴影里，完全不给他们追逐的机会。老大，怎么会有2个一模一样的人？老二，一定是双胞胎吧？肯定是双胞胎吧？老三视力最好，他浑身发抖，一双眼睛看向四周，密密麻麻的人影潜伏在树后，漆黑诡异的眼睛笑眯眯的，齐齐的盯着他们的方向。他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外表，只是身上穿着的服饰不同，但那看人时的恶毒与轻蔑如出一辙。这就好像是被无限制的复制粘贴过，可以无限增殖与繁殖的癌细胞，又好像是病毒一样，已经污染了这个与世隔绝式的小岛。下一刻，老大和老二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身体颤抖，脸色惨白。少年们缓缓靠近，想出去吗？想活下去吗？想成为独占珍宝的幸运儿吗？那就杀了对方吧，
只有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才可以成为圣者哦。他们的话有着难以抵抗的魔力，一点点地消磨着人类的理智。三个男人的眼睛里很快布满血丝，精神恍惚，在看向彼此之时，他们的表情变得狰狞凶狠。只要杀了他们的话，自己就能成为活下来，夺得少年亲爱的圣者了吧。白色别墅的屋顶上，夏淼穿着波西米亚风的碎花裙，戴着大檐编织帽，长发编成了2条鱼骨辫，迎着风的方向，裙摆飞扬，勾勒出她姣好的身形。偶然间，裙摆掀起，腿上昨夜里留下来的荒唐痕迹还未彻底消散，明晃晃的惹人遐想。但因为这座岛上不可能有活着的外人，所以他不需要费心的去做遮掩。夏淼仔细的透过手里的长焦相机的镜头盯着远处的飞鸟，刚挑了个不错的画面，准备拍下时，哒哒哒的脚步声热闹的传来。他叹气，知道捣乱的人来了。苗苗，苗苗！少年热烈的推开了门，一股脑的冲了过来，从后面俯下身来，把个子矮矮的夏淼搂进了怀里。他的手很用力，几乎整个人都成了弓形，把夏淼压在怀中，高兴的笑出声。夏淼手上的相机差点掉在地上，他没好气的踩了一下他的脚背。你又发什么疯？他也不说话，只是嘻嘻嘻的笑，脸埋在他的颈窝里，拼命的嗅着他身上的气息，极其的贪婪，不愿意浪费1分1秒可以汲取他气息的机会。夏淼有些痒，艰难的转过身，与他面对面时，也见到了他的不对劲。你又去哪里打滚了？身上那么脏，还受了伤，今天早上穿的衣服也换了。傅兰现在的样子很狼狈，花里胡哨的衣服上沾了血迹，死白的肌肤上有着伤痕，看起来触目惊心。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还有着大大的笑容，阳光灿烂，倒是少了几分阴郁感。他捧住夏淼的脸，又急又热的吻细密的落了下去。少年仿佛是经历过一场厮杀之后的圣者，现在拥抱他，亲吻他，都是在急不可耐的享受着可以独属于自己的奖励。就和以往一样，他每次这样狼狈的出现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夏淼抱起来，不管场合，不管地点，反正这是无人的小岛，只管就近把他压在地上，再迫不及待地拽下裤子，与他奔赴深渊。我一个人的。他不断地用破碎的气息在他的耳边呢喃着这句话，有舒服，也有满足的愉悦，黏黏糊糊的笑声不断地回响着，暗示着他身体里要溢出来的对他的爱意。他一定不知道，每一个有资格能够跑到他身边的男朋友，都得是上一场厮杀里的胜者，所以他才会那么的急切，那么的兴奋，囤积了许久的满腔爱意，终于能够全部都给他了。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比这还要令人舒服和满足的事情了。于是，夏淼今天的观测计划又一次在他的胡闹之下被打破了。夏淼由最开始被打扰的暴跳如雷，随着次数多了之后，到了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淡定的接受。有时候他也会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生了病，所以自己也有了不正常的地方，否则他怎么会纵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放肆。傍晚时分的风景是最好看的，夕阳的余晖沉醉于海面之中，又回馈以波光粼粼。白色的别墅被绿色的森林包围，又被闪闪发光的经典环绕。这时再有微微海风拂过，会是令人最惬意的时候。终于彦足的少年抱起已经有些困倦的女孩，他看着纤瘦，一双手却很有力，纵使已经得到了狠狠的满足，他还是会忍不住低下头，朝着躺在臂弯里的女孩落下无数个亲吻。夏淼有些嫌弃地推开他的脸，够了，都是口水。傅兰也不尴尬，继续蹭他的脸，淼淼，我喜欢你啊，这个世界上最喜欢你的人就是我哦。行了，我知道了。他又嘻嘻嘻的笑，淼淼，我们去洗澡好不好？夏淼懒洋洋的，了一声。他眼睛一亮，好耶。在他健步如飞地抱着恋人下楼时，夏淼也掏出了手机。不久之前，路上的商家发来了消息，不好意思，我再确认一下，夏小姐，你是真的要购买那么大量的男装吗？他回消息，是。商家，夏小姐是打算做服装生意？不是，买给我男朋友们穿的。远在城市的一个角落，年轻的商家怀疑自己看错了，忍不住擦了擦眼睛，随即惊讶出声，我靠，大小姐批发式的买这么多男装，她的男朋友是打算每分钟都换一套衣服吗？不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对面的实习员工冒出头来，大小姐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做什么？照做就好了。其他人也附和，小洛说的对，有钱不赚是傻子。有人感兴趣的说，对了，小洛和夏大小姐不是朋友吗？你一定知道什么吧？不知道。小洛完全不给面子的敷衍一句，继续低头画图。他最近要参加一个服装设计的大型比赛，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人聊八卦。其他人自讨没趣，也就闭上了嘴。夜色降临后，别墅的灯黑了，藏在阴影里的人影慢慢的出现，好似是永远都杀不完的蝗虫。他们的每一次争斗流血，都是一场血腥的繁衍，分裂出更多的自己。随便一个人走出去，也足够让外面的世界陷入疯狂。但因为女朋友在这里，所以他们都很有默契的聚集在这儿，脑海里都是卑鄙的冒牌货用自己的模样欺骗了女朋友的画面。他们疯狂的嫉妒着，一双双漆黑的眼睛仿佛化成了浓郁的恶毒之液，即将顺着泪痣流淌出来。那个愚蠢的冒牌货居然敢装成他的样子与他的女朋友拥抱亲吻，那个可恶的冒牌货居然敢用他的相貌拥抱着他的女友睡觉，那个该死的冒牌货居然伪装了他的身份与他的女朋友做了一次又一次。以往只有人类为了他而嫉妒的怪物们，此刻正陷入了燃烧般的妒火里。他们却只能蛰伏着，等待着下一次，他一定会杀了那个冒牌货，成为走到女朋友面前把她拥抱在怀里的那个人。名为
银河的列车静静地行驶在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宇宙里，在粒子轨道上平稳前进。列车的下一站是侍女座星系里被命名为 Ross 128b 的星球，那是一颗在100年前就被人类开发的星球，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模样。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性地称呼它为玫瑰星球。对于很多人来说，随着一颗颗宜居星球的破坏而覆灭，他们在宇宙里乘坐列车流浪已经是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这辆列车已经行驶了2年的时间，距离目的地玫瑰星球还需要1年的时间。今天，列车停靠在了名为右指法星球的中转站这儿，有一批新的旅客会登上列车。因为陨石风暴，列车晚点了半个小时，有乘客早已经感到了不耐。我说，你们没有时间观念吗？我可是要去列车上见客户的，你们害我迟了到，如果客户不高兴的，我会损失上百个亿，你们赔得起吗？列车员是个年轻的女性，她的工牌上写着的名字是琳达。琳达站在列车的3号门这儿，朝着生气的男人低头道歉，真是不好意思，因为遇到了不可抗因素，我们晚点了，给你带来的麻烦，我们深感抱歉。男人挺着大肚子，骂骂咧咧的，还想说几句，还在后面要上车的人不满地说道：行了，你能不能别堵在这儿，上去再说。大肚子的男人回头一看，见是个哥特复古风打扮的潮男，他不屑地笑了一声：你们这些普通的平民怎么可能明白我们一天能给星际带来多少的经济价值？不是一个阶级的人，还真是难以沟通。潮男不悦：喂，你说话是什么意思？是，你看起来是肥头大耳的，吃了不少油水吧？等你一走上列车，车不会就直接响起了超重的警报声了吧？旁边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出声。大肚子男人脸色一黑，指着潮男的鼻子骂道：你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你也想去玫瑰星球定居？我告诉你，你得罪了我，以后别想在玫瑰星球上找到任何一份工作。潮男还想与大肚子男人吵几句，他的同伴赶紧拉住他。好了，苟得酒，不要说了。苟得酒的同伴是个女生，文文静静，脸蛋娇软可爱，看起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乖乖女。苟得酒说了一句：雪芙芙，你别害怕，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他才不能拿我们怎么样。苟得酒与雪芙芙是同学，平时关系还过得去，所以雪芙芙才敢鼓起勇气站出来劝一句苟得酒。其他同学则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打算站出来引火烧身。大肚子男人也是个暴脾气，他骂骂咧咧了几句，不知好歹。苟得酒也是个冲动的性子，他不甘示弱，两个人越靠越近，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穿着制服的巡逻队伍走了过来，身姿颀长的男生站在中间，笑眯眯地说：两位，我们列车的停靠时间就快到了，很快就要开车喽。这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黑色制服勾勒出他极好的身段，那双军靴更是把他的大长腿衬得极好，却因为他俊秀漂亮的面容上露出来的笑容是阳光灿烂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压迫感，反而是挺友善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当然是他那一头亮眼的橙色头发，仿佛是陈矮星的光晕落在了他的发间，为他增添了几分热情洋溢的温度。他很年轻，五官立体，蓝色的眼眸宛若教科书上地球的海洋那般澄澈。从他的外表来看，他应当是具有古老的斯拉夫血统。他的制服上有着数字编号13，黑色的制服，这是列车上维护治安的武装队，为了维护列车的安定，他们有权利囚禁任何可疑人员，甚至是打死了人也不用负责任。苟得酒毕竟还是个学生，看到武装队的人出现，不由自主的就收敛了许多。大肚子男人却不一样，他指着那边的苟得酒说道：你们来的刚刚好，快把那个没事找事的人抓起来，把他关起来，好好的惩罚。一只手扣住了大肚子男人的手腕。13号眼眸弯弯，友好的微笑：先生，发车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您是说还有重要的客户要见，对吗？如果再不上车的话，您有可能就上不去了。13号的话很是礼貌客气，可大肚子男人却浑身冒出了冷汗，他的手臂疼得厉害，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臂骨正在咯吱咯吱作响。再看着眼前笑眯眯的男人，他没来由地生出一股寒意，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人可是有权利掏出枪来把他射杀。13号松开了手，对琳达笑道：赶紧让乘客上车吧。琳达点头，赶紧说道：还有5分钟就要发车了，请各位乘客有序上车。有了武装队这么一出，接下来没有人再敢闹事，就算是有看不惯的对象，也只能先忍着。13号和队友先一步上了车。10号凑过来说道：你每次都是笑眯眯的和人说话，怎么每次你一出现，闹事的人就这么害怕呢？13号摸着下巴，苦恼的眨眨眼，有了几分轻快活泼。我也挺想知道的，我长得应该也不吓人吧？你要是长得吓人，那我们算什么？7号说道：我现在都还记得之前有女乘客对你投怀送抱，你怎么就拒绝了呢？13号咧开嘴一笑，大概是因为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吧。这就是号称全宇宙里最高档的列车。女孩充满挑剔的声音传来，话里的不满与轻蔑几乎都要占据所有的空间，只让人生出不好伺候的感觉。13号与一众队友回头看了过去，女孩很漂亮，长而微卷的黑发编成了简单却不失精致的公主头，发上仅用了水晶发卡做点缀，在灯光下像是闪着光的星星。只不过她漂亮的过头了，难免让人感觉到了攻击性。她双手抱臂，明明穿的是纯洁无害的白裙，却因为那双黑润润的眼眸用着刻薄的视线扫过周围，便自然而然的有了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凌人盛气。也不过如此，还没有我家里实验工厂的列车高端。这个模样精致的女孩从头到脚透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讯息。有钱人也是分为不同等地的，如果说之前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透露出来的是令人厌恶的暴发户的感觉，
那么这个女孩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被家族当作明珠养大的千金大小姐。她那平等的可以看不起任何人一般的架势，已经让周围的人可以感觉到她一定很不好惹。列车的门关上，渐渐驶离站台，往宇宙深处进发。即使是星际时代，人也会被分为3、6、9等。尊贵的 VIP 用户可以享受到与众不同的服务。琳达快步走到了女孩身边，先是鞠躬，再伸出手：“夏小姐，您的房间在1等车厢，请跟我来。”不少人本来就在猜测这个过于明艳漂亮又过于嚣张跋扈的女孩是谁，听到夏这个姓氏，忽然就猜出了她的身份。华夏重工，这是星际里最有名的公司，可以说星际里但凡是涉及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都与华夏重工有关。星际时代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华夏重工，而整个夏氏家族也很是出名，不少人都在网上喊夏董事长爸爸。但夏董事长说了，他就只有一个女儿，可不需要那么多人叫爸爸。再看现在这个女孩一身精致的派头，这不妥妥的就是国民爸爸的亲女儿吗？夏淼跟着琳达一路往前，目不斜视，当真是目中无人。她大概就是被当成公主一样众星捧月似的长大的，所以现在才像个女王一样，高跟鞋落在地板上的声音都泛着浮夸的高贵。看着她越来越近，挡在前面的武装队的人不由自主地让出了一条路。13号也往旁边让了一步，擦肩而过之时，也许是他的错觉，夏大小姐似乎是多看了他一眼。没过一会儿，千金大小姐的背影往前走远了。旁边的6号小声感叹，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听说夏家再给她安排婚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可以受得了她。13号说，大概是倒霉蛋那样的。其他人有同感，纷纷点头，似乎是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自己。走在前面的夏淼猛然间回过头，几个年轻小伙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身体，纷纷低下头，装作很忙的样子。13号看大家这么忙，正想着自己要不要也装一装饰，大小姐已经冷哼一声，转过身跟着琳达进了1等车厢。几个学生也在讨论夏淼，苟德九忍不住说，原来这就是顶级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啊，这给人的压迫感也太强了吧。他不禁想，如果刚刚在上车的时候是这位大小姐闹事，他肯定是不敢和这位大小姐理论的，毕竟他看人的那种眼神十分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小丑。说白了，那就是他受不了有人从精神上把自己打压得一文不值的情况。雪夫妇看了眼夏淼消失的方向，他也是头一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见大家还在议论，他也小声地发表了一句自己的看法，反正像是那样的人，肯定也是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肯定只有有钱人才能入得了他的眼。另一个叫明真端的男生理所当然地说道，那是当然了，你是不是傻？也不看看人家的身份地位，他能接触的都是有钱人，当然只会和有钱人玩。雪夫妇憋了一口气，发作不出。明真端充满幻想地说，要是能娶到夏家大小姐就好了，这一辈子都不愁没钱了。他的这句话完全是很多男人的心声。1等车厢比其他车厢要清静，而且这儿的娱乐场所和餐厅等设施，非1等乘客是不可以进入的。虽然银河号列车在夏淼看来不算什么，但从客观角度而言，这辆列车也确实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夏淼的房间在444，这个数字不太吉利，但他向来不看重这些。走进洗手间浴室配器的豪华房间里，看了眼环境后，再拉开窗帘，能够看到外面浩瀚无垠的宇宙景象。运气好的话，在航行过程中，或许还能看到散发出光点的类太阳恒星。夏淼对房间还算满意，他转了转眼珠子，回头看琳达，我听说1等车厢的房间安保措施都是最好的，可以预防很多危险事件的发生。我需要人来给我介绍一下房间里的安保设施。侍女座星系上有夏家新开的工厂，夏淼作为大小姐，不能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于是他的父亲特意派她去监督新工厂的运行，也算是提前培养她了。等下了列车，会有公司里的人来接她，但是大小姐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会担心安全系数最高的列车上出问题，好像也挺正常。琳达说道，武装队的人是最清楚车上的安保措施的，我请人来向夏小姐做介绍。夏淼坐在椅子上，把裙摆抚平，矜持的点点头，随意说道，13是我的幸运数字，那就叫13号过来吧。琳达有点疑惑，但她也不好多问，走出房间去叫人。刑讯室里血腥味经久不散，阴暗潮湿，沉闷的空气令人不适，压抑感十足。我承认，我偷了东西，我不该在列车上偷东西，求你放过我吧。男人犹如一滩烂泥的被抓着衣领跪坐在地上，他的牙齿掉了几颗，头皮也被拽得坑坑洼洼，满脸都是血，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男人晃了晃满是鲜血的手，人畜无害的笑道，你看，你早点承认不就好了吗？何必遭这么大的罪后再说，不是苦了你自己吗？男人痛哭流涕，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啊！他的脸上又挨了一拳，再次崩掉了一颗牙齿。他喊叫，我都认罪了，为什么还要打我？我也没说你认罪了就放过你啊。再说了，橙发男生笑眯眯地说，我现在挺无聊的。从他爽朗贱气的笑容里，男人惊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这个人折磨自己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他认罪，纯粹是因为他把折磨别人当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刑讯室外有人敲了敲门，队友说，列车员说，那位大小姐要求你去向她说明车厢里的安保措施。13号眨了眨眼，无聊地撇了一下嘴，松开手，不成人形的男人瘫在地上，奄奄一息。13号站起来时，又忍不住踹了一脚地上的男人，见他连挣扎都不会了，他略微有些无趣地叹了口气。
13号拉开门，走出刑讯室，接过了队友递过来的纸巾，先是擦过白净的面容上留下的血迹，再把手上的血迹擦得干干净净。大小姐找我？7号说道。是啊，她不会是因为听到了我们说她的坏话，想要故意为难我们吧？13号随手把纸团扔在了地上，很快就有清洁机器人出现，扫走了垃圾。他双手插兜，想起了那位气势汹汹的大小姐，眼眸随着唇角一起弯了起来。那么凶的大小姐，应该不会吃人吧？看着13号脚步轻快的离开，7号与其他队友们面面相觑。刑讯室的门吱呀一声，里面的血腥味很快扩散了出来。7号说：“到底是谁更凶啊？”13号敲了门，得到允许，推门而入之后，第一眼见到的便是坐在椅子上的女孩。大小姐坐姿端正，手里端着一杯名贵的红茶，也许是味道不错，她漂亮明艳的面容上神情愉悦，裙摆的每一处褶皱都好似是经过精心的整理，浑身上下都透露着精致过头的优雅高贵。她抬起眼眸，看不出有什么情绪变化。13号面带微笑的靠近，夏小姐，听琳达说您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房间里的安保措施。夏苗点头，是，毕竟还有1年的车程，我想多了解一下自己住的地方，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也能保护好自己。他把有钱人十分惜命的那一套演绎得淋漓尽致，即使这是号称史上最安全的银河列车，也不能让他感到100%的安心。13号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不耐之色，反而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模样，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阳光爽朗，气质干净清爽，很是正派。门上有生物识别技术，以及搭配了警报装置，没有夏小姐的瞳膜与指纹的话，门无法正常打开，一旦受到了暴力击打，我们会收到警报。因为房间的设定是夏小姐一人在独居，当隐藏的红外线设备扫描到屋子里出现第2个生命体，并且5分钟之内，这个多余的生命体还未离开，我们也会收到警报。如果说真有人可以用某些特殊方法溜进房间里，对夏小姐造成了威胁的话，夏小姐可以说出安全词。听到这儿，夏淼眸光微动，安全词？13号反应过来，轻快的一笑，夏小姐别误会，我说的安全词是能够触发安全设备运行的口令，不是别的意思。夏淼眨眨眼，茫然地说，安全词还有其他的意思吗？13号略微有点不自在的扯了扯嘴角，应该是没有别的意思吧。夏淼喝了口茶，淡淡的哦了一声，都成年人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安全词是什么意思？星际网络里的成人付费频道五花八门，只需要核对身份信息，再扫描人脸通过，并不是有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身份证进入频道，那就可以戴上 AR 眼镜，来一场活色生香般的视觉享受。这种频道的门槛并不高，而且还合法，可以说在星际里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才是奇葩。13号清清嗓子说道，当夏小姐说出安全口令之后，所有的安保设备都会启动，就比如说那儿的浴室，建筑材料用的都是可以防子弹级别的高硬度材料，那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安全屋。夏淼还是有些担心，万一那个坏人有更高科技的东西，可以撞开浴室的门怎么办？不用担心，13号笑容灿烂，在此之前，我们肯定已经来保护夏小姐了。武装队的成员都是经历过特殊训练的人，在力量和速度上都远超于常人，没有人会想得罪他们，甚至是有些人看到了穿着黑色制服的人出现，不自觉间都会弱下气势。就算是在惜命的人，听到13号的一番介绍后，晚上肯定也能够睡个好觉了。但夏大小姐始终是端着一副姿态，表情都没有变几下，实在是看不出来她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过了一会儿，夏淼抬头问他，你怎么还不出去？13号蓝色的眼睛里眸光清顿，下一秒他微笑，是，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出去了。夏小姐好好休息。走出房间，听到了关门声，恰好是5分钟时间。13号回头看了眼关上的房门，略微抿了抿唇。他还觉得夏大小姐会多留自己一会儿的，毕竟她好像对自己很感兴趣，只是都没有说几句话，他就被赶出来了。13号摸摸下巴，嘴里嘀咕，稍微有点在意了呢。他怀着微妙的心情往回走，穿过拐角时，恰好与对面走来的一个男人擦肩而过。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西装革履，面若冰霜，不怒自威，霸气浑然天成。Sunflower Company 简称为 SU， 太阳花公司与华夏重工一样，都是从21世纪延续至今的老品牌了。SU 一直致力于科技生命工程，据说不久之前 SU 在合成人的研究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消息传出来后， SU 股票大涨，而 SU 公司的继承人龙申廷也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只不过一直有传言说 SU 的每一任继承人都活不过30岁，所以龙家的人都是早早结婚生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家族断绝。有人说龙家人应该是基因里有缺陷，但按理来说，现在科技如此发达，基因筛选早就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就算有基因缺陷，也能够靠着科技手段弥补。但龙家人早死的现状却并没有得到改变。又有科学家通过大数据筛查与推演，得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龙家人如果与夏家的人结合，就能够达到弥补缺陷的可能，改变龙家人早亡的命运。于是龙家人向夏家抛出了联姻的橄榄枝，毕竟两家人结合在一起的话，确实也是强强联合。但是夏家的态度很暧昧，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看龙申廷前往的方向，13号猜测他应该是去找夏家那位大小姐了。他猜的没错，龙申廷确实是站在了444号房间门口。夏淼打开房门，双手抱臂，没什么好脸色，有事？龙申廷的声音是冷的，夏淼，我早就说过，我不信那一套，
我不可能和你联姻。自从大数据演算结果出来后，很多人都说龙申婷和夏淼肯定是天生一对。为此，龙申婷的母亲还频频带着龙申婷出现在夏淼面前。但龙申婷对此很反感。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的母亲就越是忧心忡忡，担心龙家的诅咒会很快落在他的头上。可龙申婷不信命，什么诅咒？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龙申婷说道：“我对你不感兴趣，即使你追着我去侍女做新戏，我也不可能改变想法。”夏淼笑了一下，其实这倒也不能怪龙申婷，就算她有着短命的传闻，但她长得好，家世背景也好，还是有许多女人趋之若鹜，被女人们追捧久了。现在得知夏淼大老远的也要乘坐列车去她要去的目的地，她难免就认为夏淼是她的跟屁虫。夏淼还真不知道龙申婷也要去侍女做新戏，如果她知道的话，她肯定会换个目的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觉得我在跟踪你？龙申婷冷着脸，难道不是吗？夏淼故作疑惑，让我想想，如果我要跟踪你的话，那得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下呢？啊，一定是要建立在我喜欢你的前提下吧。龙申婷眼里更流露出了厌恶，毕竟夏淼这样嚣张跋扈的女人是她最讨厌的那种类型，所以听到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喜欢2个字，她只觉得恶心。夏淼脸上突然没了虚伪的笑容，而是更过分的嫌弃，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还十分的讨厌你怎么办？莫名其妙之下，他补了一句：“你这个愚蠢的侏罗。”龙申婷脸色铁青。13号回到了保卫处，一众年轻小伙子围了上来。怎么样，那位大小姐没有为难你吧？快让我们看看，你哪里少了块皮没有？你回来的这么快，看来那位大小姐是真的不会吃人啊。不对啊，她都听到了我们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却这么大度都不计较吗？13号被团团围住，一手抵挡着队友们想要到处乱摸的手，一边说道：“够了，我可没有在背后说那位大小姐的坏话，反正没有证据，她想改口那就改口，因为有直觉告诉她得罪了那位大小姐的话会很不妙。”一群年轻小伙子们胡闹地开着玩笑时，有警报声响了起来。13号看了眼手环上跳出来的全息屏幕上显示的444号房间传来了危险讯息，抓了把头发，带着人往目的地前进。夏淼，你给我出来！我警告你，我从不打女人，你别逼我！夏淼，你出来！龙申婷拍打着浴室的门，怒气燃烧，像是一座沉寂的火山喷发。她本来就气场破人，现在正处于愤怒里，那双漆黑的眼睛闪烁着火光，更像是一头会喷火的巨龙。夏淼！龙申婷在哑着嗓音喊出这一声时，她的手臂猛然间被2个男人从后面反着架住，与此同时，搭在她背上的手往后压，只在一瞬间，龙申婷跪倒在地，砰的声音听得人隐隐作痛。龙申婷被2个突然出现的男人架住，她又痛又气愤，2只眼睛喷着怒火，抬起铁青色的脸，她怒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还不快放开我！”编号3与编号15的人没有回答，而是齐齐看向了前面编号为13的青年。13号本来就长得高，现在看着被压着跪在地上的龙申婷，他更有居高临下之感，眉眼一弯，他热情洋溢的笑：“龙先生，对吧？这里是女士的房间，作为一名绅士，你不应该在女士的房间里大吵大闹。”似乎是听到了他的声音，浴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女孩的一双眼睛闪闪亮亮的冒了出来。13号回过头，笑眯眯的问：“夏小姐，现在已经安全了？”他还真是把他的话记得挺牢，知道我安全屋里躲。夏淼小碎步似的挪了出来，但他好像是被吓坏了，只待在13号身边，不多走一步。龙申婷咬牙切齿：“夏淼！”他用力的挣扎了一下，吓得夏淼又往13号身后钻了过去。13号抬起了手臂，做了一个保护的动作。“龙先生，请您先冷静一下，对女士保持基本的礼貌，这应该是每位男士必备的修养吧。”13号微笑着，语气也很礼貌，任谁也挑不出错误。3号也说了一句：“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龙申婷抬起满是血的脸：“你们都是眼瞎了吗？谁受了欺负？你们看不出来吗？”确实，龙申婷现在的模样很狼狈，额头那儿破了个口子，血流不止，让她这张俊美无双的容颜也多了几分血腥，看起来还怪可怕的。夏淼从13号身后冒出了脑袋，脸色微白，似是心有余悸。是他先动手对我拉拉扯扯的，我一害怕就拿起书砸了他。不凑巧的是，那本厚厚的书的书角恰好砸中了他的额角，才让他流了那么多血。龙申婷怒道：“夏淼，你睁着眼睛说瞎话！”15号调出了走廊的监控，全息影像里确实是能看到龙申婷一开始在和夏淼交谈，但夏淼人矮，龙申婷的背影挡住了夏淼。不久后，龙申婷突然伸出手拽住了夏淼的手臂，夏淼害怕的挣扎跑进了屋子里，紧接着一本书扔了出来，砸中了龙申婷。他生气地冲进屋子里，房间里没有监控，但从之前的画面来看，龙申婷的确是对一位可怜又柔弱的小姐造成了威胁。龙申婷，夏淼，是你故意激怒我的？我没有。夏淼藏在13号身后，无法无天似的大小姐，现在像是急需保护的纯洁小女孩。你说让我不要痴心妄想，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婚的，还让我有自知之明，别想癞蛤蟆吃天鹅肉。我也没见过有人会说自己是癞蛤蟆的，那我肯定害怕是遇到了精神不正常的人。前段时间不是还有单身男的为了拉垫背的人杀了一个无辜的女路人后再自杀的事件吗？夏淼的小表情里还有着可怜巴巴的后怕。我长得那么漂亮，万一真有反社会的变态盯上我了呢？她一张嘴巴巴巴的，天真孱弱，纯洁无辜，还
还真是演得像那么一回事。13号先生，你们一定要让他离我远一点，我害怕。13号点头，保护乘客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小姐放心。龙申婷靠着蛮力往前冲了点，夏淼被吓得又往后一缩，下意识地抓住了13号的手臂，隔着制服的布料感觉到了紧实的肌肉线条，他多瞥了一眼，想摸。13号笑容如初，先把龙先生带去冷静室冷静一下吧。龙申婷被拖着走出去时，他回过头看向夏淼，夏淼躲在13号身后，露出来的半张脸上眉眼弯弯，笑意盈盈，得意洋洋，极具挑衅。再看向他身前的青年，橙黄的发色耀眼，湛蓝色的眼睛如同干净的宝石，同样是漾着虚伪的笑意，仿佛是戴了一张微笑面具，在光影下有种诡异的伪人感。这两个人竟然连笑容都似乎是一模一样的，可恶！龙申婷被3号和15号拖着离开，其实他们也没有拿他怎么样，只是尽职尽责地提醒了一句：龙先生，你的过度靠近已经对女士造成了困扰，我们对你的生物信息做了限制，请您与夏小姐至少保持50米的距离，如果你进入了50米以内的范围，我们会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就差明着说要把龙申婷给关起来了。龙申婷挣脱了两个男人的束缚，他现在的样子很狼狈，却还要抬头挺胸，用一双可以睥睨天下的眼睛扫过两个男人，冷着声音说道：宇宙里所谓的最好列车的待客服务，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你们展露出来的愚昧无知，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他也就插明说了，龙家之后一定会找列车背后的公司算账。说的再直白一点，龙家可是掌握了半个宇宙的经济，收购列车公司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这群得罪了他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3号与15号一定会首当其冲吧？然而3号与15号对视一眼之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的笑了出来。3号说道：我们尊重龙先生的个人意志。15号说道：如果没有其他事，我们就先离开了。这两个人完全没有把龙申婷放在眼里，果断转身，脚步轻快的走了。先是夏淼，再是区区的武装队的人，居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龙申婷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轻视，他咬着牙想要去找夏淼算账，情绪激动起来，立马就扯得伤口生疼。龙申婷捂着头上的伤口，一手扶着墙，身体微弓，痛苦地喘息着。你还好吗？女孩的声音犹如天籁，回荡在死气沉沉的空气里，荡漾出了生机勃勃的春意。龙申婷抬起脸，目光微钝，文静可爱的女生，小脸娇软精致，像是小白兔一样，纯净的眼眸里流露出了友善的关心。灯光包裹着她的身体，像是赋予了她一层漂亮的光晕。她就好像是有着无尽黑暗的宇宙里的一颗太阳，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对于久居黑暗的人而言，这道光芒恍若是救赎。女生拿出一张纸巾递过去，她露出了笑容。你好，我叫雪芙芙。银河列车说是一辆列车，里面健身与娱乐等各种设施都是齐全的，说是一个小世界也差不多，尽可能的保证了不会让乘客们觉得无聊。当然，因为有武装队的存在，治安也是有保障的。今天武装队又分成了3人一组，往不同的地方巡逻。7号是个八卦的年轻人，忍不住叨个不停。你们听说了没有？6号好像是谈恋爱了。8号立马追问，他谈恋爱了？7号说道，我上次可是看见了，他和一位女乘客走得很近。8号很感兴趣，居然是和女乘客。7号神秘兮兮地说，我特地小心地观察了，那位女乘客好像是1等车厢的人。听到这里，8号撇了撇嘴，我还以为是真爱呢，原来又是过家家的游戏啊！宇宙列车的行驶时间向来都是以年为单位，总会有人感到寂寞，所以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乘客与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谈恋爱的事情，但这就像是大学里谈个没结果的恋爱似的，毕业季一到，分手的时间也就到了。更何况1等车厢的乘客都是非富即贵，与卖命的治安队的人完全是天壤之别，不会有1等车厢的乘客傻到会以为和一个小小的武装队的人有未来。自然见多了各色各样人的武装队的人，也不会愚蠢到以为对方会和自己来真的，所以他们都只是在清楚的逢场作戏，打发时间而已，各取所需，也没有什么好智慧的。8号对这种过家家的游戏没有兴趣，他往前走了几步，好奇地问13，那位大小姐没有来找过你了吗？13号之前一直懒得参与他们的八卦，现在被人直接提问了，他也只是懒洋洋的一笑，没有呀。7号疑惑地说，我们当初都还猜大小姐是不是对你感兴趣呢？难道是我们猜错了吗？13号始终是笑眯眯的模样，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对于队友们提起的有没有被大小姐看中这回事，他漠不关心。刚走进1等车厢，7号赶紧说道，快看，大小姐在那里呢。夏淼坐在靠窗的餐桌那儿，今天打扮的也很漂亮，绿色的裙子清新亮眼，长发绑成了马尾，只用了绿色缎带绑成的蝴蝶结做装饰，青春感十足。不少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往她的方向看一眼。8号小声说，要不要去打声招呼？他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一个提着包的男人迎面走来，见到武装队的人，他下意识地把包抱在了怀里，然后低着脑袋绕过武装队的人，想要快步离开。13号忽然说道，站住！男人身体一抖，再看见盯住自己的人，他更是紧张，手里的包动了动。其他人也察觉了不对劲。7号上前，喂，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们检查。男人神色慌张，第一反应是转过身逃跑，可是8号冲了过来，他手里的包没有抓稳，掉落在地，猛然间一只黑色的东西窜了出来。这是一个像小狗一般大小的黑色生物，四肢着地，尾巴很长也很锋利，它的头颅呈现出狭长的状态，体表覆盖着一层外骨骼，就像是坚不可摧的铠甲。
这是一只还处于幼儿期的外星生物，来自于那颗贫瘠可怕的塞尔星。但即使是幼儿期，它的爪子也能锋利到可以撕碎人身体的地步。餐厅里的乘客被吓得大叫，混乱里也不好开枪。7号与8号赶紧维持秩序，13号则是紧追在外星生物身后，他的速度很快，用不了多久就能一脚把外星生物的半边身子踩碎。可原本没有智力的生物却仿佛有了意识，他知道在车厢里到处攀爬，每落在一个乘客身上，就会在对方的身上留下几道伤口。再往前，混乱的人群里有亮眼的绿裙子女孩，夏淼被众人推搡着，难以躲避。突然之间，他听到了警告的声音，蹲下。他果断地抱头蹲下，接着听到了枪声，外星生物应该是被打中了。他嘶鸣了一声，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死亡。而在此过程中，他像是看出来在场的人里谁的身份最尊贵，一个起跳，他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夏淼撕咬来。与此同时，一只有力的手臂拽起夏淼，青年的手臂虚虚地圈住了他的脑袋，护住了他的脸。下一秒，他的手臂被外星生物的利齿咬住，血肉的撕咬声回荡在夏淼耳边，他闻到了弥漫的血腥味。另一边的队友们急忙赶过来，担心地叫出了13号的名字米哈伊尔。又在意料之外的是，啪的一声，红酒瓶被撞上桌角磕碎，夏淼抓着破碎的红酒瓶，用锋利的那一脚捅进了外星生物的眼睛里。一时之间血花飞溅，他哀嚎几声，松开了嘴，掉落在地，痛苦的挣扎。7号与8号一起开枪，砰砰几声枪响过后，他很快就如同一滩烂泥，没了多余的动静。下一刻，7号和8号齐刷刷的抬头，13号也低着头盯着夏淼黑乎乎的脑袋，眨了眨湛蓝色的眼睛。夏淼身体还在发抖，因为刚刚几乎用光了他全部的力气，否则他是捅不进外星生物的身体的。但也正是因为太用力，瓶子往上滑，玻璃碎裂的地方割破了他的手指，肾上腺激素还在发挥作用，他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痛。直到有血滴答滴答的落地，他愣了一秒，呆呆地看着自己被割破的3根手指。2秒钟过后，他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先是唇角紧抿，再是眉间紧皱，最后是眼里冒出了水汪汪的雾气。大小姐娇生惯养的，从不做粗活累活，第一次受这么严重的伤，比起大姨妈来时还要厉害的疼痛感，一定是她此生以来感觉到的最严重的折磨。13号没有忍住，短促的冒出了笑声，但等到夏淼抬起脸来瞪他的时候，他又赶紧闭上了嘴，捂着自己的手臂，哎呀哎呀的喊着疼。他的手臂确实是血肉模糊，但武装队的人经常受伤，所以哪怕是深可见骨的伤口，对他们也只是小意思而已，实在是没有必要表现得这么痛。7号嘴贱，说出了一个古老的冷笑话，你们的伤口都在流血，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两口子啊。这一次夏淼与13号一起瞪了过来，7号身体一颤，他小声问8号，不好笑吗？8号一巴掌拍在他的头顶，闭嘴吧你。外星生物的尸体送去了实验室，带着外星生物混进来的男人被送到了刑讯室。至于夏淼与13号，则是双双进了医务室。夏淼的伤流了不少血，消完毒需要缝几针。医务室的医生恰好不在，听说是不知道去哪里混酒喝去了，但好在有一全套的医疗智能设备可以用。医疗机械虽然被设置了人文关怀的程序，但毕竟不是真人，夏淼完全感觉不到一点安慰。机械臂在为他的手指缝针时，即使是打了麻药，感觉不到疼，可他还是因为心理作用被吓得滋哇乱叫。他扭着头，不敢看自己的手指被如何缝针，浑身紧绷，时刻注意表情管理的脸上也绷了。夏小姐，请放松，我们的技术是很好的，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疤痕。砰！夏小姐，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好的哦。砰砰！夏小姐，你是一个很棒的、很勇敢的小朋友，是不会害怕的，对吗？砰砰砰！医务室里的医疗智能系统投影出了护士的人形，原本按照程序安抚着伤者，但在夏淼的叫喊之下，投影闪了闪，大约也是无计可施。一时之间，医务室里只听得到夏淼的鬼哭狼嚎。13号侧躺在隔壁病床上，用好的那条手臂撑着头，另一条手臂则是被医疗机械臂有条不紊地摆弄着，消毒、清创、去掉烂肉，再缝针、喷药，这一系列的流程下来，他眉头也没有皱一下。他还有着闲情逸致，盯着隔壁床上的枯枝乱颤似的夏淼，像是在看一场有趣的表演，咧开嘴，灿烂的笑容现在显得很欠揍。以前他也看过不少人跪着求饶、痛哭流涕的，但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哭起来的时候是这么的惹人发笑。和他的伤相比，夏淼是轻伤，被缝了几针后，他的伤口被包扎，结束了治疗。他花了很多时间才缓过来，一抬头看到的便是对面的青年笑眯眯的模样，抓起床上的枕头狠狠地砸了过去，正中他的脸。13号略显心虚的清清嗓子，收敛了那副欠揍的模样，端正地坐好。他受伤的手臂已经进入了缝合的阶段。夏淼背过身，抽出纸巾，迅速地把眼睛给擦干了，再回过脸，他还是那高高在上、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大小姐。瞥了一眼13号那触目惊心的伤口，他说：“谢谢你救了我。”刚刚叫得太狠，他的嗓子有些哑。13号一手玩着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心脏模型，两眼一弯，笑道：“不用道谢，保护乘客是我们的职责。再说了，你也帮了我呀。”没有人能想到，看起来一身公主病的夏淼会那么果断利落地捅怪物那么一下，就连他也感到了意外。夏淼从病床上下来，走到他的面前，从头到脚地把他扫了一眼，
虽然他很想表现出强大的气场，但眼前的男人有着绝对的身高优势，即使是坐在病床上，也比他矮不了多少。所以，他想要的强大的气场营造的并没有那么成功。他不说话，13号也不着急，他只是保持着笑容。橙黄色的发像是缀了光点，蓝色的眼眸里则是藏了星星。夏淼酝酿好了，说道：“不管怎么说，你帮了我是事实。这样吧，本小姐决定破例和你交个朋友。”13号歪头笑着问：“交朋友？”“对啊。”13号了一声，尾音拖得很长。“那么成为朋友的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当然是交换姓名了。你知道我叫夏淼，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如果连朋友的名字都说不出来的话，那说出去会很丢脸的吧？”13号又点头，原来如此。他露出大大的笑容：“我叫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多布罗卢布斯基。”夏淼，13号目光澄澈，纯真无邪，还隐约透露着期待，似乎是等着新交的朋友叫自己的名字。夏淼微笑：“你的伤口还疼吗？”13号，那个，我的名字，你想喝水吗？我去给你倒一杯。13号伸出手：“我的名字，这里连水都没有。你等着，我去外面找人来给你倒杯水。”夏淼走出房间，门一关，连个背影都看不见了。医疗室里，13号茫然地抓了抓色彩明亮的头发。不是说了，当朋友要能说出对方的名字吗？他名字这么好记，他怎么就不愿意说呢？一等车厢发生骚乱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别的车厢里。明侦端想要炫耀自己消息来源广，特意说道：“我的消息绝对保真，就是有外星生物混进来了。”苟德九好奇地问：“银河列车有最好的安保措施，怎么可能让外星生物混进来？听说是有一等车厢的乘客上车的时候，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带进来的。”明侦端说道：“现在那个人肯定是被武装队的人关起来审问了吧？啧，武装队的人折磨人的手法可不一般，他有的苦头吃了。”苟德九又问：“那有没有人员伤亡？”明侦端回答：“没有出人命，不过有很多人受了伤，听说夏家的大小姐也受了伤了。那么漂亮的一张脸，真希望她没有伤到脸，就算伤到脸了，也希望不会留疤。听说一等车厢那边出了事，雪夫妇忍不住问：有很多人受伤，那情况一定很严重？”“那是当然。”明侦端点头，以前也没有出过这么严重的事故吧？一等车厢里的乘客们都非富即贵，随便哪个受了伤也不好交代啊。这么说起来，那龙申庭是不是也有可能受伤了？雪夫妇想起那个俊美无愁的男人，不由得坐立难安。他只说了句还有事情要做，先一步离开了2等车厢的就餐区。明侦端嘀咕，雪夫妇最近还真是有点奇怪，经常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行动，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了。苟德九说道：“他可能有什么私事要处理吧？他在列车上能有什么私事要处理？”“喂，苟德九，你就不好奇他干什么去了吗？”苟德九拿出耳机戴上，不好奇。明侦端心里说了句真装，他们这次是要一起去玫瑰星球，开始为期1年的实习，实习考核合格了才能拿到毕业证。而明侦端与同班的雪夫妇和苟德九分到了同一个目的地。雪夫妇在班上的存在感其实不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软了，像是一团棉花似的，不争不抢。在这个几乎是人人都善于表现自己的星际时代里，他很容易被淘汰。按理来说，雪夫妇在列车上也就只认识苟德九与明侦端几个同学，但是最近他却似乎是频频失踪，不知道跑去哪里玩去了。明侦端不得不好奇，他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就餐区，快步往前，刚好看到了雪夫妇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明侦端赶紧跟上去，发现雪夫妇并不是回房间之后，他眼睛里的疑惑就更多。紧接着他目露诧异，因为雪夫妇拿出了一张身份 ID 卡，刷过门禁之后，铁门打开，他走了进去。门的那一边是一等车厢的区域。雪夫妇究竟是哪里来的 ID 卡？他走进一等车厢是想做什么？那里面可都是贵人。在门关上之前，明侦端的身体比脑子快一步，迅速地跟了进去。雪夫妇似乎是听到了动静，他转过身，回头一看，明侦端已经先一步藏在了垃圾箱的后面。雪夫妇没有看到人，怀疑自己是想多了，他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他走到了人多的区域，难免有些紧张，毕竟他并不是一等车厢里的乘客，只不过是幸运地捡到了一张 ID 卡，才有机会走进来的人而已。雪夫妇在一堆妇人里茫然无措的模样，很是显眼。穿着制服的男人注意到他，走了过来：“小姐，需要帮助吗？”雪夫妇更加的紧张，努力保持镇定的说道：“我迷路了。”眼前这个编号为13号的青年，有着一头漂亮的橙黄色头发，蓝色的眼睛里始终漾着笑意，友善无害，亲和力十足。雪夫妇记得他上次有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与苟德九起了冲突，是13号出面阻止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他忍不住想，他应该是个好人吧？这儿各种娱乐场所错综复杂，有些不会记录的人还真是会迷路。13号尽职尽责地说道：“小姐想去哪儿？我可以为您带路。”“我想回休息区。”13号说道：“请跟我来。”雪夫妇忐忑地跟在13号身后，他也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有胆子这么大的一天，脑子里的弦紧紧地绷着，生怕被其他人察觉出异样。一路走出各种热闹的娱乐场所，进入休息区后，环境渐渐地安静了许多，一时之间只能听到2人的脚步声。雪夫妇忍不住抬起头，打量着眼前年轻男人高大的背影，宽厚有力，线条十分漂亮，身高腿长，肩宽腰窄，
极好的身段，符合人类美学认知里的黄金比例。亮眼的发，蓝色的眼睛，白皙的肌肤，阳光灿烂的笑容。这样的男人如果放在大学里，一定是女生们追逐的热门对象。可惜他偏偏在这辆列车上，只是一个武装队编号为13的男人而已。不远处有动静传来，红裙子女孩打扮漂亮，面庞精致，天生自带一身贵气。只不过现在她一手扶着墙，踮着一只脚，苦恼地看着自己脚上那只出了问题的鞋子。更为人瞩目的是，她的另一只手上缠着纱布，看起来是不久前受了伤。13号的脚步换了个方向，夏小姐，需要帮助吗？夏淼抬起脸，瞥了眼另一边的雪芙芙。13号微笑着说道：“休息区就在前面直走。作为一等车厢的住客，不知名的小姐肯定是知道路了吧？”雪芙芙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她勉强让自己露出正常的笑容：“是的，我想起来了，我自己走回去就好。”她往前走了点距离，又不禁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那边的红裙子女孩。雪芙芙记得，她是夏家的千金大小姐，身份尊贵，是万千想要改变命运的男人追逐的对象。13号大概是看了眼情况，随后蹲下了身，大手握住了夏淼左脚的脚踝，轻轻抬起，观察了下她鞋子的情况，做出了一个评价：鞋跟断了。夏淼眉头一跳：“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出来，她的鞋跟断了。这双陪着她走上列车，又经历过外星生物危机的鞋子，也终于到了报废的时候。13号抬起脸，爽朗一笑：“没关系，我可以试着修好。”夏淼意外：“你还会修鞋子？别看我很不靠谱的样子，其实我什么都会一点哦。”13号也和那些肤浅的男人没什么不同，都是因为夏淼高贵的身份而趋之若鹜的去示好。雪芙芙不再打量那边的情况，循着记忆里的方向走到了501号房门前，鼓起勇气敲响了门。没过一会儿，有人打开了门。龙申婷目露惊喜：“雪小姐，你怎么来了？”雪芙芙关心地看了眼龙申婷额头上还用纱布包扎的伤口，诺声诺气地说道：“我听说这里出了事，我有些担心你会不会受伤，所以我忍不住来找你了。”龙申婷目光动容，她的母亲频频催着让她与夏淼结婚，只把她当成是联姻的工具人，而那些追捧她的人，不过也是因为她的身份地位，所以极尽阿谀奉承罢了。只有雪芙芙，她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况下，向她伸出援手，还与她结为了朋友。她的目光是那么的纯净，犹如没有被墨迹玷污过的白纸，美丽空灵，不染世俗，又似纯洁的阳光，照亮了她黑色的世界。这么美好的女孩，又如何会不让她动心呢？龙申婷说道：“雪小姐，我很感激你来看我，进来喝杯茶吧。”雪芙芙想说，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不太好，万一被人误会他们有点什么，那就说不清楚了。然而看到龙申婷期待的目光，她忍不住心头微动，走进了她的房间。另一边，13号蹲在地上，笑眯眯地问：“要杯吗？”夏淼没有立马答应，而是矜持地扬起头颅，像是挑剔地审视了他一番。直到确定了他有这个资格后，他才装模作样地说：“好吧，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他神态高傲，语气也很是浮夸，仿佛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要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而是一个要上门来赶着献殷勤的讨好者。好在13号脾气极好，一点也不生气，他轻而易举地背起了大小姐，一只手上提着她的高跟鞋，一番任劳任怨的模样，服务态度很好。夏淼离他近了，这才发现她头发的颜色更是漂亮纯净，不含任何杂质。她的身上似乎都是冷色调，可奇异的是，旁人一点也感觉不出她的冷，而是暖暖的，活泼开朗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她的眼睛又瞄到了他之前那只受伤的手臂，嘴里嘀嘀咕咕：“明明你的伤比我严重那么多，为什么你的手臂那么快就好了？”这个嘛，13号想了想，不知是真是假的说道：“大概是因为受的伤多了，所以身体有了更高的愈合能力。”夏淼半信半疑，他的手指还包得像个粽子一样，没有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拆下纱布的。好在有琳达帮忙照顾他，否则他就一只手，生活起来还真困难。到了444号房间，房门打开，13号停在了门口的位置。夏小姐到了。夏淼歪着头问他：“你不把我送进去？”13号很有绅士风度的微笑。现在已经很晚了，作为一名男性，踏进女士的房间很不合适。夏淼好奇地问：“有什么不合适的？”13号说：“会惹来对夏小姐不利的风言风语。”夏淼又说：“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喜欢那些风言风语？”13号难得愣了一下，侧过脸，恰好对上了夏淼直勾勾的目光。他就这么大大方方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闪躲，不加丝毫掩饰，直白的过分。13号不由自主地偏过视线，竟像是成了那个率先败下阵来的逃兵。他清清嗓子，不太自然地说道：“时间不早了，夏小姐还是早点休息吧。”夏淼了一声：“那你还不快点把我背进去？”13号没有动，这是当然，他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夏淼也不急，他趴在他的背上，两条腿无聊地晃来晃去，小腿上的肌肤几次擦过他黑色紧裤的布料，也不知道痒的人是谁。恰在这时，旁边房间里有人走了出来，夏淼伸出手，热情地和人打招呼。晚上13号果断往前进了房间，再啪的一声，房门关上了。隔壁邻居刚刚走出来，似乎是听到了人和自己打招呼，但一抬头又什么都没看见。他挠了挠头，很是奇怪。房间里没有亮灯。13号懊恼地闭了闭眼睛，因为他有一种很强烈的错觉，自己正在被他牵着鼻子走，这种情况可不妙。夏淼从他的背上下来，右脚上的鞋子还是好的，赤着的左脚则是踩在了他冰冷的黑色短靴上，倒也算是勉强达到了平衡的效果。13号往下瞄了一眼，
昏暗的光线里也不影响他视物。与他相比，他的脚很小，白皙如玉，5个脚趾头圆润可爱，和他的黑色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他踩着它，简直就像是明晃晃的在暗示他们现在的关系孰强孰弱，一目了然。不妙，不妙，这种情况很不妙啊！13号下意识的要逃，夏淼却果断身子往前，为了不被他碰到，他身体只能往后背靠上墙，退无可退。夏淼得寸进尺，踩在他脚上的那只脚往前，膝盖顶在了他的两腿之间，他身体一抖，紧接着啪的2声，他的手臂搭在了他的身体两边，撑在了墙面之上，对他虎视眈眈。13号不由得弯腰驼背，2条大长腿也站不直了。面对比自己几乎小了1倍的女孩，他现在高大的气场全无。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多布罗卢布斯基。猛然间听到他念自己全名，13号从骨子里冒出来的那股迷之紧张感更加强烈。有事？我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错。这样吧，我给你机会，你来追求我吧。等你追到我了，我就允许你亲我。蓝色的眼睛眨了眨，橙黄色头发的青年有点呆。我没有想过追你啊。不行。夏淼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说道：“你必须追求我，因为我想亲你。我可是在看到你的第一眼时就记住了你，就想亲你了啊。”13号，夏淼踮起脚尖凑近他，尽量与矮着身子的他脸对脸。他盯着他漂亮的蓝色眼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难道你就不想亲我吗？这是个好问题。13号想说当然不想，但是视线经过他红润的唇后，他抿紧了唇角。下一刻，年轻男人的2只手自我厌弃似的捂住了脸，手指缝隙里隐约可见他那白皙过头的肌肤泛起了潮红，尤其是那双大海似的眼眸波光粼粼。完了，他还真的想了。夏淼时常对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说好听点是他太优秀了，所以很有自信；说难听点，那就是他自恋过了头。夏淼自认为长得漂亮，家里有钱，性格又好，他还冰雪聪明，机智聪颖，善良可爱，天真无邪。总之从头到脚，他有着数不清的优点，所以他肯定很讨人喜欢。13号一看就是个审美正常的男性，他不可能不会喜欢他吧？现在的场面很奇怪。13号是个身形高大的男性，夏淼是个与之相比要矮小了不少的女性。可是现在气势凌人的人是夏淼，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是他。夏淼努力地在踮起脚尖，那只赤着的踩在他鞋面上的脚，隐隐可见，因为他的脚趾微微现出痕迹，就像是在无懈可击的青年身上留下了点点破绽。喂，你来追我吧！夏淼漂亮的眼睛里闪烁出光点，当真是不知道羞耻是什么。他眼睛一弯，笑意盈盈。要是你追求到我了，我就能够光明正大的亲你了。他的逻辑似乎与常人不同，说出来的话奇奇怪怪，偏偏里面抛出来的信息又能让人忍不住心动。13号喉结微动，蓝色的眼睛瞥了他眼又一眼，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之前没有察觉到的事实。他说他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就看上他了，似乎也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也是那么第一眼就注意到了他。或许是荷尔蒙随着多巴胺等激素正在疯狂的分泌，空气里的如同胶着感般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变得格外的浓厚，又带着强大的力量反馈回来，勾得人的心脏砰砰乱跳。13号努力目不斜视，但并不是那么成功。他莫名有些紧张，眼神有点飘忽。如果你这么想要我追求你的话，也不是。房间里忽然亮起了警告似的红色灯光，猛然间，13号被人往房外推。5分钟时间到了，警报要响了，你快出去！砰的一声，房间的门关上。13号站在门外，沉默半晌。没过一会儿，门缝里扔出一只鞋子，进了他的手里。你要帮我修好哦。在下一秒，门缝合上，再也没了别的动静。13号眼皮子跳了跳。高大的身躯略微弥漫出了挫败与懊恼的气息。之前他告诉夏淼，房间里有着绝佳的安保措施。作为单身女性，她的房间里有第2个人停留的时间超过5分钟后，就会响起警报，武装队的人会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他记得还挺牢，但令现在的他感到郁闷的是，当时他忘记告诉夏淼了。作为房间的主人，他完全可以做出指令，解除这个限制。正因为他忘记了说这一点，所以现在的他被赶了出来。仔细想想，这是他第2次被赶出来了。13号心情有些微妙，他口口声声说对自己一见钟情，把自己推出来的动作倒是挺利索。离开休息区后，他碰上了其他巡逻的队友。7号眼睛一亮，你这是从哪里捡了女士的鞋子？8号激动地说，难道是灰姑娘的鞋子？7号一问，什么灰姑娘？8号，就是一到午夜12点，穿着水晶鞋的公主就会解除变身，成为灰姑娘。她在舞会上逃跑的时候掉了鞋子，王子殿下捡到了鞋子，然后靠着这个鞋子找到了灰姑娘，最后2个人结婚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7号没有听过这么古老的故事，但被8号成功的调动了情绪，2个人炯炯有神的盯着13号。8号，需要我们帮忙找丢失了鞋子的灰姑娘吗？7号，感觉会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呢。13号笑眯眯的说道，你们是觉得最近的演练有点少吗？7号和8号打了个哆嗦，我想起来了，我还要去餐厅巡逻，我还要写上次的事故报告。2个人很有默契的快步走远，生怕慢一点就会成为13号的沙包。没有与13号怎么相处过的人，只会觉得13号经常都是以笑示人，大方爽朗，
亲和力十足，一定是个大好人。只有与他真正相处过的人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战斗疯子。刑讯室里的四面墙上，那些洗也洗不干净的血迹，可以说有一大半都是因为13号出现的。这个人看着阳光温暖，实际上比谁都冷血。所以再回头看一眼13号那只大手上提着一只白色高跟鞋，竟让人有种冰冷的钢铁握着温暖柔软的错觉。这种反差感带来的违和感十分的强烈。7号嘀嘀咕咕，以前也没见他这么好心会替人捡鞋子啊，是不是哪里不对劲？8号聪明机智，有什么不对劲的？他总不可能真找到公主谈恋爱了吧？雪芙芙待到很晚才从1等车厢里出来，与龙申婷来往更多，他对龙申婷的了解就越深。原来他有胃病，还怕黑，并且经常失眠。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一段不太好的童年记忆。他的父亲早逝，他的母亲对他的管教十分严格，简直就是把他当成一件家务工具在对待。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朋友，雪芙芙是他的第一个朋友。只要有他在，他会觉得很安心。经常失眠的龙申婷，今天晚上拉着雪芙芙的手，却很容易陷入了沉睡。雪芙芙也是特意等着龙申婷睡着后，才悄悄地离开。没想到他刚准备回房间，后面传来了男人的声音：“雪芙芙，你从哪回来的呀？”雪芙芙背影一僵，转过身，见到的是似笑非笑的明侦端。明侦端说道：“你应该也不想被其他人知道你混进了1等车厢吧？”雪芙芙浑身紧绷，她没有想过明侦端居然跟踪了自己。努力保持镇定之后，她问：“你想做什么？”明侦端一笑：“没什么，你别紧张，我只是想借你的那张 ID 卡用一用而已。”既然雪芙芙可以拿着 ID 卡混进1等车厢，与那些富人们打交道，那为什么她不可以呢？很多时候，与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也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琳达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列车员，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乘客，她都能保持礼貌，哪怕是脾气再坏的乘客，她也能好脾气的与人沟通。因此，夏家大小姐受了伤，需要人帮助这回事，自然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只不过最近的琳达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夏淼拿起勺子吃了一口琳达送过来的晚餐，再抬头看向为自己整理房间也在出神的琳达，他忍不住问：“琳达，你最近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琳达回过神：“什么？”夏淼说：“你似乎有心事，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琳达抿了抿唇，纠结了一会儿，说道：“我有个同事，她叫做玛丽，原本和我负责的是同一车厢，但是最近这些天我都没有见过她了。她是休假了吗？”琳达摇了摇头：“我看过排班表，她下一次休假应该是在1个月后，而且她的电话也打不通，我完全联系不上她，我很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事。”夏淼，这么说起来，确实是很让人不放心呢。琳达，不可以向武装队的人寻求帮助吗？琳达被吓了一大跳，慌忙说道：“我只是一个乘务员而已，武装队的人都是负责很重要的大事，不行的，我没有资格找他们帮忙。”什么没有资格？夏淼板起脸，如果车上有人无故失踪，那乘客们岂不是也得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外星生物入侵的事件才发生不久，他们也没有把调查结果公布，要是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怎么办？夏淼最后做了判断，这可是天大的事情，你给我等着，我之后就去找武装队的人，让他们调查你朋友失联的事情。琳达有些呆，见到夏淼几下吃完晚餐，风风火火的就要往外走，她赶紧把桌子上剩下来的那杯红色饮料送到了夏淼手上。夏小姐，营养液。列车上的食物是充足的，但是没有阳光照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也无法做到每天供应。为了防止人体出状况，科研家们研究出了营养液，可以保护人体的生理机能不会遭受破坏。因此，列车上的人都需要每天固定的喝一杯营养液。夏淼一口喝完了红色营养液，是石榴汁的味道，不算难喝。他把空杯子递给琳达：“我这就找人去。”琳达看着夏淼雷厉风行的离开，突然觉得大家说的很难伺候的夏家大小姐，似乎也并没有像传闻里的那么坏啊。所以，你是为了请我帮忙才来找我的？年轻男性坐在工作间里，因为现在不是他当值的时间，所以他并没有穿着那一身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黑色制服，而是脱下了外套，露出了里面的白色背心。他刚刚还在忙，夏淼一来，他就放下了手里的工具，一手搭在工作台上撑着下颌，颜色明亮的发梢在眼底里落下了点阴影，蓝色的眼眸弯弯如同月牙。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似乎很是友善无害。然而他手臂上暴露出来的肌肉线条，以及黑色紧裤修饰出来的那双大长腿，有一下没一下点着地的黑色短靴，都在隐秘地透露出一股危险的野性与侵略感。夏淼双手抱臂地站在他的面前，扬起脸，抬起眉眼，过于明艳还攻击性极强的漂亮脸蛋上洋溢出高高在上的神态。这不叫请你帮忙，而是提醒你得注意一下车上的安全状况。如果真有人失踪了，那我不是也很危险吗？夏淼没有忍住，再次瞄了一眼他的手臂。明明之前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他手臂上竟然只剩下了几道疤痕而已，而他的那3根手指至今都还不能动弹。13号笑着说：“你不会有危险的。”门口那儿围了好几个人窃窃私语，那不是国民爸爸的亲女儿吗？对啊，就是那位大小姐。好奇怪，她怎么来找13号了？是不是为了算账的？毕竟13号说过她的坏话，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有什么不对劲的？他们总不可能谈恋爱吧？那儿的议论声渐渐的大了。13号抬眼看了过来，几个年轻小伙子浑身一抖，赶紧把门关上，转身就跑了。夏淼问他：“你能不能查？”“能是能，不过夏小姐得做好心理准备，
银河列车是运行时间极长的列车，一旦驶出站台，除非到达目的地，就不会有反悔下车的机会。有不少工作人员上车之前都以为自己可以耐得住寂寞，但真正体验过后，不少人会因为寂寞而出心理问题。13号拿起工具，继续手里的活，慢悠悠地说道：“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想结束这场漫无终点旅途的愚昧之徒。换而言之，那个失联的玛丽很可能是自己选择了结束。毕竟列车上有人中途失踪的事情并不少见。”夏淼倒是没想到这一点，又见他正在忙的事情是修补自己的那只鞋子，表情顿时好看了不少。他凑近几步，距离近了，能看到他在认真工作时，那修长有力的手指是如何触碰到鞋面，也能看到他在用力的瞬间，手背与小臂上的青筋浮现，线条错综复杂，却格外漂亮。夏淼忽然有点馋，不知不觉间，他盯得有些久了，意识到不对劲，视线慢慢往上时，恰好对上了年轻男人不知何时就开始反过来盯着他的目光。夏淼赶紧装作很冷淡的模样，他收回目光，站直身子，抬头挺胸，哼了一声，想不到你修鞋子还有那么一手，如果你修好了的话，本小姐要亲吗？夏淼愣了一下，看向他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色明亮的年轻男性弯起了蓝色的眼眸，用邀请的口吻又问了一遍：“要亲吗？”夏淼下意识嘴硬：“谁想和你亲了？”“哎，是吗？”他的尾音拖得长长的，苦恼地说道：“可是我还蛮想和你亲亲的。”夏淼脸上发烫：“你还没有和我告白的，怎么就可以跳到这一步？”他略显茫然：“我身边的人谈恋爱的话，都是这么直接开始的，差点忘了。”民风不一样，夏淼被他整得不会了。他捧起那只修理好的鞋子，干干净净的白色鞋子，在他两只大手的衬托下，像是个精巧可爱的用来装饰娃娃的小手办。年轻男性咧开嘴，笑眯眯地看着他：“那我修理好了公主的水晶鞋，可以要一个亲亲当奖励吗？”自从那一天夏淼对他说了那一番话之后，他可是一直在想着这回事。反正刚刚进入发情期时的年轻男人，满脑子里没什么正经东西，都是黄色废料。他像是很清楚自己让夏淼欲罢不能的点在哪儿，干净澄澈的眼眸眨了眨，有着阳光色彩的头发在灯光下也好似有了光点。他成了被阳光偏爱的人，爽朗贱气，明明是个成年人，现在却冒出了少年人的纯粹活力。大小姐，不可以亲亲吗？夏淼倒吸了一口冷气。13号略微疑惑，本来以为这招很灵，夏淼却半天没有反应。正在他以为自己的美人计失败时，夏淼忽然用手捧住了他的脸，低下头在他的唇上叭叭叭地亲了好几下，然后他果断地转身逃跑了。13号看向那张晃荡的门，片刻之后低头看着手里他忘记拿走的鞋子，他的唇角慢慢地上扬，墙面上的黑色影子猛然间蹦出来了一条兴奋摇晃的尾巴。关于一等车厢出现外星生物的事故，调查报告很快公布了。报告里说是黑市商家弄到了外星生物的基因，培养出来后就是为了卖钱的。这只不过是一个贪心的黑市商人闹出来的闹剧而已。现在这个人已经被武装队的人控制了，其他乘客不需要过多担心。对于外界来说，事情就好像是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不过只是个安抚外界的借口罢了。刑讯室里空气沉闷，难闻的血腥味经久不散，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人的神经。男人已经不成人形，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只有喘息时微微有起伏的身体，还在表明他并没有死去。但是他如今的不被当作人对待的模样，还不如死去。4号坐在审讯桌前，转了转手里的笔，说道：“布鲁斯，是吧？你还不打算说实话吗？”他们通过基因信息已经弄清楚了这个男人的身份，他并不是什么黑心商家，反而还有着一个正经工作，是一个大学里的教授。布鲁斯在这几天里都遭受到了痛苦的折磨，他们不允许他闭上眼睛睡觉，也不允许他死去，只是这样靠着营养液吊着他的命，直到他愿意交代出一切，这些恶魔一样的人才会让他得到解脱。布鲁斯喘息着，抬起被血液糊住的眼睛，视线模糊里见到了2道人影，一个是做记录员的4号，另一个则是从一开始就没动过手也没说过话的13号。13号仅仅只是安静地坐着，他好似是个旁观者，仅仅只是来看戏而已，有时候看得无聊了，还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牛奶巧克力咬上几口。4号频频向13号投去惊异的目光，大概是在疑惑他什么时候有这种随身带零食的小爱好了。虽然13号看起来只是个人畜无害的旁观者，但布鲁斯不会天真的以为13号真是什么好人，毕竟他被抓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是被13号折磨成了这副模样。布鲁斯缓了缓，积攒了足够多的力气后，虚弱地说道：“你们这些愚昧的人，你们根本不懂那些实验体代表着什么。”他说的是那些，而不是那个。那是因为武装队的人后来去搜查了他的东西，发现他的行李里还藏了许多未成熟的外星生物胚胎。5号发现胚胎时还感叹了一句：“要是不仔细看，我还以为这些都是人类的胚胎呢。”那些胚胎与那个死了的外星生物一样，最后都被送进了实验室。4号说道：“你的意思是，那个来自于塞尔星的生物是你的实验体？”布鲁斯突然笑了起来，就像是个疯子一样。现在遍体鳞伤的他，居然还能笑出来。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所有人都被骗了。布鲁斯忽然用所有的力气支撑着上半身，那双被鲜血染红的眼睛里冒出来的疯狂，
令人从骨子里感觉到了一阵寒意。我们都只是被困在戏台上的可怜虫而已。4号有些懵，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被揍成这副模样还能疯癫起来的人。布鲁斯，那些塞尔星的生物，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他们其实一个水杯砸过来，正中布鲁斯的脑袋，他倒在地上，脸上的伤口哗啦啦的又流出了许多的鲜血。13号一手搭在桌子上，撑着下颌，扬起唇角一笑，工作本来就烦，还要听你在这里风言风语，很浪费我的时间。布鲁斯积攒起来的力量一下子被用光，好半天都爬不起来。13号站起身，换班时间到，我先走了。他拉开审讯室的门，恰好换班的队友也刚好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13号永远都是会卡着点下班的那个人，哪怕说加班有额外的工钱，他也不干。路过的队友凑过来，目露调侃：“那位大小姐又来了，现在在休息室里坐着呢。她看起来很不好伺候，我们可不敢往她跟前凑。”13号清清嗓子，故作平常的说道：“不就是一个女孩子吗？有你们说的这么可怕吗？”一个年轻小伙子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进去招待大小姐。”你不行。13号意识到自己接话太快，又淡定的沉默了一会儿，状似随意的笑道：“刚好我现在有空，我去招待大小姐吧。”13号一双大长腿走得很快，其他小伙子们互相交换了耐人寻味的目光，其中的八卦讯息不言而喻。13号说是说夏大小姐就一个普通的女孩，没什么可怕的，但等到走进休息室，猛然间接触到夏淼瞪过来的眼神时，他顿时觉得自己好像是矮了一大截。夏淼，米哈伊尔。13号脖子后面有点冷，加快脚步跑到了女孩面前，高大的身躯蹲下来看她，露出了堪称是讨好的笑容，蓝色眼睛里光点闪闪。大小姐，怎么了？夏淼坐在椅子上，漂亮的脸上表情很糟糕。你说的会帮我调查那位叫玛丽女乘务员失联的事情，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13号眨眨眼，我工作也是很忙的呀，但是我真的有在查。夏淼目露怀疑，真的？他眉眼一弯，笑容亲和力十足，当然是真的。夏淼瞥了他一眼，又一眼，语气放软了许多。那你工作这么忙，会不会很辛苦？13号就算是再傻，也看出来了他来这儿的目的。问员工失联的事情是其次，想要见他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阳光开朗的年轻男人苦恼地说道：“是挺辛苦的。”夏淼抿了抿唇，那我不打扰你了，我回去了。他要走，13号却抓住了他的手，身子往前，笑眯眯的面容离他近了许多。就算你这么走了，我身体的疲倦感也还是在啊。夏淼很是嫌弃地看着他，像是觉得他事多，那怎么办？他轻快地说道：“帮我补充能量吧。”夏淼奇怪，怎么补充？13号又往前凑，离他更近，那双波光粼粼似的眼眸闪烁着他的存在。我需要糖分，一点点的糖分就足够让我获得支撑工作一天的能量了。他的目光毫不掩饰，里面的暗示已经可以算是明示了。荷尔蒙匹配上的年轻男女是很容易猜出来对方的小心思的。夏淼接收到了那强烈的讯息，自从进入星际时代，原始地球已经因为不可逆的破坏而被抛弃，然而现在的他竟然像是感觉到了夏日里的热情。见他没有动作，13号澄澈的一双眼忽然成了小鹿斑比似的眼睛，有点可怜，又有些委屈。大小姐，不可以给我一点奖励吗？夏淼是个肤浅的人，他能够扛得住美人计，那就是见鬼了。他故技重施，低下脑袋，如同上次一样，在他的唇上巴巴地亲了2口。然而这次他要亲完就跑时，男人的手先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臂，再站起来。不过短短时间，情况已经有了反转。他轻而易举地把他困在了他的阴影里，哪怕是他的后背已经抵上1倍，也无法躲避更多。13号俯下身，还碾压在他的唇瓣之上，没有给他逃离的机会。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他溢出了笑声。夏淼想动，他的手却扣住了他的手掌，手指强硬地陷入他的指缝，好似就这样与他连为一体。再微微用力，他被困在椅子与他的身体之间，这狭窄逼仄的空间里，连呼吸都被他的气息所占据。这是夏淼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他就算看起来再怎么无害，他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他的力量。隐隐约约里，他在被侵略的感觉中察觉到了一种掌控欲。片刻之后，他好像是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过分，温热的舌从他的口腔里退出，很是缓慢，故意沾染了混为一体的湿润似的，把他的唇蹭得水润，有了引人遐想的漂亮色彩。13号盯着他看了半晌，眸光闪烁，嗓音有些阴哑：“我可以提前预支奖励吗？”等他话没有说完，又被他堵住了嘴。为了更加方便亲吻，这一次他干脆把人抱了起来，放在腿上坐着，只需要用一只手圈住他的身体，用另一只手捧着他的面庞抬起，就能轻松地掌控一切。夏淼在这种时候，脑子里居然还蹦出来了一个神奇的想法：第2次亲吻就是法式舌吻了。进度这么快，他的民风确实是不一样。10分钟后，13号拥抱着坐在腿上的女孩，2只手捧起她的脸，像是盯着什么稀罕物似的，把她的脸往左边转转，又往右边转转。他就这样研究了许久，最后好似是有了答案，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如此，人类之所以会享受恋爱，是因为交配繁衍的本能会在此刻达到巅峰，分泌出来的多巴胺和催产素会让身体产生容易上瘾的快感。他一番奇怪的话，让他觉得自己宛若被他当成了某种客体。夏淼的脸被他的手捧得有些皱巴巴的，说话也有些含糊不清。你在说什么呢？没什么。他笑，明亮的发色很漂亮，蓝色的眼睛也很漂亮。我刚刚确定了，我有和你繁衍的冲动。夏淼猛然间去推他的脸，不行，太快了，生孩子这一步得先结婚才行。他的手太用力，
他的脸被推得有点变形。13号思索了一下，结婚2个字，那是人类社会里2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建成家庭时需要去打的一份证明。有了这份证明，他们从法律上而言的关系就是受到保护的夫妻。不过随着时代演变，很多年轻人对结婚这件事很反感，晚婚晚育是常见的现象。13号用古怪的眼神盯着夏淼看了一会儿。你是认真的？夏淼愣了一下，抬头看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过家家的游戏而已，需要提到结婚吗？夏淼的表情变了，过家家的游戏。他身体紧绷，眼神里酝酿着可怕的情绪，好似有火山正在等着喷发，又像是古老的历史片里出现的母狮子正要把眼前的猎物撕碎。13号莫名的感觉到了一阵紧张。你不是只想和我玩玩吗？正如这辆列车上的大多数人所说的观点，不会有一等车厢里的乘客与一个小小的武装队的人谈恋爱，就算有，那也只是因为路程太遥远，为了排解寂寞的一场过家家的游戏而已。等目的地一到，乘客下了车，列车员还得继续在车上服务下一批乘客。也许前一刻他们还是亲密的情侣，可是到了下一刻，他们彼此就是不知相隔多少光年的无关紧要的对象。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多布罗、卢布斯基。13号身体忽然下意识的一抖，不管是什么年代，又是什么种族，男方听到女方叫自己全名的那一刻，都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恐惧。我被你抱了，被你亲了，你居然说只是和我玩玩？我看起来像是这么随便的人吗？你居然这么侮辱我，我以后都不想理你了。啪的一声，13号半张脸有点疼，还没有反应过来，怀里的人已经脱离了他的怀抱。夏淼双脚落地，指着他怒骂：你就是个玩弄清纯少女感情的人渣！他转过身跑出去，拉开门的瞬间，外面好几个贴在门上偷听的年轻小伙子踉踉跄跄的推搡着，差点摔倒在地。见到怒气冲冲的大小姐，他们心里都莫名发慌，赶紧让开了一条路。夏淼重重的哼了一声，捏紧拳头，迅速离开。年轻人们赶紧又堵在了门口，往里面看。天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喜欢揍人的13被人揍了，玩弄清纯少女感情的人渣，真是太过分了。休息室里，13号还将坐在椅子上，一只手呆呆地捂着自己半张脸，茫然无措。他是人渣吗？琳达每一次路过实验室时，都会听到里面传来的可怕的动静。他听说不久之前的那场骚乱里，有不少人受了伤，武装队的人查到了一批外星生物的胚胎，之后胚胎就被送到了实验室里，现在也不知道里面在做什么研究，总是会有可怕的动静传出来，像是有吃人的野兽在嘶吼，裹挟着可怕的危险，还极其具有传染力。其实最近在乘务员的小圈子里流传起了一些可怕的消息，据说这辆列车上存在可怕的亡灵，如果运气不好被亡灵看中了，就会成为他口中的食物，所以偶尔的时候才会有一些人失踪的传闻冒出来。琳达怀疑玛丽就是遇到了那个传说里的亡灵，所以才失联了。而每次经过实验室，听到那里面的动静，她又会不由自主地想，那个所谓的亡灵是不是就在实验室里？琳达鼓起勇气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人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什么事？你好，医务室的人忙不开，让我代为把你们需要的试剂送过来。实验员接过了琳达手里的东西，辛苦你了，你可以离开了。门很快被关上。琳达转身离开之际，忽然听到了猛烈的撞击声，接着门的那一边传来了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她失控了，镇静剂呢？快点打镇静剂！不行，控制不住，小心别被他咬伤，会被寄生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透过门的缝隙钻出来，偶尔间还有疯狂的撞击与撕裂血肉般的声音。琳达有种直觉，自己应该赶紧走的，但是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求知欲，有某种声音提醒她，或许里面的东西真的和那些人失踪的事情有关。琳达抓紧了衣角，趴在地上，慢慢的凑近，盯着门与地板之间的那一道缝隙。猛然间，飞溅出来的血液洒在了她的脸上。龙申婷最近这几天都有些不安，只因为雪芙芙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来找她了。这还是龙申婷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原来在不知不觉之间，雪芙芙在她的心里已经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以往都是雪芙芙来主动找她，她不来了，龙申婷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她的了解还不够多，居然连她住在几号房间都不知道。但龙申婷有钱，不管是哪个时代，有钱就能使鬼推磨。然而这辆列车上的人却很有原则地说，不能向他人透露乘客的隐私。这群人实在是有原则有的过头了，仿佛是活在另一个世界似的。既然如此，龙申婷决定靠自己去寻找雪芙芙。该说不凑巧的是，他见到了那个令自己讨厌的女人。恰逢夏淼这几天的心情也很糟糕，两个人的目光一对上，那就好似是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会面，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星际大战一触即发。夏淼，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龙申婷说的咬牙切齿，但还是记住了与夏淼保持50米的距离，省得那群野蛮的人又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过来抓他。龙申婷额头上的伤口早已经结疤，那点小小的疤痕在他这张帅得惨绝人寰的面容上很是显眼。夏淼微笑，我不记得我有欠你钱吧？你怎么就要和我算账了？夏淼，龙申婷往前一步又停了下来，他脸色冰冷，看在你是个女人的份上，我不会对你动手，但是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能够向你家里说得清楚明白，我是不可能和你结婚的。那是当然。
夏淼毫不留情的口吐恶言。虽说我家里人是急着给我找对象，但是也不至于挑一个肮脏丑陋的爬虫吧。龙申婷面色一变，武装队的休息室里，15号急匆匆冲了进来。我刚刚巡逻的时候，你们猜我看见了啥？其他人赶紧问，你看见啥了？我看见龙申婷与夏大小姐2个人有说有笑的。不对啊，他们2个人不是不对付吗？15号说道，你们都没有谈过恋爱，哪里知道年轻人之间的感觉也可以有变化的，前一秒还是宿敌，后一秒就能对上眼了，这就叫相爱相杀，懂吗？因为以前夏淼频频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总是来找13号，所以武装队的其他人都会额外多关注一些夏淼。15号巡逻的时候见到了夏淼与龙申婷在谈话，他又不好靠得太近，只能远远的听着，有些话其实是听不清楚的。可是他对结婚2个字格外敏感。你们是不知道，他们都聊到了结婚的事情，我可是亲耳听到了，他们还提起了家人。妈呀，这不是就要见家长官宣了吧？4号说道，这么说起来，他们门当户对，会结婚也很合理啊。7号，我早就听说过了，他们2家本来就有联姻的打算。8号，所以他们这是强强联合，天生一对。3号，难怪夏大小姐最近都没有出现了，原来她是有对象了。哐当一声，椅子忽然掉落在地上，发出了刺耳的动静。逆光而站的男人身形颀长，气质懒散，他伸出脚踹了一下地上的椅子，看上去不过是轻飘飘的一脚，但椅子却散了架，宛若是他踹碎的并不是一张椅子，而是恨不得要踹碎其他的东西。年轻的男人笑着说，我早就说过了，椅子的质量不好，还真是容易坏，那不是被你踹坏的吗？其他人想要吐槽却不敢。13号随手从兜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撕开包装送进嘴里咬了一口，橙黄色的发下是一张笑眯眯的脸，那漂亮澄澈的蓝色的眼睛有了暴风雨降临的趋势。他慢悠悠地走出休息室，和平常一样不紧不慢的脚步，好似一切如常，却偏偏让人感觉到了不对劲。其他人面面相觑。7号嘀咕，这只是玩玩。8号看热闹不嫌事大，他急了，他急了，他一定是急了。其他人看向他，别吵了，我们又不眼瞎。你这个连呼吸都在往空气里放毒的侏罗，肮脏、丑陋又令人感到恶心。因为有你，整个宇宙都会变得不幸，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你让空气里都在冒着愚蠢的气息，我很怕会被传染。龙申婷表情变化精彩纷呈，他当然也遇见过讨厌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即使是在讨厌他的人，也不可能指着他的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也因为缺乏这样的经验，以至于龙申婷骂人的词汇十分的贫乏。他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夏淼，你个疯子！相由心生，你看谁都是疯子，那是因为你就是个疯子。夏淼嘲讽地笑了一声，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来恶心我。他扭头就走，干脆利落。龙申婷被气得不轻，可他理智还在，他前不久才收到过警告，现在如果真追上去与夏淼发生肢体冲突，那他就真的得被关起来了。看着夏淼丝毫都没有迟疑而离开的背影，龙申婷在怒火中忽然又有了别的微妙的情绪。他见过不少送上门的女人，当然也有看起来矜持的，但那不过是玩欲擒故纵的手段而已。之前他始终认为夏淼和那些欲擒故纵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越装他就越是讨厌。可是刚刚夏淼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看样子是深深的对他感到厌烦。这个女人难不成还真的厌恶他吗？夏淼往回走的路上，心里的那股暴躁情绪还没压得下去，突然窜出来的人影把他吓了一跳。夏淼下意识地扶住了撞过来的女人，他奇怪地说，琳达，你怎么了？琳达正深陷于惊慌失措，满脸都是血，看起来十分的骇人。他抓住了夏淼的手，犹如是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语无伦次。那些东西会吃人，他们会钻进身体里，然后又从身体里钻出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快逃，我们都会被寄生的，我们都会死的。琳达嘴里重复的念叨着这些话，却无法把前因后果都清楚明白的说出来。她实在是被吓懵了，眼睛里都是惶恐不安。突然之间，她有片刻的停滞，好似是理智全部都跑光了，又好似是恍惚里意识到了什么。不对，不对，这些都不对。琳达看向四周，忽然推开了夏淼，她脸色惨白，身影晃动，这些都是假的，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夏淼还想往前，但周围已经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了。2个男人抓住了琳达，一针镇定剂下去后，琳达很快就失去了意识，身体一软，被人扶住了。夏淼说，等等，你们要带她去哪里？几个人停下脚步，一个医生对夏淼笑道，夏小姐，不用担心，琳达只是患上了长途列车综合征，长时间乘车的人有可能会失去自控能力，出现幻觉等过激行为，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列车员而言并不少见。我们需要带琳达去医务室治疗，她需要在病房住上几天。夏淼又问，那我应该能去医院探望她吧？几个医生看了眼对方，其中一个人笑道，当然，您可以随时来探望她。夏淼看着他们把琳达带走，心底里还是隐隐存在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刚刚那一幕还真是可怕，那位列车员是发疯了吗？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夏淼往旁边看了过去，是一个不认识的男生，也不知道他在背后偷看了多久，现在才走出来特意和夏淼搭话。他出于好心一般的说道，我刚刚都被吓到了，小姐你还好吗？林真端说话的时候特意把自己最好看的那半张脸面对着他，不是他自夸，他在学校里也是有女生追的，毕竟他长得也不丑，只不过他眼光高，一般的女生他还真看不上。雪芙芙的事情却给他提供了极大的灵感。对啊，
他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外形条件结识上层社会的人，从而实现阶级上的跳跃。明侦端也没有想过自己运气这么好，居然一下子就遇见了夏家的大小姐。如果能攀上这根高枝，他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哪知下秒无视他的示好，没有任何回应的往前走了。明侦端意外一瞬，不想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下意识的就要跟上去。他才走出去2步，一股强大的外力把他拖进了昏暗的角落里。明侦端的后背重重撞上墙，只看到了一道高大的人影，疼痛的声音与恼怒的质问还未来得及发出来，仅仅是咔嚓一声过后，他的脖子被扭断了。发色明亮，蓝色眼眸，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男人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脸上的笑容宛若一成不变的面具，扔掉了擦手的纸巾，循着女孩的背影一步步地靠近。当此时此地变成了无人的景象时，角落里的尸体栽倒在地，露出了半个脖子处被扭曲的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还停留在错愕的一瞬，颇显诡异。